欢迎来到小唐漫文屋，爆款影视剧原著小说全文放送，宝子们先订阅后看，暴富暴瘦暴美丽。蒋长阳看到牡丹的眼睛骤然睁大，轻轻叹了口气，握住她的手，柔声道：以前我娘和我都做不了重活，她的针织女工也不是什么拿得出手的，她也不愿意领着我去给人家做什么活受气，她宁愿贩些布匹什么的来卖。这样做虽然更难更险，但她说她绝不让人将来某一天提起我来，会说那个小子当年给我倒过水，给我提过鞋。多数人是好人，可总有泼皮无赖，见他貌美年轻，又带着个没甚用处的儿子的，总千方百计刁难，其中就包括逼他喝酒这一条。喝酒，这个年代全民都爱喝酒，好饮犹如饮水。牡丹默然无声，反手握住他的手，静静听他讲述。我母亲是个性情坚毅骄傲的人，不肯服输，又不愿受气，吃的苦头越发多。我最记得有一次，他将酒坛子从人家的头上砸下去，威风无比，可是那一夜我以为他要死了，吓得抱着他坐了一夜。那时我最难过的事情就是我没用，没法子帮他解忧，没法子保护他。虽说不管怎样，最后到底是熬过来了，有了今天的好光景，可我一回想到从前就心疼。我不希望你再这样辛苦。他想他已经明白他要他做什么了，包园子是一定不能成的了，就是不知道他想要他做到什么地步。牡丹垂下眼，轻轻道：我明白了，你要我怎么做？蒋长阳伸手将他的脸转过来对着他。我说我喜欢做有把握的事情，其实就是希望不管我在哪里，不管我处于什么样的情形中，我都知道你是安全的，是实实在在的安全。包园子很容易惹事，特别是在这样的多事之秋，就不要再包园子了吧，借也只借给相熟的人家。咱们专卖牡丹花，还有就是牡丹花开的时候收人头钱，不管是谁去，都只清点人数，按人头收钱，坚决不包园。这样一算来，一年里也只有20多天的时间比较忙，其余时候你还可以安心培育花，也不必担心有人随时跑去打扰你。有那推不掉又霸强的，宁可关门借他1日。如果有些人不方便以这样的方式来看花的，你就专挑一天，关了园子款待他们，你看好不好？不等牡丹开口，他语态轻松的又加上一句：我还记得你当初很为那些远道而来却没看到花的客人遗憾，这样一来也解决了那个问题。看到你的花的人越多，将来你的花就越卖得远，声名远扬，多好呀。这并不算什么，最多就是少收入一些罢了。如果培育出新品种来，多卖几株，收入也可持平，只要不是什么都不许他做，那就好。牡丹心头轻松了一大截，含笑点头应下。钱少点没关系，最主要还是平稳为重，我答应你就是。蒋长阳见他应了，欢喜地笑起来。丹娘，你真好，我刚才真怕你不肯答应呢。只要你好好和我说，理由站得住脚，要求不过分，什么都可以商量。牡丹微微一笑，握紧了他的手。我忘了一件事，我爹说让我替他谢你，稍后要是他问起来，你可记得说我是替他把话传到的。蒋长阳笑道：一家人，谢什么？他还有个想法，想趁这个机会一次和牡丹说了。可看到牡丹的笑容，他又想，一次不能要求太多，反正现在还早，不如到时候又再说，便把话头藏下，转而和牡丹说起其他事情来。他刻意想补偿牡丹，想讨她欢喜，便搜肠刮肚的找些他觉得好玩的事情来说给牡丹听。奈何他天生没有说笑话的本事，好好一个笑话也叫他说得干巴巴的。林妈妈坐在车前竖着耳朵听，听到里头风平浪静，又听蒋长阳说些干巴巴的笑话，牡丹还配合地发出笑声，追着问：然后呢？然后呢？方才松了一口气，低声同语合道：郎君讲的这笑话丹娘都能笑出来，现在看来他是学会吹捧人了，我也放心了。雨禾掩着口笑：妈妈你小心叫郎君听见，不饶你。话音刚落，就听见里头一阵寂静，蒋长阳住了嘴，牡丹低咳了一声，二人对视一眼，齐齐闭了嘴。马车前行好一些，蒋长阳郁闷地看着牡丹。他们说的是真的？牡丹正色道：不是，他们没文化，不懂得欣赏。蒋长阳表面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暗里却是发誓以后再也不说笑话了。待到了何家，何志忠等人早就得了消息，在家里候着的，一听见人到了就赶紧迎出去。蒋长阳自向何家诸人一一行礼问候，由男人们陪着去外头吃席饮酒不提。岑夫人拉着牡丹的手，上上下下地打量，看得牡丹脸红耳赤，不依地推她：娘您盯着我看什么？岑夫人看她的神情，晓得好事成了，抿嘴笑道：没看什么，就是看你脸色挺好的。怎样？一切都还顺利？牡丹一时大为羞涩，垂了眼道：都挺好的。
就是今早去庙见时出了点小岔子。然后小声将老夫人要送人，蒋长阳发脾气，一家子鬼哭狼嚎的过程说了一遍，听得岑夫人直皱眉头。梁九芳叹息一声，多亏你不跟他们一起住，程峰也争气。牡丹笑道，谁说不是呢？他体贴岑夫人的心情，把这2日的事情详细给岑夫人描述了一遍，再三保证自己过得很好。岑夫人听得兴高采烈的，连连道，你那个亲婆婆果然是不错的。正说到欢喜处，就见薛氏忙忙的进来道，孙家的人来了。却是孙氏自上次要与六郎和离，无论岑夫人等怎么劝，六郎就是一直不肯写离书，一拖就拖到了今日。孙家专挑着牡丹新婚回门这日上门，未必不是要逼着写离书的意思。纵然是能理解为自家女儿打算的心情，可今日是牡丹的好日子，新婚女儿3日回门，他们家却来要离书，实在过分。岑夫人的脸一下子沉下去，还真是会挑时候。告诉他们今日有客，明日再来。又不是我故意为难他们，早就说过等你爹回来做主。这半年里头也不曾逼过他家，要拿走的东西也尽数拿走了。48节我还使人送衣物吃食过去，时时宽慰，怕的就是他们胡乱猜测。他们倒好，是怎么对我的？昨日上门来都还好，偏生要挑着今日来，起心不良，其心可诛。薛氏为难得很，若是好打发，他早就打发了，哪里还会问到岑夫人面前来？牡丹晓得岑夫人这段时间为了六郎的事情受尽了累，也知道他这般生气却是因为自己，便劝道，娘，您别生气，其实这心情和当初咱们是一样的，这一拖也拖了半年，迟早都要给人家交代，既然上门来，就由爹去处理好了。要是不想让蒋大郎知道呢，就寻个借口，让他往后头来，说您要找他问话，您看怎么样？岑夫人叹了口气，扫了一眼一旁脸皱成一团的杨姨娘，淡淡地道，今日是丹娘的好日子，却闹出这样丢脸的事情，到底是你的儿子，不是我亲生的，我怎么做都是逼你们，起心不良，我迫不得你们，闹了这么久，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我现下也不想再管这事儿了。我也不想说你什么，你怎么打算的，自己去和老爷说，老爷怎么说就怎么做，我不插手。杨姨娘眼里含着泪，走到岑夫人面前磕了个头，默默跟着薛氏一起往前头去了。岑夫人垂下眼睛喝茶，显得格外不快活。牡丹忙上前去给她捏肩膀，柔声劝道，爹回来晓得那些事情后是怎么说的？岑夫人没说话。梁九芳道，还能怎么说？事实在那里摆着的，谁是谁非大家都清楚，没得说。只是到底也是他的儿子，10个手指有长短，却个个都连着心。牡丹一时无言。片刻后，蒋长阳由二郎陪着进来，与满屋子的女眷行礼认过了，落座吃茶说话。才说不过几句话光景，外头就传来杀猪似的一声尖叫，却是六郎的。叫声急促而短暂，瞬间就没了声息。紧接着杨姨娘一声哭起来，呜咽声怎么都止不住。老爷好狠的心，怎么也是你的亲生骨肉，他不过年轻糊涂，也没杀人放火，怎地就这样狠心？当着新女婿的面出了这种丢脸的事情，屋子里众人都觉得很尴尬，都想找点什么话来说，却找不到啥可说的。张氏怀里抱着小儿子菏泽，灵机一动就掐了小屁股一把，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哭声虽将杨姨娘的哭声掩盖去，仍然挡不住尴尬。牡丹还好，只是坐着不说话。岑夫人、二郎，包括已经懂事了的孩子们都窘得满脸通红。蒋长阳见状，微微一笑，上前去接菏泽，让姑父抱抱。哎呀，小脸儿都哭红了。又观察那孩子的长相，回头笑望着五郎，还是长得像五哥多一些。可不是，见过这孩子的都说像我得很。五郎赶紧跟上话头，众人也你一言我一语的，这才算是将尴尬暂且掩盖过去。然而就算是这样竭力的掩盖，却也没能掩盖去外头的动静。杨姨娘的声音越发渐大，甚至有越来越惊天动地的趋势。众人都坐不住了，担心是不是何志忠没控制好，做得过了。最先出去的是二郎，紧接着三郎和白氏也找了借口出去，只留下岑夫人等几个人留下陪蒋长阳粉饰太平。真是个好看热闹的，早就等着看这天的热闹，见状也打算开溜，却被岑夫人指使了去做事情。你爹有对犀角雕的荷叶杯要给程峰的，收在里头我那个白藤箱子里，你去找了出来给他。真是这脾气，出去只怕是要煽阴风点鬼火，没事儿都要弄得有事，怎敢放他出去？甄士本已经撅起嘴来，一听说可以翻岑夫人的箱子，立刻又高兴起来，立刻接了钥匙。偏他心眼多，要扯了牡丹一起进去找。牡丹朝蒋长阳抱歉的一笑，起身陪甄氏进去。甄氏对岑夫人的房里熟悉得很，
镜子就在岑夫人的床下寻到一只2尺见方的白藤箱子出来，熟练地开了箱，先取了那对犀角荷叶杯出来，并不罢手，而是双眼放光地翻着里头的金银玉器等物，抓着个古腹撇口的古瓶颠来覆去地看，笑嘻嘻地和牡丹低声道：“娘，这些东西美吧？”他还有一只箱子，里头装的是各色织金锦缎，还有一个小匣子，好多色色珠子等物，都是好的。这个瓶子听说是个古物，要值不少钱。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看，这人吧，刚开始觉得他话多讨嫌，又占强，现在看来却是很不会隐藏自己心思，当着外人又极其护短的一个人。牡丹忍笑点头，娘的好东西是不少。真是突然垮了脸，叹了口气，好东西是不少，不过是娘的梯级，我也只是能看看而已。然后蔫蔫地将东西收入箱子中藏好了，没精打采地锁上锁，又在屋里转了一圈，方才恋恋不舍地和牡丹一起出去。待去了外头，何志忠却已经领着二郎等人全都回来了，并不见杨姨娘与六郎。何志忠接过牡丹手里的盒子，打开了放在蒋长阳面前，笑道：“这犀角是早年间在婆陆国得到的，请了人精雕细琢而成，放在家中已经有些年头了。你们成亲，我也没什么合适的东西给你做见面礼，就是它了。”蒋长阳忙起身行礼谢过，恭敬的双手接了，没事似的和何志忠谈起他此番出海遇到的事情。何志忠好面子，不愿意在新女婿面前丢丑，竭力保持镇定，言笑晏晏的。牡丹在一旁偷看何志忠，见他虽然笑容满面的，眉眼里却是挡不住的皮色。岑夫人的脸色也很不好看，显然都是强撑着的，不由担忧的去看一旁默然无语，只管上茶汤的薛氏。薛氏见状，招手叫他出去，二人在角落里站定了。薛氏方道：“爹逼着你六哥写离书，你六哥不肯，破口大骂孙氏薄情寡义，先廉寡耻，他拖也要拖死他，又说咱们没个好人，看着他成了这个样子，不闻不问不说，腿伤都还没养好呢，就变招法的折腾他，撺掇孙氏和他和离，就是想弄死他，好分了他那份财产。他闹得实在不像话，孙家人说的话也极难听，爹气得够呛，打了他，说他这离书写也得写，不写也得写。”牡丹一时无语。实际上，何志忠对三郎和六郎两个庶子向来极好，从没亏待着他们，这样戳心窝子的话，何志忠听了怎能好受？想来六郎发出的那声尖叫，就是被何志忠给打了，便问薛氏：“听着叫的那般惨，不知是打了哪里？孙家呢？”“孙家得了离书就去了。”薛氏长叹了一口气：“其实开始爹也没怎么打你六哥，不过就是打了2个耳光。只是他自小娇，受不得，还犟着，想着爹舍不得真把他怎样，哪成想爹是早就拿定了主意的，说他哪里来的什么家产。原来出门时说过，如果他胆敢去斗鸡，就要将他的腿给打断，再赶出去的。给家里惹了这么大的祸事，竟然还有脸活着，就叫人将他那条伤腿压在了凳子上，说留着这腿不过是祸害家里人，不如永远断了才好。他犹自不服软，说祸事不是完全因他而起，爹偏心。爹便真的要动手，他方才被吓着了，爹的脚才踩上他的腿，他就尖叫起来。之所以突然没了声音，却是被活生生吓晕过去了。杨姨娘哭闹，却又是以为他被爹给打死了，所以在那里寻死觅活的，几个人都拖不住。爹又叫人将冷水泼在你六哥头脸上，他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写离书。孙家得了离书，爹又叫给了钱物，送孙家出门，叫杨姨娘陪着他回房去。依我看，这事儿没完，只怕是等你们走了还有的磨。你是没看见，当时爹气得浑身发抖。牡丹听到薛氏说六郎那话，或是不是完全因他而起，那便是指的其实是因他而起。虽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六郎如果本身没有品行上的问题，就不会被流畅设计，但究根到底，也的确是因他而起，不由默然无语。待吃了晚饭，一家人正坐着说笑，他便去寻何志忠。爹，我有话要和您说。何志忠笑道：说罢。牡丹扯了他的袖子，我要私底下和您说。何志忠见他表情有异，便笑着起身，对蒋长阳道：看看，刚还说他自小娇养，现在就体现出来了吧。蒋长阳只是笑。父女二人进了书房，何志忠笑道：丹娘有什么悄悄话要和我说的？牡丹咬着唇，犹豫良久，方小心地看着何志忠道：爹爹，我要同您坦白一件事，先前六哥赌钱被弄进牢里头去关了那许久，是我做的手脚，是刘畅设的圈套，当时劝不住他，我便让贵子花钱请托了内卫的人，在刘畅打算动手的时候把他给弄进去了，就是想要他常常记性，牢记教训。何志忠脸上的笑容突然收起来，好一些都没说话。
牡丹有些害怕，紧紧扯住他的袖子，也不说话，就是睁大眼睛看着他。他和何志忠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六郎只是他这个身体同父异母的哥哥，而且自来就不亲厚，隔着一层，就算是他回了家，他也不曾和他有过什么接触，更无论多深厚的感情。在他给整个家里带来大风险，且正常途径规劝无效的情况下，他会采取自认为行之有效的方式，保护家里的其他人。可是何志忠不同，六郎一样是他的亲生骨肉，而且是他疼爱的幺儿。情之所至，采取的措施也不一样。他会不会认为他太毒了？他非常珍惜何志忠和岑夫人对他的这份情感，之所以想亲口告诉何志忠，是因为他想有一日何志忠定然会知道，与其让他从旁人口里知道，不如他亲口告诉他。牡丹担忧地扯了扯何志忠的袖子，您是不是觉得我做得过分了？何志忠神色复杂地看着牡丹，曾经软弱良善到宁可自己吃苦受累，也绝不叫一声委屈的丹娘，现在已经学会了强硬地解决事情。不知不觉中，他的变化越来越大，变得有些陌生了。他叹了口气，丹娘啊，这件事情你做得很隐秘，想必这家里没其他人知道。牡丹心知绝对不能把岑夫人和二郎他们牵扯进去，便道，后来人进去了，家里人忙着打点想接他出来，我就告诉了娘和二哥，我说刘畅逼得太紧，不如让六哥多在牢里待段时间，避一避。他们就听了我的。何志忠叹道，他们肯定是不会把这事告诉我的，既然担心我觉得你做得过分，为何还要告诉我？牡丹低声道，我做这事没私心，不怕您知道。之所以特意告诉您，是因为不想您因为六哥的事情伤心之后，又因为我的刻意隐瞒而伤心。后来的祸事虽是刘畅一手惹起来的，可六哥也没说错，不完全是他原因，他简直不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什么，越说越乱。他晃了晃头，我已经想尽办法了，反正我不想要家里人受伤害，不想娘伤心，不想您伤心。何志忠静静地看着牡丹，见他开始晃头，有些语无伦次，方低声道，不要再说了，我都明白，刘畅的事情已经过去，就不要再提。你六哥的事情你也无需内疚，他是咎由自取，赌钱那件事情你处理得很好，如果是我在，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而且他沉默了好一会儿，方有些艰难地道，是我没教好他。父女二人一时相对无言。光线越来越暗，第一声木鼓响起，何志忠像是突然被惊醒，抬起头来看着牡丹微笑，时辰到了，回家吧，别让人家久等，我有点累，就不送你们到门口了，你和程峰说一声。牡丹难过的朝他行礼告退，待他走到门前，又听得何志忠在背后喊了一声，丹娘。他回过头去，但见目光里何志忠的鬓角苍白，神情疲惫之极。他心疼地道，爹爹。何志忠朝他挥挥手，爹不怪你，好好过日子。看着牡丹的表情骤然松下来，何志忠黯然地想，这孩子其实心里还是有些怨自己当年把杨氏母子带回家来的吧，包括岑夫人他们，心里未尝没有怨言。可纵然六郎犯了这么多错，那仍然是他的儿子，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六郎就这样废掉。牡丹走到前面，蒋长阳已经收拾好东西在等他。虽是二次嫁女，岑夫人仍然舍不得，拉着牡丹的手细细叮咛，牡丹便趁机将刚才的事情告诉了岑夫人。岑夫人淡淡地道，你放心，这种事情只一次就够了，你安安心心的回去，我自有主张。牡丹担忧的紧紧他的手，那我回去了，如果有事马上让人回去和我说。岑夫人爱怜的替他正了正钗环，好好过日子，夫妻间贵在互相体贴，互相尊敬。他是个有担当的，可这性格难免也会爱强些，该让的让一让，不会总是你吃亏。牡丹应了，辞别众人，登车而去。岑夫人看着瞧不见他的车了，方才转身入内，真是想看热闹，想得心痒难耐，便过来扶他，佯作热心地道，娘，要不要去瞧瞧？岑夫人淡淡的瞅了他一眼，道，瞧什么？我今日脸都被人丢尽了，我累得很。言罢转身入内，上床躺下，径自睡觉。吴姨娘、甄氏和薛氏等人在一旁静候片刻，见他没动静了，互相递了个眼色，都悄悄退了出去，只留吴姨娘一人取了针线活坐在外头守着。一出了正寝的门，甄氏就站住，小声与薛氏、白氏等人商量，我们要不要去看看？他实在是想瞧瞧害得他被人牵着游了一回街，坐了一回牢的六郎此刻是个什么场景。要看笑话就是看此刻。岑夫人是这样的态度，哪里轮得到他们去管闲事？薛氏不语，白氏则道，我还有事情要做呢，要不三弟妹你先去，我们稍后再去。张氏抱着孩子哄，
是呀，这家伙在闹瞌睡，去了也是惹人厌烦，李氏则是自来都和真是不好，淡淡地道。我替四郎做了件衫子，眼瞅着他就要回来了，我得去赶赶。说着率先就走了。真是见众妯娌一个个都扔了自己走了，样样的跺了跺脚，仍然转身往六郎的小院子去。他心眼多，到了院子外头就放轻了脚步，蹑手蹑脚的摸进去，蹲在窗下细听动静。只听得里头杨姨娘呜呜咽咽的哭：“你个不争气的孽障，害得我为你丢尽了脸面，操碎了心，多年小意奉承尽数，毁在今朝。那小娼货要去他自去他的，你强留着做什么？难道你以后就找不到了？真想要把这条腿彻底葬送了才好。我告诉你，你若是没了这条腿，真成了个残废，一家子都能眼睁睁看着你活活饿死，残羹剩饭都舍不得施舍给你吃，你死了倒干净，叫我怎么活？”六郎没好气地骂道：“烦死了！我本无事未死，反倒叫你给吵死。你有本事在我面前哭，不如去寻老头子哭。这会儿一家子都只怕再说你我的坏话，就想夺走我那份家产，你不去盯着，反在这里骂我，赶明喝西北风去。”啪！第一声，好似是杨姨娘打了六郎一巴掌，收了哭声，骂道：“孽障！现下个个看我都似仇人，我还有脸去守着？你爹都要把你给废了，我还敢去触眉头？真不知你是怎么想的，事前我就和你说过，你得服软认错，你爹心软才会饶了你，你倒好，死犟着惹他作甚？”六郎怒道：“我承认我是错了，可我已经断了腿，牙齿也掉了，小娼货也跑了，还要我怎样？难道我要错一辈子？看看我这屋里，小娼货搬走了家私，除了一张床，一个几案，一个柜子，还有什么？真待我好，单娘房里塞满了一大堆，为甚不搬些过来给我用？我再退再让，是不是就该死了？一家子专护着那个短命鬼惹祸精，把他当个活宝贝似的供着，我这个儿子倒是一根草，喊打喊杀都要我死，却不知将来他死了，送终烧钱的还是我哩。”杨姨娘匆忙去捂他的嘴：“小祖宗，求你别再说了。”真是听得撇嘴，他欠宫中的钱都还没还清，就想着要好家私了，真是欠抽。送终烧钱，呸！还以为这家里就他一个儿子，还是怎么的？活该这坏坯断子绝孙。想着觉得腿有些麻了，便伸伸腿准备活动活动，谁知脚一伸出去，差点没踢着人。鹿河靴、褐色袍、大肚子、花白胡子、黑脸，不是何志忠又是谁？也不知在这里站了多少时候，真是唬得腿一软，差点没一屁股坐在地上。只他脸皮厚，讪笑着起来给何志忠行了礼，笑道：“爹，媳妇过来看看六弟。”谁知却听着了这下的死人的话，想进去劝不好劝，想不去劝，觉着又实在是不妥，端地好为难，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既然您来了，媳妇就先告退了。说完也不管何志忠什么反应，一溜烟的走了。真是到的外头，却又不赶紧回去，而是站在院子外头偷看，眼看着何志忠一脚踢开门走了进去，便拽长脖子侧着耳朵偷听里头的动静，到底也没听见什么特别大的动静，只听见杨姨娘呜呜咽咽的哭，却没听见何志忠打人的声音。这种东西都不好好抽他几十个大嘴巴子再赶出去，还好好的和他说，真是没天理了。说不得最后怕还是要好吃好喝的供着，分铺子给钱娶老婆呢。真是失望之极，因听见门响，怕何志忠出来看到他，遂提着裙子直接就往岑夫人房里去。到了岑夫人房里，但见吴姨娘一个人坐在灯下做针线活，便小声道：“夫人一直睡着的。”吴姨娘扫了他一眼，一看他那表情，就晓得又在惹是生非，遂低声道：“有事明日再说，三郎大老远的回来，你不去陪着他，专在外头晃什么？”真是才不信岑夫人会真的睡得着，便沈笑一声：“如今是多事之秋，我自然晓得轻重。我是想和夫人说，有人不知足礼，嫌给他的脚用少了，待他不公平，在那里诅咒单娘，诅咒爹呢，怕是该请家法正家风了，不然怕是要把孩子们都给教坏了。我这会儿倒是感到庆幸了，我家三郎虽然窝囊些，却没这么多歪门邪道和害人的心思。”吴姨娘拿他没法子，只好放下针线活，连劝带推的哄他出去。真是也无所谓，出去就到处窜，挨着和几个妯娌添油加醋的说六郎怎么样。何志忠从六郎房里出来，想了想，便去寻二郎，正好瞧见白氏在送甄氏，甄氏道：“二嫂你一定要注意，没事别让孩子们过去窜，坏透心了，当心把孩子们教坏。”啧，真是大开眼界，咱家竟然有这种人，这是败家的人才。何志忠立时顿了足，转身又往岑夫人房里去。吴姨娘与他奉了茶，打水与他盥洗，小声道：“夫人睡着了，
他这段时间累坏了，夜里头从未睡好，就是担忧你们。菩萨面前不知许了多少愿，欲言又止，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菩萨看着的，夫人真是再公正不过。何志忠不语，挥手叫他出去，默默在灯下坐了良久，起身往里，见岑夫人被面向里睡着一动不动，便钻入帐中，挨着岑夫人躺下，伸手去扳岑夫人的背。岑夫人毫不理睬。何志忠晓得他没睡着，叹了口气，低声道：你辛苦了。岑夫人还是不动。何志忠又道：我晓得你委屈了，等大郎、四郎回来就开此请家法吧。岑夫人猛地翻身坐起，怒目而视。你晓得我委屈了，是因为我委屈了你才开此请家法的，难怪的人家就说是我们娘几个使坏撺掇你的。上有天下有地，到处都有眼睛看着的，昧心的事情我做不来，你要不要也别这么昧着良心。公平，公平不是专对着你嫡亲儿子们的，我没本事处理你的爱妾幼子，所以只好眼看着我的女儿在心绪面前丢脸，眼看着一家子老小进牢里去走一遭，你爱怎么就怎么，别来告诉我。只一条你记着，何志忠，这家里头这么多孩子都睁着眼睛看你怎么办。说着扶着胸膛，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急促的呼吸，脸色潮红，却似喘不过气来的样子。岑夫人难得发怒，若不是已然愤怒到了极点，不会如此。且他字字都说在正理上，根本无法反驳。这么多年来，他所作所为又何曾能挑得出半点错？他这样子却是被气到极致了。何志忠害怕地扶着他的肩头，一边替他抹胸口顺气，一叠声的道：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是他犯了大错，理应该受惩罚。你别这样，你打我出气。岑夫人大口喘气，只睁着眼睛看着何志忠，眼角沁出2滴泪来，紧紧攥紧了拳头，任由他怎么掰拉，让他去打他，都是死死犟着不动，脸色却越发难看。何志忠看着不对劲，伸手去摸，一摸到他全身都是冰凉的，吓得忙将他扶了躺好，一叠声的喊人，握着他的手只是拼命的喊：你别吓我，你别吓我，我错了，我错了。喊着喊着，不知不觉泪流满面。岑夫人拼命攥紧他的手，艰难吐了一口气，道：别让孩子们进来，看到不好。他一辈子总是为了他考虑的太多，哪怕就是这种时候。何志忠实在忍不住，抱住岑夫人失声痛哭出来。岑夫人一动不动，仰望着帐顶上的缠枝莲纹，轻轻吐了一口气。牡丹很不快活，回去途中只歪在蒋长阳身上绕着衣带一言不发。蒋长阳晓得他是为了白日的事情，便笑道：这算得什么？你白日里看的那场戏可比这个精彩的多，算来算去你可比我好多了。你若是觉得在我面前失了面子不高兴，那我和你说完全没必要，是有点丢脸，可也没到那个地步。牡丹闷闷地道：我才不是为了这个，我今日把我设计将我六哥弄进去的事情和我爹说了。蒋长阳皱眉道：他怪你了？牡丹摇头：没有，他说是我六哥咎由自取，可是我觉得他心里头始终还是对我这种做法有些不舒坦的，我还担心他会因此对我娘和二哥有想法。蒋长阳摸摸他的头，柔声劝慰道：你何必庸人自扰，他是一家之长，又是摸爬滚打过来的，虽则会有私心，会心软，但大是大非还是能把握的。心里不好过也是必然的，却不是因为认为你做的不对，而是觉得你们兄妹之间的感情没他希望的那么好，但他一定能明白你对他的孝心。我问你，假如是你五哥犯了错，你还会不会用这样的法子？牡丹断然道：我五哥才不会这样呢，我娘先就大耳瓜子扇死他。蒋长阳追着他问：假如呢？你得好好想想再回答我，你会怎么做？五郎会这样啊？牡丹歪着脑袋想了很久，道：我没这么为难，不等我动手，我娘先就会把他关起来，他还不听，我也敢打他，要是都不行，也要叫他长记性。蒋长阳含笑揉揉他的头：看吧，亲疏远近就在里头，你们可以收拾你五哥，怎么都不为过，却不好用同样的法子收拾打你六哥。这人就是奇怪，同样的事情，倘若是岳父对你六哥做，他不觉得怎样，若是旁人做的，他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岳母你也莫担心，他当了这么年的家，养大你们几兄妹，个个成才，这些年可不是白活的，也不是个钻牛角尖的，该怎么做，他比你更有数。至于岳父，他总能想得通，不信你就等着，过几日这事情必然要见分晓。而且这一次一定断得很彻底，不会黏黏糊糊的。牡丹趴在他的膝盖上，仰着头望着他道：你怎么知道？说的你和诸葛孔明似的。蒋长阳微微得意的一抬下巴：要不要我们打个赌？牡丹笑道：
赌什么？蒋长阳沉思片刻，小声道：输的人骑马。那事情食髓知味，和吃饭是一样的，永远都吃不够。牡丹满脸绯红，呸了一声，骂道：你个不要脸的！蒋长阳也有些脸红，却道：我怎么了？骑马怎么了？你倒是说给我听听，我说骑马怎么就不要脸了？牡丹瞪着他，只是说不出话来。忽然马车一顿，停了下来，只听得车夫喊道：前头那位郎君，还烦劳你把驴子牵开心儿，让我们过去。二人没有在意，只想着这会儿暮鼓已响，大家伙儿都忙着回家，有人匆忙着不小心把路给挡住了也是有的。却听雨禾在外头小声道：不好了也，是袁十九牵着头驴把路挡着了，死死盯着奴婢看，怕是认出来了。牡丹和蒋长阳对视一眼，都觉得有些不妙。这人只怕是晓得当日买石头的事情了，这会儿专来堵他们的。果然听到袁十九的声音冷冷地响起来：你是何为芳的丫头吧？雨禾回答是也不好，回答不是也不好。正自沉吟间，袁十九又道：听说你家娘子大喜，新郎姓蒋名长阳自成风，他在这车上吗？话是疑问句，语气却是肯定的，总归是躲不过的。蒋长阳从车上探出头来，镇定地道：十九哥，很久不见。紧接着稳稳地下了车，停在袁十九前头。你还好吗？牡丹探头出去瞧，但见袁十九穿着见洗得发白的旧灰白袍子，牵着的毛驴儿也瘦得皮包骨的，看着境遇却是非常不好。他此时正眯起一双眼睛，定定地看着蒋长阳，久久不发一言。蒋长阳也不说话，就静静地看着他。良久，袁十九将手里的鞭子重重往地下一扔，瞪着蒋长阳道：我没钱赔你，拿着条命去。蒋长阳无奈地道：十九哥，你明知不是这样的。袁十九冷笑：欠债还钱，没钱还命，袁十九就是这样的人。你既要管闲事，就该想到这一天。他可不是傻子，过后想着何家那女儿当日的表现就有些不对劲，可还无从捕捉。但一听说这二人结成了连理，才恍然大悟过来。蒋长阳否认的飞快：钱不是我一个人的，我没那么多钱。袁十九固执地道：他们都说是你的主意，你的钱。一群坏批都知道袁十九难缠，就全都推到他身上了。蒋长阳扶着额头长叹一声：现下天晚了，马上要闭房门，你先与我家去，我们再细说好不好？袁十九往旁边让了让，示意他前头引路。他真的要跟着我们去我家？牡丹从车窗里往后看，苍茫的暮色里，瘦得像根竹竿似的袁十九犹如一颗长钉子，硬戳戳地戳在小毛驴上，不紧不慢地跟在他们的车后。这情形看着真是古怪。他就是头降骡子，除非他自己改变主意，否则别想赶得走。蒋长阳有些发愁：我看你得有准备，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会看你我不顺眼的。牡丹想起那次二人的交锋过程，微微笑起来：我未必怕他。说起来，我看他的境遇似是很不好，我记得你说他是个有才的，为何不去参加科举？他妻子呢？我看着他倒是通情达理的好人，若是他在，可能会好一点。蒋长阳道：你又别不信，他是绝对不会让他妻子跟了来的。耐着吧，磨上一段时候，他出够了气，自然就好了。参加科举吗？自是又没成功。他虽有才，却不擅长诗赋，又不屑死记硬背钻明经，还不屑人家推举，又得罪了闵王，谁要他？牡丹叹道：罢了，他要是愿意在咱们家住着，就由得他罢，好歹不会叫他一家子都挨饿。鸡毛蒜皮的小事莫找他，故意找些难的事情给他做，别伤着他。他觉着他有用了才高兴，等过些时候时机得当，想法子设计一下，把他推荐出去，让他得以施展才能。这样恃才傲物的人，想必最恨的就是被人可怜，受人施舍。回到家中，牡丹便下车与袁十九行礼见过，先谢他的奇识，说有了他的奇识后方圆因此名声大涨，然后认真道歉：先生莫要与我计较，也莫怨大郎欺瞒，实情是我当时见园子急需好时，愿意重金购买，却便寻不到。晓得先生有好时，早就动了心思的，虽是受了大郎所托，却也是为了我自己，也为敬慕先生风骨。当时多有得罪，还请您莫要与我计较。他重点讲述是因为他需要，而不是可怜他。袁十九听他又褒又扬，又诚恳又道歉，心头的郁气也去了许多，只拉不下脸，淡淡地道：我没那么小心眼，是非好歹我心里明白，只是不想白占人便宜，看着也不是那光要面子死犟的人。牡丹松了一口气，便叫人给他安置住处，也不是奢华，只格外讲究舒适洁净安静，离蒋长阳的书房也近，方便袁十九看书与蒋长阳说话。
又叫厨下准备酒饭，让蒋长阳陪袁十九吃饭饮酒。蒋长阳默默握紧了牡丹的手。善良是一种很难得的品行，多少金钱都买不到。体贴仁义，能设身处地，尽量周全的为人着想，又更是难得。待到蒋长阳与袁十九一起喝酒去了，牡丹又请乌三过来，认真叮嘱下去，不许任何人对袁十九不敬，都称先生，有不敬者严处。乌三满脸赞同，高高兴兴自下去安置不提。牡丹原以为蒋长阳与袁十九好长一段时间不曾见面，此番只怕是要长谈。洗浴完毕后，松松挽了发髻，寻了一本书往窗前的贴纹崖床上躺了，静静看书。雨禾将鹅梨香小心往金鸭中放好熏上了，又细细将紫霄帐中清扫一遍，确认没了蚊虫，方放下帐帘，走到牡丹身边，替她将烛光又挑得亮了些，也不说话，就在一旁的秀草墩子上坐了，默作针线。牡丹道：累了一整日，你自下去歇息吧。出去的时候看看外头小炉子上头有没有温着热水，还有厨房里头的醒酒汤是不是都准备好了的，等他们一散就送上去。自从与蒋长阳成亲后，二人就达成了共识，夜里不要人在外头候着，能够自己动手的就自己动手，于是这每夜里的一壶热水就成了必需品。雨禾微微红了脸，早就备下的，都吩咐好了，左右现在无事，就由奴婢陪着您一起。过了片刻，小声道：丹娘，方圆那里也没个人看着，奴婢不放心。牡丹一怔，放下书翻身坐起。你想回去？雨禾的脸有点红。虽然说这些日子有贵子在那边照管，可他到底没有奴婢熟悉那些花花草草的。再说奴婢刺弄那些花呀草的都成习惯了，这一停下来还真的是觉得有些不对劲儿。现在看着您和郎君这般恩爱，宽儿淑儿也能挑大梁了，又有林妈妈在一旁，奴婢也是放心的。烛光下的雨禾笑容清浅恬淡，脸颊上的梨涡半隐着，一双大眼明澈柔和。牡丹暗想，论起来雨禾年龄和自己是差不多的，2次陪自己出嫁，始终忠心耿耿地陪在自己身边，最难最不好处理的事情都是雨禾在做。自己说过要给雨禾一个好前途，算起来也是时候了。牡丹便拍了拍身侧坐，雨禾犹豫了一下，半侧着身子挨着牡丹坐了。牡丹低声道：我一直记着我那年秋天死里逃生醒过来以后你当时的表情，还有后来你冒着雨去厨房守了半夜，给我弄药弄热水，和林妈妈一道忍着气设法为我做好吃的补身子，一辈子也不能忘。雨禾笑了起来：丹娘，我们本来就是一起长大的，您待奴婢自来亲后，奴婢怎么下的心让您吃苦？只要能做的都会去做。牡丹轻笑道：那么雨桐呢？她也是一起长大的。雨禾一时无言，一样米养百样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却又有些发愣。听说他现在过得挺不好，可到底也是他自己选的路，谁都怪不得。牡丹道：不提他，我原来和你说过，要替你好生选一门亲事，放你自由，你可有合适的人选？雨禾红了脸不说话，很久才道：奴婢不急，倒是那天周八娘问我贵子是哪里人，是不是卖了身的，说是他认得个不错的女娘，这意思再清楚不过。牡丹抿嘴一笑：我现在没有从前自由，到底是做了主母，总有事情要操心，不好日日常往方圆跑。你既要去方圆，我便将方圆交与你管着，贵子也留在那里，你二人有事就商量着一起做，你管着里头的琐事，外面的事情由他来处理，这样有个照应，我也放心。明日你也带些酒肉去，就说是我和郎君请大家的。雨禾的脸越发渐红，沉默许久，方低低应了一声起身屈膝行礼退出。牡丹又坐了会儿，觉着窗外晚香玉的味道有些闷人，便起身关窗，才刚转身，就听见外头脚步声响，紧接着蒋长阳含笑走了进来。牡丹看了看桌上的铜漏，不过亥时刚过一刻，有些惊讶他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便道：怎么这么快就散了？于是起身准备去取热水。我说过我是成了家的人，有分寸。蒋长阳忙拉住他：因怕你歇了吵着你，我已经在书房那边洗过了，你坐下，我们说话。你知道袁十九和我说什么来着？牡丹见他有些兴奋，忙挨着他坐了，笑道：说了什么？蒋长阳道：今日三弟不是提醒我说让我当心，不要让御史台抓着了胡说八道吗？还有上次拜堂的事情，我算着再过2天也该有人要发话了，我本打算寻个合适的机会去陈情，但袁十九和我说让我以不动应万动，就让那些人去告。不孝乃是律法中的10恶之一，牡丹就晓得的有好几个官员因为不孝而被罢官的，当下就有些担忧。放任自流真的好吗？有人一定要推波助澜的，我这个算不得什么。
就是说的难听些而已，圣上也不是才知道这些扯皮事情，最多就是申斥一回，让我歇上一些。蒋长阳笑道，我以前经常绞尽脑汁，非要把事情做得面面俱到，周密无比才好，但转过来一想，我都把事情想周全了，别人还做什么？通过这件事可以加重蒋仲和方伯辉之间的矛盾，皇帝肯定是乐见其成的，皇帝如今还要用他，最多就是晾他一段时间。牡丹上前替他宽衣，只要你自己不觉得委屈，怎么拿主意都好。蒋长阳笑着替他拢了拢头发，拥他入帐，带了几分喜悦道，原是久不情不愿地夸你了，总归我不会拖你后腿就是了。牡丹抿嘴笑了一回，认真道，我和你说件事，雨禾年纪不小了，我想给他配个好人家。我看着贵子挺好的，就是不知道他的底细，也觉得他太能干，怕他看不上雨禾。你最清楚他是什么人，要不然你问问他的意思。蒋长阳一愣，贵子吗？牡丹看他的表情有些不自然，便道，怎么了？难道他是有妻室的，或者是有心上人？蒋长阳摇了摇头，那倒不是，他的情况有些不同。牡丹倒奇怪了，那是怎样的？蒋长阳搂他入怀，轻轻含住他的耳垂，又去咬着他的肩胛骨，轻轻磨折，低声道，他有冤仇在身，有朝一日总要走的，留不住，还不知前路怎样呢，雨禾跟着他要吃苦，还是算了吧。你不如先给雨禾脱了奴籍，然后我给他挑个更好的。牡丹惊觉，忙去推他，轻些，莫要留下痕迹，现下不穿厚衣裳了，纱衣薄，让人瞧见羞死了。蒋长阳呵呵一笑，越发用力，明日咱们又不去哪里，怕谁瞧见？次日清早，雨禾来辞行，牡丹挥手叫树儿和宽儿退下，低声将蒋长阳的话说了。雨禾垂着眼沉默片刻，倒是知道了，说到另给他脱奴籍，另外寻个更好的，他却是轻轻摇头，不急，然后就静静告退，仍然往方圆去了。牡丹挺替他难受的，又有些懊悔早知如此，自己就不该让他二人经常在一起配合做事。有心想将贵子立刻调回来，又觉得做得明显了些，而且汾王妃的宴请立即就在眼前，急需人手，只得稍后一步又再说。夫妻二人才用了早饭，何家就使了封大娘过来，说是岑夫人病了。牡丹忧虑得很，算来算去也是和昨日的事情有关，一边收拾一边问，什么地方不好？严重吗？可请了大夫来看？又是为了什么？封大娘顾虑心重，当着蒋长阳不肯细说，直到今早不曾下床吃饭，具体原因确实不知，怕是感了风寒什么的。蒋长阳见状，忙起身往外去，叫人给牡丹备马。封大娘见他去了，方叹了口气，还不是为了那些糟心事。他年纪大了，早就不再职业，因而只是略略知晓一些。昨夜你们走了以后，就一直躺着，后来老爷进去，不知说了什么，有一些听见老爷大声喊人，让拿药，过后又不要人进去，今日一大早就使人去请大夫，早饭也是老爷亲手喂，半点没吃，不过只是精神差些，其他什么都好。牡丹拍了拍胸口，长出一口气，只要不是老年人突然发作的那些吓人的病就好。到的外头，蒋长阳已然命人将一切都收拾妥当了，甚至还命人包了几包名贵药材，见牡丹出去就亲自给他拉马，要陪他一道回去瞧岑夫人。牡丹心中欲贴急了，勒了缰绳正要开走，一错眼瞧见个才总脚的小孩缩头缩脑的站在门边阴影里，眼巴巴地看着蒋长阳和他。看那衣服倒也差不到哪里去，就是神情看着有些不对劲，便叫树儿，你去问问那孩子要做什么。树儿过去问了几句，过来低声道，说是国公府来的，老夫人病了，自你们走后就没起得来床。蒋长阳皱起眉头来，跳下马去亲自问那小孩子，谁让你来的？叫什么名字？那小孩子绞着衣角，有些害怕地看着蒋长阳，虽然声音很小，口齿倒还清楚。叫小时是哥哥让来的，哥哥叫小八，一直跟着三公子的，竟然是蒋长义使来的。蒋长阳命人包了几块糖给那小孩子，打发人走了，皱眉暗想，蒋长义是好是肯定的，这就像是自己昨日那句无欲则刚得到的回报。牡丹便与他商量，不知道也就算了，知道却不去不妥，要不你去那边，我回娘家。蒋长阳摇摇头，不急，先去你家，然后再去国公府。动作这样快，如果他没料错，下午就该有动静了。躺在床上的岑夫人一看见牡丹和蒋长阳，就皱起眉头来，怎么又来了？不过是点小病，是谁这样多事？刚刚嫁过去，来来回回的跑，又和蒋长阳说话，累得你奔波。蒋长阳带了几分嗔怪，笑道，娘您生分了。岑夫人没想到他叫娘这么顺溜，又是这样亲切的态度，当下微微一笑，
好孩子。何志忠忙道，是我让人去接的他们，你看见他们来了，心里高兴，就用点粥饭罢。竟是有些小心翼翼的，带着点央求的意味。牡丹没有想到会看到这样的何志忠。岑夫人叹了口气，撑着坐起来，何志忠忙上前扶着他，准备喂他喝粥。岑夫人摆摆手，示意他孩子们都在，他自己来。可喝了2口，还是放下。何志忠有些生气，却又无奈。牡丹接了碗，示意蒋长阳陪他出去，自己来劝岑夫人。看着何志忠去得远了，牡丹方低声道，娘，您怎么把自己气成了这个样子？岑夫人低声道，是很生气，但也没到那个地步。我不是那种钻牛角尖的人，犯不着和自己过不去。他叹了一口气，只是辛劳了一辈子，不能临到头了，反把你们都给搭进去，丁是丁，卯是卯，容不得一丝错乱，犯了错该受惩罚的一定要受惩罚。岑夫人说这话的时候，眼神表情特别坚毅，并看不出她有什么病相或是衰弱的样子。牡丹放了心，端起粥碗道，那把这碗粥吃了好吗？岑夫人微笑摇头，不吃，正好清清肠胃。牡丹也就不再苦劝，开玩笑道，那要清到什么时候？岑夫人道，什么时候清空，想吃就吃了。她将牡丹拥入怀中，低声道，你别为我担心，好好的过日子，我到不了。你出去啊，也别问你爹打算怎么处理这事儿，他已经知道什么叫做天怒人怨。牡丹道，先前可把我吓坏了，这会儿看着您好好的，我心里也踏实了。说来也是巧，出门的时候那边也说老的那位病了，得过去瞅瞅。岑夫人忙催他，那不赶紧去吧，虽然是个老不休，到底占着那名头。何志忠和蒋长阳立在廊下说话，说上2句，他就看一眼岑夫人的房门，显得颇为心不在焉。他根本不敢想象这个家没有岑夫人会是什么样子的，本能的就慌了手脚。一瞧见牡丹端着碗出来，忙3步并作2步往前去看那碗，吃了没有？一时看见满满的一碗粥，脸色顿时不好看起来。他还是不吃。牡丹摇头，说是没胃口，等他想吃自然会吃。又到他什么地方都好好的，让您去做您的事情呢？他有吴姨娘和嫂嫂们照顾，没事儿。这时候只是头晕，兴许晚上药就起作用，就能起来了。何志忠叹了口气，你个傻丫头，懂得什么？这人年纪大了，禁不住折腾。他好强了一辈子，从来不叫苦，那时候你们还小，他病得坐都坐不稳了，还撑着管家。这会儿若不是真的撑不住，怎会不吃不喝起不来床？说着眼圈就有些发红。牡丹缓缓道，我年纪小，记不太清了，不是爹爹您今日提起，我还忘记了我娘那个时候病得坐都坐不稳，还撑着管家。我真是对不起她，总想着她撑得住，有她在就什么都不怕，原来她也老了，会撑不住。何志忠何等乖觉，立时就听出了他的意思，当下就有些潸然，想说什么却找不到可说的。蒋长阳见状，忙给牡丹使眼色，又道，今日不巧，来时就听说我祖母也病了，得过去看看。明日我又让丹娘来过来伺候娘。封大娘出来传话，夫人说她没事，不许丹娘过来，有事自然会使人去叫，就是不听招呼来了也不许进门。却是怕牡丹刚成亲就总往家中跑，被人说道。何志忠无奈，只得摇摇头，这是什么犟脾气？你们去罢，我不送你们了。说着又往岑夫人房里去了。蒋长阳问牡丹怎样，牡丹没告诉他岑夫人装病，只道身体倒是没什么大碍，但是气着了。蒋长阳便将何志忠适才与他说的话说给牡丹听，爹也说是他不会说话，娘是被他给气着的，他已经很难过了，你就别刺他了。牡丹低头不说话，他当然知道何志忠不好受，可是岑夫人也不好受，又是为了旁人，他当然不舒坦。二人行至二门处，忽见杨姨娘披散着头发跑过来，看见他二人就双眼发光，膝盖一软就跪下去，要去抱牡丹的脚。丹娘，丹娘，求你和老爷夫人求求情，别把你六哥赶出去。他是一时糊涂，以后再也不会了，昨日也不是故意的，你去求求他们呀，你的话他们一准儿听。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会有福报的，没人说要六哥的命。牡丹皱着眉头去扶他，姨娘你别这样，先起来再说。我不起来，老爷不要他了，那不就是要他的命吗？我就他一个儿子，他比我的命还重要。丹娘，丹娘，你可怜可怜我这个无家无父无母的可怜人吧。杨姨娘只是满脸的泪，拼命摇头不放手。吴姨娘带着人沉着脸追过来，见状忙叫人上前去扯他，不高兴地道，你怎么这么糊涂？老爷与你说的话你都听没进去是不是？然后回头叫牡丹，你们赶紧走，他这是迷糊了。
话音还未落，就见风大娘卷着一阵小旋风，大步从里头出来，奔出来，板着脸道：“老爷让杨姨娘回房闭门思过，敢问姨娘是自己走，还是奴婢送你回去？”风大娘一出手，这家里的女人谁还能蹦跶起来？吴姨娘叹了口气，看着杨姨娘：“你总不听人劝。”杨姨娘垂着头跪坐在地上良久，蓦然起身，眼睛直勾勾地，谁都不看，自往后头去了。牡丹自嘲道：“果然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又叫你看了一回。”蒋长阳微微一笑：“你家这个只是暂时的，稍后你不是又要看回来了吗？”牡丹眨了眨眼，快步往前走：“走吧，赶紧的，麻溜的。”蒋长阳不急不缓：“急什么？去得早和去得晚结果都是一样的。他们走了以后就一直卧床不起，其实就是说是被他给气病了的。这个不孝的罪名已经安上了，早去晚去有什么区别？去晚点还可以少被恶心一点。”朱国公府老夫人的房里一片静寂，连呼吸声都听不见。夏日炎炎，窗户紧闭着，半点凉风都不曾从帘子外头吹进来。老夫人体虚，又不能用冰，屋子里头就像个蒸笼似的，中药味儿夹杂着浓烈的熏香味，还有病人身上那种难以言表，闻得到却摸不到的衰败气息，让守在一旁的蒋云清憋闷得要死。他实在是讨厌极了这种味道，这味道让他气都喘不过来。他皱着眉头看着帐子里一动不动的老夫人，偷偷扯了扯自家粉绿色的薄纱短襦的领口，拼命扇了扇扇子，小心地看着在一旁装扮的一丝不苟，腰板挺得笔直，坐姿优美，挑不出半点错处的杜夫人，又看看立在一旁眼观鼻关心的自家亲娘雪姨娘，暗想道：自家亲娘倒也罢了，那是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再难受也得忍受着，可自己这位嫡母真是怪了，公主府出来的人怎么也算是半个金枝玉叶吧，平时那般讲究的，怎么就能忍受这怪味儿和这热度？他再仔细看，就看到杜夫人的眉头时不时的会皱一下，在接百香递过的茶盏时，总会不自觉地瞪百香。不是百香有什么错，而是夫人的心中同样烦躁。蒋云清看穿了真相，夫人不可能不难受，只是她自来都贤良优雅惯了，再难受都得忍着。他清了清嗓子，小声道：今日这天太热，要不我把窗子打开。杜夫人也热得憋得受不了，她一早进来就命人开窗，才开了没多会儿，老不死的朦朦胧胧的醒过来，第一句就是娇滴滴战兢兢颤巍巍地道：是谁把窗子打开的？我受不得凉风，无奈之中只好关上了。这会儿终于有个受不住的了，还是老夫人的孙女儿，杜夫人就没吱声。蒋云清见他不赞成，也没反对，晓得自己拍马屁拍对了，赶紧起身蹑手蹑脚的去开窗子。空气一对流，那怪味儿终于去了些，蒋云清对着窗外长长出了一口气，外头的空气也是热的，可到底是新鲜的，真是舒服极了。杜夫人也松了一口气，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可惜好景不长，一只不长眼的蝉突如其来的叫了起来，半梦半醒间的老夫人被骤然惊醒，开始发脾气，睡个安稳觉都不能。人都死绝了吗？人病着，骂人的力气却是半点没少。赶紧去粘蝉。老不死的，杜夫人恨得要死，少不得起身命人去粘蝉。百香却是暗暗松了一口气，死不了的，死不了的，还精神着呢。这里刚有人去粘蝉，老夫人又叫，说是要解手。杜夫人赶紧起身，一家子齐齐上阵，扶的扶，搀的搀，拿马桶的拿马桶，除了老夫人，个个都折腾出了一身臭汗。老夫人轻松了，外头也终于起了凉风，那凉风好不好的，就穿过帐幔吹到了老夫人身上，于是又招来一顿骂。谁开的窗子？一个个都巴不得我早死。他自昨日被蒋长阳当众下了面子，哭闹无果，身上又重，不舒坦，可谓是一肚子的怒火，看谁都不顺眼。杜夫人不说话，蒋云清委屈的红了眼圈，垂着头去关窗子，又去给老夫人认错。老夫人僵着脸，一言不发，那连嘴怎么看怎么让人讨厌。幸亏的是没精神，待上了床，没多少时候又昏昏欲睡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杜夫人托着腮想，不如让他好好睡上几天，却听外头有人来报，说是蒋长阳和牡丹来了。竟然来了，来得这么快，在昨天才发生那样的事情之后，竟然还会主动回来，这是杜夫人没有想到的。要么就是他们知道了老夫人病了，来亡羊补牢，要么就是为了别的什么缘故。总而言之一句话，总不会是好事。他的目光缓缓从屋里众人的脸上扫过，假如是来探病的，那么是谁这么快就告诉他们的？是谁这么大的胆子？雪姨娘和蒋云清见他看过去，都是一脸拘谨加讨好的样子，而其他的丫头婆子更不用说，他什么都没能看得出来。莫非是蒋仲？
不管怎么样，他都不要蒋长阳夫妇判成这次病。杜夫人沉默片刻，上前去附在老夫人耳边轻声喊道：娘，大郎和他媳妇看您来了。老夫人没什么反应，她耐着性子又连喊了2声，老夫人松弛的眼皮动了动，沉重地喘出一口浑浊难闻的气，熏得她差点没吐出来。杜夫人猛地往后退了一步，凭着呼吸忍了好一会儿，方才敢重新正常呼吸。这次她不敢再靠那么近，而是隔着一定的距离，加大声音开喊：我没聋。老夫人气哼哼地应了一声，总算是睁开了眼睛。杜夫人忍着气道：大郎和他媳妇来看您了。这会儿已经到了中门外，因见老夫人不说话，生恐老夫人会不阻止他2人进来，便又假作关心地道：到底是一家人，昨日的事情您就不要放在心上了，莫和他们计较。我让他们收拾一下房子，教他2人陪您几天，有什么误会都趁这个机会解开了。老夫人被他一次，怒道：叫他们滚。杜夫人心中暗喜，不住嘴的劝，专反着老夫人的脾气来。见老夫人脸气的铁青，浑身发抖，她方才道：好好好，您别急，我知道了，不要他们进来，也不去见蒋长阳和牡丹，朝蒋云清使眼色，去和你大哥大嫂说，你祖母还生着气，不肯见他们，让他们先回去，这是得罪人的事情。蒋云清拿着这个烫手山芋，万般为难，口里应了，却握着扇子不动弹。杜夫人给老夫人抚着胸口，生气地道：没听见你祖母的话，这当口什么都比不上你祖母更重要，好人就是他做，坏人都是别人。蒋云清心中暗骂，却不敢表现出半点来不满来，慢吞吞地走到外头，磨磨蹭蹭的，就生恐走得快了。又恨蒋仲怎会偏挑着这个时候去请假不在家，不然也轮不到他去得罪人。正想着，已看见蒋长阳和牡丹2人踏着树荫来了，万般无奈，只好装作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上去，先给2人行礼问好，然后红着眼倦道：妹妹和大哥大嫂赔罪了，夫人使我来说，祖母还生着气，不肯见大哥和大嫂，未免再气着祖母，还请大哥和大嫂改个时候又来，要不大哥和大嫂去妹妹那里坐着喝杯茶消消暑，兴许祖母她老人家突然又改主意了也不一定。瞧这话多会说，小模样儿也怪可怜的，谁都不能怪他。牡丹本想着既然来了，就要把功夫做足，怎么也得在这里待到天黑。若顺着蒋云清的话头，果真去他那里坐，倒真是可以舒舒服服的，也清静。也要开口，却又看到蒋云清眼里闪过一丝悔意和害怕，当下心里明白过来，原来蒋云清一见牡丹和蒋长阳都有所思索的样子，就后悔害怕了，恨自己刚才干嘛要多嘴，这是讨好人成习惯了。若是这2人真的去了他那里坐着，过后杜夫人定会好好收拾他姨娘一顿，别的不说，就是将来在他的亲事上动动手脚，他也是吃不了兜着走。正想着要说点什么来补救，牡丹已然笑道：不了，你也要在祖母面前示吉，我们本是来探病的，怎能添乱？既然如此，我们便走了，明日又来。蒋云清暗里松了一口气，竟然不敢再挽留，送2人到中门处，就与他2人挥手告别，仿若送瘟神一般。牡丹见蒋长阳板着脸不知在想什么，便扯扯他的袖子，低声问他：现在咱们怎么办？他们是来探病了，可才进来就被赶出去，外头人不知道的，只会说他们没来，或是不诚心。蒋长阳方回过神来，望着他微微一笑：咱们回去。牡丹道：要不再等等。蒋长阳摇头，坚定地道：不等，他该尽的责任已经尽到，不接受就算了，低三下四的，最后不过是求得让牡丹在那女人面前去刺激，受尽折磨而已。2人不紧不慢地走了一些，忽听得身后有人喊，却是蒋长义打着马追了上来，忙忙地道：我去请假回家4集，回来就听说了这事儿。祖母她老人家是病得糊涂了，过后肯定后悔的。这会儿父亲也该归家了，大哥大嫂快与我一道回去。然后左右张望了一回，小声道：我听人说有人准备弹劾你不孝，快跟我回去堵那些人的嘴。你听谁说的？蒋长阳看着蒋长义，他跑得满头大汗的，前胸都被汗水给浸湿了，满脸的焦急之情，实在是非常替自己着急，替自己考虑的样子。又上进，又孝道，又爱护手足，纵使他这个从未谋面的兄长，也是如此爱护，重情重义，人品真是没得挑。蒋长义有一瞬间的犹豫，小声道：你别为难我了，反正有这回事就是了。又苦劝蒋长阳：大哥跟我回去住几日吧，父亲一定会非常高兴的。祖母也不是真的生你们的气，也很喜欢一家子团聚在一起的。你不知道他老人家最是嘴硬心软，
意思是蒋仲和老夫人其实都很欢迎他们回去住，但为什么会发生刚才的事情呢？自己慢慢去想吧。蒋长阳道，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祖母不愿意见到我们去了也只会让她更不高兴，若是让她病情加重，更是不孝。至于其他人要怎么说，随便吧。蒋长义立刻睁大眼睛，兴奋而无比崇拜地道，我原来一直以为顺从长辈，伺候长辈就是大孝，也以为我做得不错，今日才知道，原来大哥才是真孝道。为了不让祖母的病情再加重，竟愿意忍辱负重，视功名声望为粪土，小弟以后要向大哥学习。道，牡丹差点没一头从马背上栽下来，抓紧缰绳坐稳了，似笑非笑地看着蒋长阳。难为蒋长阳听到这样不负责任的阿谀奉承，还能面不改色心不跳，一本正经地听蒋长义说完了，拍了拍蒋长义的肩头，语重心长地道，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看好你，回去吧，有空来家里让你大嫂给你做好吃的。那我先谢大嫂了。蒋长义憨厚地看着牡丹笑笑，又问了一遍，大哥真的不和我一起回去？爹爹好面子，嘴里虽然没说，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他心里其实疼你疼得紧。蒋长阳只是摇头，使劲拍了蒋长义的马屁股一巴掌，那马受了惊，总算是把蒋长义和他的担忧好心都一起给带走了。牡丹忍笑忍得无比艰辛，还记着人家祖母病重，自己不能在大街上忘形而笑，好容易调整好了表情，侧头问蒋长阳，你教我在阿谀奉承面前怎样才能做到如此认真严肃？却见蒋长阳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牡丹唬了一跳，忙收起笑意，小声道，我没笑话你的意思，就是想让你轻松轻松。蒋长阳却突然笑了，想笑的时候你就拼命想着你最恨最讨厌的事情，自然就笑不出来，这就是秘诀。牡丹咬着唇瞪着他，低声道，我讨厌你用那种表情看我，就像我是个讨厌的外人似的。他玻璃心了，明知道他是逗他的，但还是不喜欢他用那种眼神和表情看他，就像他是个微不足道的外人似的。蒋长阳无奈地叹气，好好好，以后我看你之前就先想着我升官发财了，然后如沐春风地看你。牡丹想了一回，低声笑起来，二人自回家去不提。却说蒋长义打马回了国公府，没事似的在老夫人面前尽了孝道，问明蒋云清蒋仲还不知道蒋长阳来过的事情，偷眼瞅了个机会，便去找蒋仲。蒋仲正在为自家这团乱麻头痛，又因他今日去请假，总觉得同僚看他的眼神都怪怪的，心里非常不舒服。见蒋长义进来，便淡淡地道，有什么事情？蒋长义一改往日的畏缩小心，严肃地道，我今日去请假，偶然听说有人要弹劾大哥不孝，我忙着赶回来，才听说大哥和大嫂来探病，才过了二门就被打发回去了。我忙着去追，心想着若是大哥肯回来住上2日，那事儿自然不攻自破，可大哥不肯回来，说是祖母看着他心情不好，会加重病，旁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他无所谓。大哥这脾气真是太倔强了。就听蒋仲使劲拍了一下桌子，怒道，怎么不早点来说？这会儿天都黑了，你才来和我说。蒋长义满脸无辜地道，难道父亲不知道大哥大嫂回来过的事情吗？蒋仲还真不知道，一时脸都长成了猪肝色。蒋长义偷觑着蒋仲的神色，晓得差不多了，不能再提这事儿。于是转而说起最关键的事情，朝中起头的人是云孝子，被他咬一口，入骨3分。蒋仲的拳头慢慢握紧了。这云孝子本名云群，人们却不称他名字，只呼云孝子，却是因为他在母亲去世之后，将自己的一根手指生生咬下来，放在棺木中，结庐守墓，麻衣素食，不与人言，长达6年。每当痛哭之时，总有鸟雀围在他周围而出名的。按说这样的人会弹劾蒋长阳不孝，的确是再正常不过，可是背后隐藏的有一件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事，当年云孝子本事不一，举荐他的人正是杜夫人死去的老爹，驸马都尉杜诗览。虽说皇帝也需要一个孝道闻名天下的人来做臣子充门面，但云孝子能有此盛名，能做了这个谏议大夫，的确与杜诗览的大力举荐分不开。云孝子自做了官后，非常的尽忠职守，为了表示自己不徇私，就连杜家也没怎么来往。恩人杜诗览死时送的礼很微薄，当时杜夫人还颇有微词，但过后也没见杜家怎么打击报复。云孝子名动一时，可蒋仲却觉得云孝子实在是做得太过了，更何况当年他因好奇去看云孝子哭得鸟雀动容的奇迹时，曾经在周围隐秘处发现过碎糕饼，可见那所谓的奇迹也是假的。这样的人真的表里如一吗？和杜家的关系真的撇得那样清？蒋长义见蒋仲皱着眉头陷入沉思中，并不打扰他，只垂手在一旁静静站着，一动不动。
忽听蒋仲淡淡地道：“他弹劾你大哥不孝，是指你祖母，还是指你大哥拜堂那件事？”蒋长义忙道：“是祖母生病。说来真是奇怪了，祖母生病的事情只是咱们家的人知道，您和我也是今日才去请的假，他怎会知道这其中的始末？就算是胡乱猜测，也没可能这么快就造起声势，把荐书都写好了吧？难道……”他一惊一乍地道：“难道是大哥得罪了人，有人盯着他，要借机报复大哥？那这人也太可怕了，竟把手伸到咱们家来了。”蒋仲抬眼凶狠地看着蒋长义，蒋长义无动于衷，似是完全看不懂，仍然懵懂无知地道：“爹爹，您可要帮帮大哥，他其实没那么，他只是脾气不好，您不知道，他待我很好很好。”又急急忙忙地从腰间解下蒋长阳送他的玉佩，给蒋重看：“您看，我考取以后他送我的，这玉好吧？”蒋长义今日太过反常了些，竟然能想到这些了。蒋仲一言不发，死死地盯着蒋长义。蒋长义终于感觉到害怕了，忐忑不安地捏着那块玉，手指神经质地在上面摸过来摸过去，鼻头上沁出细毛汗，嗫嚅着嘴唇小声道：“我拿给同僚看，他们都说是上好的古玉，雕工也很好。”还是那个懦弱的蒋长义。蒋仲闭了闭眼，淡淡道：“你很喜欢你大哥？”蒋长义犹豫了一下，机不可见地点点头：“大哥待我很好。那你为何故意拖到这个时候才来和我说？”蒋仲骤然一大声吼了出来。哐当一声，蒋长义的手一抖，那块晶莹柔润的玉佩落到了地上，摔成了两半。蒋长义猛地蹲下去，低着头捡玉佩，颤抖着手尽力想拼凑在一起，却总也差了一小块。他拼命地在地上摸索，颤抖着嘴唇道：“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您知道，可还是不放心，所以我……”他的眼泪突然汪在了眼眶里，使劲摇头，却什么都说不出来。蒋仲厌恶地看着蒋长义的眼泪，他最恨的就是流泪的男人。蒋长义显然是晓得他的好恶的，硬生生将泪花逼了回去，小心将碎了的玉佩收入荷包中，垂着手不说话。他哪怕就是偶尔能和蒋长阳一样跳起来和自己作对也好呢，这性情就和他生母一模一样。蒋仲无力地叹了口气：“你最近都和什么人来往？”蒋长义咽了一口唾沫道：“和几个童年，还有萧家的大公子，隔上几天总会让我过去见他的朋友，偶尔也会见到萧尚书，他很不和我说话，其他就没了。”他之所以能想到这些，说出适才那一席话来，大抵是因为在朝中历练了一段时间，又被萧家那个天才经常叫去喝酒，耳提面命的结果。蒋仲摆了摆手：“你下去吧。”蒋长义默默告退，临到门口，又听蒋仲道：“你年纪轻轻能进门下省，非常不容易，谦虚谨慎是最要紧的，多结交一些光明磊落之人。萧家人有些心术不正，又自视甚高，你自己注意。你这性子虽说敦厚，但也太过软弱了些，没事早上还是起来晨练一下，骑射功夫别落下。”蒋长义听得他这句教训，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本想说几句表态的话，蒋仲却是不想听了，疲惫地对着他只是摆手，让他下去。蒋长义抿紧了嘴，悄无声息地走了出去。蒋仲默默在书房里坐了许久，起身往老夫人的房里去。老夫人已经熟睡，正在打鼾，人年纪大了，她又胖，这种事情总是难免的。红儿见蒋仲这个时候突然来，很是为难，不知该不该叫醒老夫人。蒋仲朝他摆摆手，走入里间，就在老夫人的帐前坐下，静静地看着老夫人。老夫人睡梦中突然觉得有双眼睛盯着自己看，猛然睁眼，果然看见帐前有个人正定定地看着自己，不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颤声道：“谁？”蒋仲见吓着了他，赶紧掀起帐子来，低声道：“娘，是我，你吓死我了。”老夫人伸出手，蒋仲忙将她扶起，接过红儿地上的靠枕，扶她坐稳了，又递了温茶汤给她喝。老夫人喝了茶，长出一口气：“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儿子突然想您了，所以来瞧您可睡得安稳，谁知倒把您给吵醒了。”蒋仲扫了红儿一眼，红儿忙倒退着退了出去。老夫人看了他一眼：“什么事？”蒋仲低声道：“今日大郎和他媳妇是不是来看过您？”老夫人冷冷地道：“我让他们回去了，我看到他们心口就疼。怎么，你又要为了这个和我辩？”“不是。”蒋仲沉默片刻道：“您还记得那云孝子吗？”老夫人想了好一些，方道：“记得，不就是那个沽名钓誉的做东西？他怎么了？是不是找你麻烦了？”蒋仲摇头：“不是，他是要找大郎的麻烦。听说荐书都写好了，弹劾大郎不孝，德性有亏，气得您卧床不起。”老夫人暗里吃惊得很，嘴里却道：“他活该，就该叫他长点记性。”
这天下人都似他这般乱掉套了，什么礼义廉耻都不要了。蒋仲见他没明白自己的意思，只是叹气：“您真的不想要大郎来给您赔礼道歉？”老夫人自然是想的，却冷笑道：“他能来给我赔礼道歉？今日下午说是来看我，片刻功夫都等不得，转身就走了。他若真的有诚心，又怎会如此？我跟你说，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见他一场我就要病一场的。什么叫白眼狼？就是他这种。你不许帮他，他不是有个安西节度使的义父吗？”蒋仲叹了口气道：“你睡吧，我先走了。你早点些啊，几十岁的人了还不爱惜自己。”老夫人的话还未说完，蒋仲却已经走远了。今夜无月，只有寒星几点，园子里安静的过分，连虫鸣声都听不见。蒋仲只能听见自己的脚步声空旷的响起，又消失。走了许久，他在杜夫人的院子门口停了下来。他怔怔地看着杜夫人院子门口的宫灯，宫灯把他的身影拉得老长，却也单薄到了极致。阿优喜欢的是大红灯笼，暮色刚起就要点起，说是家里人口少，看着热闹。那时候他夜里归家，远远看着那大红灯笼，就发自心里的觉得温暖宁静。杜夫人喜欢的是精致的宫灯，说大红灯笼家家都在用，一个字俗。他也觉得那宫灯是比大红灯笼精致许多的，只是颜色有些寂寞，就算是看到现在，他还是觉得寂寞。正如蒋长义所说的一样，云孝子就算是爱咬人，想咬蒋长阳来证明他的铮铮铁骨，没有人帮忙也不会咬得这么快，咬得这么准。他又想起了上元节还有昨日杜夫人悠悠说出来的那句话：“我听人说方伯辉与吐蕃一位王子特别交好，他也爱经常与突厥和诸城邦国的王公显贵们一起彻夜喝酒。”他胆子倒是挺大的。他是听谁说的？他虽然也有所耳闻，晓得方伯辉在那边很受人敬服，可不知道他这个经常待在家中不出门的妇人，竟然晓得方伯辉与一位吐蕃王子特别交好。蒋仲叩响了园子门，看门的婆子瞧见是他，忙忙地迎他入内，又要往前去通传。蒋仲止住他，朝着还在灯火辉煌的杜夫人的房间慢慢地走过去。杜夫人对着镜子细细地画夜妆，这是她多年以来形成的习惯，早起有晨妆，夜来有夜妆，随时随地都要求自己以最完美的姿态出现在人面前，包括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只要差一刻不化妆，她就会觉得自己没穿衣服似的难受和不自在，没法见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她也越来越在意这件事，什么都要最好的，最怕就是看见眼角的细纹和皮肤上的斑点。宫中专用的丽汉红粉香在身上铺了一层又一层，藕色的轻纱睡袍披上去，越发显得她风肌玉骨，好似熟的要滴水的蜜桃。桃花珍珠粉又将眼角的细纹阴影盖去了许多，染绿镂空象牙小管里的假尖口脂，把已经有些苍白干瘪的嘴唇重新又涂得丰润莹亮起来。镜子里出现一位雍容华贵的美人，她非常满意，却又觉得自己的脸稍微苍白了些，得上点胭脂气色才好，便示意百香取盛胭脂的玉盒过来。外面传来松香惊喜中带些愕然的声音：“奴婢给国公爷请安。”百香的手一顿，侧目看向外头，果见蒋仲高大的身影折射在屏风上，将小半个屏风都给遮挡住了，便小声道：“夫人，国公爷来了。”除却固定的日子以外，国公爷已经很久没有似这般半夜突然来到夫人的房里，实是令人惊讶的。杜夫人岿然不动，头也不回，劈手将百香手里的胭脂盒夺过去，对着镜子仔细地查胭脂。蒋仲绕过屏风，入得内来，看见杜夫人头也不回的在画夜妆，晓得她的习惯，不是精致无缺，绝对不会回头，遂在一旁坐下，静静地看着杜夫人。杜夫人查好了胭脂，仔细端详一回，又将来自波斯的罗子带在眉角小心细致地添了添，这才命百香收起妆和镜子，自己起身下了榻，接过松香奉上的茶汤，递到蒋仲面前，笑道：“怎么这个时候来了？”蒋仲将茶盏推开：“不喝了，夜里睡不着。”“夜里睡不着？呵，那怪的谁？想什么呢？”杜夫人淡淡一笑，将茶盏递交给松香，在蒋仲身边坐下，不露痕迹地打量蒋仲的表情。蒋仲的眼神阴沉沉的，嘴唇抿得很紧，双手微握成拳，放在膝盖上方，一动不动。杜夫人凭经验就知道他在生气，生什么气？有什么事情值得他生气？这会儿跑到自己房里来做什么？总不会是来寻他夜宿衷肠的。杜夫人状似不经意地抚了抚鬓角，疲惫地叹了口气，道：“对了，有件事忘了和你说。午间时，大郎和何氏来探望母亲，母亲大发脾气，不肯见他们，我没法子，只好让云清去请他们在旁的地方坐坐又再说。可云清回来说，他们大约是还有其他事情，没留住。本来你一回来，我就想和你说，却忘了。”
他揉着太阳穴，低声抱怨。近来也不知是怎么了，总忘事，前儿竟然忘了发月钱。母亲的脾气越发怪了起来，今日为了开窗子的事情，又把云清骂得哭了，劝都劝不住。他总犯病，脾气也越发暴躁，要不要换个太医看？蒋仲沉默地看着杜夫人，他在传递一个信息，他很忙，心力交瘁，忘了有些事情也是情有可原的。而且老夫人太强势，脾气太古怪执拗，他没法子违逆老夫人。蒋长阳之所以没有等下去，也和他没关系，是蒋云清传的话，他们兄妹怎么交割的，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已经尽力了。总之就是他没有任何过错，都是旁人的错。他要怎样才能做得如此自然，推得如此干净，一丝痕迹都找不到呢？杜夫人见蒋仲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心里有些发怵，不自然地笑了笑，伸手去摸脸，哪里没弄好吗？便叫百香，拿镜子来我瞧。蒋仲淡淡地道，不必了，很好，精致无瑕。眼神却没有转开，还是看着她。这不是因为她美丽，因为想她，因为渴望她，或者是怜惜她而该有的眼神。杜夫人沉默片刻，道：你怎么了？蒋仲仿佛在陈述一件和他都没有关系的事情。今日我去请假，听说了一件事。云孝子正闹腾着，要弹劾大郎忤逆不孝，把祖母活生生气得卧床不起，这是10恶之一，德性有亏的人不配为官。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下意识的就把蒋长义给撇开了。杜夫人啊了一声，惊讶地道：怎会有这样的事情？他如何得知的？虽说大郎那脾气得罪的人不少，可是他未免也太清楚咱们家的事情了吧？不等蒋崇回答，他又急急地道：这人就是个白眼狼，当年我父亲那般待他，可是他后来却那般无情无义。他就是那种为了自己能上位不择手段的，咱们一定要帮大郎，不单是为了他，也是为了咱们家。母亲不肯听我的，您去劝劝母亲吧，只要他出来说话，就什么风波都起不来。当然，老夫人假病即将成真，是休想再起来了。蒋仲觉得自己真奇怪，他应该是愤怒的，但他竟然想笑。他的妻子多么聪慧，多么能言善道，首先他就挑明了这事的蹊跷之处，外人不当知道，知道了必然是事出有因。其次，他暗示了蒋长阳的仇家多，很多人等着看他倒霉，也就间接地解答了前面的问题。再次，不用他提，他先就无辜地表示云孝子是个白眼狼，待他父亲这个恩人都是无情无义的，便责轻了他及杜家的嫌疑。最后他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表现的一派热忱和大度，同时也说明老夫人赶走蒋长阳生病都是老夫人一个人的事情，她这个媳妇是做不得婆婆主的。她尽力了。杜夫人没有收到蒋仲的回音，哪怕就是一个眼神和一声肯定都没有，她只是像看个陌生人一样的看着他，一言不发。她从忐忑不安慢慢的平静下来，同样抬起眼睛对视着蒋仲，毫不闪躲。她怕什么？是他对不起他，是他对不起他和他们的儿子，他做什么都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儿子，这是首要的。再次，他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他可有证据？他什么都没有。他就是个软耳朵，东风吹他往东方，西风吹他往西方，上头压下来他就往地里钻。良久，蒋仲轻轻吐出一句：你变了。已然是不需要任何旁的解释和证据，直接定了他的罪。也或者是试探，应该说更多的是试探，毕竟20年的夫妻，20年的观感不是随便就能改变的。纵然在上元节之后他就已经对他很有意见，开始怀疑他，可是也没见他怎么样。只是那时候的他在生气，在发怒，今夜却不曾看到他发怒，这中间有差别。他变了。杜夫人想笑，却又觉得想哭，她抬起手放在蒋仲的面前，低声道：我当然变了，从豆蔻年华的少女变成了渐渐衰老的老女人。你看我这双手，刚嫁给你的时候，你夸它是天底下最美的手，骨肉匀称，晶莹无瑕，柔弱无骨，美如兰花。可是现在呢？无论怎么保养，它始终在慢慢变老，不再如从前那般晶莹细致滑嫩，也会变黄变粗。他猛地将头上的水晶簪子拔下，乌黑的头发倾斜而下，垂在他的肩头。他有些发狂似的将头顶伸过去，对着蒋仲道：你看到没有？这里有白发了，我还不到40，这白发是为了谁？他惨笑着去拉蒋仲的手，放在他的脸上，去摸他的眼角。你晓不晓得这里也有皱纹了，遮也遮不住，你要不要看看？我洗了给你看。哎呦哎呦，你只看到她貌美如花，怎么就看不见我为你耗尽了青春和心血？你夜里睡不着，我又能睡得着。你在外头风光，是谁替你在你母亲面前尽孝？
你在外头顶天立地，是谁替你把家里和孩子，还有一切人事打理得清清爽爽？几十年的委屈尽数涌上心头，不知不觉中，杜夫人泪流满面。她摔开蒋仲的手，指着他，厉声道：“蒋仲，你对得起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今夜跑到这里来是来做什么的？兴师问罪是不是？来怪我没招呼好你的儿子和老母是不是？我变了，我变了，变的不是我，而是你。自从他回来，你就看我们母子不顺眼，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他说到这里，几乎都要相信自己果然是什么都没做了，他就是最无辜的，被人陷害，最不被理解，最吃亏的那个人。于是他越发哭得委屈，越发肝肠寸断，越发无辜绝望。蒋仲怔怔地看着不顾形象疯了似的嚎啕大哭的杜夫人，有些手足无措。一分为二地说，他这些年的确是很劳累的，的确也做得很好，让他在外头根本不用担心家里的事情。那么到底真的是他变了呢，还是他变了？耳边是杜夫人肝肠寸断的哭声和指责，脑海中浮起的却是最近一连串发生的事情。真是很累，蒋仲揉了揉额头，沉重地叹了一口气，想警告杜夫人几句，或者是安慰她几句，可是话到临头，他却发现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只能是转身往外扔下一句：“早点歇着吧。”杜夫人一边喊一边去扯蒋仲：“你既然来了，就和我说清楚，你到底要怎样？你到底要我怎样？是不是要我卑躬屈膝，挖心挖肝，把钟儿和我的这条命交给他们母子，任由他们想怎样就怎样，你才觉得是对得起他们？我对他们做什么了？放走人的是你，不忍心的人也是你，你真这么舍不得他们？当初你为何不敢对着圣上说你不愿意做这门亲？你当时对着我母亲的面说要待我好，就是这样待我的。你害我一辈子，你害我一辈子。事情不是这样的，当初明明就不是这样的，他是不得已的，他也说心甘情愿愿意跟着他，不奢望顶替阿优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为什么现在什么都变了样？所有人都在逼他，他们到底想把他怎么样？杜夫人撕扯的他的手和腰火辣辣的疼，蒋仲忍无可忍，抓着杜夫人的手将她猛地一推，怒喝道：“你给我放手！这样胡闹成何体统？你给我安生点！你非得逼我把话说出来！我告诉你，谁是谁非我心里清楚得很。”杜夫人被他推得一个趔趄，猛地跌坐在地，身上火辣辣的疼痛更增添了他心中的痛。他愣了愣，捂住脸绝望地喊道：“你竟然打我，蒋仲，你竟然打我！”他高高举起他的手臂，将上面的伤疤露出来，带着泪疯狂地笑：“你说过的话都喂狗了，我今日才算是看清了你。你说啊，我做了什么了？捉贼拿赃，你倒是说我做了什么了？”蒋仲看到他手臂上那个铜钱大小粉红色的伤疤，脑子里浮现出如花似玉的少女边流泪边决绝的闭目割肉的情形，一时噎住说不出话来，咯噔了好一些方狠狠地道：“如果你真顾念我们的夫妻之情，为了钟儿好，就马上叫那姓云的疯狗住嘴。”随即一甩袖子，大踏不要走。百香见状，忙从藏身的角落里西行出来，去抱蒋仲的脚，苦苦央求：“国公爷，国公爷，求您息怒，有什么话好好说，您就是不看夫人，也看在她含辛茹苦为这个家操劳多年的份上，不要被小人蒙蔽了眼睛。被小人蒙蔽了眼睛？谁是小人？他轻易就被小人蒙蔽住了，是不是说他是个是非不分的窝囊废？”蒋仲满面生寒，抬起脚就朝百香的胸口一脚踹过去，怒道：“不知尊卑的狗东西，都敢教训主子了，拖下去掌嘴，打到他晓得尊卑为止。”可是外头躲了一群听热闹的人，却没人有胆子出来招杜夫人的嫌，听蒋仲的指挥，这让蒋仲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白天发生的事情没有人告诉他，现在他要处罚个丫头，也没人听他的了。这个家到底是姓杜还是姓蒋？他冷笑起来，该整顿家风了。立刻就有人听音变异，大着胆子出来拖百香。百香惊恐地睁大眼睛，顾不上胸前的疼痛，求救地看着杜夫人。杜夫人却只是冷冷地看着蒋仲，沉浸在自己的悲伤和愤怒中，哪里顾得上他这个丫头的死活？自己是为了他呀，他怎能如此见死不救？百香凄惨地喊了一声：“夫人，救命！”杜夫人一言不发。要不要与蒋仲决裂？要救百香，他当然做得到，可是那意味着他和蒋仲将进一步激化矛盾，和解的余地更小。表面上看是因为百香不会说话，得罪了心情正不好的蒋仲，实际上却是因为蒋仲心中对他有气，无法疏解出来，所以借着收拾他身边的亲信大丫还来出气，找回点面子。强硬的救百香，等于在整个国公府的下人面前挑战蒋仲的威信，蒋仲最受不了这个，
因此他不能管百香。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法子，可以让蒋仲得到脸上和心理上的双重满足，就是他去苦苦央求蒋仲。但是他不能，他忍了很久，已经到了这一步，他一旦服软，就前功尽弃。事实证明，蒋仲是个贱人，他既打不记吃，为什么就那么想着王阿优和蒋长阳？就是因为他被那母子二人人前人后使劲的扇耳光呀。为什么这样对他？就是因为他总给他好吃的，却忘记让他知道那好吃的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得到的。于是杜夫人精确计算出，小小的百香不值得自己为了他坏了大计。杜夫人果断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就是坐在地上默默流泪，看着非常可怜，却不发一言。神仙打架，小鬼遭殃。百香知道了自己的下场，在被拖出去的那一刻，她后悔了。你说她没事儿，在那个敏感的时刻跑出来表什么忠心？说不定夫人就觉得她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正想挑个合适的机会处置了她呢。看看人家平时混得不如她的松香，就老老实实的躲在外头，这会儿风暴过去了，才露个头，去扶杜夫人，抚慰杜夫人，然后泪流满面，姐妹情深，同情的看着自己，多么面面俱到。哎，她当时真是鬼迷心窍了。用看门的婆子最爱说的一句话来说，当时命中该有此一劫。百香被拖出去，准备接受她命中注定该有的劫难。但是很快就有人踏着五彩云霞来救她了，神兵天将一般的三公子蒋长义出现了，悲天悯人的和执行的婆子连连说好话，又豪气干云的拍着胸膛保证国公爷当时只是被气得糊涂了，过后一定不会和个小丫头过不去的，就算是有什么也由她来兜着，要求也不过分，就是少打一点，打轻一点。百香平时的地位大家都看得见，只是夹在杜夫人和蒋仲之间，万般无奈。既然现在有人城头又提出了解决的方案，何乐而不为呢？虽然还是不可避免的红肿了，但百香总算是保住了自己东山再起的资本。脸没破皮，牙齿没掉，也没断骨头，就是吃点苦头而已。如果这个时候有人问他最恨和最感激的人是谁，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他最恨的人是冷漠狠毒的杜夫人，最感激的人是英俊善良的三公子。在这个只有星光的夜晚，百香下定决心要跟着三公子走，只有跟着三公子，才能吃香的喝辣的，才会有前途。说起来这国公府，大公子太冷漠，不懂得怜香惜玉，看看红儿的下场就知道了。二公子太变态，手段比杜夫人还要狠毒，谁没事儿会仰着头豹子吓唬女人，看到女人痛哭就开怀大笑呀。所以只有温良敦厚的三公子最合适做将来的国公府的主人了。高贵的萧家娘子看不起三公子，欺负三公子不要紧，她会尽利用自己的真心和体贴温柔去照顾三公子，帮三公子扬眉吐气的。百香紧紧抓着那个白玉一般的小药瓶子睡着了，明天一大清早，她还要赶早去杜夫人面前伺候呢。小心眼的松香夺不去她辛辛苦苦挣来的一切。蒋仲和杜夫人之间的争执以一个丫鬟被长嘴长记性而告终，谁也没得了好。从蒋仲走出门开始，杜夫人固执的不发一言，无论谁和她说话，她都不回答。她拒绝管理诸国公府中的一切事务，清早晨鼓响起的时候，她也没有如同往日那样立刻就起身去老夫人跟前伺候。她直挺挺地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吃饭，不喝水，不说话，连手指尖都懒得动弹。她不是可以任人任意凌辱的，她有她的骄傲和自尊。松香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守在一旁掉眼泪，直到肿着脸的百香赶来，仍旧行使她第一大丫鬟的职责，低声呵斥教训了她一顿，让她去厨房亲自给夫人熬燕窝粥。她不是忠心的很吗？就让她在7月里守着那笼炉火，慢慢的熬粥好了。松香想表示异议，这样的事情怎会是她这样的丫头做的呢？明明是厨娘的事情。还有百香，昨夜激怒了国公爷，成了这个样子，不躲着些，怎么还敢出来晃？真以为她还是昨夜以前的百香？松香委委屈屈地看着杜夫人，不见杜夫人发声，又想起最后国公爷也没说要把百香怎么样，这才红着眼睛退了下去，严格按照百香的话执行。等到周遭的一切闲杂人等都被平退，百香这才走到杜夫人身边跪下，流泪道：夫人，您受罪了。杜夫人猛然睁开眼睛，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淡淡地道：受罪的人是你，你不怨我。百香摇头：夫人哪里犟得过国公爷？是奴婢不会看眼色，给您添了麻烦，害得您丢脸。然后又担忧地道：虽然昨夜被三公子给拦下了，可是奴婢害怕以后怕是没机会再在您跟前伺候了。杜夫人叹了口气：她只是好面子，不会真和你一个小丫鬟计较的。你安安心心的，你为我的一片心，我都记在心中，不会亏待你。现在有一件急事，正需要你去做。又要做什么坏事了？
百香的心头咯噔一下，忙往前靠近，小声道：做什么？杜夫人从枕头下摸出一封信，你想法子将这封信送回去。还有，你去老夫人那边就说我被打伤了，起不来床，然后找个机会叫她起不来床。鱼死网破是傻子做的，他要鱼死网不破。夫人您就放心好了，奴婢定然不辱使命。百香将那封信贴身放好，转身便欲退出。杜夫人叫住他：你去打听一下，昨日三公子回来后都做了些什么？国公爷又见了什么人？从我匣子里取2块金饼出来，剩下的都赏你了。百香顺从的应了，小心放下帐子，猫似的悄无声息地走了出去。他先去老夫人的房里，红儿正在院子门口张望，一看见他就犹如见了救星，忙忙地扯住了，问道：夫人呢？老夫人今早起来不见夫人，正在问呢。又看着他的脸，夸张地捂着嘴喊了一声：天菩萨，我的姐姐，你这是怎么了？百香深感没有面子，将他的手从自己的胳膊上一推，淡淡地道：你这位老夫人跟前最得力的人，竟然不知道我怎么了。红儿自是早就知道了昨夜发生的事情，她恨杜夫人自上次的事情之后就再也不理睬她，不给她任何好处，想当然也就认为是百香在使坏。现下见她主仆俩都倒了霉，就有些幸灾乐祸，脸上却露出懵懂不知的样子来。我从昨夜到现在就没出过这院子门，能知道什么？百香不理他，疾步往里头走，却见屋里除了沉着脸歪靠在榻上的老夫人以外，还坐着蒋仲和蒋云清、蒋长义。见百香肿着脸进去，所有人都偷眼看着他，有那往日里就不和的，颇有些幸灾乐祸。百香不在乎，他只看到蒋长义担忧的眼神，有这个就够了。他稳稳重重地给屋里诸位主子行礼问了好，然后跪在老夫人面前说：禀老夫人，夫人昨夜起夜不小心摔了一跤，摔伤了腰，今早起不来了，什么都吃不下去，怕是不能来老夫人面前伺候了，还请老夫人恕罪。这是怎么搞的？怎么这般不小心？你们这些丫头是做什么的？都是吃白饭的。老夫人震惊地扫了蒋仲一眼，很有些责怪在里头，说是杜夫人起夜摔跤，那是顾全体面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蒋仲铁青着脸一言不发，老夫人便赶其余人等出去。一儿，你拿了你爹的明旨，骑马去请太医，云清你和你姨娘一起去伺候着你们夫人，和他说我和国公爷马上去看他，让他安安心心的养着。众人鱼贯退出，百香趁人不注意，给蒋长义使了个眼风，然后假意在老夫人的房外晃了2圈，被红儿出声赶了出去，算着可以应付杜夫人的话了，方才往园子里头去。走至隐秘处，蒋长义从假山石后走出来，小声道：你怎样了？夫人没有怪你吧？百香急声道：奴婢还好。四处张望了一眼，从怀里取出那封已然从热水上熏过，打开了封口的信递给蒋长义看。快看，马上要送走的。蒋长义顾不上客套，一目十行，飞快地看完了那封信，然后忍着心惊，照原样叠好，送交给百香。你小心些，要是让夫人知道，你小命不保。百香含泪道：奴婢怕是很快小命就不保了。他敢给蒋长义看信，却不敢和蒋长义说给老夫人下药的事情。那是什么事？如果他从未下过手也就罢了，要是让蒋长义知道他曾经给他的祖母下过药，他会怎么看他？蒋长义敏锐地感觉到薄香知道什么很重要的事情，他却不直接问，只同情地看着百香。你千万小心，自己的安危最重要，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就来和我说。百香拭了拭泪，苦笑道：您放心，奴婢省得。然后分花拂柳自去了。蒋长义到底没听见他说出来，分外失望，可又想到适才看到的那封信的内容，全身的血液又都沸腾起来。他暗里握了握拳头，给自己鼓了鼓劲，飞快地往外而去。朱国公府因为蒋长阳闹得天翻地覆，当事人却什么都不知道。在第一声晨鼓刚刚响起的时候，蒋长阳就睁开了眼睛。透过微弱的晨光，他看到牡丹熟睡的容颜犹如清晨带露的牡丹花，安静而美好。不知不觉中，他的唇角就带了笑，他静静地看了牡丹一会儿，轻轻从他颈下抽出手臂来，准备起身开始晨练。抽出手臂并没有花了多大的功夫，倒是坐起来的时候发生了麻烦。他的里衣披散着，其中一半被牡丹牢牢压在身下。他小心地一点一点扯着，试图不要吵醒牡丹。牡丹翻了个身，发出孩子似的一声低低的咕哝。蒋长阳笑了笑，满足地轻触他的脸颊，在他脸上落下一吻，准备下床。牡丹眯着眼睛，准确无误地扯住他的衣襟，往他身边靠了靠，牢牢圈住他的腰，将脸贴着他，也不说话，还继续闭着眼睛睡。
挽留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蒋长阳眨了眨眼睛，是该陪他呢，还是该继续刚才的打算？可以想象，金枣乌三等人在演武场上看不到他，过后会用怎样的眼神看他？大丈夫不应该沉迷在温柔乡里，可是大丈夫也应该懂得软玉温香抱满怀的乐趣所在。等他的婚假一满，不知道又有些什么破事儿在等着他呢。到那时陪牡丹的时间就少了。蒋长阳果断地往下一躺，决定在这个清幽的早晨，怀抱着牡丹再睡上一觉。只他到底是规律惯了的人，不似牡丹在家每日都要睡到辰时之后才慢慢起身的。就这般躺着，不到盏茶的功夫，他就已经全身僵硬的酸了。再看牡丹，怎么就能睡得那么香甜？他嫉妒了，想了想，索性扯了一根头发，仔细捻成线，先去描牡丹的耳朵，又去描牡丹的鼻子。蒋长阳，你这个坏蛋！牡丹被骚扰的实在无法忍受，发出一声沮丧的低叫，抱着头往薄被里钻。是你不许我走的！蒋长阳一不做二不休，扯开薄被就扑了上去，扯着他的脚就开始划拉脚底板。牡丹痒得不行，蹬了他一脚，转身反击。二人嘻嘻哈哈打闹了近盏茶功夫，都笑得不行，又在床上躺着说悄悄话。不知不觉间天已大亮，外头传来下人们轻手轻脚打扫庭院的沙沙声，又传来甩甩闹着要出去的声音。快儿，快儿，出去，出去，懒丫头，真是热闹，他太喜欢这种感觉了。蒋长阳微笑着模仿甩甩的声音，轻轻推牡丹，牡丹，牡丹，出去，出去，懒婆娘，你才懒呢，再有我勤劳的人没有了。看看这些有钱人们，似我这般经常下地劳动的人有几个？牡丹翻身坐起，穿衣起床。潘荣是今日去数马眼吧？也不知道是否顺利呢。蒋长阳将牡丹头一夜就给他准备好，放在床边的藏青色圆领薄绸袍斗开穿上，扣上细皮腰带，俯身去蹬靴子。只要白夫人那里说好了，就应该不会有问题。马眼现在是在流畅的酒楼里待着的，他亲自去赎确实不太妥当。便与潘荣商量了，由潘荣出面去赎，人接出来以后暂时住在潘荣的别院里，只等王夫人他们回去时再一并带回去。牡丹笑道，这事儿的始末我也不曾瞒过阿心，但我想从前潘荣就爱与马眼一处的，怕有人嚼舌头说些什么不好听的给阿心听，倒是你我的不是，不如让马眼到你那个庄子里去暂住一段如何？蒋长阳嘿了一声道，你再说一遍。牡丹惊觉，捂着嘴呵呵直笑，是我说错了，是去咱们靠近方圆的那个庄子里去住一段时间，这还差不多，以后不许说错了。蒋长阳伸了个懒腰，接过淑儿地上的水洗漱净面，道，这几日不太方便的，那边那位还病着，我就接了个歌姬藏到庄子里去，不是更打不完的口水仗吗？先等这事了再说，吃了饭以后咱们还往那边去一趟，然后去一趟楚州后府吧。好的。牡丹将一件丁香色的薄纱披袍披上，正了正发上的紫玉钗子，又整了整浅绿色的金呢罗裙，示意淑儿将翠垫递过来，小心贴上了，对着蒋长阳回眸嫣然一笑，怎样？蒋长阳看了看一旁的淑儿和宽儿，惜字如金，不错。牡丹对着他撇撇嘴，暗示他当着丫鬟就是装，然后不住口的夸他，你这身新袍子实在很好。淑儿和宽儿抿着嘴笑，蒋长阳微微不自然，咳了一声，转身往外。我先去安排一下其他事情。林妈妈从外头来，恰好遇上了，笑着行礼问了好，将一只朱漆匣子递上，道，是丰乐坊那边送了来的，倒是昨夜里生了位公子，重8斤，明日要喜3，请娘子过去喝酒。丰乐坊便是秦三娘了。蒋长阳接过匣子，打开来瞧，里头一张大红底的金呢帖子，看着就喜气洋洋的，上面说的却只是请牡丹，没有提他，那便是寻常妇人之间的交往，不用他露面。秦三娘再得宠，再能干的用，毕竟也只是个外宅，得有分寸。在这方面，景王向来做得小心得体。蒋长阳便将帖子重又投入匣中，让林妈妈送进去给牡丹。何丹娘说，礼物不必十分贵重，关键在用心。牡丹拿着那帖子很有些犯难，这方面她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经验。单纯只是送钱物那还好办了，就是这贴心的礼物，天下最难寻。想了好一些，都觉得不妥，索性收了那帖子，命人布下碗筷饭菜，准备趁着太阳还不凶猛的时候赶早出门，早歇了掉朱国公府的差事，去征求一下白夫人的意见。四正二人便已经到了朱国公府，今日蒋长阳却不肯如同昨日那般先就进去，而是正正经经写了一张明纸递进去，然后叫牡丹下了言子，二人一道立在大门口静候里头通传。
那门子也知他二人立在门口候着不好，再三请他二人不见进去，无奈之中只得拿了明旨进去寻人。谁知寻了半日，个人都在忙个人的，硬找不到一个可以将话传入后府的，又不敢硬闯，只急得跳脚。顶着日头站了一会儿，遂暗想，总之昨日来了也不见的，今日定然也不见，更别说里头正在热闹，有谁管这事？虽说不是他的错，但大公子少不得会把气出在他身上，不如避开。便也不出去同蒋长阳说，自寻个阴凉处坐下歇凉，甩手不管。又说为何平日里下人颇有规矩的国公府，此刻为何乱了套，竟然连个往里面递话的人都没有。这要从早上说起。当时老夫人听百香说杜夫人摔坏了腰，把小辈下人之事出去后，便骂蒋仲，你怎地对他下这般狠手？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他若是真的被你打瘫了，我看你怎么办？蒋仲自己下了多大力气对付杜夫人，心里是有数的，见他故意装了来吓唬全家人，心中郁恼，便冷笑道，他能贪了他这事在做，我若是此番被他吓着了拿捏住，日后才是家无宁日。老夫人惊讶地道，你这是怎么说？如何会家无宁日？在他心目中，杜氏再是温顺贤淑大度能干不过了，什么叫做家无宁日？当初王阿优在的时候才叫家无宁日，现在蒋长阳来了才叫家无宁日，日子都没法过了。蒋仲本觉得实在难以开口，待不想与他说那些烦心事情，可经不住老夫人再三追问，只得闷闷地道，您以为他是什么好人？云孝子闹腾这件事和他脱不了干系，大郎与何氏这事儿最终能成，也是他在背后捣鬼。他就是生怕大郎比钟儿强，夺了这爵位去，所以要把大郎全毁了才能放心。老夫人简直不敢相信，可是他一直在劝我来着，可从来没有说过或是做过什么。你可别听人随便一下嚷嚷就当了真，我哪里是随便听人一嚷嚷就当真的人？蒋仲沉声打断他的话，最可怕的就在这里，他表面上是比我们还要替大郎着想，比我们这嫡亲的骨肉还大度，哪怕就是大家都认为是大郎陷害钟儿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多的是好话，好人好事都被他做尽了，坏人坏事都是我们。你好好想想，他是不是每次劝您都没劝住，反而劝得您越发生气？他明明知道他做了什么，却根本无迹可寻，这是何等的心机和手段？老夫人老脸微红，不愿承认自己果然一直被杜夫人牵着鼻子走，沉默许久，道，你说的这些都没有证据吧？只是你自己猜的。蒋仲顿时语塞，杜夫人做得很高明，她果然是找不到任何证据，她知道该怎么查，但是这个国公府目前已经不是她和老夫人谁说了算，表面上是姓蒋，其实暗里几乎都姓了杜。老夫人便起身，既然如此，那便不能拿出来说道，你与他便只是寻常夫妻间的口角，他在我家20年，上下里外都是一片赞扬，你我还得去看他，请人替他治病，你该关心的还要关心。蒋仲淡淡地道，我不去，我倒要看他能装死到什么时候。只是我这里倒有事要和母亲商量，就是大郎的事情，他再不听话，也是我们自家的事情，闹出去大家脸上都不好看。若是追究下来，咱们还是要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才行。您的身子若是能忍，就先忍忍。意思是让他别再装病了。老夫人心中火起，丧着脸哼了一声，我一心为了他，又能得了什么好？他还以为我老婆子仁善好欺，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替他娘报仇雪恨来了是不是？娘！蒋仲恨不得扯着老夫人的肩膀，把他给晃醒，他怎么就不能明白，这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恩怨，而是事关家族的声誉呢？老夫人不情不愿地道，我倒是随便一说就了事，但可不是空口说白话就得的，怎么也得让他和他媳妇来我面前尽尽孝道才好说的吧，人家才会相信吧，他怎么也得找回点脸面来才行。蒋仲也认为这是应该的，蒋长阳桀骜不驯，牡丹又是那种出身，就算是当初在刘家待过3年，刘家也不是什么讲究礼仪的人家，是该来老夫人面前学学规矩，尽尽孝道的，便做主应下了。这个好说，昨日他们不就来了吗？想来今日也会过来，到时候您老就别和他们僵着了。那2个孩子本性都不坏。话音还未落，就听见外头有人闹，老夫人大怒，什么没规矩的奴才，竟然敢闹到这里来，做什么？红儿赶紧去问，回来觑着他2人的脸，小声道，大家伙都说今早厨房不出饭，空着肚子干活没力气，去找夫人做主，根本进不得院子。老夫人便看向蒋仲，蒋仲哪里管得成这些家事，当下也只是看着他。老夫人无奈，只得同红儿道，去问厨房到底是怎么回事，拿钱不干活，趁早赶出去。
才说着，厨娘就风风火火的来了。不是奴婢不干活，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近来天热，存不住饭菜。府里的菜都是每日清早赶早送来的，今日没人送菜来，想方设法弄出了个房主子的饭菜，这上百号人的饭食却是没法子了，杀了奴婢也没法子。要喝粥倒是可以的，不过柴火也快没了。于是责任又追究到采买的身上。几个采买苦着脸诉苦，小的一大清早就起身候着，等着夫人发对牌，好之前去买日用。但今日夫人病了，不见对牌账房不知钱，原来这杜夫人当家理财管得很紧，从来没有空口白牙支取钱物的事情，只见对牌不见人。老夫人和蒋仲便都对视了一眼，根由还在杜夫人身上。向来顺从的人突然开始造反，还造反有效，老夫人便也非常生气起来，冷着脸道：让账房的过来回话。他还不信了，这府里没了杜夫人就不能过活了怎么的？吓得着谁啊？账房的都是杜夫人的人，来的倒是飞快，就是推说没钱了，钥匙都由杜夫人收着呢。蒋仲想象得到，若是去问杜夫人要钥匙，杜夫人必然是不理不睬的。他自家的钱财要支用，还得去求人，怎么得了？便满腔怒火地骂道：账房没钱，平时是干什么吃的？干不了就走人。那账房慌了，忙便道：不是平日里就没钱，而是恰恰的今日就没有，刚好用光了，还不曾来得及从夫人那里支取。只因这几日各家贺寿的，娶亲的特别多，恰恰用光了。国公爷要是不信，可以让人去搜，小人10个脑袋也不敢哄瞒。接着又来了3、4个管事，拿着对牌诉苦。是昨日就安排下的差事，某家嫁女，今日要去随礼，某家出殡，要去。好手段，蒋仲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老夫人也板着脸道：带老身去看看你这个媳妇，端地真是会当家，全家离了她就都不能成活了。说着也不病了，果真起身扶着红儿去见杜夫人，真柔顺假柔顺，就看杜夫人此刻见了她怎么反应了。老夫人走了，蒋仲也打算跟着走，先去朝中打听处理一下云孝子这事儿。这个家还是他说了算，不能由着他们想怎样就怎样。乃成想才走了没几步，厨娘又扯着他道：国公爷，这早饭倒是喝点凉水哄个肚饱过去了，可是午饭怎么办？还有晚饭呢。蒋仲瞪着账房骂道：不管你用什么法子，马上之前出来，不然就给我滚蛋。又骂一群管事，该干嘛就干嘛，没法子想法子，做不了的统统滚。可他竟然没能出的大门，就被杜夫人的嫂子和几个侄儿给堵住了。杜夫人的嫂子哭眼抹泪的，一看见他就问杜夫人犯了什么错，为何他要打他。几个侄儿也板着脸，引经据典的问他，要他说出理由来。这就是恶人先告状，蒋仲差点没气得昏死过去，还无从辩白。每一开口，杜家人就拿从前杜夫人割肉的事来说道，又夸杜夫人如何善良温顺大度，一窝蜂的簇拥着他往杜夫人的房里去，要请老夫人当面说清楚。杜夫人的哥哥杜迁不见出现，专派了女人和一群小辈来，看着似是被伤心失了分寸，生了误会，实际上却是只顾缠着自己不放。那么杜迁为何躲起来不见呢？蒋仲从措手不及中冷静下来，理清出了头绪，黑着脸对着杜夫人的嫂嫂独孤氏怒道：有人在害我的嫡长子，嫂嫂领着一群侄拦着我的路，是也想等着看我蒋家的笑话吗？独孤氏唬的眼泪都收回去了，是有这个意思，就是想拖着他，让他慢点出门，或者是出不了门。但蒋仲明显是被逼急了，这样的话都不管不顾地说了出来，再拦就失了手，显得自家真的有那个心。当下便哭道：妹夫这说的是什么话？伤了亲戚感情。蒋仲见喝住了他，便冷声道：今日之事，我事后自会去寻大哥说，到时是非曲直总有定论。大嫂和几个侄儿既然来了，便去劝劝他，别把几10年的贤名一朝给弄没了。杜夫人的嫂嫂独孤氏还不曾止住哭声，又听见蒋仲道：我们家的大管事严彪，以后就送给府上罢，随便大哥大嫂安排他做个什么，门子也好，扫地的也好，或是嫌他杯煮裘绒不想要，赶出去也行。蒋仲已经不想去追究到底是谁把信送到杜家的，是谁参与了这场乱局，反正杜夫人的配房也不少，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或者都有份。蒋家待不下去了，还可以回杜家，还可以去杜夫人的陪嫁庄子上待着，吃不了亏，但他不想放过一个人，那就是府中最重要的大管事严彪。这大管事严彪虽不是杜夫人带来的陪嫁，是后头投来的，却一直深得杜夫人倚重，也得老夫人与他信任，经常会让他去做一些要紧的事情。倘若他在忠心的行使职责，根本不会乱套，可自事情发生伊始，就不见了他的影踪，明显就是受指使撂挑子。
他相信颜彪一定会有无数个光明正当的理由，说明自己当时为何不在，也相信颜彪一定在此次事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蒋仲已经不想再这样乱下去，他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要杀鸡儆猴。所以他直截了当地把颜彪扔出来，果然见独孤氏顿时止住了哭声，表情不自然地道：为何把他送我家？蒋仲便知自己所猜虽不中亦不远，当下淡淡地道：既然不要，我便送官府。我家不要这种吃里扒外、撺掇着主子不得好的狗奴才。于是当着杜夫人一群娘家人的面，大声呼喝众家丁去捉拿颜彪，他自出门打马直奔皇城而去。他自知挡不住云孝子，但他可以在第一时间内面圣陈情，等他先理完这桩事，他再来收拾家事也不迟。蒋长阳与牡丹恰好与他前后错过，杜夫人急得全身都是冷汗。按着他原来的计划，老夫人应该在今早，在老夫人自己的房里，当着蒋仲等人的面突然发病倒下。他已经做了那么久，就差这最后的一下把蒋长阳彻底弄垮。假如老夫人不倒下，反而出来与蒋长阳作证，那么他前面所做的一切都是白做了。但是百香回来后，竟然和他说红儿那个死丫头盯得太紧，竟然不许靠近，没机会下手。紧接着老夫人腾腾腾的过来，进门就沉着脸说：媳妇，我听说你病得起不来床，水米都不能进了，我来看看你。这哪是来看病人的，来兴师问罪还差不多。他当时真是想躺着不动弹，随便这老不死的怎么闹，他都只当是放屁。但是蒋仲没有来，听百香说蒋仲的态度好似很强硬，他含辛茹苦了20年，什么都坐在前面了，他不能连老夫人的心也失去。痛定思痛，他决意挣扎着起床，继续讨好卖乖，曲意奉承。他披头散发地跪在老夫人面前，哀哀地哭着，先为今早的事情赔礼道歉，待老夫人消了气，然后丝毫不隐瞒昨日发生的任何事情，把蒋仲怎么说的，又怎么怀疑的他，一五一十地说给老夫人听。然后大着胆子道：母亲，您也是做娘的，也是女人，一定能够理解儿媳的心情，儿媳不委屈那是假的，怎么可能不委屈？大郎是他的儿子，钟儿和一儿也是他的儿子，他不能这样偏心的。大郎每每一惹了祸，惹他不高兴，就要冲着我发脾气，什么都是我的错，含辛茹苦20年，就得到这样一个下场，这次这么大的罪名都扣在我头上，我心里冷呀。泥人也有3分土性，他怎么就不能看到我对他的一片心？说我害大郎，大郎做的那些事情是我让大郎做的吗？大郎肯听我的，大郎恨透了我。儿媳已经没了爹娘，只有您疼儿媳了，您要为儿媳做主呀。这个家再这样下去要散了。老夫人沉着脸听他说完，虽然还不完全信他说的话，却也觉得他可怜，也觉得蒋长阳太会生事，好些事情是咎由自取，心里先就软了几分，仍然板着脸教训他道：就算是这样，你也不该这样闹，自到我跟前来与我说，我自会与你做主。今早这样闹传出去，丢的可不只是他的脸面，也丢你的脸面。他说什么，杜夫人就应什么，还是原来那乖顺的样子，表示马上就开始理家事。这是当着小妾和庶女的面，老夫人作为婆婆的威严和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声音慢慢低下来，态度也渐渐和蔼起来。媳妇，你开始理家事吧，我就在这里坐着陪陪你，和你说说话。然后又故意骂给杜夫人听，那什么云孝子那条疯狗不会得逞的，想借着老太婆的名义害人，休想。我家的人怎么打怎么踢都是我家的事情，外人休想借着上位。听着倒像是威胁，故意说给自己听的，到底还是和从前不一样了。杜夫人的心一下子就僵了，立刻给百香使眼色，示意百香动手。百香大惊，她以为已经逃过一劫了，杜夫人不会选在这个危险的时段，选在这里下手。须知这里是杜夫人的地盘，老夫人来看她才出的事，又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如果老夫人在这里倒下，过后杜夫人担的风险也是非常之大的。可是杜夫人已经顾不得了，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她不能眼睁睁看着云孝子白忙活一场。若是老夫人没了，萧雪溪也不可能在3年之内抢先嫁进来，3年之后谁能说得清蒋长中会是什么场景？蒋长阳又是什么场景？还有蒋仲又会怎么样？蒋仲不是说他做的太没有破绽反而假了吗？那么今日就来一次破绽吧。他镇定地看着一旁伺候的蒋云清和雪姨娘道：云清，你祖母最喜欢喝你煎的茶汤，你去给她做来。又吩咐百香，取我最爱的那套越州词。是。百香颤抖着，是蒋云清煎茶，就等于把其他人的嫌疑都撇开了，任由谁也不会怀疑到这上头去。但是这件事的最终执行者还是他要死了。
过上几天他兴许就会暴病死掉。怎么办？他可以不做吗？他仓皇地去取瓷器，脑子里飞速想着对策。也许他可以暗示蒋云清，也许他可以设计让蒋云清摔一跤，把那些东西全都打碎了，打破了拖的一时是一时。却听见红儿笑道：老夫人，您在吃药呢，不能喝茶的。老夫人连连点头，是这样的，不要忙了。谢天谢地，天籁之音。百香突然觉得红儿好可爱。杜夫人淡淡的笑，那就喝点水吧。老夫人摇头，我这2日汤药补汤喝的太多，一走路这肚里就想不喝。杜夫人的脸阴沉得可怕，但最要命的还在后头。杜家人来了，但是没能留住蒋仲，蒋仲说的话很难听，完全没给他娘家人面子。狼心似铁，他是打定主意要保住那女人的儿子了。他还没难过完，老夫人看到独孤氏和他那几个侄儿子，已然又将刚刚放晴的脸沉了下来，竟然为了这么大的一点点事情就兴师动众，把娘家人给弄来了，全然不顾府里的脸面。这是来问罪的，不就是吵了几句嘴，蒋仲推了他一把吗？他是烧胳膊断腿了，还是哪里怎么了？油皮都没破一点，刚才还说自己多无辜呢，原来也是个搅家精。老夫人当下就起了身，淡淡的与独孤氏打了声招呼，然后说自己乏了，又当着众人用训斥的口吻说：杜夫人，几十岁的人了，动不动就要死要活的，急得我一个半截身子入土的人拖着病体为你操心，你自己想想该不该？大嫂来的正好，好好劝劝她。然后扶着红儿噔噔噔地走了。杜夫人气得倒仰，看到独孤氏悲悯的眼神，她悲从中来，差点没当着一众人等就哭出来。她咬碎了牙齿和血吞，还得强撑着笑脸招待独孤氏。待到清静了，独孤氏方轻声道：你太过心急了，你哥哥是不赞同的，但是你已经做了，只好配合你。杜夫人抬眼看着窗外的青枝绿叶，只觉得眼前白茫茫一片，内心一片萧索。她轻轻地道：我能不急吗？这样的情形你也看到了，20年呵，好像一场梦。当年的情形犹如还在眼前，只是当时谁也没想到蒋长阳会以这样的方式回归。独孤氏长叹了一口气，道：我说你也想得太严重了，哪里就到了那个地步。妹夫虽然说话难听了点，但也是被你给逼急了。你20年的功劳不是轻易就可以抹灭掉的，他不敢把你怎么样。等他回来，你和他服个软，你哥哥会设法把云孝子这件事圆过去，你最多也就是任性，受不得冤屈罢了。他故作轻松地碰了碰杜夫人的手臂，你们到底也是20年的夫妻呢，他这个人还是很长情的。长情？那得看是谁。夫妻感情是必然受损的，这几乎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事实，关键是看下一步该怎么走，他还不能言败。杜夫人含了眼泪，抚了抚胳膊，已经到了这一步，哥哥还有什么好办法？独孤氏低声道：你哥哥先就想好了，把这件事推到萧家头上去。萧家？杜夫人的眼睛骤然睁大。独孤氏微微有些得意地道：虽说你家老三是养在你名下，也是从小就跟着你长大的，但到底隔着一层肚皮，他亲娘也还活着，人心难测。他现在托了萧家的福，年纪轻轻就混进了门下省，难免会生出些其他心思来。就算是他不会，你别忘了他身后还有个萧家呢。从萧家那老头和那女人萧月溪，再到萧雪溪，谁是肯落人后的主儿？坏水儿又多，不会轻易放手的。不如趁着这次机会把他们拖进来，让他们去斗。特别蒋长忠又是烂泥糊不上墙，去了这么长时间，不要说立功，就是和身边的袍泽都不能相处好。那什么小功劳都不过是杜迁花钱设法弄虚作假来的，还谈什么大功劳？自家人先就软了这一大截，拿什么和人家比？所以要先把路清理干净掉。一说到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杜夫人立时收了哀戚，来回踱了2圈，一扫适才的沮丧伤心，精神地道：对，萧家为了上次的事情，说不定也正恼着蒋大郎呢，说起来也是事出有因。就这样了。独孤氏安抚他：我不好在这里久留的，你别胡思乱想，他回来以后，若是要拿严彪他们开刀，你别舍不得，由着他去。以后有什么事，还是该先和你哥哥商量好了再动手。杜夫人有些惋惜，这次事情不成，云孝子怕是要恼上一段日子了。独孤氏道：也不见得就一点作用都没有。原来不是有个姓柳的生任幼时宜的时候，被人说他不能弑父，他父亲就算是出来替他说了话，他不也被停职回家了吗？圣意难测，先看着罢。那嫂嫂，你和大哥说，早上我给他那封信里说的那件事，就是让钟儿近期出赐彩的事情，要抓紧办了才妥。
杜夫人见独孤氏应了，心中略略安定了些，先送独孤氏出去，便闭门坐在房中，一处都不去，静待蒋仲归家。却说蒋长阳与牡丹顶着烈日在门口站了一些，都有些被烤得难受，眼看着里头是不会有人出来了。蒋长阳见牡丹的鼻头都沁出细汗来，便道：不等了，我们走吧。牡丹知道他心疼自己，便笑道：来也来了，且再等等。蒋长阳便道：好，那咱们再等一会儿。却见一个穿着绯红披袍，梳着高髻，头上簪了3把大大小小金矿宝殿犀角梳子，贴着花钿，描着分梢眉，嘴唇点成半边娇样式的贵妇，带着几个衣饰华贵的少年郎出来。那妇人一见了他们，就惊讶地咦了一声，随即亲昵地上前和蒋长阳打招呼：大郎，既然来了，怎么不进去，就在这里站着？蒋长阳也与独孤氏非常不熟悉，却还是笑着道：我惹祖母生气了，她什么时候愿意让我进去，我就什么时候进去。小狐狸。独孤氏心里暗自唾骂了一声，还是满脸堆笑地道：你大概认不得我们，我是你舅母，这是你几个表兄弟。自动攀上了亲戚后，笑着打量牡丹道：哟，这就是心腹，好鲜艳的颜色，我看着都爱呢。蒋长阳微微皱眉，不露神色地将牡丹护在身后，微微欠身：夫人您忙，我就不打扰您了。随即退后半步，将路给让了出来。他根本不认这什么莫名其妙来的舅母表兄弟之流。独孤氏心知肚明，含笑对着身边的婆子道：还不赶紧去和里面说，大公子在这外头站着受罪呢。那婆子忙往里去了。独孤氏朝蒋长阳和牡丹笑嘻嘻的点点头，自领着自家儿子去了。他看着蒋长阳这做派，自家姑子那点小九九，要想如意，怕是难。老夫人得知蒋长阳和牡丹在门口站了许久，只当是蒋长阳和牡丹怕了，是来求他原谅的，也有心要气杜夫人，也就命人将他2人喊进去，让人给茶上糕点，也命牡丹坐下，虽然不冷不热的，但也没刁难。蒋长阳见他今日没摆谱，没在床上躺着，而是靠在榻上，满脸的不高兴，一没见杜夫人等人在一旁伺候，联系先前进来时府里的奇怪气氛，便隐约猜着大概是出了什么事，却也不问，安安心心的吃茶。老夫人默默想了一回心事，见他2人进来行了礼，就什么都不问，比他这个人还稳得住，便不高兴地道：你们终于知道怕了，若非我顾念着亲骨肉，一定要巴拉巴拉一长串。蒋长阳和牡丹都垂了头不语，任由他去说。忽见蒋长义一瘸一拐地走进来行礼：孙儿见过祖母。又去与蒋长阳和牡丹行礼问好。他的额头破了皮，身上的袍子也被撕烂，上面沾满灰尘，还瘸着脚。老夫人皱着眉头，不高兴地道：你这是在做什么？让你去请太医，你倒好，这个时候才回来不说，还弄成这个样子。蒋长义羞愧地道：孙儿太心急了些，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幸亏的没伤着骨头，只是耽搁了大事。真好呀，该闹的都闹完了。你呀，什么时候才能稳重点？老夫人恨铁不成钢地点着蒋长义的额头：我看你是只有赶紧成亲，才能变得稳重点了。蒋长义闻言不由暗喜，却惶恐地道：长幼有序，二哥还没，哼哼，阔才若不是听百香说了独孤氏那席话，他还那么急，既然如此，赶早成了这亲才是正经。老夫人淡淡地道：是有轻重缓急吗？凡事都有特例，他在边关也顾不得这许多。萧家不是催得急吗？你母亲身体也不好，你娶了亲也好替她分担些家务，省得累着她。适才他看了太医怎么说，这些年让杜氏一枝独大，真是忘了根本了，哼哼，他不出手，还当他是病猫了。蒋长义屏住呼吸，待老夫人说完，方才小心翼翼地道：适才太医到了门口，母亲不肯看，说是他已经服过药好了，让重谢了太医，送太医回去了。当然了，装的也敢看太医吗？老夫人重重地哼了一声，到底顾忌着脸面，没说什么难听话。祖孙几人各怀心思，闷坐了许久，忽然又听得外头来了人，闹闹嚷嚷的。老夫人这几日被累着了，一听见闹腾就害怕，忙问到底是怎么了。却说是公使来召蒋长阳入宫的。老夫人不由暗想，公使怎会知晓蒋长阳在这里？这恐怕是蒋仲在宫中见了驾，说自己没事，那位故意让公使找到这里来一探究竟的，少不得要亲自出去见一见，便叫蒋长阳和牡丹扶着他，一道往前头去见公使。来的却是2个眉清目秀的小太监，不露声色地打量了谈笑风生的老夫人一回，收了钱财，说了几句客气话，催蒋长阳上马入宫。老夫人忙示意蒋长义去打听，这个时候让蒋长阳入宫做什么？那2个小太监只是笑，什么都不说，但大家都隐约能猜到是怎么一回事。
牡丹担忧地看着蒋长阳，蒋长阳低声道：没事，安安心心等着我回来。然后转身稳稳地去了。别的不说，就是蒋长阳遇到事情这份沉稳也是少见的。想着孩子当年也曾在自己怀里撒娇，追着自己甜甜地喊祖母，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老夫人心情复杂地目送着蒋长阳离去，说不出心中的具体感受。一回头看见牡丹，便冷冷地道：看吧，都是为了你，妻嫌夫祸少，你。忽听蒋长义小声道：祖母，大嫂心里也怪难受的。老夫人狠狠地瞪着蒋长义，小兔崽子也敢和他顶嘴了。蒋长义虽然有些害怕，却还是挺起了胸膛，表示自己其实很勇敢。老夫人到底收回了目光，什么也没说，就由牡丹扶着回了房里，然后将牡丹扔在一旁，自靠在榻上，叫红儿取围棋来，让蒋长义陪他下棋，又偷偷打量牡丹。牡丹规规矩矩地坐着，眼观鼻，鼻观心，实际上神游外太空。首先是担心蒋长阳此去会遇到怎样的结果，其次是操心着第二日秦三娘那里的喜三宴。今日要再去楚州后府向白夫人取经是不可能的了，自己得好生琢磨琢磨，送什么最要紧。老夫人见他规规矩矩地坐着，坐姿挑不出半点毛病来，神态安详，不骄不躁，稳重得很。本该是觉得高兴的，奈何心里先有了成见，看着就是不顺眼，遂想要刁难牡丹一回。丹娘，你过来陪我下棋。林妈妈乐了，死老太婆定然是想刁难牡丹，以为牡丹什么都不懂，这好，让她见识见识。林妈妈对牡丹向来是充满自信的，认为牡丹什么都能做得很好，一出手就一定能把老夫人给打败喽，便暗示牡丹只要别输得难看，让老夫人赢一回。讨好牡丹起身净手行礼，在蒋长义原来坐的位子上坐下，头正身正腿正，先整理棋局，接过红儿地上的白布，将棋盘仔细擦拭了一遍，然后请老夫人抓白子猜线，自己抓了一粒黑子在手，表示白子若是单数则己方执黑，若白子是双数乙方则执白。礼仪一丝不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的。老夫人的神色渐渐变得严肃起来，收起了些许轻视之意。接下来牡丹执黑，老夫人执白，黑子先行，二人都默然无声，开始搏杀。老夫人是拧着一口气，一定要把牡丹打败，牡丹却是根本就没把林妈妈的暗示放在心上，一切顺其自然。胜固欣然，败亦可喜。蒋长义在一旁看着，暗暗叹息。老夫人太过伶俐，一味只攻不守，牡丹却是稳重得多，有攻势也有守势，最重要的是老夫人急躁，牡丹平和。刚遇到这样的事情，牡丹还能保持这样的心态，说起来老夫人就已经先输了，现在就看这位年轻的嫂嫂会用哪种方式结束这场战斗，她也可以借机了解一下这位嫂嫂的秉性如何。啪的一声轻响，随着牡丹手里的棋子落下，老夫人的脸色灰败。她输了，而且她很清楚牡丹让了她，不至于让她输得太难看，所以和棋。蒋长义惊讶地看着正在和老夫人规矩行礼的牡丹，然后干笑道：和棋了。他没想到牡丹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身处弱势的一方，不是最应该示弱吗？蒋云清进来笑道：定然是祖母怕大嫂不好意思，故意让大嫂的。老夫人的表情分外精彩，想表示自己才没让牡丹，却又拉不下这个脸，想顺着蒋云清的话头表示自己果然让了牡丹，又实在是没这么厚的脸皮。当下一言不发，良久方道：我是心里牵挂着你们的父亲和大哥，心绪不宁。蒋云清和蒋长义最清楚他的脾气，知道他被牡丹轻易就挫了锐气，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都有些想笑，因怕尴尬，便都插话：父亲让把颜彪给关起来，不知道要怎么处置。老夫人阴冷地道：这种东西自然是要先家规处置，然后再赶出去的，不然以后个个都跟着他学，就再也没有规矩可言了。牡丹起身收拾棋具，坐在一旁细细拿白布擦拭棋盘，并不听也不参与他们的谈话，只是收到林妈妈责怪的目光时，不以为然的淡淡一笑。正因为她处于绝对的弱势，而且也绝对不会因为她输棋就能讨好了谁，所以她才不能输，不能让人越发看不起。之所以选择和棋，是因为想明明白白地告诉老夫人她的态度是怎样的，可以不争，但是希望和平。忽听老夫人道：丹娘，你一句话也不说，在想什么呢？是不是没话可以和我们说的？牡丹微微侧身，轻声道：孙媳妇心里牵挂着大郎，还牵挂着另一件事情。林妈妈立即猜到她要说送秦三娘礼的事情，便朝她使眼色，示意她什么都别说。牡丹却是早就想好该怎么做的，老夫人在试探她，她同样也在试探老夫人。毕竟以后总要经常打交道的，
他并不求讨谁的欢心，但能够不总是针锋相对，面子上都过得去总是好的。他不想每次都和上次似的，一来就是来打仗的，累。老夫人挑了挑眉，哦，你还牵挂着什么事情？肯定是要趁机说点什么，占点便宜的。他就先试试看牡丹到底想说什么。牡丹便道，孙媳妇有位故人生了孩儿，明日是3朝，要请孙媳妇过去饮酒，她不缺钱，也不缺稀罕东西，所以孙媳妇很为难，不知该送她什么才最贴心。祖母年纪长，见识广，若是您方便，还请指点孙媳妇1、2。老夫人的耳朵自动留下最关键的2句，对方不缺钱，也不缺稀罕物，那说明不是普通人，而且牡丹这态度分明也极其重视的。不知是个什么人，他有心想问牡丹对方的身份，却又觉得向牡丹打听这个丢脸，便低咳了一声，道：你既然问我，我便说2句，听不听在你。林妈妈暗骂，好好一句话都要说得这么难听，这人是怎么的？却听老夫人缓缓道，这样的人比之钱财更重视心意，但是又要拿得出手，面子上过得去。谦谦君子美如玉，你精心挑选一件寓意吉祥的玉器送过去，玉质一定要最好，再搭配点其他你亲手做的针线活就够了。只是这寓意呀，你就要看主人爱什么了。这寓意吉祥的玉器倒是好选，只是秦三娘的身份地位尴尬，得非常小心才是。想来秦三娘如今并不会奢望什么，只求孩子平安富贵就已经心满意足。牡丹便道，我家中有一块云端多福的玉插瓶，不知那个如何？老夫人沉默片刻，板着脸道，那也太过普通了吧，好似是送他的客人或者是送他一般，倒先不满意了。牡丹微微一笑，那就还有一个富贵平安，虽然俗气了点，但胜在雕工精美，瓶子那块刚好是青色的，牡丹花微微带了点彩。谢祖母提点了，他刚开始想到的就是这个，只是晓得老夫人一定会找话说，故意说了那云端多福。老夫人却从牡丹的话中听出另一层信息来，他家有钱，不缺好东西。当下心中又怪别扭的，便又不理睬牡丹了，说自己乏了，要歇息，又推说自己热，要人给他打扇子。红儿和其他丫头打，他说他看见他们就心烦，把他们统统赶下去，蒋云清便要说他来打，牡丹暗自苦笑一回，老太婆就是要他打来着，便主动道，若是祖母不嫌我烦，我来吧。老夫人没吱声，表示就是要他打。蒋长义和蒋云清都看着牡丹笑，蒋云清和牡丹咬耳朵，祖母其实是想你陪她来着，讨厌的人不许在面前的。牡丹只是笑，现在坚决不能再给蒋长阳添麻烦。他也曾给何志忠、岑夫人打过扇子，这会儿和老夫人打打也没什么关系。虽则老夫人是挺可恶的，蒋长阳这番被牵涉进去，也和老夫人装病脱不掉干系，但到底最后他还是转过弯了，为人处事不必事事求全，但求无愧于心。老夫人想着这几日发生的事情，心里烦躁，根本睡不着。偏他幺蛾子多，一会儿故意将被子给蹬了，看牡丹会不会给他拉被子盖上，一会儿又故意假装推落一件东西掉下去，让牡丹去捡，又或者要水喝，一忽儿嫌冷，一忽儿嫌热，又故意洒在牡丹的新衣服上。林妈妈恨得牙痒痒，只骂这个老不死的老贼。牡丹只当他是个得了多动症的老儿童，拉被子盖上没问题，捡东西活动活动腰，倒水喝正好歇歇手，出去透透气。他只需要见招拆招，倒是老夫人来回折腾还得伤脑筋，晚上回去让蒋长阳给他捏捏手臂就好了。这样一想，他就释然了。老夫人折腾累了，总算是困了，要睡之前还睡眼朦胧地对着牡丹道，我怕热，你继续扇着，若是右手累了就换左手歇歇。老妖婆，这明摆着就是故意折腾人。林妈妈恨不得咬他2口才解气。牡丹笑眯眯的，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待到老夫人一扯了呼，他就把扇子给放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始终不见外头有动静，牡丹的心开始慌乱。他不知道蒋长阳到底怎么了，会落得一个什么样的下场。老夫人突然睁开眼，马上就察觉到没人给他打扇子，四处一找，只见牡丹站在窗边，正盯着窗外看，脸色很不好看。哼，也是爱装的东西。他一睡着就不打扇子了，老夫人便使劲咳嗽了一声，她要戳穿牡丹温顺的脸皮。牡丹镇定自若地回过头来看着他，上前去扶他。祖母您醒了。老夫人冷着脸道，你为何骗我？做不到就别答应我，我也不会把你怎样。我最恨的就是这种表里不一的人。牡丹面色不变，静静地道，请问祖母，孙媳妇答应了您什么事情没做到？您指教，孙媳妇一定改。老夫人怒道，我当时睡觉，告诉你我热，叫你给我扇扇子，你扇了吗？扇了。
因您没说让我扇到什么时候，见您睡着了，孙媳妇就放下了扇子。老年人贪凉，对身子骨不好的。牡丹扔下他，起身替他倒了一杯温白水过来，看您出了一身的汗，喝点水舒服一点。老夫人很生气，但是找不到可以反驳的话，便狠狠地转头。不喝。牡丹也不勉强，将杯子放了，去点蜡烛，问他：您要起身了吗？红儿刚才来问过，问要不要摆饭。老夫人坐着不动，却又忍不住想知道杜夫人是否出来理事了，便不理牡丹，大声喊红儿。红儿赶紧进来，看看二人这情形，又是别扭着的，忙道：老夫人，您有什么吩咐？老夫人狠狠地道：什么时辰了？天都黑了，也不叫我起身。夫人呢？在做什么？外头怎样了？当着牡丹的面，她是怎么也不肯直接说出外头是否还乱着这样的话来的。早上那种事情叫牡丹知道，说给王阿优听，丢死人了。红儿心领神会，忙道：已然数时了。夫人刚用过膳，过来看了您一回，听说您睡着，就没进来，去安排明日的琐事了。牡丹微微有些诧异，杜夫人竟然来过的，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然没有进来。难道是因为知道她在这里的缘故？不对啊，往日杜夫人那样会装的一个人，今日怎会避而远之？一切又回到了正轨上。老夫人松了一口气，然后又开始担忧，他们怎么还没回来？说到这里，她可找到说牡丹的了。他们去了这么久都不见回来，你半点不见担心，我看你蛮自在的。牡丹道：孙媳妇母亲有交代，老人面前不能轻易落泪，也不能一惊一乍，再难过再担心，都得忍着，不能叫老人悲伤操心，所以媳妇一直忍着。好呀，他说一句，牡丹就回一句，伶牙俐齿的。老夫人习惯性的想捶坐榻发脾气，手都举起来了，又觉得自己好像找不到什么充足的理由可以批评牡丹的，想了想，道：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我看你半点事都没有，也太能忍了。但因为缓了那一缓，气势便没先前足了。牡丹抬眼真诚地看着他，祖母都可以做到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孙媳妇当然要跟着您学。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老夫人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形容，她很满意这个形容，便哼了一声，叫红儿摆饭。照例是要小贝伺候老人吃饭，然后才轮到小贝吃的。老夫人安安心心地享受了牡丹的伺候，然后指着她吃剩的饭菜说：很不错，你尝尝吧。意思是要牡丹吃她吃剩的。牡丹半点胃口都没有，微微红了眼眶，委屈而隐忍地道：谢祖母赏，但孙媳妇心里牵挂着大郎，委实吃不下。老夫人被他反将一军，自己刚还说他不担心，然后自己吃得下，他却吃不下，是不是说明自己没他担心呀？一口气硬生生噎着，气得他想打人，便骂道：刚才还说要和我学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转眼就吃不下饭了，你可真有出息。牡丹便为难地道：那我喝碗粥就好了。忽听到蒋仲的声音疲惫地在门口响起：母亲。老夫人顾不上去管牡丹，连忙起身：回来了。怎样？牡丹忙着往蒋崇身后看，急急地寻找蒋长阳。蒋长阳在蒋仲身后对着他神态轻松的微微一笑，还做了个不易察觉的鬼脸。难道是没事？一直压在牡丹心头的那块巨石被骤然搬开了，便望着蒋长阳甜甜一笑。老夫人看到他二人当着长辈的面就眉来眼去的，非常看不上，重重哼了一声。见牡丹垂下眼了，方才道：怎样？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蒋仲的脸色很难看，接过牡丹递过的茶，就愣愣地捧在手中，一句话也不说。老夫人有些着慌，看这模样，似是不单是事情没解决好，还另外牵扯到了蒋仲似的。这可怎么得了？那个下作的脚家精，这会子他可满意了，一害几家穷，连着蒋仲都倒了霉，怎么办？他使劲儿将拐杖在地上重重一砸，厉声道：去把杜氏给我叫来。牡丹压住心头的惊慌，认真地看着蒋长阳。一瞬间，他已经想到了许多，蒋长阳能够平安归家，说明没有什么大事，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被停职罢了。停职对他来说也什么大不了的，他还是他，但是对蒋长阳一定就不一样。他渴望建功立业，而且心高气傲，不愿成祖荫，希望能扬眉吐气，得到世人的承认。假如是真的，这对他来说必是极大的打击。他是他的妻子，喜悦不一定要第一个知道，不好的却是希望第一个就能知道，能与他一同承担。蒋长阳收到牡丹的目光，轻轻摇了摇头。只听蒋仲喝住，真的就要去请杜夫人红儿，回过头对着老夫人低声道：叫他来做什么？我不想看到他。老夫人抚着胸口，气息有些急促地道：到底怎样了？你倒是快说。
可是你也挨罚了。蒋仲还真不好说，被停职的人竟然是他，这个笑话大了。他当时跪在宫门口等了很久才得到皇帝的召见，他能说什么呢？太多的解释都不敢，只能说是误会，当时是有一小点争执，但是蒋长阳把老夫人气病这件事是子虚乌有，是有人捕风捉影，老夫人身体康健着呢，一直听不见上头的人发话，他很忐忑，很久才听到皇帝说，朕记得你昨日就请了假回家4级的，好像说你的三子也请了假。他满头大汗，忙道，那是宿疾，3、5不时总会犯一次，养上2日就好了，和这个真的没关系。圣上若是不信，可以让人去探寻。又是沉默，只能听见朱笔落在奏章上的沙沙声。他已经很久没有跪过这么长的时间了，腰膝竟然有些受不住，正在难过的时候，皇帝终于停了下来，命人赐坐他屁股，还没挨上袖墩，就听见皇帝说，你消息挺灵敏的，人缘很不错。哐当一声，蒋仲被吓得从袖墩上跌坐下来，他什么都不敢说，只是跪在地上一动不动。他能感觉到皇帝阴冷的目光从他的头颈上来回扫动，犹如最锋利的刀在上面冰冷地划过。他清楚地知道，这一位从一个普通的亲王子做到4王，又走到今天，有多血腥，又有多多疑。他竟然犯了大忌。良久，外头响起蒋长阳求见的声音，紧接着一身便装的蒋长阳走了进来，一言不发挨着他跪下。蒋仲当时想的就是完了，皇帝早就什么都知道了，打算好了的。皇帝冷冷地看着蒋长阳，把云孝子和几个人的奏折扔到他面前，你太让朕失望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蒋长阳说出的每一句话都让蒋仲由衷的害怕，如果不是因为皇帝在面前，他一定会扑上去捂蒋长阳的嘴，然后扇他几个大耳光子的。但是他不敢，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蒋长阳说着那些可怕的话。蒋长阳镇定地翻看完云孝子的奏折，然后对着皇帝磕头，臣没什么可说的，但凭圣上裁决。只是在这之前，臣有几点想不明白的，想请圣上替臣释疑，听完之后，但凭圣上裁决。皇帝淡淡地道，你倒是真的朝闻道，夕死可也。蒋长阳便将当日发生的事情大概说了一遍。从不听祖母的话，激怒祖母来说，臣是不孝的。但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孝呢？是看着祖母继续错下去，而不给他指正，把正义和正确的道理抛之脑后，顾全自己的名声和孝道好，还是应该顶着骂名，坚持正道？臣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正确的，臣只选择了自己觉得对的，哪怕是再来一次，臣还是会这样做。然后他添了一句，云孝子的话也不是全对，臣今日见了祖母，他老人家中气十足，还能理家事。皇帝冷笑，那么你翻第2本来看，说的又是什么？你又怎么说？蒋长阳再翻，上面写的却是说他与景王过从甚密。预感中，他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怪只怪方伯辉实在太显眼了。他想了很久，决定什么都不说。皇帝见他不发话，道，怎么不说话了？刚才不是还很有理由吗？蒋长阳苦笑道，算起来，这也算是事实，如今捉精的园子里头还有景王殿下卖的花酱呢。臣没什么可辩的，圣上圣裁即可。皇帝还未说话，就有人进来小声禀示，父子俩便在大殿里头跪了许久，一直到天将要黑时，里头方才来传话，让蒋长阳闭门思过1个月，不孝与景王过从甚密的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倒霉的是蒋仲，让他先把家事料理好，再来做其他事情，其实就是变相的停止。蒋仲很害怕，他觉得皇帝的眼睛无处不在，他做什么皇帝都清楚得很。看吧，家里面的事情好像都根本没瞒过。他又悲愤，怎么成了他的错，他成了大笑话。蒋仲沉默很久，方才费力地对老夫人说，圣上让大郎闭门思过1个月，让我先把家事处理好，再去做其他事情。他觉得很悲凉，什么叫做狡兔死走狗烹，约莫有点这个意思。老夫人闻言，捂着胸口猛地往后一倒，竟然是背过气去了。蒋仲慌了手脚，赶紧上前给他掐人中。蒋云清和蒋长义听说他们回来了，便也跟来打听消息，见状一家子都扑了上去，掐的掐，喊的喊，摸胸口的摸胸口，好一些才听到老夫人悠悠出了一口气。他还未开口，四周就哭成一片，好像他死了似的。牡丹和蒋长阳都被挤在了一旁，二人无奈地对视了一眼，都觉得有很多话想和对方说，却又因为环境不合适，便只能是一个站在一个的身边，静待事态发展。牡丹觉得2个人能这样肩并肩地站着真好，此刻她的心里觉得非常安宁和满足。蒋长阳也是这样觉得的。老夫人憋足了劲儿，脸涨得通红，才喊出一声并不算大声的喊叫，都给我闭嘴。
于是众人都关水龙头似的收了眼泪，除了蒋仲，他没流泪，但是他很羞愧，一直坐在灯影里，头也不敢抬。老夫人缓过气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犹如毒蛇吐信一般的咬着牙道：去请咱们家的杜夫人来。然后冷冷地看着蒋长阳，你得好生记着，你父亲戎马一生，吃尽了苦头，最后却是葬送在你这个忤逆不孝子手上的。明明是因为他的事情，蒋仲被停职，他却只是闭门思过1个月，两相一比较，多么不公平。虽然老夫人这话简直没道理，惹事的人并不是他，真正的罪魁祸首还没来，但蒋长阳还是选择沉默。这样的结局也是他没想到的。这个时候论谁是谁非又有什么道理？到了明日，说不定许多人都会说蒋仲因他而获罪，到时候他又挨家挨户的去解释吗？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反正在拜堂风波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好了的，人生不可能十全十美，有舍才有得，该付出的就一定要付出，虚名累死人。老夫人见他一言不发，以为他内疚了，自己占理了，还想再指责牡丹几句，发泄发泄心中的怒气。蒋仲实再忍受不住，觉得耳边犹如有几百只鸭子在叫，吵得他头昏脑胀。他疲惫地道：母亲，罢了，也不全是他的错，这一天不过是来的早点和晚点罢了。老夫人一怔，随即悲从中来，恨透了杜夫人，就是杜夫人撺掇他，故意设计让他想起给蒋长阳送红儿，这才惹出这场滔天大祸的。这个毒妇实在是太过恶毒了，这是巴不得家里所有人都倒霉，都死绝了，就剩着他们娘2个独占了这诸国公府才能满意呢。老夫人狠狠地蹲着拐杖，一叠声地问：杜氏怎么还不来？心虚了不敢来。蒋仲不胜其烦，这非要闹得全家上上下下都知道吗？已经够丢脸了，还要闹到什么地步？当下起身沉声道：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母亲您别管了。老夫人大怒：我不管，我才没管，这府里就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成了这个样子，还叫我别管。蒋长义柔声道：祖母息怒，父亲也是为了您好，您年纪大了，又有心计的老毛病，受不得累，您且先养着，还要您主持大局呢。老夫人心里才算舒服了点。忽然外头有人来禀，说是有几个往日蒋仲的袍泽弟兄听说了这件事，来看蒋仲。这几个人混到如今都算是权高位重的，白天也许不方便来，但是此刻天黑夜静，来探一探也是人之常情。老夫人眼睛一亮，忙道：到底还有几个有良心的，你快去和他们说说，想想法子，早日消了盛怒。谁知蒋仲已经起身走到门口，还是蛇身回来，让蒋长义出去送客，不见这几个人。白日皇帝不是说他消息挺灵通的，人缘真好吗？他此时再见这几个人，实在是大大的不妥了。蒋长义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老夫人沮丧地坐在灯影里，蒋云清握着帕子不敢说话，蒋仲的眉头紧紧皱成一个川字，气氛沉重而压抑。却没有人想到，蒋仲和蒋长阳自午间起就再也没有进过水米。牡丹走到蒋云清身边，低声道：让厨房弄点简单方便的吃食来，最好是汤面，汤水水的吃下去，胃里才会舒服。蒋云清恨不得早点离开这里，连忙起身去了。一直到汤面上来，杜夫人才姗姗来迟。她今日只是随便挽了个反碗髻，插了一对双股素金钗，穿着件翡翠色的披袍，内着银白小团花巴拂罗裙，脸上的妆容虽然很淡，但是同样精致。只是到底有些不同，整个人看着好似突然苍老了10岁。她面无表情地穿过众人，走到老夫人面前，对着老夫人要吃人一般的目光，淡定地施礼：媳妇见过母亲。又与蒋仲行礼：妾身见过国公爷。然后站定了，目光淡淡地从众人脸上扫过，落到蒋长阳的身上，一闪而过，却恨入骨髓。也只是瞬间，他就收回了目光，垂下眼帘，看着自己的脚尖，沉默而冷淡，再也没了往日的神采。在老夫人愤怒的要开口之前，蒋仲把面前的碗一推，使劲咳嗽了一声，止住老夫人，冷淡地看着杜夫人：叫你来，首先是要把映雪堂打扫出来，今夜大郎他们要在此安歇，其次是因为家中有些事情必须得理一理了，稍后把大家都喊到正堂前去，把严彪处置了吧。这个时候蒋长阳和牡丹都还在这里，自然是要歇下的。而严彪的事情也是早就晓得必须处理的，杜夫人都有心理准备，没什么反应，淡淡地道：但凭国公爷做主。言罢便要出门去安排人打扫房间，叫下人聚到正堂前去。蒋仲又喊住他道：对了，今日发生的事情你还不知道吧？杜夫人抬眼看着他，虽然没有问话，但其实也是向询的意思。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事情到底怎样了，是个什么样的结局。
但是因为蒋长阳和蒋崇回来的晚，紧接着又发生了老夫人晕厥的事情，他能猜到结果必然不好，但却不知道具体怎样。蒋仲的眼神让他害怕，他虽然还竭力让自己站得笔直，却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持多久。蒋仲轻轻地道：大郎要闭门思过1个月。杜夫人好失望，怎么只是这样轻松？怎么只是这样轻松？当然了，有蒋仲和老夫人这样护着，怎会不轻松？他心里有些悲凉地想着，表面上倒是很镇定，淡淡地道：这样就好，我要感天谢地，我今日在家中坐着，就生怕他会发生什么事，到那时我只有一死以示清白了。要把谎话说成真话，要别人相信自己的话，就只有自己先相信自己的话，说了是萧家干的，就是萧家干的。所以杜夫人说到一死以示清白的时候，2滴晶莹的泪珠跟着滴了出来，同时满脸的愤激之色。到了这个地步还不肯认，要一直死撑到什么时候？蒋仲沉重地叹了一口气，道：圣上说我管家无方，让我从明日起不必再管其他事情，先把家事理清再说。这就是报应。杜夫人有些快意，但更多的是害怕。圣意果然难测。到了这个地步，老夫人和蒋仲会怎么看他？他开始担忧独孤氏那个主意，把所有事情全都推到萧家头上去，能不能成？不是能不能成，是一定要成，不然他在这个家中再也没有好日子可谈了。蒋仲见他站在阴影里，脸色瞬间变了几变，猜不着他在想些什么，也懒得猜他想什么，便挥挥手：你去忙吧。他靠在几案上，沉默地看着一旁静静站立的蒋长阳，忍着心头的酸涩，苦涩地想，还好没有被一锅端了。这乱局他何尝不明白，早日定下继承人就没这么乱了。杜夫人快步走在庭院中，恨不得拔足狂奔。他有些狂乱地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哪怕就是蒋长阳什么事都没出也好呢，为什么会是蒋仲受到重罚？儿子给母亲请安。蒋长义悄无声息地从另一条小径突然穿行出来，还是一如既往的恭敬。杜夫人平息下情绪，低声道：是义儿呀，你从哪里来？蒋长义小心道：儿子是才奉了父亲之命，送几位世伯出去，还有就是让人把严彪和铁大娘门子一并送到正堂前去。铁大娘？为什么？杜夫人努力想保持优雅，但她简直不敢相信那粗粝沙哑的声音竟然是她的。铁大娘，那是她的陪房之一，处理严彪也就算了，可是如果当众处理铁大娘，那不是当众打她的脸吗？蒋长义摇头：儿子不知，早上儿子恰好请太医去了。杜夫人仔细想了想，算是明白为什么了。铁大娘一直管着中门那里的事情，蒋长阳和牡丹今日在外头站了半日，都没人理睬，无人递信进去，铁大娘失职了。她想仰天长啸，这是打算为蒋长阳和牡丹立威了。蒋仲，好得很。军棍击打在人的身上，发出一种沉闷的，但是却让人心惊的古怪的响声，一下一下仿佛敲在心上。牡丹站在蒋长阳的身后，微微把脸侧开，不想去看眼前这血腥的一幕。灯火通明中，诸国公府的100来号仆役分男女各站一旁，平声静气，都在盯着面前被打得血肉模糊，早就已经没了动静，只剩一口气吊着的严彪曾经风光一时，左右逢源的严大总管。命令是国公爷亲自下的。严大总管犯了被主的大错，情由不必很清楚，只要这罪名确凿就行了。国公爷要他们好好看着，被主的下场就是这样。身为国公府的下人，一切都要以国公府的安定团结为己任，不能搞破坏，不然就是这个下场。大家都噤若寒蝉。老夫人坐在中堂正中，闭着眼睛转着手里的念珠，低声念佛。蒋仲和杜夫人分坐在两旁，2人都是面无表情，只是一个的脸很黑，一个的脸很白。蒋云清低着头，默默绞着手帕，蒋长义悲天悯人，实在是不忍心看，但他还得随时警惕着，小声劝蒋仲：父亲，差不多了吧？再这样下去，怕是要出人命。蒋仲恨不得把诸如严彪之流的人全都打死了才干净，但他知道风口浪尖上是不能的。他淡淡的一颔首，蒋长义立刻问执行的人：还有多少下？执行的人忙道：还不到60。蒋仲府里惩罚下人用的不是平常的木杖，而是军棍，从来没有任何花式，一棍子打下去，保准痛得哭爹叫娘。此番蒋仲说的是要打满100下，就自然是要打满100下，不然人早就没命了。老夫人适时道：我年纪大了，见不得血腥的，我看差不多了，明日把他送交官府也就是了。这样子送交给官府，其实就是要他的命，还说得真好听。蒋仲点点头。
几个身强力壮的侍卫像拖死狗一样的把严彪拖了下去，几个妇人又拖出一个早已经吓得成半死状态的妇人来，按在地上掀开裙子要打板子。那妇人只敢小声的抽泣，全身像筛糠一样，白白的肉在灯光下格外扎眼。杜夫人再也坐不下去，霍得起身，一挥袖子，径自离去。蒋仲默然而疲惫地看着他的背影，到底手下留情，没有当众给他难堪。他长期在外，几乎没怎么管家里的这些事情。虽说男主外女主内，但后宅女主人发挥的功效也是不可忽视的，很多时候甚至严重地影响到男人在外面的事业。这么多年以来，他全身心地信任杜夫人，什么都交给杜夫人去做去管，他也一直做得很好，几乎是无懈可击。他和他虽然偶尔会因为孩子有点不愉快，但更多的时候都是很协调的。他要做什么，一个眼神他就明白，就会不遗余力地去做，做得很好。他对他就像是对自己一样，从未有过怀疑，从未想过会有这样一天。倘若没有这次事件，一切也还继续按部就班的转动，他永远都不会看出来这内里有什么不同。他不知是该感谢这次事件让他看清楚了他的真面目，还是该希望事情重新回到从前，这样的事情永远也别发生。相比较蒋长阳的桀骜不驯，皇帝的严苛冷漠，他现在最恨的人其实是杜夫人。20年来，他依仗的那根拐杖突然断了，他很不习惯，很不喜欢，很怅然若失。他骗他，背叛他，用了20年的时间编造谎言和假象，骗得他团团转。但他同时又在想，他以前真的全部都是欺骗吗？对他就没有半点真心吗？他还是不相信的。他看了看蒋长阳，是的，杜夫人有一点没有说错，一切都是从蒋长阳回来以后开始乱套的。他该怎么办？蒋仲表面上平静冷漠，心中实际酸楚难耐。他从来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以前阿优走的时候说，他只是占着一身蛮力和比谁都想活命的心情，刚好可以做了皇帝的狗罢了，而且是一条只会咬架的蠢狗。他不服气，他根本不了解他，但他是知道自己弱项的，他不会说好话，不会讨好人，他夹在母亲和阿优之间左右为难，两面不讨好，活得很累。每每看到人家婆媳亲密无间的时候，他就很羡慕。他怕皇帝，因为他知道他的一切都是皇帝给的，也随时都可以收回去。他做不到像别人那样阿谀奉承，左右逢源。他也曾试探着学，才说了一句好话，皇帝就似笑非笑地说，他也跟着变了。他只能是小心地守在自己的一片天地中，能不出头就不出头，尽量不得罪人。皇帝似乎对这样的他很满意，经常召他陪嫁，但就算是这样，他仍然整日如履薄冰。每当他觉得有点放心，有点高兴的时候，他就觉得皇帝在冰冷地注视着他，可等他一回头，却又什么都没看见。纵使过了这么多年，他也不能忘记那件事。他想，皇帝虽然表面上一直很大度，从来没提过，但实际上皇帝也从来没有忘记过。皇帝一直都是个记仇的人，多亏了杜氏，完全解了他的后顾之忧，让他根本不用操心家里的事情。每当他为难的时候，他也能想出办法来。他的心突然有些软，虽然他在这件事上做的实在过分了，但他也只是为了自己和孩子。女人怎么能不嫉妒呢？女人都是头发长见识短的，会犯错。不过他很清楚很明白一件事，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乱子，这个家不能再由杜夫人继续长下去了，不重新立威，不把家里的事物重新协调安置妥当是不行的，不然以后还有的乱。地上的女人发出一声声嘶力竭的惨叫，牡丹听得心惊肉跳，扯了扯蒋长阳，我们也走吧。他没有看惩罚人的兴趣爱好，特别是看打扮裸女人的爱好。蒋长阳便低声和蒋仲说了一声，蒋仲淡淡扫了牡丹一眼，什么都没说。蒋长阳示意牡丹跟他走，二人一前一后绕开人群，走到无人处，方才紧紧握住了对方的手。牡丹低声道，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非得逼着我们一起去看，把人打成这个样子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他很怀疑。蒋长阳爱怜地摸了摸他的头，打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短期内一定能威慑住许多人，至少下一次有人做同样的事之前，都会仔细考虑一下有没有承受的勇气。牡丹小狗似的朝他的掌心挨擦了几下，低声道，今天我一直很担心你。蒋长阳爱极了他的这个动作，他能感觉到他对他无限的依恋和喜爱。他带着满满的喜悦和暖意，低声道，我和你说过，让你安安心心等我的。你记着，我答应过你的话，就一定能做到。有很多事情根本不是他们能控制的。牡丹非常清楚明白这个问题，但是他很喜欢蒋长阳的这句话。
这句话给他一种感觉，他似乎是无所不能的。他宽厚的肩膀能够撑起他们的小家，能够为他撑起一片天，能够给他带来安宁的生活。好吧，现在还不算安宁，但总是能有的。映雪堂是蒋长阳小时候住的地方，外面种的都是梅花，这个季节自然无花可赏，只能看到绿叶。蒋长阳目光复杂地牵着牡丹的手，站在院子里左右张望。牡丹理解他的心情，便道：你领着我看看，我对你小时候住过的地方特别感兴趣呢。好。蒋长阳刚答应了，抬眼看到廊下挂着的精美宫灯，突然没了任何心情，转而低声道：你今天累了一天，明日一早还要赶回家去换衣服备礼，还是算了吧。从前已经过去了，再也回不来。好的，今天你受了委屈，你最大，你说了算。牡丹察觉到他突然低落下来的情绪，便牵着他的手一同往里头走。忽见一个美娇娘靠在院子门口，朝着他们笑，娇滴滴地喊了一声：奴婢给公子娘子请安。灯影模糊中，牡丹也没看清是谁，只被唬了一跳。这是要做什么？却见蒋长阳板着脸将手从他手中给抽开了，对着那女子沉声道：你怎么来了？怎么摸进来的？那女子方才敛了笑容，走过来行礼，换了男声道：夫人晓得今日的事情，心里很担忧。方爷打听了说没事的，但夫人还是不放心，让小的过来瞧瞧。夫人又担心娘子没衣裳换，让小的带了一套过来。牡丹接过包袱，不由失笑，这人不是顺侯又是谁？真是难为他了，难怪的上次吕方见着他，一心就怀疑是个女子，觉得他带了出去是惹麻烦呢。顺侯见他笑，也跟着陪笑，垂着两只手悄无声息地退下去。牡丹忙道：你去哪里？外头房门都关闭了的，你被人拿住怎么办？顺侯道：娘子放心，小的总有法子，总不能留在这后宅中落人口实。言罢迅速消失在阴影里。蒋长阳笑道：莫理他，哪里凉快他自会找地方歇着去。房内的装饰挑不出任何错来，被褥用具都是崭新的。在这方面，牡丹真的很是佩服杜夫人。只是所有下人都被带去前面看杀鸡了，无人伺候，更谈不上有热水什么的。眼看这一时之间是不能休息的，小两口便坐在窗下，小声说些悄悄话。牡丹将今日发生的事情说给蒋长阳听，提起老夫人的种种作为来，微笑着道：感觉他挺生气的，但还是一直忍着没发脾气。不过我想着你们要是再晚点回来，他始终会忍不住爆发的。也不知他怎么就能想出那些主意来，和个不懂事的孩子似的，对我来说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他和老夫人是犯冲，硬拼出火花，牡丹是软磨，这就是男人和女人间的区别。蒋长阳忍笑，他一定气的心都是颤的，怪你为什么不肯让着他，可你若是真让了他，他一定又会觉得你好欺负，没事儿都会找你的麻烦。多让他吃几次瘪，以后他自然轻易不会给自己找气受。牡丹低声道：你可真是哟，教着媳妇对付自家的祖母。蒋长阳低笑道：我倒是放心了，若是日后有事需要再打交道，你一个人过来也不怕你吃亏了。经过那么多事情，他怎会还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牡丹笑：我又不是吃白饭的，哪能事事总靠着你。他握了蒋长阳的手，低声道：正好的，你有1个月，咱们去庄子里住段日子吧。正好请了娘和义父一起过去团聚团聚。蒋长阳点头：行。因见牡丹眼神似有忧虑，遂笑道：你也莫替我担忧，我没事。等过了这1个月，你又要嫌我太忙了。他心里其实是担忧的。经过轰轰烈烈的拜堂事件，还有此番不孝事件之后，他不想出名也难了，这意味着很多事情已经不再适合他去做，这与皇帝的预期有很大的出入。事实上他也有所猜测，皇帝明面上好似是因为不孝此事让他闭门思过1个月，但实际上却不是这件事，而是指别的。那什么与景王过从甚密的说法很没根由，自牡丹花会后，非正常情况下他一次都没和景王来往过，为什么会突然冒出来呢？那是警告，他服逆了皇帝的意思。二人窃窃私语间，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听得外头有声响，有人低声说话。须臾，林妈妈轻轻敲了敲门。前头散了，国公爷请大公子书房说话，父子间这场谈话迟早要来。蒋长阳振衣起身：你先睡吧，不必等我。蒋长阳才去了不过1盏茶功夫，就有个丫鬟领着婆子送了热水来，垂着手，态度分外恭敬地问牡丹想不想用点什么夜宵之类的。牡丹见她眉清目秀的，长得虽然不出彩，却观之可亲，落落大方，打扮也不似寻常丫鬟，接赏钱时也不见有多欢喜，便上了心，笑道：你叫什么名字？那丫鬟笑道：
奴婢叫做采莲，原来是在老夫人房里伺候的。去年年初，老夫人把奴婢赏给了三公子，因今夜大家事忙，三公子恐照料不周，特为命奴婢过来伺候。少夫人有什么吩咐，只管与奴婢说。又是热心周到的蒋长义。牡丹笑笑，替大公子和我谢过你们三公子，我这里什么都不缺，你回去吧。又命林妈妈再给了一份赏钱。那丫鬟已经把人情带到，便也就不再勉强，屈膝行礼，悄然退下。牡丹自惯喜了，上床歇下不提。蒋仲端坐在书桌前，看着坐在他对面的蒋长阳，淡淡地道：自你入京后，也遇到了很多事情，该当知道这京中与边疆的许多不同之处。你如今也是成家立业的人，有些脾气还是该收敛一下才好，先稳住了自身，才能谈忠君爱国，报效国家。蒋仲每次要说什么话之前，总会有个冠冕堂皇的开场白，这一点蒋长阳早就已经习惯，遂点了点头，不发一言，静待他说出后面真正想说的话。果然蒋仲缓缓道：你将来有什么打算？总不能一辈子这样下去吧？那位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会儿看着四世风光的很，却不是什么好差事，到最后就没几个有好下场的，你当及时脱身才是。蒋长阳非常明白蒋仲的意思是什么，其实问的就是关于成爵的事情。对于内卫这件事，他自己心里有数，但他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和打算详细说给蒋仲听，他只是道：有些事情也不是我怎样想就能怎样的，目前我对现在的一切都还算满意，不想改变。倒是您该打算一下了。兴许您把有些话说清楚，人心安了，就不会再有这么多的烦恼了。说实话，这样再来上一两次，我只怕我还会忍不住不孝。蒋仲自动忽略掉他的难听话，试探道：那你？蒋长阳坚定地摇头。蒋仲沉默许久，才道：你不成爵，就是要眼看着这一家子人去送死。你二弟是那么个暴力不上进的性子，能不能改好又是另一说。你三弟是个软善性子，再说他那个出身，怕是镇不住的，迟早还得乱，再乱咱家就完了。他指的镇不住的人，自然是指蒋长忠和杜夫人。成爵，最后能不能成爵，能成个什么样的爵位，会是个什么下场都还不知道，一群人就为了这么一个虚无缥缈的位子斗来斗去。蒋长阳认为是可悲的，他也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义务去拯救这群人，他便淡淡地道：二弟不是才去军中吗？听说也是立了功的，他身上也算是有天界血脉，若是能历练出来，有那么亲戚辅助着，未必就不能承担大任。至于三弟，我觉得他不见得也不能承担这个责任。他垂下眼，微微一笑：我呢，自来不羁惯了，性子又冲动，一回来就一直在不停的惹祸，害得你们家中不和。如今终于算是把您给害到这个地步了，我怕再这样下去，最后罪魁祸首会是我。您还是别再勉强我了。蒋仲一听到他这话，心中就来气，还未开口，蒋长阳又道：其实最后还得看圣意，不是咱们想怎样就能怎样的。今日之事，看着似是圣意难测，但并不难测，万事都有其根由。蒋仲一时无语。出了这件事，儿子只是被象征性的惩罚了一下，他却负担了全部责任，这是不是说，其实是因为他没有儿子会揣度圣意，没有儿子会为人。他憋了好一些，才闷闷地道：那你说要怎样？蒋长阳道：我们难得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说一回话，我说了，您觉得有道理，愿意听的就听，不愿意听呢，就当风吹过，也别发脾气。蒋仲微微皱眉，耐着性子说：你说。蒋长阳道：急流勇退未知之机。蒋仲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句话，他忍不住冷笑了一声。他还这么年轻，才40多岁的人，让他退，让他一辈子就耗在这后院里头，他怎么甘心？辛苦这么多年，只是做个空头的国公，拿来做什么？蒋长阳见他还是这么一副不明白的样子，索性低声道：我在内卫中总有机会知道一些往事。崇圣寺中有座小楼，就是今年上元时咱们面圣的那座昙花楼，当年曾经住过一位女子。蒋仲猛地起身，急声道：别说了，那是他一辈子最难忘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午夜梦回之时，想起当时的场景来，仍然冷汗淋淋。蒋长阳叹了口气，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但圣上从来没有忘记过，不然他怎会突然去了昙花楼？您知道为什么身份最尊贵的那一位皇子，德行那么圆满，无懈可击，仿佛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为何还只是悬在半空中？您以为圣上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他耳聪目明着呢。蒋仲大口的喘气，耳边萦绕着蒋长阳的声音：
48节我都会回来尽人子的职责，但其他的您就别指望我了。此番的事情您为我奔波，我记情了。我和您说这件事，咱们也扯平了。蒋长阳见他脸色实在难看，起身倒了一杯茶汤在他手里，低声道：要不要我喊个人进来？蒋仲勉强聚其精神，费力地摆摆手：你走，你走。蒋长阳默不作声，转身离去。牡丹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忽觉身边的床铺微微一沉，紧接着蒋长阳的手臂就环了过来。牡丹迷糊着道：回来了？这都什么时辰了？蒋长阳低声道：3更已过，将近4更。哎呀，这么晚。这两父子不知说些什么。说到这个时候，牡丹翻了个身，将手搭在他的腰上，把脸贴上他的胸膛，低声道：有没有骂你？没有。睡吧，天快亮了，睡不了多少时候了，闭上眼，睡吧。蒋长阳抚着牡丹的背，哄孩子似的低声哄了几句，听见牡丹没动静了，也跟着闭上了眼睛。管他天大的事情，该睡还得睡。牡丹和蒋长阳去给老夫人辞行的时候，杜夫人没在老夫人身边，听说是病了。老夫人拈坏，明明知晓此刻杜夫人最不愿意见到的人就是牡丹和蒋长阳，偏假装什么都想不到似的，不怀好意的建议道：你们去看看他。蒋长阳不是喜欢看这种无聊热闹的人，牡丹更不想对着毒蛇似的杜夫人，那纯属浪费表情和时间。二人正想怎么拒绝，一夜没睡，黑着眼圈的蒋仲疲惫地道：时辰已经不早，他们还有事要做，耽搁不得。不是让闭门思过1个月吗？能有什么急事？依我说，就在这里多住些10日，丹娘昨日伺候的我很舒服。老夫人很不高兴，都到了这个时候，蒋仲还护着那个绞家精。按他的想法，就算是顾着前情，不能把杜夫人给休了，也要搔搔杜夫人的脸皮，怎么让杜夫人难过就怎么做，好叫杜夫人刻骨铭心一回。做了这种不顾死活的丑事，害了一家子，不但不来赔礼道歉，还躲起来装病。自己伺候的他非常舒服，是为了气杜夫人吧？牡丹忙道：禀祖母，昨日孙媳妇就和您说过的，要去参加一位故人的喜三宴。这不，礼品都还在家中，没收拾出来呢，又要写礼单，又要寻盒子，媳妇还得换衣服，不能丢了家里的脸。蒋仲松了一口气，看来这和事还算懂事，没想跟着一起搅。可圣上不是让蒋长阳闭门思过吗？他还要到处乱窜。蒋仲沉重地叹了口气，低声道：刚刚出了这种事，能够不出门最好就别去。他若是知道牡丹是要去景王的外室那里，恐怕会被吓得坐立不安，一定会极力阻止吧。蒋长阳不以为然地敷衍了一句，带着牡丹行礼告退。老夫人心疼地看向蒋仲：你也别太担心，等过些日子，圣上息怒了，自然会重新启用你的。蒋仲不敢和他说实话，只得苦笑一声，敷衍道：也许吧。老夫人便和他商量：我想了大半夜，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年纪大了，你两房妾室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云清丫头又脸嫩，都不适合管家，不如让一儿早点成亲吧。蒋仲默了片刻，点头同意了。我这就去和他说。忽然听得外头一片脚步声乱响，百香满脸惊恐地流着眼泪跑进来，啪的一下跪在二人面前，颤抖着嘴唇道：不得了了，夫人悬梁自尽了。蒋仲和老夫人都被吓得手软脚软，同时道：怎样了？怎样了？百香道：幸亏的是发现的早，灌了姜汤，醒了。奴婢不敢让人知晓，让松香守着，奴婢就赶紧过来报信了。你做得很好。蒋仲不由多看了这刚被自己惩罚过，脸蛋还肿着的丫头2眼。这种事情若是传出去，国公府的人都没脸出去走动了，这丫头行事很得体，一哭二闹三上吊，已然哭过闹过，这便该上吊了。一听说人没事，老夫人松了气，就开始冷笑，这是没招了，便板着脸道：好好的，他上什么吊？真要想死，干嘛不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死，偏要等到人都在才死。百香犹豫片刻，低声道：早上起来还好好的，后来说想吃燕窝粥，松香去厨房没拿来，又听了几句闲话。夫人平日虽然和气，实则心气还是很高，听了闲话就想不通了。昨天还在呼风唤雨，今日就被人踩踏了，哄谁呢？谁知这闲话是真的还是假的？说不定也是自编自导的。心气高，那就是说平日的谦逊和气都是装的喽。老夫人现在怎么看都觉得杜夫人嫁，当下也不耐烦去看杜夫人，冷眼看着蒋仲道：你自己娶进门的媳妇，你自己去教她什么是妇德，真要闹得和府不得安宁，败家了她才满意。蒋仲无话可说，自去了。百香是早得了吩咐的，便跪在老夫人面前哭求。
求老夫人息怒，好歹去看看夫人吧。他说他委实冤屈，连您都恨上了他，他觉得没活头了。他兴许有做得不妥的地方，可他待您委实是一片真心呀，这是日月可见的。这便是婉转地提起当初的割肉事件了。老夫人沉默许久，道：非是我忘了他的好，而是他这次做得太过分了。他犯了错，却不肯认错，还这样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我是对事不对人的，此风绝不可长，不然一个个都跟着学，要乱套了。坚决不去。百香无奈，只得回去复命。却听老夫人又在后头道：你告诉他，他若真是想要家里人还记着从前的情分，就安安分分的，不然休怪我不念情分。却说蒋仲到了杜夫人房里，但见杜夫人妆也没化，散乱着头发，脸蜡黄的仰面躺在床上，紧闭着眼睛，泪流不止，脖子上还留着触目惊心的一道红痕，手里紧紧攥着一封信。他过去拿来看了，却是蒋长忠写来的。到底是多年的夫妻，明知他不会是真的想死，可看到他这副惨样，就算是有装的，最起码也有8分是真的惨。蒋仲有再多的愤怒，此刻都没法子说出来，只默默往他床边坐了良久，方道：你这是何苦？杜夫人不语，也不睁眼，只是眼泪越发流得厉害了，几乎是以泪洗面。你也不用这样寻死觅活的，下午我让人去请你哥哥过来，咱们当面说清楚。蒋仲突然发现杜夫人手腕上戴着的金镶玉镯子是自己原来送她的，她已经多年没戴，说是年纪大了，花饰太嫩。这会儿见她突然翻出来戴上，心里颇有些说不出的滋味。不知杜迁有没有把推给萧家那件事办妥了？他要和杜迁说什么？杜夫人有些害怕，嘶哑着嗓子流泪道：有什么可说的？我已然人老珠黄，儿子也不争气，对你和国公府没用了，反是障碍。你们说是怎样就怎样，我都认，全是我的错，只求你念着昔日的好，对钟儿多一分怜悯，让他有饭吃有衣穿。蒋仲的心情万分复杂，难以言表，长长叹了一口气，痛苦地揉了揉太阳穴，疲惫地道：我岂是那等无情无义之人？若非你此番做得太过，我……杜夫人突然翻身坐起，眼泪连连地朝他扑过去，紧紧抱住了，肝肠寸断地哭道：阿仲，阿仲，我冤枉，我真的冤枉，你不能这样对我，我心里难受，恨不得死了才干净，我以后再也不和你吵了，你说怎样就怎样，你知道我愿意为了你去死的。蒋仲的体内有2个他，一个让他抱住杜夫人安慰他，另一个却理智地告诉他，他应该有所保留。他任由杜夫人抱着坐了一会儿，到底起身硬着心肠道：你好好歇着吧，这事情我自会做个了断，你若真是无辜的，冤枉不了你，钟儿该有的少不了，不该有的也得不到。眼看着蒋仲离去，松香同情地看着杜夫人，夫人这一次可亏大了，闹了这么一大场，什么都没得到。却见杜夫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来，转瞬不见。然后杜夫人竟然安安心心地睡着了，全然不似昨夜那般翻来覆去，恨不得把头发揪光的样子。百香却是冷眼看着，杜夫人最起码已经又讨回蒋仲一半的原谅了，果然没有多少时候，厨房就送来了最好的燕窝粥，还连连赔礼道歉。杜夫人没吃，安安心心地躺着睡觉养颜。下午时分，听说杜迁来了，与蒋仲在书房里关着说了将近1个时辰，又特意去和老夫人赔礼道歉，又来看他，他羞愧地捂着脖子不见。杜迁站在屏风外头狠狠骂了他一顿，骂得他眼泪连连，泣不成声。这回倒是老夫人出声相劝了，让杜迁别骂了。紧接着老夫人又进来看杜夫人，说是冤枉了他。杜夫人谦卑地接受了老夫人的慰问，内心得意万分，这定然是事情办妥了。果然稍后就传来风声，倒是杜迁做了2件事。第一件事果然把这事儿推给了萧家，有证据有真相，包括蒋长阳与景王过从甚密那话都是和萧家有关的。第2件就是杜迁保证会替蒋仲设法争取早日回去，但蒋仲的态度有些模糊不清，可老夫人却是真的动心了，所以才会有了后来老夫人来看他那一件事。但最该出现的蒋仲没出现，他一直等到傍晚蒋仲才来，没说冤枉了他的话，也没表现出想要利用杜家的关系赶紧回去的意思，而是非常镇定地通知了他2件事。首先是他会给蒋长忠3年的时间，和杜迁尽力培养蒋长忠，看蒋长忠的表现。其次是今年就把萧雪溪和蒋长义的婚事办了，迎娶萧雪溪过门，到时候帮他理家。第一件事很好，最起码蒋长阳不是最理想的人选了，蒋长忠的机会非常非常大，杜夫人几乎已经确定这世子之位是囊中之物。但第2件事很不好，为什么已经证明是萧家干的，还这么着急的把萧雪溪娶进门来，还要分了他的权？这是什么意思？蒋长义也有机会吗？
他猜疑地看着蒋仲，意识到一个可怕的事实，他虽然妥协了，但他已经不再信任他。牡丹到时，丰乐坊秦三娘的宅子前头已经停了好几张款式普通之极的车，除了这一点以外，与上次他来时没什么区别，一样的安静，根本看不出是在办喜事。但牡丹走到大门处，才知并不是那么容易进去的。不见秦三娘下的帖子不许进，进去了也有专人领着，直奔秦三娘的居处。秦三娘住的是一幢2层的小楼，为数不多的几个女客在楼下喝茶吃果子，低声说笑，见牡丹进去都停住了，望着牡丹微笑打招呼。牡丹笑着行礼，算是与他们见过了。待到坐下后，她放眼一看，竟然全都是年龄与她差不多的年轻妇人，穿着打扮有新潮华丽的，也有普通朴素的，但都显得很有教养。其中有一个稍微年长些，总照顾他人，看着似是行使了半个主人职责，姓周的妇人。牡丹依稀记得，似乎在去年与何志忠饯行时，曾经见到过与秦三娘在一处。因为与牡丹不熟悉的缘故，这些妇人都不再说悄悄话，而是低声说些吉利话。牡丹不由暗猜，他们应当都是和他差不多的人，表面上都是和秦三娘私交较好，实际上都是因为特殊因由。接着就有一位打听他的身份，牡丹谨慎地回答自己姓何，其余一概不提。那些人听了也只是笑笑，纷纷说了自己的姓氏，然后也不提别的。须臾，阿慧下得楼来，笑眯眯地与众人行礼致歉，表示及时未到，还要再候些时候。众人便猜是要等景王来，都笑着说没关系。阿慧便上前去引牡丹上楼，牡丹谨慎地看了其他人一眼，她不想表现得与众不同。那姓周的妇人见状便笑，大家伙都是见过了的，只有您来得迟，没见过。言下之意便是他无需顾虑。牡丹一笑，也就跟了阿慧上楼。秦三娘的房内并没有通常产妇所在那股因为密不透风而产生的味道，空气很洁净。绕过一道素屏风，秦三娘躺在一张白檀香木大床上，精神抖擞地望着牡丹微笑，柔声道：你来啦，还以为你不会来了。竟是仿佛知道了昨天的事情。牡丹笑道：这是大喜事，既然知道了，无论如何都要来恭贺的。秦三娘含笑点点头，刚才他们把你送的富贵平安给我看了，我非常喜欢，想来殿下也会非常喜欢。景王自己有嫡子，不需要那么多有野心的女人和儿子，宠你用你是福气，安分守己也是本分。牡丹看着秦三娘，但见秦三娘眉眼里都是浅淡的笑容，看着好似非常满足的样子。她不由得想，现在是满足的，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怨恨。正说着，一个穿着件宝蓝纱襦，系16红巴弗罗裙，很胖很壮，皮肤有些发黑的妇人，怀里抱着个大红织金锦缎的襁褓，从帐幔后头绕过来，笑道：三娘，这孩子胃口真好。秦三娘的眼睛笑成弯月亮。阿姐，你别总惯着他，小心抱成一个落地想去，放下就哭，我可没精神和他淘气。那妇人道：这么多人围着，我要抱抱都要说半日，用得着你随时与他淘气吗？语气非常不客气。牡丹吃了一惊，难道是段大娘吗？果然，秦三娘笑道：这是我大姐姐段大娘，也就是卢武的娘。她听说我有身孕，放心不下，特意抛下生意来看我。然后又笑对着那黑胖妇人笑道：阿姐，这就是丹娘了。听说你很久了，可惜不曾赶得上你大喜。段大娘方才把新生儿递到保姆怀里，转身与牡丹互相见礼坐下，然后指着秦三娘不客气地道：一辈子操不完的心，我曾发誓说再不管她的事情，到底是又食言了。言下之意很不赞同秦三娘在做的事情。阿姐。秦三娘的眼圈微红，表情有些尴尬。段大娘叹了口气道：罢了，你也是做娘的人了，我不当着你儿子的面说你。牡丹有些尴尬，幸亏段大娘很快就不再说这些让人不自在的话题，而是风趣地与牡丹谈起旅途中的一些见闻来，又问牡丹和志忠他们可还好，家里的生意如何等等。牡丹也就向他打听江南那一片的牡丹花形势如何。段大娘微微笑道：说起牡丹花来，我此番与一位杭州的老友同行，他是个爱牡丹花的，打算在那里建个大园子。此番是特意上京中来求名品名将的，你若是方便，过几日让他去你的园子里看看，你看如何？牡丹立刻意识到了其中潜在的商机。他曾经梦想过有一天能够把他种的牡丹花输送到大江南北，没有想到这个机会竟然这么快就来了。他立刻笑道：没什么不方便的，在乞巧节以后过来就行。时近午间，阿慧有些焦虑地道：吉时快到了，喜儿汤已经熬好，厨下酒席也置办好了，但是景王还不见来。秦三娘淡淡地道：兴许是有什么要紧事情给耽搁了，
无妨，吉时一到就喜儿撒钱开席，脸上半点不高兴和失望都看不出来。段大娘不赞同地看了他一眼，有些生气地道：我来主持吧。忽见一位嬷嬷笑眯眯地走上楼来，在门口站定了，笑道：恭喜夫人，府里让人赏了90金帛过来，人马上就到，殿下那边也让人过来传话了，倒是要领着几位好友一道过来，马上就到，让厨下的酒食做得精致些。秦三娘表现得很是欢喜，忙道：快扶我起来，下楼去接。说着果真要穿戴了下床，阿慧又心疼又高兴地替她取出衣服首饰来，替她装扮。众人忙成一团。府里指的不会是别处，肯定是景王妃了。看来秦三娘的存在对于景王妃来说根本不是秘密，让人赏90金帛过来，是当众承认了秦三娘母子的存在，同时也昭示着她这个主母的存在。而景王要领着他所谓的好友过来主持喜三宴，更好像是很重视一般。秦三娘表现得非常欢喜，实际上真的欢喜吗？兴许真正欢喜的人只有景王一个人。牡丹觉得好别扭，但这就是秦三娘的生活，她不是段大娘，没什么权利说三道四。要做一个讨主人喜欢的客人，她打起精神来，脸上堆满了笑容，与众人一起看热闹。景王妃送过来的金帛酒食很丰厚，除了赏了特制的喜儿钱以外，又另外赏了秦三娘全套纯金首饰和金泥布料若干，来人说话行事也很客气，当着为数不多的几个客人的面，给足了秦三娘面子。稍后，满脸喜色的景王又被几个男客簇拥着过来，在一片恭贺声中，热热闹闹的用桃根、李根、梅根熬成的喜儿汤给新生儿洗了澡，重新用景王妃赏的小被子给裹了，抱给众人看过，说了吉利话，欢笑一回，然后各自入席。牡丹心中牵挂着还等着他一道去楚州后府的蒋长阳，待到有人一开头告辞，他就立即起身去与秦三娘告别。秦三娘的房里静悄悄一片，她本人正坐在窗前往外头看，听见声响，回过头来，脸上习惯性的堆满了笑容，看到是牡丹，甜笑变成了微笑。要走了？看她这表情变化，看来也不是真的那么开心。牡丹点点头，委婉道：虽说你身子强健，但还是该注意一点，好好养着，能够不操心的事情就别操心了，身子是自个儿的。秦三娘沉默片刻，小声道：谢你关心了，早些回去吧。殿下适才让人来说，府上那件事他都知道了，让你们放心。牡丹默了默，道：我今日来不是为了昨日那件事，是真心来恭贺你的。秦三娘盯着牡丹看了一回，突然笑起来，笑容流光溢彩的。瞧，我先前说以为你不会来了，是因为怕你们怕了，这会说让你放心，你却说是真心来恭贺我的，咱们有误会。牡丹沉着脸认真地道：我们没误会，怕是肯定怕的，趋吉避凶是人的本能，谁能不怕呢？但恭贺也是真心的。你忙着，我告辞了。你慢走。秦三娘行礼与牡丹别过，目送牡丹走出。阿慧从后头绕出来，小声道：三娘好像和夫人生气了。秦三娘摇头，她不是小气的人，她只是想和我说，她家不是唯利是图的人，我看低了她，或者说是景王看低了他们夫妇。牡丹从秦三娘的宅子里出来，车行不远，就看到顺猴儿在前面路边上站着东张西望的，一看到他的车就眉开眼笑的跑过来。这边走，将军在东门外头候着呢。没有多少时候，与蒋长阳碰了面，牡丹将今日的情形说给他听。蒋长阳认真的听着，听他说到与秦三娘最后说的那一席话时，显得很是高兴。你说的很好，如果我在，我也是要这样说的。牡丹见得到他的肯定，心里也欢喜。段大娘说要介绍一位杭州的客商去方圆里头看牡丹花，我答应让他去看，也许会谈成一笔生意，你觉得妥不妥？要是觉得不妥，我便酌情处理。到底是与景王有关的人做了这笔生意，会不会与蒋长阳惹其他麻烦，他不确定。蒋长阳看着牡丹笑而不语，牡丹被他笑得有些不自在，忙整了整衣衫首饰。你笑什么？可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蒋长阳却下了马，进了车中，拥他入怀，低声道：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再妥当也不过了。等人到了，先看看情况，再定也不迟。他是没有想到牡丹会这么快就学会了多想多看多问，最主要的是他心里虽然很想做那笔生意，但他最先想到的人是他。还有什么比发现自己在爱人心目中最重要更让人欢喜的呢？牡丹不知他怎会突然间如此热情，只在他怀里静静地扶了片刻就推他。怪热的，马上要到楚州后府啦，弄乱了我的妆容，只怕人家要说我无礼。等会儿人家看见你有马不骑，非得与我挤一张车，又不知要说什么。后面这句话是说给坐在外头的林妈妈听的，
新婚不过几日，林妈妈却已经在他耳边灌输了无数的要让男人在外面特别有面子的话。蒋长阳朝他额头上揪了一口，含笑下了车，重新又骑上了马。待要到楚州后府附近时，前面却堵了车。蒋长阳使人去瞧是怎么一回事，倒是前头有位贵人的车架被冲撞了，这会儿正当街鞭挞人出气呢。蒋长阳挺无奈的，这种事情虽然不是经常发生，但每次一发生，总是非得整出点动静来。急也急不得，这路上的车马堵得不少，看样子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了，还不知要等多长时候。便叫牡丹下车，走路过去，让车夫和个小厮留在后头，等道路疏通了，才将马车赶过去不提。看热闹的人真是不少，那位打人的理直气壮的，手起鞭落，半点都不含糊，被打的则是护着头脸，嚎啕大哭。而那一位被冲撞的所谓贵人，端端正正地坐在檐子正中，满脸是笑，聚精会神地观看打人，不时还和身边的婢女指点一下，显得格外精神兴奋。却是很久不曾见面的清华郡主。她已经不似从前那般丰满靓丽，素着脸也敢摆出我就是天下第一美人的气势来。现在的她清瘦了不少，扮相却是华贵繁复了几倍。牡丹觉得她身上有一种东西已经流逝，再也找不到了。例如那种不可一世的骄傲和自信，从前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现在是装的。真的骄傲和自信的女人，用得着在大街上以欣赏他人的痛苦为乐吗？蒋长阳的个子高，清华很容易就发现了蒋长阳和牡丹。看到二人并肩而行的背影，他刚刚得到的欢乐瞬间变了味道，兴趣大失，阴沉着脸道：走。众人不敢违逆，一群人匆忙扔了那个挨打的可怜人，忙着驱散人群，再次抬起了肩舆，继续往前。牡丹与蒋长阳前行没多远，就被清华郡主的车架越过了，眼睁睁看着清华郡主的车架进了楚州后府，二人哭笑不得的对视一眼，这可真是流年不利，两下一撞见了必然尴尬的，还要不要进去呢？蒋长阳微微一侧头，示意牡丹大胆地往前走。怕什么？难道以后见着了他都要退避三舍吗？没这个道理。走，咱们又不是去他家。入内，早有潘荣的小厮奉命在外候着的，一看见二人来了，立即引了二人往园子里的水榭上去，连连告罪。适才突然来了一位客人，推拒不得，世子爷命小人先引二位到水榭上去避暑散热，他一得了空就过来。二人心领神会，晓得那不可推拒的客人自是清华郡主了。潘荣其实也多长着个心眼，生怕他们遇上尴尬呢。蒋长阳笑道：不碍事，我一路行来确实热了。二人在水榭上做了盏茶功夫，远远瞧见白夫人扶着撵玉走了过来。牡丹立即扔了蒋长阳，往前去接白夫人。这日头这么大，你身子不便，就别来回奔波了，累着了不是耍处。白夫人笑道：哪儿就那么娇贵了，我每日总要走上好几圈的，你将来也要注意着。牡丹微微红了脸，顾左右而言他：不是说有客吗？你不需要照管他，我们是自己人，不要紧的。阿景呢？阿景在他祖母那里睡午觉呢。白夫人将手中的素纱团扇使劲扇了几下。你知道我家这位客人是谁了？牡丹点头。来时路上看见了，倒是有人冲撞了他的车架，命人将人按在路上鞭打，多少人围着看，把你家门口的路都给堵死了。只当时没想到是来你家的。我记得他自从马上摔下来后，就再也不似从前那般爱出门，我就只遇到过他2次，他也就那点欺软怕硬的本事。白夫人不屑地将扇子微微一扬，快步走入水榭中，低声道：别说你没想到，我也没想到，还是来找我的，问我知不知道那马眼的事情。见牡丹和蒋长阳都有些尴尬，忙笑道：不碍事，他以为是刘畅托了潘荣赎出来的，却又不肯好好和我说，偏来故作好心的提醒我。潘荣急了，正和他在那里斗呢，我听不下去，便装着身子不舒坦过来陪你们。却说清华郡主风闻这马眼许久了，几次去寻都被马眼油滑无比的给避开，一口气噎着没法散出来。此番骤然听说马眼被潘荣给赎出去了，便想着最近潘荣与白夫人蜜里调油似的，怎会突然赎这么个歌姬出去？分明是替刘畅打掩护。可是他手里没证据，楚州后府也不是刘畅私下里买的那个宅子，不是可以随便乱来的地方。他若贸然找上门来，定然又是落得比上次还不如的下场。思来想去，就想到这个主意，借白夫人的手把这马眼给赶出去，然后他再来捡个漏。所以他来寻的人并不是潘荣，而是白夫人。可刚说了没2句，潘荣就从外头进去说他自己不好，所以见不得别人好。清华郡主气得要命，二人一架就吵了起来，冷嘲热讽的，谁也不让谁。蒋长阳起身与白夫人行礼：
是我们给你们惹麻烦了，就让人直说是我熟的人就好。白夫人心情很好地道，这般客气做什么？潘荣已经让人去请刘畅了，你们难得过来，等他们走了，好好做上一桌子菜，好生说说话。蒋长阳道，既然来了，饭是一定要吃的，只是我们打算把人接回去，还要烦劳弟妹让人去通知马眼一声，让他收拾收拾。白夫人微微皱起眉头来，这会儿你们就把人领回去，不妥吧？牡丹和蒋长阳对视了一眼，无奈的一笑，所有人都知道了昨天发生的事情。白夫人断然道，要接回去也不是这时候的事情，等过了这几日，我按理让人送过去。忽听清华郡主的声音远远响起来，白阿欣，你也是女人，你我当年也曾一起喝过茶说过笑，我什么地方得罪过你了？我不舒坦，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当心得报应。三人吃了一惊，抬眼朝来生处看去，只见清华郡主满面怒色，扶着个婢女，从园子那头的小径上一瘸一拐的快步走过来，身后还跟着气得跳脚，又拿他没法子的潘荣。白夫人淡淡的看着他，一言不发，一副我懒得同你讲，和你讲也讲不通的模样。倒是牡丹听到清华郡主这话实在不过耳，便要开口说话，白夫人暗暗握紧他的手，示意他别管，低声道，不干你们的事，他这是冲着我来的。潘荣恨得要死，不管不顾地道，你在乱说，休怪我不念往日之情，都和你说了几遍，和刘子舒没关系，你听不懂人话吗？清华郡主气愤得无以复加，一眼看到旁边立着的蒋长阳和牡丹，不由又气又恨又尴尬，立时闭紧了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想过来也不是，想走更显得他怯了牡丹似的，在原地站了片刻，脸上慢慢堆起了笑，慢慢走了过来，看着牡丹道，这不是丹娘吗？你怎会在这里？牡丹笑道，出门访友。清华郡主竭力保持着风度，走到水榭中坐下，目光在蒋长阳和牡丹身上来回逡巡，以胜利者的姿势不怀好意地道，听说你大喜，我本想送一份贺礼的，但子舒说不太妥当，故而没送。你若是不介意，我改日补上一份，但愿你这回琴瑟和鸣，长长久久的。牡丹到此确定，清华郡主完全变态了，果然是需要到处找平衡找自信。他正要开口，忽听蒋长阳一本正经地道，谢郡主好意，凡事都讨个好彩头，贺礼也不是乱收的，您的贺礼留着自用吧。潘荣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清华郡主张了张口，看看众人忍笑的表情，方知自己早成了众人眼里的笑话，愤怒无比，挖心挖肝的疼。静坐了片刻，冷笑一声，拂袖而去。潘荣叹道，这回惨了，我们全都把他给得罪了，这回回去后不知要想个什么主意来报复我们呢。然后去撞蒋长阳的肩头。蒋大郎，我不管，你欠我家一个大人情。蒋长阳一肩膀将嬉皮笑脸的潘荣撞了开去，笑道，我这些日子正好有空，带过了冯王妃的宴会，请你们去方圆住些日子如何？好呀，好呀。前些日子我还说，这天气太热，不如去庄子里住着消消暑，奈何家里总说就是我与阿欣去太过冷清，也担心阿欣禁不住颠簸。反正阿欣也要去参加冯王妃的宴会，你们留我们住下，自是求之不得。潘荣一边欢欣鼓舞的叫，一边偷偷看了白夫人一眼。白夫人低头玩弄着扇子的流苏，并不理睬他。潘荣不露痕迹地往他身边挪了挪，闲着脸道，阿欣，依我说，我们不如早点过去更妥当，这样你可以多休息几日，等到正式宴会那一日，你就精神了。白夫人道，我要带阿景一同去。潘荣为难地摸了摸头，终究是道，好。然后有些尴尬地看着蒋长阳和牡丹解释，阿景的祖母担心他缠着阿欣，影响阿欣休息，所以拘着他。然后同撵玉道，去同老夫人禀告，就说阿景的蒋家大伯来了，让他一醒就过来见客。牡丹听这意思，好似是白夫人与楚州后夫人又因为潘景的教养问题闹矛盾了。不过所幸的是，从前白夫人是孤军作战，现在有个潘荣帮着她了。若非如此，白夫人也不会这样同潘景提要求。固然婆媳矛盾不好，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二人的感情却似是提升了层次，所以牡丹还是很替白夫人高兴的。没有多大一会儿，撵玉和一个穿蓝色短襦的陌生妇人一道陪着潘景过来。潘景看到牡丹和蒋长阳就羞涩的笑，无论牡丹怎么逗他，他都靠在白夫人身边，紧紧揪着白夫人的衣服不动弹，也不叫人，就是抿着嘴笑。撵玉回道，在碧纱橱外头听见里面静悄悄的，都以为他是睡着的。老夫人听见奴婢的回话，叫乳娘进去一看，正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帐顶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醒了的，难为他一直不动。白夫人严厉地看了那妇人一眼，轻声问潘景，
既然醒了，为何不叫乳娘？潘景小声道。我不想睡，一直没睡着的。和祖母说，祖母说该干什么的时候就要干什么，不想做也得做，习惯了就好了。好好的孩子养成这样害羞内向拘谨的性格，真的是因为害怕随了潘荣的性子，又出一个浪荡子，所以从小就这样框着吗？白夫人心里非常不舒坦，却还是放下此事，低头温柔地劝潘景，这是给你小人偶陪你玩的丹姨呢，还记得吗？你若是肯叫他和大伯他们，就邀请你去他们家庄子里玩，可以骑马，可以和大黑狗玩，还可以在河里捞小鱼，他家还有好多好吃的，你想吃什么都可以给你做哦。潘景犹豫了许久，方才低着头小声道，丹姨，大伯。潘荣夸张地将一只手罩住耳朵，侧头对着他道，你说什么？我们听不见呀，大声点儿。白夫人就鼓励潘景，你看爹爹都说听不见呢，叫给他听听，让他知道你的声音有多大。潘景偷看了牡丹和蒋长阳一眼，红着脸鼓足力气大声道，丹姨，大伯。众人便纷纷夸赞他。蒋长阳走到潘景面前蹲下，平视着他的眼睛，温和地道，阿景叫得真好，大伯正是邀请你跟着你爹娘一起去我们家庄子里玩，好吗？潘景红了脸，转身要往白夫人怀里扑，白夫人将他拉过来，面对着蒋长阳，低声鼓励道，阿景，大伯当你是大人了呀，娘和你说过的，别人邀请你去他们家玩的时候，你要怎么做？潘景看着蒋长阳，蒋长阳仍然耐心地蹲在他面前，和气地看着他微笑，他终于板起小脸，严肃地对着蒋长阳道，谢谢大伯，阿景一定会去的。蒋长阳像对待大人似的，轻轻拍拍他的肩头，笑道，阿景真是懂事，真有礼貌。潘景害羞地微笑起来，神态放松了许多，不再像适才那么拘谨了。牡丹含笑看着这一幕，觉得自己有很多东西可以跟着白夫人学习，而蒋长阳对待潘景的态度，则让他对新生活更加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他和他一定能把小家建设得很好的。潘景放下拘谨后，很快露出了儿童的纯真和可爱，爬高下低，和牡丹躲起了迷藏。在经过接连几次失败之后，他甚至试图藏到白夫人的裙子里去，被潘荣提着衣领扔了出去，又被蒋长阳在半空中给接住了。他兴奋得满头大汗，缠着潘荣和蒋长阳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那二人嬉笑着将他扔过来扔过去，他发出一声声快乐的尖叫。那穿蓝色短襦的妇人吓得脸色煞白，去和白夫人低声道，夫人劝劝吧，要是有个闪失什么的，可不是耍处。白夫人淡淡地道，他是个男孩子，不是个女孩子，出了事情由我兜着，不会牵连到你。遂不再理会那妇人，摇着扇子和牡丹低声道，这会儿才好歹有点孩子的样子，以前还没什么理由可以把孩子一直拘在身边，现在我身子重了，理由一大把，就是不让阿景跟着我们一块儿。原来的乳娘也给辞了，说是太娇惯，换了这个来也说不出什么地方不好，就是感觉不好。他苦笑了一回，我不是娇惯孩子的人，但也得看场景吧，不是什么时候都严厉就好的。潘荣似有所感，有些忧郁地回过头来看了白夫人一眼，讨好地对着她笑。牡丹看在眼里，便劝她道，总会越来越好的，你看现在比起从前来，不是就好得多了吗？有事还是应该多与他说，多一个人多点法子，别总一个人闷着，对大人和孩子都不好。要是想陪孩子，就多往那边走动走动，为了孩子脸皮厚点也没什么，总不能把你赶出去不是。有母亲在身边，孩子的胆子总是要壮一点的，学什么也要快一点。白夫人默了片刻，笑道，我算是知道为何喜欢和你说话了，无论什么事情听你一说，就感觉都有办法，不是问题。忽见一个小厮过来行礼道，刘四成来了，听说郡主已经走了，仍说要进来与夫人赔礼道歉。潘荣笑道，罢了，要他赔什么礼道什么歉，别见了面又扯不清，你们坐着，我去一趟。言罢跟着那小厮去了。众人都以为他不会去太久，谁知去了2盏茶的功夫，仍然不见人归来，使了个小厮进来道，跟着刘四成一道去了。刘四成来时，那位冲撞了郡主车驾的还躺在街上哭嚎，许多人围着看热闹。他觉得不妥，倒是趁着天色早，请世子带2个人手出去帮帮他，将这人送到养病方中去，请医博士过去看看，把伤治好。世子推辞不得，只得跟着他一道去了，让小的与客人赔礼。白夫人问那小厮，刘四成自己没带着人吗？可有生气？小厮道，只带着秋实一个人，看不出来有多生气，一看到世子就行礼说让给您赔不是，其他什么都没说。白夫人见问不出什么来，便使他下去。几人面面相觑，这夫妻2人唱的是哪一出？
一个当众行恶，一个当众行善，倒似是对着干一样。只是刘畅竟然学会行善了，这真是让人想不到。按着牡丹的理解，他必然又是别有所图的。想想看呀，金华那嘴脸，他现在看着都烦，更何论刘畅。可是刘畅却到处替他擦屁股，自然不是因为心疼他，替他着想，怕他最后获罪什么的，而是纯属反衬他自己呀。大好人和大坏蛋，谁是谁非一目了然。潘荣去了将近1个时辰方才归来，并不提刘畅，匆匆忙忙地叫人摆席，低声抱怨道：还说好好吃喝一顿呢，眼瞅着这一耽搁，天又黑了。几人一直说笑到暮鼓响起，方才散了席。潘荣送蒋长阳与牡丹到门口，小声同蒋长阳道：刘子书知道是你们熟的人了，他那个人小气记仇的很的，未必会找你们的麻烦，但一定会想法子找马眼的麻烦。他有些痛苦地看了看牡丹，摸了摸头：我夹在中间，为难得很，帮着你骗他，心里觉得对不起他，又去替他做几件事，然后他知道了，又去劝他，又来提醒你，就和个小人似的。蒋长阳微微一笑：知道你为难，今日给你们惹了这许多麻烦，我们真是很过意不去。不过不找你帮忙是不可能的，谁叫你那么合适。过2日你们来的时候，把马眼一并带到我们园子里去吧。潘荣苦笑着捶了他的肩头一拳：等从你们庄子里回来，我就要去光禄寺了，以后早晚应卯，再没从前那么清闲自在。蒋长阳道：好事儿呀，你终于想动动你的懒骨头了。潘荣低声道：总不能叫我在父母面前连说句话的资格的都没有吧？连自己的儿子该怎么教养都没有发言权。我这些日子方才惊觉过来，我从前是白活了。他低低地说了一句：我还想替我哥报仇。汾王妃的宴会是定的7月初6，也就是七夕前1日。因着汾王府的人初4就要进驻方圆，准备宴会相关事务，牡丹便决定初3这日的傍晚与王夫人、白夫人他们一同前往方圆。此番与从前牡丹独身一人时不同，前后后需要带几大车东西，要跟去的人也多了许多。虽有管事们打理，早就提前对着单子把东西都清点好了的，但林妈妈就是个操心的命，总生恐别人把牡丹的东西给弄丢，或者是没装好。一大清早起来就对着单子点牡丹的首饰和衣服，点了1遍不放心，又清点2遍，还觉着不够，又要添。外面装车的催了1遍又1遍，他总是喊慢慢的来，急不得。要是牡丹宴会时突然要用着什么，拿不出来怎么办？眼看着牡丹要带去的衣服和首饰越来越多，外面的人又催得急，宽儿和树儿便都去劝他，偏生劝不住，只好去和牡丹说。牡丹闻言也只好放下手里的事情去找林妈妈。妈妈，单子是我早就拟好的，对着那个拿齐全了就没事儿。林妈妈语重心长地道：有道是，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虽是自家庄子里，到底比不得在这里方便不是？若是平常的宴会，老奴也不管您，随便配随便穿，左右人才在这里，即便拔不了肩，也绝对不会落后。可是这次不同，一定会有许多宗室贵妇，您的衣服首饰不能和人家犯冲，又不能白白浪费了王妃的这番心思，不多带点怎么能行？牡丹说不过他，只得笑道：随您吧，但不要把家都搬过去了。林妈妈心情很好地道：就算是把家搬过去，郎君也不会说什么。牡丹摇头：这倒未必，适才我替他收拾衣物，他都嫌麻烦，说弄这么多去做什么？换得过来就行了。蒋长阳对于卫生是讲究的，但对衣服款式等纯粹没任何追求，基本是给他什么他就穿什么。林妈妈便扑哧一声笑起来。宽儿和树儿私底下曾经议论过这个问题，猜郎君对衣物注重大概只限于想讨您欢心的那个时段，过后就忘了。牡丹前后一联想是这么一回事，便道：若是我与他一件粗布衣服穿，看他穿是不穿。忽见蒋长阳背着手走进来，笑道：原本可能会穿，不过因为要趁你，是怎么也不穿了。林妈妈和宽儿等人见他进来，赶紧起身行礼问好。蒋长阳四下打量了一番，笑道：带的东西果然多，是不像从前了。到底牡丹才嫁过来没多少时候，好些事儿和人都还不那么顺熟。林妈妈便猜是不是有人在她面前说什么了，便要将先前说服牡丹的那一席话拿出来说，却又要先开脱牡丹。丹娘适才也说不用这么麻烦，但老奴想着这宴会不是寻常宴会。却见蒋长阳不以为意地道：东西多，再装一车就好，只是抓紧了，他们还要先送过去，下会日头毒，赶路的人辛苦。这却是面面俱到了，而且是为下人着想。林妈妈老脸微微一红，口服心服的行礼低声应了是，蒋长阳便叫牡丹跟他出去。丹娘，你来。牡丹快步跟了他出门，笑道：猜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什么事你说吧。
自她嫁过来开始，家里一应事务便都是巫三或是管事直接与她交割，蒋长阳就算是在一旁看着，也轻易不会插嘴，只偶尔在人情来往上提点她一下。他也多喜欢在书房那边和袁十九等人一起待着，似这般突然找过来，必然是有事。蒋长阳微微一笑，知我者莫如你，国公府适才使人过来了，说是要让我们此番把云清一并带过去。牡丹心里有些不舒服，不是说焚王妃并没有请云清吗？我们这样贸然地带了过去，不妥当吧？因为请了她，焚王妃也给面子，请了老夫人和杜夫人，她婆媳二人要过去赴宴，都不肯把蒋云清带过去，却全推给她，让她来讨人厌。正是因为焚王妃没请，他们彼时赴宴带过去不妥，所以才计算着要我们提前把她带过去，就说是跟着我们一道去玩耍的。到时候也不一定非要她出来，还看焚王妃的意思。蒋云清到了婚配年龄，却名不见经传，如果想要最大范围内的争取一门好亲事，焚王妃的这个宴会的确是最佳露脸时机。但就不知道这个主意到底是杜夫人还是老夫人的，又或者是蒋云清自己争取来的。蒋长阳若是想拒绝，一定早就拒绝了，这般特意来与自己说，难道是已经答应了？牡丹想到此，便收拾了情绪，问蒋长阳：那你是怎么考虑的？蒋长阳道：他虽然和我们不亲，但确实也是到了婚配适龄年龄，他也不容易，和咱们也没什么冲突，而且说的时候人就已经送来了，难道叫他把蒋云清立刻给送回去？对着蒋云清那张又羞又怯又害怕又祈求的脸，他做不出这种事。牡丹便明白了他的意思，当下应道：好，但咱们还是得和他说清楚，尽人事知天命。还有，他到了咱们的地盘，得听咱们安排，不许随便擅自行动。不管是谁的主意，事情若是成了，不占功劳也就算了，别事情不成，却全部推到他和蒋长阳身上去，那才是费力不讨好。蒋长阳见他应了，忙道：一定是要说的，这不好听的话就由我来说，你只管和他说好听的就是。牡丹笑起来：就是你最会替人着想，既然要去，就让他今日和我们一起过去吧。才要叫人去接蒋云清。蒋长阳苦笑道：不必了，人是才就已经送过来了的。与牡丹猜测是否与杜夫人有关不同，他猜测的是老夫人一定是为了国公府，准备充分利用蒋云清的价值了，而蒋仲应该也是赞成的。霸王硬上弓，这真是想不到的，国公府的女儿竟然沦落到这个地步，当然倘若不是期望值太高，也原本用不着的。牡丹无语望天，少不得还要去招待蒋云清一回，套点话出来，能够顺手帮蒋云清一把没问题，但他总不能因为蒋云清的缘故，就给他和蒋长阳惹一身骚。蒋云清规规矩矩地坐在一间花厅里，透过香飞帘半卷的窗户往外头看。从他这个角度看过去，外面一块玲珑剔透的太湖石像集了一只俯冲的仙鹤，而下面又刚好悬着半池碧水，里面莲叶荷花长得粉粉嫩嫩的。整个园子清幽中又带着一种蓬勃的朝气，让人看见了心里就喜欢，完全不似国公府那种沉重压抑的气氛。他不由暗想，若是他也有这样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园子就好了。他还是第一次到曲江池这个别院来，从前这院子是王夫人的嫁妆，和离后就一直托给坟王妃管着，但他每年上4节时来曲江池踏青，从这里经过，总会听府里的老人提起来，说当年的时候春日就住在这里，想什么时候出来游玩就什么时候出来，是何等的惬意，哪里像现在这般一大清早就从家中出发，到了这里人都乏了。那时候他小，也觉得在这里有一座园子的确是件非常惬意的事情，便向人打听为什么现在没有了，那些人却什么都不肯说了。没有过几年，府里的老人渐渐的越来越少，只剩几个凤毛麟角一样的存在，却要么是些巨嘴葫芦，要么就是些诸如老汤之类两面三刀的阴险小人，都没人能说得上话。一直到蒋长阳突然归来，他才知晓这别院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其中有这样的过往。刚开始的时候，他和大家一样，对这个从未出现在他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了，就仿佛是要夺走国公府一切的大哥，本能的带着一种抗拒排斥心理。可是现在，他却不得不求助于他们。他自己很清楚，不可能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就连与自己生活了这么多年的亲祖母和亲父亲，都没能把自己的婚事全部放在心上，又怎能指望他们呢？不过这一次，确实是得到了三哥的指拨和帮助，才让祖母动了心，愿意给他这个机会。大哥当时是没拒绝，但这位看着和善，却轻易就把祖母给弄得没法子的嫂嫂，会帮他到什么地步？假如蒋长阳和牡丹帮了他这个忙，助他跳出去，他想他一辈子都会感激他们的。外面传来环佩的叮当声，一个才留头的小丫鬟笑眯眯地将水晶帘子卷起来，
屈膝行礼问好。牡丹带着一股莲花清香，含笑稳稳走了进来。云清，听说你要跟我们一起去方圆。蒋云清飞快地起身与牡丹行礼。云清见过嫂嫂，给你们添麻烦了。不客气，客气也客气不了。牡丹拉他坐下，认真打量蒋云清。蒋云清的眉眼长得像雪姨娘，却长着个与蒋长阳类似的下巴，远远谈不上美丽，只能叫端正而已。本身是庶女，又长得不美丽，也难怪老夫人一直不上心。倘若蒋仲不被停职，只怕此番也想不到她。从这方面来说，蒋云清是可怜的。蒋云清的身上有股淡淡的香味，每次一开口说话，那香味儿就特别明显。这香不同于平常所用熏香或是配香。牡丹微微一笑，云清用的这是什么香？闻着挺好闻的。蒋云清的脸微微一红，我不比嫂嫂，不懂香的。就听她身后一个妈妈笑道，回少夫人的话，我们娘子这香味儿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突然间就……那妈妈穿着件枣红色的短襦，配的麦黄色长裙，头上插着纺犀角梳子，戴了对赤金耳环，皮肤白白净净的，看着似是个平日比较的脸的婆子。牡丹扫了她一眼，就微笑着垂眼看着面前的茶盏，一个原本并不算美丽的女子，突然间身体就产生了香味儿，是一个好卖点。蒋云清看了牡丹的表情，猛地竖起眉毛来，低声斥那婆子：闭嘴！什么时候轮到你插话了？然后回头望着牡丹诚恳地道：嫂嫂，我平日不懂香，宫中给什么就用什么。这次是因为祖母说我年纪大了，应该注意一下，便给了我2匣子五香丸，说是用的豆蔻、丁香、藿香、零陵香、青木香、白芷、桂心、香附子、干松香、当归、槟榔这11种做的，让我时常含着胭脂，倒是5日口香，10日体香，14日一披生香，21日下疯人闻香，28日洗手水落地香，35日后摸过的东西都香。他顿了顿，小心翼翼地去着牡丹的表情道：到底也是祖母的一片心意，用着香味儿也还好。我自你们走后的那日夜里才开始用的，现在不到5日，效果就已经很显著。嫂嫂您要不要试试？谢谢，我不太习惯含香。牡丹看着蒋云清微笑起来，这是个人精，一来就表明一切都是旁人的安排，他做不得主，还训斥了想说假话骗自己的婆子，表明他对自己和蒋长阳是毫无保留的。他们就算是对国公府有什么怨气，也请不要对着他一个可怜的小庶女发。蒋云清被牡丹看得有些心虚，轻轻绕着裙带，小声道：什么招呼都没打，就突然过来，一定给大哥和嫂嫂添了许多麻烦吧？没有。牡丹笑问那被蒋云清训斥之后隐隐露出不平之色的婆子。这位妈妈面生，不曾见过。那婆子见问她，张口一笑，又想先开口，蒋云清抢在头里淡淡地道：他姓武，以前是在祖母院子里听差的，日前祖母才赏给我。又指了旁边一个看着有些没精神，年纪要轻些，一直不说话的婆子道：他姓牛，是母亲赏的，在我身边已经5年了。那2个婆子便都上前给牡丹行礼，牡丹命宽儿领他2人下去吃茶。那牛婆子有些迟疑，却被那武婆子扯着袖子拉了出去。孰强孰弱，一目了然。一个刚来2天的武婆子就可以做了在蒋云清身边待了5年的牛婆子的主，还试图做蒋云清的主，而且这武婆子自己2次去老夫人房里都不曾见过面，可见原本不是什么得力的人。牡丹敏锐地从中看出了一个信息，国公府不再是杜夫人的天下了。现在老夫人强势抬头，杜夫人退居2线。那2人去了，蒋云清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乖巧地看着牡丹道：大哥适才也和我说了一些，我晓得是为难你们了，我会很听话的，嫂嫂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绝对不会多走一步，乱说一句，尽量少给你们增加麻烦。牡丹严肃地道：你懂事就好，我可以邀请你过去住，但最后冯王妃的决定是什么，没人能知道，也不敢保证你说你不会乱走，不会乱说，我也相信你的话，毕竟机会错过，这次还有下次，但声誉一旦受损，就不是那么轻易能补救回来的。他看了蒋云清一眼，见蒋云清若有所思的样子，便放缓了神色。当然，这些都不用我来教你，你冰雪聪明，又是从小长在公卿之家，比我还懂。我希望你能顺利达成心愿，但也希望在出现万一的情况下，你不要怨恨我们。那不是我和你大哥想看到的结果，我们会觉得很伤心，也就不会再去浪费精力。潜台词就是下一次你就别再指望我们了。牡丹这是把丑话说在前头了，蒋云清从小就跟着学说好话，名不副实，好话也听了不少，还能明白真话未必好听，立刻欢欢喜喜地道：我就喜欢嫂嫂这样利落明白的性子，我都记在心里了。尽人事知天命，福气不是乱生的，怨不得谁。
然后不经意地把国公府这几日的事情很隐晦地提了一遍。听说等到七夕后就要去萧家请妻，今年咱们家一定是双喜临门的。只是有些奇怪了，既然萧家对大哥不好，为何还要这么急？他算是为了自己的亲事把杜夫人给彻底卖了，毕竟女儿不同男子，只要能有一门好亲事，就算是解脱了。至于说到以后没有一个好的开始和谈以后，牡丹敷衍了蒋云清几句，绕到书房去寻蒋长阳。真是没有想到，他那天还敢都不敢让咱们过去坐坐，这会儿却把府里的这些事情全都告诉了我。看来现在国公府里已然换了天地。杜夫人上这回调的效果也不明显，不过是表面上的平衡罢了。萧家干的，这理由真是充分。莫非萧月西疯了？他妹子都还没进驻诸国公府，他就开始群魔乱舞，就不怕这亲事黄了？但蒋仲从未使人过来与自己说过这话，相反的还抓紧时间要与萧家结亲，这说明什么？老夫人信不信他不知道，反正蒋仲一定是没相信，而且还要脚踏杜家和萧家两只船，又想利用蒋云清找个下家。蒋长阳将手里的书猛地一合，嗤笑了一声，全都鬼迷心窍了。到底是他的亲人，牡丹不做任何评述。因见一旁琉璃盘里摆的葡萄、李子都还是纹丝不动的样子，便净手剥了一颗葡萄递过去喂他，吃一颗。蒋长阳不喜欢吃包括水果在内的所有甜的食物，当下就皱起眉头来。不要。牡丹也皱眉，多吃果子身体好，总吃肉算什么？说罢要往他嘴里映射，威胁道：你吃不吃？我辛辛苦苦的包了喂你，你还敢拒绝？原来他和他说他不爱吃甜食的时候，还以为是多数男人的通病，过后他才明白他到了什么地步，水果基本只会尝尝蒸梨，其他一概不沾。他本是个爱吃水果的，可当着他的面景都觉得不香了。蒋长阳捂着嘴往一边让，不吃，说不吃就不吃。牡丹便捏着葡萄去追他，非吃不可，不吃你自己考虑后果。蒋长阳犹豫了一下，到底停下来，乖乖地张开嘴，像吞毒药似的将葡萄囫囵吞了。牡丹便再接再厉，再吃一点，别的都可以不吃，就是果子你得学着吃。蒋长阳皱眉道：你不能用这个威胁我。牡丹狡猾一笑：我用什么威胁你了？我威胁过你吗？他是没威胁过他，他就是会说他累了、困了。蒋长阳恨恨瞪着他：我只吃5颗，多1颗都不吃。牡丹拍手：好呀，今天吃5颗，明天吃6颗，或者如果嫌这个太甜，咱们换另外一种。他又不是小孩子，命令他吃就是了。从小就是这样讨厌的脾气，除了饿肚子时以外，坚决不肯吃。王夫人穿着一身淡紫色的薄纱披袍，高贵冷艳的在门边一站，装模作样的敲了敲门。我有没有打搅你们？也不知道适才二人调笑的话给他听去了多少。蒋长阳有些脸红，牡丹却跳起来，围着故作姿态的王夫人转了一圈，指着他头上那朵拳头大小、用紫水晶攒成的盛放的莲花，惊讶地道：好美啊，是义父送的吧？王夫人得意的一笑：美吧，衣服也是他送的。然后当着二人转了个圈，牡丹给蒋长阳使了个眼色，蒋长阳会意，立刻不停的称赞，在一片称赞声和王夫人的欢喜中，算是把尴尬掩去了不提。蒋长阳因不见方伯辉与王夫人一道，便问僵起来。王夫人不在意地道：遇到你家那个袁十九，和袁十九说话呢。然后问起蒋云清来，听说死皮赖脸的送了个人过来。蒋长阳低声把国公府最近的事情说了一遍，王夫人听得大笑：一个小姑娘吗？顺手帮她一把也不怎样，真是一团乱麻呀，不过活该。肉都吃了，再掉掉脖子也不算什么。有没有听过割肉吃肉的故事？我说给你们听，不过丹娘你听了可别以为我以后病了会希望吃你倒的肉啊，你过于刻薄了。哎呦！一身青袍的方伯辉缓步进来，微微有些责怪地看着王夫人。这一说就要扯到蒋长阳的父亲和祖母，当着他和牡丹的面，怎么也不妥当吧？王夫人含笑不语，把头侧开，顾左右而言他们说你送的这头钗真不错，丹娘特别想要，问你可还有多的？方伯辉失笑：叫我哪里寻去？费了多少年的力，统共就得这一只，真想要，问大郎要去。寒暄之后，方伯辉神色严肃地对蒋长阳道：我有事不能和你们去，今日就是送你母亲过来，顺便与你说说话。我适才也和袁十九说了，他稍后就过来。王夫人见状，立刻拉了牡丹起身：我们娘俩外头去走走，也说说咱们的悄悄话，然后歇个午觉，起来准备出发。牡丹虽然更希望能知道方伯辉要和蒋长阳说什么，但此刻却也不得不遵守他们这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只得起身与王夫人一道往外头去。
婆媳二人才出了曲廊，就见袁十九摇着把大蒲扇快步走过来，看见他们，行礼让道，目不斜视。牡丹回礼倒也罢了，王夫人也一改先前的嬉笑神色，素色敛金与袁十九认真行礼。先生大才，还望多指点我儿一二，保得他平安无虞。袁十九有些惊讶王夫人会这样礼遇他，随即整了衣衫，朝王夫人认真回礼。夫人女中丈夫，难怪能教出如此高义的儿子，请夫人放心，鄙人自当尽力。说完昂首阔步朝书房去了。牡丹微皱眉头，王夫人、方伯辉、袁十九这般慎重，仿佛是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一样。却见王夫人笑道：我近日以来总是要不停的行礼，这是为何？牡丹扶了他的胳膊，引他往树荫下走。王夫人笑看了他一眼，有什么办法？这些人个个都是才高八斗的，个个心高气傲，多一分尊重就多的一分真心。他这是委婉地教导自己如何做好一个贤内助。牡丹认真应下，儿媳记住了。王夫人点点头，我和你说说割肉吃肉的故事，非是我要拨弄是非，故意揭人伤疤，而是你日后总免不得要与他们打交道，晓得这些事情，你心中才有数。他抬眼看着葱葱郁郁的庭院，沉声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牡丹便指着前面的水阁，咱们弄些才从井里派过的瓜果，去那里坐着说话，又阴凉又清静。王夫人虽然隔三差五会过来看他们，但始终也是自己有家的人，每次总是来去匆匆。她有心与王夫人加深了解，彼此把关系更进一步都没有什么机会。今日既然有了这个机会，自然要好好珍惜。王夫人不难处，她也是真心的尊敬王夫人，但说到爱，真的还不至于，但她愿意为了蒋长阳，尽量和王夫人把关系搞好。王夫人也正有这个打算，这婆媳间想要亲如母女那是不可能的，正是那句话，家鸡打得满屋飞，野鸡打得满天飞。有些话她可以直截了当的和蒋长阳说，不高兴就直接发脾气了，就算是当时不高兴，过后还是母子。但对着牡丹却是不可能这样做，必须要委婉，要照顾到牡丹的面子和自尊，否则很可能一句话记一辈子。在这样的情况下，彼此加深了解是很有必要的。婆媳二人都怀着同样美好的心思，一起进了水阁。王夫人问牡丹：你对杜氏的印象如何？牡丹沉思片刻，简单直接地道：伪善，狠毒，自以为是，总怀疑别人不安好心。王夫人赞同，这是他的性格，但你还要注意一点，他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本性，是因为他有心愿有目标要达到，但现在看来他以前的努力似要成空了，所以他极度不安和失望，任何一点小事都有可能刺激的他不择手段，把所有不如他愿的人都视作敌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郎明确表示不成决，他还总盯着不放的因由。他轻笑了一声，坦然道：当然，这其中也有我的缘故在里面，虽然因经过了这么多年，他还是把我当成对手。你们一定要小心。他糊涂了，他最大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不是别人在作践他，是他自己在作践自己。牡丹眼睛亮亮地看着王夫人，再有王夫人清楚明白不过的人没有了。人与人之间总爱不自觉地攀比，更何论是有仇的，更是希望对方没自己过得好，看到人家日子好过，哪怕自己其实也过得不错，也还是心里不舒坦。若是自己日子不好过，就更不要说了，更是嫉妒的不得了。没机会也就算了，要是还有机会，就要给人家下绊子，损人不利己，不为别的，就是为图解气。比如说杜夫人，比如说清华郡主，就是此类代表。说得好，自己都不爱惜自己，谁还会爱惜你？王夫人叹道：当年的事情多的我也不想说了，只说这因为老夫人生病卧床不起，看着似是要去了，一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庸医道是要人肉做药引子，我是坚决不信的，然后就成了不孝的罪人。他的儿子是他身上掉下的肉，他要讨他一块肉吃，原也不干我事，何况是你情我愿的。奈何有一位善良倾心于蒋大将军的贵女，一听说此事，就直接过来当众割了臂肉，将玉碟子双手奉上，含泪道是将军还要上阵杀敌，保家卫国，怎么能受伤呢？一比起来，我这个衣不解带在病床前侍奉了婆婆1个多月的人，真是极端的不孝，而且非常不爱丈夫，只会妒忌又自私到了极点，不懂事，不知恩。似我这种女人，怎么配得上英明神武的蒋大将军？王夫人想起当时蒋重的表情，不由打了个寒战，则无法回忆。这么多年再想起来，还是觉得全身发麻。于是我决定做最自私最爱自己的那一个。这种无私，这样证明是否孝道，是否真爱，我实在做不到。牡丹恶寒了一下，就算是没有亲眼目睹，
她也想象得到当时蒋仲的心情和态度。一边是身份尊贵、年轻美丽的女子，不顾羞耻地跑到自己家里来，当众割了自己美丽的臂肉，还装在晶莹的玉碟里，双手奉上，美目含泪，含情脉脉，温柔唯美地对着自己说出那样一袭情深意切的表白。一边是衣不解带伺候了老母1个多月，很可能容色什么都很憔悴，脾气还很强硬暴躁，不但自己不肯割肉，也不赞同她割肉救母。看到这美丽善良的仙女，还面带不屑鄙薄，冷笑不睬的发妻，谁更招人怜惜啊？肯定是仙女啊！当时在他心中已经把2人之间的高下排下来了，但他一定还告诉自己说，他其实是因为无法抗拒皇权，还因为孝道，也是感恩，要讲义气。他要对为了他不顾一切、做出重大牺牲的杜夫人负责，并不是背叛了原配妻子。他还是忠义两全、有情有义的蒋仲，都是王夫人不懂事、不体谅他。兴许当时不只是蒋仲和老夫人觉得王夫人不对，舆论都认为是王夫人不对。杜夫人这样美丽善良可爱的天使，谁拒绝她就是恶魔。牡丹低声道，我觉得同样的事情我也是做不到的。当时您一定很难吧？王夫人有一瞬间的沉默。难是肯定的，我自己的娘家人都说是我不对了，还指望外人吗？我自己委屈不算什么，最难的是带走大郎。那个时候他要独自离去自然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带走蒋长阳真的是非常的难。但他知道，他坚决不能把儿子留给一个为了想得到的东西而不择手段的女人，也不能把儿子留给一个轻易就被假象蒙蔽了眼睛，只会认为别人不对，只会给自己找理由的父亲。牡丹默然无语，轻轻握了他的手，认真地道，娘，都过去了，以后我们好好孝敬您。王夫人微微一笑，是呀，都过去了，风过无痕，很多事情当时觉得很难，好像根本做不到，但只要保持足够的清醒，肯拼敢拼，总会抓住那一瞬的转机。蒋大将军最怕什么？最怕丢脸，逼死发妻长子多丢脸呀！要是他的儿子是被别的男人养大的，万一还改了姓，那得多丢人。我以死相迫，他怕了，我答应大郎长大认祖归宗前不改嫁，他的虚荣心满足了。又有汾王妃居中调停，他顺势下坡，大家都完美了。牡丹不由鼻头一酸，这样笑着把心酸的往事说出来，更让人心疼。但其实蒋仲是认为不够完美的，杜夫人也认为是不够完美的。蒋仲幻想的是，无论如何，大家都该爱着他，顺从他，唯他独尊，所以王夫人另嫁方伯辉，蒋长阳有出息，却不把他放在眼里，他觉得很没面子。杜夫人渴望的是，将王夫人和蒋长阳在这世上存在的所有痕迹都全部抹干净，如若不能，最好他们母子都沦为乞丐才好。这人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王夫人见牡丹眼圈红了，不由失笑，反握住牡丹的手笑道，丹娘，告诉你这些，不是要你恨他们，替我出气什么的。我想和你说的是，做人要有气度，得饶人处且饶人，自己也要想得开，才会有好日子过。牡丹低下头眨了好一会儿眼睛，才抬起头来，对着王夫人甜甜一笑，娘，您说的我都记住了。王夫人轻轻摇了摇头，我和你这样说起来很轻松，实际上要真的做到非常难。我现在也没修炼到家。牡丹不知他讲的什么事，正要问，王夫人已经欢欢喜喜的一笑，好了，就说到这里吧。时辰差不多了，咱们午睡去，然后起来出发。未时3刻，牡丹准时起身，收拾妥当，就前往王夫人住的小楼去赐奉王夫人起身，同时也让人去通知蒋云清准备出发。可待他到小楼外，却见王夫人已换了一身翠蓝的胡服，坐在竹林下持了一卷书在看，看样子是早就起了身的。牡丹有些羞赧，我起得迟了。非是你起迟了，是我年纪大了，早上又不早起，没那么多觉来睡。王夫人拍拍身下的竹榻，示意他过去坐。二人闲谈一大些，外头屋30人来回，倒是车马齐备，可以出发了，却还不见蒋云清那边来回话，牡丹便叫宽儿再去催。少卿，宽儿忍着笑，带了一个梳着压髻，穿淡绿色襦裙，脸晒得比锅底白不了几分的小胖丫头过来，道：人是早就起了的，但只怕最少还要2刻钟才能动身。他在做什么？牡丹有些不喜，他原本与白夫人约的是申正一刻在启下门外会合的，蒋云清这一耽搁，怕是要迟了。这会儿仍然很热，白夫人那身子怎么受得住？宽儿推那小黑胖丫头出来，小栗子，是你去传的话，到底怎么回事？说给夫人听。小栗子便笑道，奴婢去的时候，蒋家娘子正在洗脸和脖子、手臂，听说已然洗了半个时辰了。伺候她洗脸的武妈妈和奴婢称赞蒋娘子用的澡豆如何珍贵难得，她掰着手指一一说给牡丹听，用了丁香、沉香、
青木香、桃花、钟乳粉、珍珠、玉蟹、蜀水花、木瓜花、奈花、梨花、红莲花、梨花、樱桃花、白蜀葵花、玄附花，还有麝香等17种，分别捣成粉，然后加入大豆末，说是用满100日就会面如玉，光净润泽，整个人香喷喷的，好似白玉观音一般。老夫人这是下血本了，要美容要打扮她都不反对，但也得看场合吧。难道今晚去了庄子里住下就不能慢慢收拾打扮了？什么武妈妈文妈妈的，现在就这样，过去还不得翻了天。牡丹对宽儿不客气地道，去和他们说，汾王府的管事还等着的，我们最多一盏茶的功夫就要走，他们要是忙，后面慢慢的来。趁着牡丹吩咐宽儿，王夫人含笑招纳小栗子过来，让樱桃拿李子给她吃，逗她道，小梨子的记性可真好，竟然能记住这17种物件呢，来吃个大梨子。那丫头也好玩，屈膝谢了王夫人的赏，先咯嘣咬了一大口，方才认真地道，回夫人的话，奴婢不叫这个李子，是叫炒糖栗子的栗子，您看奴婢这么黑，怎会是绿色的李子呢？王夫人正色道，那你为什么这么黑呢？小栗子沉思片刻，严肃地道，奴婢天生就这样黑，奴婢的娘说她生奴婢的时候正在烧火，肚子疼了，就在灶前生的，烟熏火燎的，不黑才怪。你这个小丫头。王夫人被她逗得哈哈大笑，回头对着牡丹道，这丫头你是从哪里找来的？真逗。牡丹笑道，是我娘给的，她年龄还小，只是做些传话的事情，还没怎么教导规矩，倒叫娘笑话了。王夫人只是笑着摇头，回头看着樱桃道，除了没樱桃白以外，这机灵劲儿就是一样的。小栗子扫了一眼笑得和朵花似的樱桃，道，奴婢可比不上樱桃姐姐。武妈妈说奴婢就算是用蒋娘子那早豆洗上10000年，也休想变白一点。淑儿听了，眉头就竖了起来，觉着自家人被欺负了，只碍着王夫人和牡丹在场，不好细说，便与樱桃2人眉来眼去半晌。牡丹看在眼里，晓得淑儿定然要弄鬼折腾这什么武妈妈，却也懒得去管。正说笑着，只见蒋云清独自一人气喘吁吁的一溜小跑过来，站定了还抚着胸口喘气，红着脸就要给牡丹赔礼。嫂嫂，我不是故意的，是武妈妈，一时看见了王夫人，尴尬万分。但她也算是反应快，立刻上前给王夫人行礼问好。云清见过夫人，夫人安好。王夫人并不在意她是谁，只当她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晚辈，微笑着扶起她，和牡丹商量，既然人来齐了，就走吧。牡丹看了蒋云清一眼，没有再说她。蒋云清小心翼翼地道，我先去门口候着。王夫人和牡丹都上了马，却见蒋云清弄了个现在已经很少见人戴的围帽来顶着，把脸和脖子都遮得严丝合缝的，准备往马车里钻。王夫人勒住自家的轻追马，扫了一眼正准备上车的蒋云清，低声对牡丹道，他不和我们一起骑马。牡丹摇头，低声道，既然那样精心的护理，自然怕被晒黑了。蒋云清从车窗里探出头去瞧着了鲜艳的轻薄胡服，正在说笑牡丹和王夫人2人，满脸的羡慕。他难得有机会出门，最想的就是有朝一日鲜衣怒马，肆意飞扬。武妈妈见状道，娘子您休要羡慕，您此番若是做成了老夫人让您做的事情，日后这样的好日子多着呢，只怕您到时候又嫌累了。蒋云清沉默着没有说话，还未出发他就已经先怯场，牡丹言出必行，基本不和他多来少去的，又有一个据说很凶的王夫人在场，不折腾死他就已经够了。自己这样的容貌，现下家里又是这样的状况，就算到了那里得到汾王妃邀请，又能起多大作用？哪家会看上他？他摸了摸脸，纵然老夫人说他天生宜男相，好福气，但看这些女人，又有几个不是长得一张胖胖的有福气的脸？车行至启下门外不久，潘荣便笑嘻嘻地带着2张车，7、8号随从过来。白夫人从当头那张车窗里探出头来，望着王夫人和牡丹笑，身子略略往旁边让了让，方便牡丹看到她身后角落里坐着的马眼儿。马眼儿就在车上遥遥朝牡丹行了一个大礼，牡丹点点头，示意出发。到了蒋长阳的庄子外时，王夫人笑道，还没名字，以后还叫柳园吧。蒋长阳抬眼看着他，但是他不想再用从前的名字，其实就意味着他已经抛弃了过往。王夫人摇摇头，如果是为了那个原因没必要，不过是形式而已。随即又笑看着牡丹，当然如果丹娘有好名字又是另外一说。牡丹笑道，其实我觉得悠园不错，悠闲自在。蒋长阳立即道，好主意，2个马屁精。丹娘，咱们来比比谁最先到，输的人今晚下厨做自己最拿手的一样菜给大伙儿吃。
王夫人话音还未落，先就抽了青锥马一鞭子，当头就跑了。牡丹大急：您耍赖！王夫人最拿手的菜是什么？她不知道，但她只知道她最拿手的就是那3鲜饺子了。王夫人分明是嘴馋了。王夫人回过头来得意地望着牡丹笑：我才没耍赖，我比你老那么多，你就该让着我。牡丹叫道：您的马比我的好。王夫人道：那就得怨大郎了，可怨不着我。想不做饭也行的，追上我就给你做好吃的。眼看着婆媳2人一前一后奔得远了，白夫人坐在车中拥着潘景，笑得前仰后合。潘景看得心动，爬到窗边大声喊潘荣带他骑大马。潘荣俯身将他抱出来，放在自己身前，和白夫人说了一声，也打马去追牡丹和王夫人。白夫人含笑道：这样的日子才有意思呢。是。马眼儿淡淡的笑着，透过薄薄的窗纱，看向拥马而立，满脸幸福笑容的蒋长阳，微不可觉地低低叹了一口气。却说蒋云清的车里头，武妈妈低声和牛妈妈道：看吧，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这样不端庄，连带着少夫人也跟着疯，好歹也是国夫人，也是4品郡君，叫人家看见了像什么样子。蒋云清心头烦躁万分，将手边的一只瓷靠枕狠狠地朝武妈妈扔过去。闭嘴！想要我被赶回去吗？武妈妈怒了，软中带硬的道：娘子，老奴。蒋云清恶狠狠地瞪着他：祖母是叫你来帮我的，不是叫你来拖后腿的。我是主，你是奴，弄明白没有？要不要我回去把你今日险些害得我没去成方圆的事情告诉祖母？武妈妈顿时蔫了，牛妈妈得意的翘唇一笑：小样儿，不过一个给老夫人调配膏药香料的，能有什么见识？一朝得势就小人忘形了，这都是些什么人呀？为什么家里就从来没有过这样轻松愉快的气氛？蒋云清烦闷的想死。还是三哥说的对，想要称心如意，就必须得自己当家做主。没有人是真心为他好，他要怎样才能杀出一条生路？牡丹到底是追不上王夫人，等他跑到方圆门口时，王夫人已经下马，并将缰绳扔给了闻声赶出来的贵子，笑眯眯地望着牡丹道：看你跑得这么累，婆婆我心疼你，和你一起做个拿手菜，那我们可有福气了。潘荣笑嘻嘻地跟上来，推潘景往前：还不赶紧去和你叔祖母和单一道谢去。潘景眼光光地看着王夫人的青锥马，讨好地看着王夫人：叔祖母，您这马儿最厉害，赶明借我骑骑。喊这声叔祖母倒是喊得极顺溜，竟然没要人逼。乖儿子。潘荣欢喜地抱着他使劲亲了一口，看来此番虽然和母亲吵了一架，但却是非常值得的。王夫人做的菜是一锅野菜鲜鱼汤，几种鲜嫩的野菜都是才从田间地头摘来的，无论是鱼还是汤还是野菜，味道都十分鲜美。牡丹很遗憾，如果有个辣子蘸水，那该有多好。蒋长阳吃得心满意足，连连称赞，说王夫人的手艺没有退步。野菜可以吃不假，但几种野菜加在一起会不会有事？潘荣谨慎地先试毒，吃了以后连呼好吃，才敢让白夫人和潘景吃。至于蒋云清，他本来就不爱吃鱼，更何论是这种怪模怪样的野菜鱼汤，但他不敢做任何让王夫人不高兴的事情，闭着眼睛囫囵地吞。王夫人看得不忍心，劝道：不喜欢吃就别吃了吧，要是被鱼刺卡着怎么办？其他人都吃得那么香，就是自己一个人不吃，岂不是表示自己专和王夫人作对？蒋云清使劲摇头，抢笑道：我喜欢吃的，只是有点不习惯，真好吃，一辈子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王夫人关心地说：真的？不过既是不习惯，还是吃慢一点吧。蒋云清小心翼翼地打量蒋长阳的脸色，见蒋长阳言笑自若，并没有注意自己，这才松了一口气，端着碗小心翼翼地夹菜。牡丹看在眼里，突然觉得他很可怜，便低声让块儿端了一盘饺子放到蒋云清面前。蒋云清一愣，抬眼去看牡丹，牡丹根本没看他，只专心地吃自己的鱼，似乎根本不知道这边的事情。其他人都在欢快地说笑，没有人注意他。蒋云清闷着头吃饺子，说不出心中的滋味。夜深人静，虫鸣唧唧，方圆里一派静谧。牡丹才卸了妆，就被刚冲完凉的蒋长阳横抱起来，扔到床上去，低声道：请付5颗葡萄的利息。牡丹轻轻踢了他的屁股一脚：5颗葡萄能有多少利息？被你抱一抱也就够了。蒋长阳露出一排白牙：不多，就是你还该给我2颗葡萄。这会儿我哪找葡萄给你去？牡丹一愣，随即对上蒋长阳定格在某处贼亮贼亮的眼睛，不由绯红了脸，愤恨地去掐他的眼皮。这里就有2颗黑葡萄，你要不要？我挖给你。蒋长阳轻轻一下按在他胸前，道：好大一只蚊子，你这个不要脸的登徒子。
牡丹一巴掌打在他手上，却被他轻轻握住了，放在胸前，低低喊了一声丹娘。干什么？牡丹的声音低得不能再低。蒋长阳好笑地看着他又变得通红的耳垂，低声道：我们生个孩子吧。言罢附了上去，轻轻拉开了牡丹的衣带。牡丹仰望着帐顶，低声道：今天我听娘说了一些以前的事情，她想和他聊聊白天方伯辉、袁十九和他商量什么要紧的事情。很明显王夫人也是知道的，就瞒着他一个人。蒋长阳嗯了一声，发困地道：以前的事情不提也罢，反正都过去了。但是娘说必须了解他们是些什么人，省得被害了都不知道，要防范。改天我再和你说，你的事情我都想知道。蒋长阳没有发声，只是伸手将牡丹给拥住，意思是让她快睡快睡。牡丹索性直截了当地道：你们今天说些什么？是不是上次的事情又有了新动向，对你不利？哪有，就是男人间的一些事情，快别胡思乱想了，快睡。蒋长阳放开他，翻了个身，打了个呵欠。好困。那你们说什么？娘说要请袁十九务必保得你平安无虞。牡丹话音未落，蒋长阳已经发出低沉的呼吸声。他戳了戳他，没反应，分明是装的。牡丹无奈地叹了口气。个性要强是好事，意味着他会上进，不需要人督促，但太过好强可不是什么好事。好吧，他们才新婚不久，他觉得有些事情和他说不起作用，不想要他担心，所以刻意瞒着他，他也领情。但是这种被排斥在外的感觉真的不好受。牡丹几番想再推推蒋长阳，把心里的话说出来，终究是忍住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急不来，慢慢来吧。第二日吃过早饭后，王夫人建议一起去田埂上散散步。阿桃去请蒋云清归来，贴在牡丹耳边低声道：全身都敷满了药膏，只有2只眼珠子能动，话都不能说。那位武妈妈说他们不去了，谢谢夫人。牡丹摇了摇头，从此除了日常供应外，不再管蒋云清。下午，汾王府的管事领着几十号人，10来张车，拉着无数的毡房、屏风、行帐、桌椅、餐具器皿，正式进驻方圆，搭毡房、设屏风，检查要所要乘坐的船是否安全等等，热火朝天地开始准备宴席。同行的有一位姓孙的嬷嬷，和众人打过招呼后，直接就寻了借口去了王夫人的房里。2人说了约莫有半个时辰左右的话，等到那嬷嬷走了，王夫人又和蒋长阳说了一些悄悄话，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过后，王夫人和蒋长阳仍然爱说爱笑，对她仍然很关心体贴，但牡丹心里已经非常不是滋味。很快到了正日子，汾王妃是晨鼓才响，第一声就早早出发，到了方圆的时候，也不过辰时3刻。因为请的都是女客，蒋长阳与潘荣早早就带了潘景出去骑马游玩，王夫人和牡丹等人得到消息迎出去，才走至中门口，就见武妈妈鬼鬼祟祟地站在那里张望，一看到他们就急匆匆地奔过来，对着牡丹陪笑。少夫人，听说王妃来了，您看这个。牡丹淡淡地道：我正要使人去吩咐云清，稍后贵客多，让他拘着你等好生待在屋子里，没听到有人来唤，不许出来。谁要是不听招呼出来乱窜，冲撞了贵客，丢了自家性命，可怨不得谁。武妈妈的脸色一变，不甘心地还想说什么，淑儿已经与阿桃一人一边，将她死死搀了下去。怕妈妈你迷路，我们送你回去。武妈妈见蒋长阳和牡丹的样子，晓得多说无益，便撑着从老夫人房里出来的人的面子，将淑儿与阿桃一推，冷冷地道：我自己会走。牡丹见有淑儿去管此事，知道不会出乱子，没有她的允许，蒋云清休想跑出来，便不再管此事。可走了没多远，就听见后头咕咚一声响，武妈妈哎呦叫了一声，回头去瞧，却是武妈妈四仰八叉地摔在碎石路上，爬都爬不起来。淑儿与阿桃满脸忧心地去扶她，阿桃问她摔到哪里没有，淑儿则怨怪她，都说让我们扶着你，你偏不听，看吧，终于摔着了吧。咱家这园子讲究的是意境，到处是青苔湿滑，一不小心就摔跤的。王夫人一本正经地看着牡丹道：这园子里的青苔是有点多，稍后的和汾王妃说一下，让客人们注意点。牡丹点头称是，又叫白夫人：阿欣你一定要小心，让撵玉扶着你。白夫人忍笑道：我自来很小心。陪同汾王妃来的是她的2儿媳妇陈氏。陈氏长得个子娇小玲珑的，服饰素雅，笑容中带着几分愁苦。见着王夫人，就是一直羡慕地赞叹她终于苦尽甘来，娶了牡丹这样一个好儿媳妇。又关心地问白夫人几个月了，千叮万嘱让她起居饮食一定要小心。又问牡丹平日是请哪个太医调养的身子，说是做女人的千万要调养好身子，显得非常热心。
牡丹在上元节关灯时并不曾见过陈氏，对陈氏有些陌生。白夫人趁着众人不注意，低声捏捏牡丹的手，小声道：“这是个可怜人儿，20多岁就守寡，一直不肯再嫁，唯一的一个儿子又有些不明白。”白夫人指了指头，看着好似与常人无异，实际上不行。现在20岁了，还没婚配。冯王和王妃平日最挂心的就是他们母子，最操心的就是这个孙儿。你和他说话的时候小心着一些，别不注意得罪了人都不知道。鬼使神差的，牡丹突然想到蒋云清，不由打了个寒战。蒋云清那样的身份容貌，在这样的宴会中能找到什么样合适的亲事？蒋老夫人下了这么大的功夫，甚至不惜厚着脸皮死皮赖脸的将蒋云清送到这里来，显然是有的放矢。白夫人也显然想到了，惊讶地看着牡丹，二人对视片刻，都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但愿是他们多想了。没有多久，客人们也陆续到来。冯王妃此番所邀请的客人很有些意思，有与她交好的王妃、公主，还有许多公卿家的夫人和女儿，甚至还有普通官宦人家的妻子女儿，老中青3代都有，身份地位也分了3级，泾渭分明。冯王妃热情地把王夫人和牡丹二人介绍给平日与她交好的人，众人也很客气，多有恭维。表面上看来，仿佛是专门为了庆祝王夫人重返京城上流圈子，特意介绍牡丹这个小朋友给人认识，请托人家看在她的面子上多多照料。但随着年轻未曾婚配，且父亲官职都不大，家庭也不怎么富裕的女子越来越多，牡丹也越来越意识到这次宴会不同凡响。老夫人到的时候不早也不迟，杜夫人没有出现。牡丹想到蒋云清说她掉了脖子，便知勒痕一时半会儿是消散不去的，为了脸面，她不出现也在情理之中。只是苦了牡丹，不得不上前去伺候老夫人，当着众人的面，老夫人倒也没有为难她，还当着冯王妃的面夸奖了她几句。只是在和其他人打招呼的时候，刻意略过了就在一旁的王夫人，假作不认识王夫人，把下巴抬得高高的。可偏生就有位与她年轻时就不对盘的蔡国夫人，故意要与她介绍王夫人，重重地咬着方伯辉的官职和名字，说给她听，抚着手笑：“郎才女貌，真是绝配。”阿优一向很好，老夫人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笑得也极其难看，却不敢在这样的场合下给王夫人难堪，只怕不小心得罪了冯王妃，所求落空。只有牡丹离她离得近，听到她喉咙里压抑的呼哧呼哧的低喘声。王夫人含笑施了一礼：“难为您夸奖我。”随即坐到一旁与其他人说笑，根本不把老夫人放在眼里心上。难为自己夸奖她，看看她那狂样，年纪一大把，还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难怪的再嫁都能嫁得这么好，原来心思都花在这上头去了。要说这些男人怎么一个个都是些贪色的。老夫人气得发颤，怎么看王夫人都是不顺眼的，可是她也不得不酸溜溜地承认，王夫人的确是嫁得很好，非常好，特别是如今对方对照着自家儿子，更是气死人。还有这个蔡国夫人，年轻时就爱和自己比家世，比容貌，比穿着，比男人，比儿子，真正算是棋逢对手，但自己总比他要略占着点上风。这回可好，正是虎落平阳被犬欺，恰恰被他给逮着了自己落魄的时候，真正可恶。且给他等着，等蒋崇重新得了圣宠，才好出了这口恶气。老夫人窝着一肚子的气无处发散，一回头就找到了牡丹。难道云清没有和你说吗？他在哪里？怎么不见他？按着他的想法，牡丹早就应该暗示冯王妃还有个小姑跟着住在这里，然后冯王妃就顺理成章的一并请了蒋云清，奈何竟然不见。说什么？牡丹微微一笑，云清在他的房里呢，王妃没有邀请他，孙媳不敢让他出来。老夫人狠狠地瞪着牡丹，装什么糊涂？一定是合着王夫人一道来收拾报复蒋家的。牡丹坦然看着他，却略略提高了声音：“祖母您怎么了？不舒服吗？”周围的人都回过头去看着他们，牡丹一脸的温顺关心，老夫人怒目而视，一脸欺压人的表情。蔡国夫人嘿嘿笑了一声：“我说老姐妹，心腹不懂事儿，您好好教就是，别气坏了自个儿。看看多乖巧的孙媳妇，我看了都喜欢，舍不得骂。”老夫人收回目光，直直看着蔡国夫人，淡淡地道：“谁说她不懂事儿了？她懂事得很。我这是看到她头发上有个小虫子。”说着，果然叫牡丹挨过去，替她整了整头发，贴着牡丹的耳朵低声道：“你要分清楚，你是谁家的媳妇，在这个关口捣鬼，府里不好，对你和大郎又有什么好处？趁早弄明白，免得以后后悔。”牡丹含笑立起身来，笑道：“多谢祖母，祖母真是慈爱。您放心，孙媳妇会谨守本分的，断不会丢府里的脸面。”
纵然蒋云清是个庶女，到底也是国公府的女儿，这样算计着去嫁个脑子不灵光的王孙，难道很体面吗？她若是帮着老夫人干了此事，不管成与不成，日后都落不得好。不可否认，冯王妃办这个宴会有其他目的在里面，但她与王夫人的确是受益了。她跟着一起算计，冯王妃会怎么看她？也不知道蒋云清知不知道此事，肯不肯应。就算是现在肯，将来后悔的时候呢？恨的人里面一定有她。他是打定主意坚决不参与，一句多话也不肯说的。除非冯王妃亲口要见蒋云清，否则蒋云清休想从房里出来。老夫人借着红儿和身边嬷嬷的遮挡，凶狠地瞪着牡丹，虽说什么萧家和杜家，不管自家的小算盘是什么，目前都不会放任蒋仲被架空，国公府成个空架子。但如果再能得到冯王府的助力，1分力便可变成5分力府里好了，还可以护着蒋长阳。可是牡丹这个没见识的商家女，竟然为了讨好蒋长阳和王夫人，要坏她的好事，叫她怎么能不恨？她咬着牙低声道：目光要放长远，别忘了你公公是为了谁获的罪，也别忘了是谁护的大郎的周全。牡丹眨了眨眼睛，一脸懵懂的低声回道：不是说大郎是被夫人请了云孝子，借着您生病，然后去诬告的吗？难道不是？你……老夫人气得倒仰，抚着胸口定了定神。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当众忤逆我！都是为了你。他若是行得正，别人怎会找到机会？牡丹淡淡地道：孙媳怎敢忤逆祖母？祖母您误会了，孙媳只是不明白有些事情，请祖母教我而已。今日的牡丹与往日很有些不同，仿佛心中有很多气，也想找人发泄出来似的，说的话软中带硬，竟然是半点也不买自己的账。这丫头受什么刺激了？还是受谁挑拨了？老夫人倒默了一默，狐疑地盯着牡丹看。牡丹半垂着眼，一派的乖巧，并看不出什么来。一定是王阿优。老夫人恨恨地看了不远处谈笑自若，实际上一直密切关注着此处的王夫人一眼，除了她还会有谁能这么挑唆牡丹？好呀，小丫头今日看来是乌龟吃秤砣，铁了心了，自己是休想叫她开这个口了。老夫人到底是老夫人，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淡淡地道：云清住在哪里？我有2句话要和他说，你派个人领红儿去，让红儿替我传话。难道他就不能叫蒋云清自己出来碰运气吗？牡丹微微一笑，招手叫宽儿过来，领红儿去娘子的房里，告诉顺儿一定要好好招待。宽儿心领神会，含笑施礼，请红儿随他一同去。老夫人稳稳地坐了片刻，总算是等到冯王妃主动与他搭上了话，寒暄几句后，她关怀地望着陈氏道：很久不见了，心里一直记挂着的，没想到今日会遇到。我前不久去上香，还遇到你的姑母，她身体真是好呀。她身子骨一向极好。听到说起自家的姑母，陈氏的态度明显温和了许多，同样关怀地道：许久不见，您老人家一切可都安好？好，好。老夫人笑道：我记得你最喜欢菖蒲，丹娘这园子里有修剪得很漂亮的菖蒲，要不要一起去看看？陈氏有些心动，看了冯王妃一眼，冯王妃和气的道：既然是出来散心的，喜欢就去走走。老夫人欢喜得很，立刻问牡丹：丹娘，趁着还未开席，你领我们去瞧瞧。分明就是另有打算。牡丹很不情愿，正在想怎么才能推脱，就听说萧尚书夫人尉迟氏还有萧雪溪来了，同行的还有2个牡丹从前见过的人，邱曼娘与秦阿兰。冯王妃立时笑道：既然人都来齐了，就开席吧。又温和地对着陈氏道：等开席以后，再由丹娘陪着咱们一起慢慢去看也不迟。陈氏抱歉地对着老夫人一笑，老夫人回了她同样温柔慈爱的一笑。老夫人心里真恨，这萧家母女早不来迟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真是扫兴。她老人家舍一回脸出去容易吗？要不是家里那个不省事的，要不是牡丹这个不懂事还拖后腿的，她哪里用得着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这么辛苦？牡丹知道老夫人在恨自己，懒得去理她，只抬眼看向正前方。只见穿着一身湖蓝色襦裙，梳着双环望仙髻，打扮得素雅清淡，看着像个出尘的仙女儿似的萧雪溪，温柔端庄地扶着个着银红大绣罗衫，内着姜黄色小团花罗裙，插着金步摇，个子高高瘦瘦，板着一张脸，打扮得雍容华贵的中年妇人缓缓朝众人走来。而在他们的身边，正是一身火红胡服的邱曼娘和一身玉色胡服的秦阿兰，二人都不约而同地梳着堕马髻，好似一对姐妹花。邱曼娘还是去年在重叶芳浮云观时一般的天真烂漫，秦阿兰一样的端庄温柔，只眉眼却比之去年多了几分妩媚之意。牡丹听到身边有人低声议论，看到那个穿玉色胡服的女子没有？是先宁王妃的亲妹子，自去年宁王妃薨了之后，
就一直留在京中。皇后娘娘每每思及宁王妃，便喜欢叫她去陪着。这回是好事近了，过了七夕就要赐婚，还是宁王。有人羡慕，这可真是佳话了，姐妹二人都做亲王妃。有人发酸，我看人才也不怎么好，不过是托了太原秦氏的福罢了。牡丹微微一笑，想必梦如人会很失望吧。等到众人上前见了礼，汾王妃含笑道：既然都到齐了，就开始吧。其实汾王妃做的并不太明显，也没弄什么才艺表演之类的，就是一群人在一起吃吃喝喝，看看百戏，听歌看舞，看参军戏，坐船游玩。老年人和中年人们更是坐在一旁谈笑，只看年轻女孩子们交朋友嬉戏，一切都显得轻松自然。但只要注意，就会看到汾王府的嬷嬷们守在一旁，目光锐利地打量那些年轻的女孩子们。牡丹妾以为，假若汾王妃真的是想选一个比较合适的孙媳妇，这样的方法更得当。男方这样的条件，并不需要女方容貌才艺有多出众，最要紧的是品行和性格，那么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行为更能体现自身的品质。老夫人眼看着相看大会正式开始，而红儿迟迟没有回来，不由急了，便回头看着牡丹低声道：云清住得很远吗？红儿怎么迟迟不来？牡丹奇怪地道：不远呀，您别急，待孙媳这就在找人去寻她。祖母找红儿有事，孙媳身边的雨禾也是狠的用的，您可以使唤她。这死丫头故意装糊涂，她身边难道只有一个丫头可以用吗？没有红儿还有绿娇，也还有嬷嬷可以使唤。老夫人恨恨地瞪了牡丹一眼，马上叫她回来见我。这死丫头，我说的话都当耳旁风，该家法处置了。牡丹只当听不懂，她指桑骂槐，笑意盈盈地使人去找红儿，不时递水递帕子给老夫人，又礼貌亲切地回答周围人的问话，显得很是闲适自在。老夫人越发生闷气，便又要故伎重演，说自己热，要牡丹给她掌扇。忽见尉迟氏领着萧雪溪过来见礼，顾不得折腾牡丹，笑盈盈地和尉迟氏接上了话，当众送了萧雪溪一只红玉臂环做见面礼，极力盛赞萧雪溪贤淑温柔，端庄大方，又拉萧雪溪坐在自己身边。萧雪溪行礼谢过，又对着牡丹点了点头，小声道：何夫人您安好。然后害羞地挨着老夫人坐了，像只可爱的小白兔一样，笑得无辜而天真，仿佛全然忘记了从前的事情。尉迟氏不露痕迹地上下打量了牡丹一番，非常和气地与牡丹说话，不停称赞方圆修得好，又说自己看到过牡丹培植出的神样锦，非常美丽，当之无愧的国色天香4个字。又盛赞老夫人挑孙媳妇有眼光，这是连着她自家的女儿一道给夸进去了。老夫人笑得和朵菊花似的，却心神不宁的不时瞟瞟远处，一看到红儿走过来，就立刻起身同尉迟氏告罪，说自己要方便。牡丹忙好心的要扶她去，她摇摇头，不容置疑地道：你留在这里，你是方圆的主人，万一王妃有事要找你也方便。牡丹知道她其实是防着自己，这是要去听红儿汇报消息，然后做出对策，便也随她的意，只吩咐丫头婆子们好好照顾好了。果然只见老夫人一出了宴席场所，红儿就迅速跟了上去，同时宽儿也快步朝牡丹走过来。牡丹回头和尉迟氏、萧雪溪点点头，径自走到一旁听宽儿怎么说。宽儿小声道：这红儿就不是个安分守己的，到处张望，问东问西，问哪些地方有菖蒲，王夫人和您相处的怎么样？到了蒋娘子门外，又不要人跟着，在里面嘀嘀咕咕的说了许久，咱们想了法子也听不到说些什么。不过硕儿说了，只要把江娘子给守好了，就什么事都出不了。这倒是实情，只要将蒋云清看好，什么五婆子、红儿、绿儿跑来跑去又能如何？牡丹气定神闲地朝白夫人走过去，白夫人正和秦阿兰和邱曼娘低声说笑，见她过去忙给她让了位子，笑道：适才曼娘还说让我跟着一起坐船去桃李林里头摘桃子和李子，我说我这身子哪敢去，晃来晃去的，有个闪失怎么办？牡丹笑道：坐大船是能行的，但是咱们这就只有小船，最好还是别坐了，我陪你在岸上走走。邱曼娘侧着头盯着牡丹看，然后捂着嘴笑起来：何姐姐，还来不及恭喜你，上次我生日你送我香扇坠，改名我也送你件礼物，恭贺你大喜。牡丹笑道：不必这么客气，你成亲时我也没送你什么。邱曼娘笑道：我就算了吧，都算是老夫老妻了，不如你们新鲜。然后推了秦阿兰一把：到时阿兰，你得为她好好准备一份大礼了。秦阿兰微微红了脸，飞速看了牡丹一眼，小声的责怪道：曼娘，你又瞎说。邱曼娘道：你就是太小心了，铁定的事情飞不掉的。秦阿兰沉默片刻，看着牡丹微微一笑：我记得夫人与宁王府里长时有亲。
我前不久才与吴十九娘见过。牡丹点头。李长史是我的表叔。秦阿兰便道，以后欢迎你和19娘一起常去我那里做客。又望着白夫人笑道，还有夫人您也是，我人生地不熟，就只盼着多交几个如同你们这样的朋友。他没说是具体是去哪里，但大家都明白他是指的什么地方。未来的宁王妃是个有主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虽不张狂，但也绝对不低调的女子。这是牡丹给秦阿兰下的定义。不管心里是怎么想的，没有人会当面拒绝秦阿兰的要求，白夫人和牡丹都笑着应了。邱曼娘突然指着不远处低呼道，咦，她怎么也来了？牡丹和白夫人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却见一个穿粉蓝色纱襦配粉红色披帛，着碧色巴芙罗裙，舒凡婉髻，姿容秀丽的少女陪在焚王妃的身边，正可爱地侧着头听焚王妃和几位公主说话。这少女牡丹却是认得的，正是刘畅那位表妹，当初一心想嫁李姓的戚玉珠。她不由得纠结了，戚家和刘家寻了这么久，戚玉珠还没许配人家，难道也想做焚王妃的孙媳妇？事实证明她是错的。邱曼娘慢吞吞地道，不过是个6品硬10人中的1人而已，也用得着这样卖弄？我要是她，就乖乖躲在家中。言下之意，竟是戚玉珠也要嫁入宁王府做硬了。秦阿兰淡淡地道，曼娘，你话多了。皇后早有话在先，宁王至今无嗣，与他从前专宠自家姐姐有很大关系，不希望他也做那样不懂事的人。所以此番广选官宦人家的女儿入宁王府，就是希望宁王能子嗣丰茂的缘故。女人们都是自己可以嫉妒，却不许儿媳、孙媳嫉妒的人，她必须得时时刻刻牢记这一点。邱曼娘不以为然地闭了嘴，笑看着白夫人和牡丹道，都是自己人呢，怕什么？自己人这个定义不好下，何况如今一位是准宁王妃，怎敢轻易和谁攀是自己人？白夫人和牡丹都有些不自在，开始东张西望，顾左右而言他，你家老夫人来了，你得小心了。白夫人轻轻拉了牡丹一把，示意她看向前方，只见老夫人黑着脸快步走过来，身边还跟着一个满脸可怜相的五婆子。不用问，定然是舒儿的看守工作做得好，老夫人的某种目的没达到，故而五婆子来告状了，而且也告状成功。牡丹便趁机辞别了邱曼娘和秦阿兰，我要去赐奉我家老夫人啦，以后有机会咱们又聊。白夫人也说自己身子重不方便，得去方便方便。秦阿兰很理解，微笑着和他们告别。牡丹抓紧时间问白夫人，我记得去年有传言是说圣上要让宁王做尚书省左仆射，有没有这回事？白夫人小声道，是有这回事，但是一直到今年年初才正式下的诏命。你怎么突然对这个感兴趣起来了？牡丹有些闷闷地道，不是我对这个感兴趣，我只是觉得不想什么都不知道。她不想对蒋长阳的另一个世界一无所知。白夫人察觉到她的情绪有些不对，微微皱起眉头，怎么了？可是有人说你什么？牡丹一笑，轻轻摇头，没有，我只是想尽早融入而已，虽然不能给他多的帮助，却也不能给他惹祸。这一刻他是不快活的，他离蒋长阳的另一个世界那么远。少夫人，老夫人请您过去。武妈妈过来朝牡丹行了一个礼，一脸的小人得志样。牡丹无奈地朝白夫人做了个鬼脸，慢吞吞地朝老夫人走过去，反正她是打定主意的，无论如何都不会给谁当枪使。老夫人气呼呼地瞪着牡丹，牡丹温柔地笑看着她，一副死皮赖脸雷打不动的样子。好，臭丫头，算你狠。老夫人无奈，只得舔着脸往焚王妃跟前凑，焚王妃倒也还给她面子，关怀地问她怎么不见杜夫人。老夫人笑道，她不舒服呢，错过这样的盛会，早上送我的时候心里遗憾得很。然后开始夸周围的年轻女孩子们美丽可爱，不经意地提起蒋云清来，说出蒋云清正好住在方圆，又说蒋云清长得不好看，还只爱骑马射箭，其他什么都不能和这些娇滴滴的女孩子们比。听到他这样不遗余力地贬低蒋云清，牡丹都觉得奇怪了，这是要做什么？老夫人如此贬低蒋云清，偏生焚王妃还来了几分兴趣。陈氏也好奇地道，既然住在这里，为何不请出来一起参加宴会？年纪轻轻的女孩子一个人闷在房里做什么？老夫人笑道，我家云清性子有些闷，又有些害臊，丹娘先前也说要禀了王妃，让她一起出来长长见识的，可她不好意思出来，宁可躲在屋子里看书。牡丹根据老夫人在脑海里迅速描绘出一个别样的蒋云清来，性子有些沉闷害羞，不喜欢热闹，宁可躲在屋里看书，唯一的爱好是骑马射箭，身体很健康，还守得住寂寞，若是对上一个不太懂事的夫君，长得不美正好是优点，
能文能武，体力很好，不但能陪着夫君玩，将来教育孩子也不用操心了。这样的人，无论是出身还是其他各方面的条件，都似乎比现在满院子到处跑，欢声笑语的女孩子们更适合，实在是值得一看的。冯王妃与陈氏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回头笑道：总这样闷着，那哪行？让他出来，让他出来。老夫人得意地看了牡丹一眼，看吧，阻挡得住吗？真是和王阿优一样，讨人喜欢的事情不会做，讨人厌的事情惯会做。牡丹镇定自若地同宽而道：去请娘子出来，就说王妃有请。这样的结果在他的意料之中，蒋云清的事情他无法插手也管不了，但他也绝对不做推波助澜的那一个。武妈妈却不这么看，她把这个看作是牡丹使坏然后失败，她揪着嘴角忍着笑，一颠一颠地跟着宽儿一起去通知蒋云清。到了门口，见宽儿和舒儿说话，她傲慢地抬着下巴道：你们候着，我进去请娘子。蒋云清在屋子里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矛盾万分。一方面他想遵守和牡丹的协议，不乱走不乱说，规规矩矩地等候在房里；另一方面他又不信任牡丹，特别是在收到老夫人的指示，舒儿还把他看得死死的情况下，他开始乱了。他对着镜子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影子，精心装饰过是比从前瘦看许多，奈何能起什么作用？一时听见外头武妈妈的声音，他忙收敛了情绪，转过身来，淡淡地看着门口。武妈妈笑眯眯地给他行礼：娘子，恭喜您，冯王妃亲口邀请您出席此次宴会。然后眼斜斜瞟着窗外大声道：这就是福气在这里，什么邪魔鬼道都挡不住的。舒儿在外头大声地道：妈妈休要乱说，咱们这园子要真有什么邪魔鬼道，王妃能来吗？蒋云清瞪了武妈妈一眼，欢欢喜喜地起身收拾，准备去赴他人生中的第一场盛宴。老远就听见欢声笑语，走得近了，就看见许多衣饰鲜艳、青春可爱的女子在花丛中、碧波上、假山旁嬉戏玩耍，远处的丝竹之声和女子唱歌的声音响彻云霄。现在还离得那么远，就已经这么热闹，可以想象得到宴席场所是何等的热闹。蒋云清抬头深深呼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看着头顶的蓝天白云，心情格外舒畅。他学着杜夫人的样子，脸上带着柔和的表情，稳稳地朝最热闹的地方走去。当看到那群高踞洗手、锦衣华裳的金枝玉叶时，他的心漏跳了一拍，脚步也有些发虚。他有些心慌地四处寻找，总算是在离汾王妃道远不近的地方发现了自家的祖母和牡丹，在陌生的环境中找到了亲人，这令他觉得安全了许多。他含笑看着老夫人和牡丹，老夫人的表情他说不出是一种什么表情，好像是遗憾也有兴奋，而牡丹的就是一种悲悯。牡丹为什么这样看着自己？好奇怪。蒋云清又看到周围有很多双眼睛探究而挑剔地看向自己，他有些不知所措。武妈妈扶稳了他，低声道：看着前面笑，嘴不能张得太大，微笑即可。看到没有，那位穿绛紫色披袍的就是汾王妃，穿鸦卵青披袍的是她的二儿媳陈郡夫人。不是说还有好几位公主和王妃的吗？为什么不和她介绍那些人？蒋云清心里有疑问，但转念一想，又想着约莫是因为这二人是主人，所以要特别注意的缘故，也就不甚在意，含着笑朝走过去。汾王妃和陈氏认真地打量着蒋家这个几乎没有在公众面前出现过的庶女，举止气度看着是不错的，长得是不美丽，但是白白净净，身体看上去很健康，笑容有些羞涩胆怯，但整体给人的感觉还不错。好孩子，来我这边坐。汾王妃便招手叫蒋云清过去，一边问他平日爱做些什么，一边拉着他的手细看，果然从他的手掌上看到了一层薄茧。阴笑道：果然是将门出虎女，很好。又问用的什么香？好闻。蒋云清有些僵硬，最终低声道：祖母给的五香丸。汾王妃便松开了他的手，回头对着陈氏笑道：是个老实孩子，爱看书，只怕与你谈得来。陈氏便与蒋云清坐到一旁，低声与蒋云清说话。蒋云清脸上羞涩的笑容和有些慢半拍的反应，小心谨慎的态度，让陈氏不但不嫌弃，反而更温和，特别是发现蒋云清果然爱读书之后，更是高兴。老夫人看在眼里，心里那一点点不过意也没了，转而想这就是缘分，于是分外高兴，微微挑衅地对牡丹道：看见没有，咱们云清很讨喜。牡丹也不知蒋云清怎么就得了陈氏的眼缘，便暗暗猜想，这大概是因为人都喜欢这种看着干净羞涩，对自己没有威胁感的人，特别是陈氏这样的人，一定不会喜欢一个太过强势精明的儿媳。但是蒋云清知不知道自己的命运？老夫人还没高兴多久呢，就有人来凑热闹了，来的是一位陌生的妇人，
领着个年龄和蒋云清差不多的女儿，笑眯眯地上前来与陈氏行礼问好，然后把他身后的女儿往陈氏面前一送，陈氏也就笑眯眯地与那女孩子说起话来。那女孩子比蒋云清活泼，会讨好缠着陈氏，一比较起来，蒋云清就显得木讷了许多，还稍稍受了冷落的样子。老夫人见那妇人的穿着打扮都只是一般，唯独她那个女儿不但长得如花似玉的，还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人才比蒋云清好了许多，立时就猜到是小官员的妻女，就把她母女视作了敌人，当下脸色就极其难看，垂着眼皮想了片刻，淡淡的叫牡丹：“去把你妹妹叫过来，我们有事，先告退了。到底也是国公府的女儿呢，怎么能和些小官员的女儿争？就算是争，也得争得有格调。”牡丹听说她要走了，松了一大口气，忙上前去唤蒋云清。祖母说她有些乏累，要你陪她回家，已经让人去给你收拾东西了。这就要走？什么都还没做呢，就是这座中的人，她都还没来得及混个脸熟。蒋云清大为诧异，却不敢多问，笑吟吟地与陈氏告退，显得有礼有节，不卑不亢的。陈氏看着面前活泼的过分了的女孩子，倒觉得她更胜一筹。老夫人领着蒋云清要走，留都留不住，冯王妃有些意外，却也似觉得不意外，笑吟吟地说了几句客气话，请牡丹替她相送。你是方圆主人，又是我的小朋友，还是你自家的长辈，怎么看都是你替我送这个客人最合适不过了。敢不从命？牡丹盈盈一笑，和蒋云清一左一右扶了老夫人往外行去。眼看着自己隔着热闹的宴会越来越远，蒋云清委屈得要死，差点就没掉下眼泪来。老夫人淡淡地道：“你急什么？有什么事是能一蹴而就的？今日已经够了。”蒋云清一愣，听老夫人的意思，似是有的放矢，事情已经做了一般。那是谁？他突然想到了陈氏，还有往陈氏跟前凑的女孩子，猛然明白过来，原来家里给自己看的这门亲与焚王府有关。今日这种情况下，自己若是与那不庄重的女子一般缠着陈氏讨好，果然就失了格调，当下也就不委屈了，转而高兴起来，就连脚步都轻快了许多。蒋云清一定不知道府外的这些事情，牡丹假意问老夫人：“祖母，这陈夫人仿佛不常出门的。上元节时，冯王妃领了府里的女眷出游，唯独就没看到她。若不是她今日跟着王妃过来，孙媳根本不知冯王府还有这样一位和气的夫人。”老夫人淡淡地道：“她本来就是个不爱出门的人，不要说你，我都没见过她几次。今日来的年轻女子真多呢，先前还有人抱怨说，怎么还有不入流小官的女儿。”牡丹别有深意地看了蒋云清一眼，既是给王孙选亲，怎会有不入流小官的女儿在里面？蒋云清那根敏感的神经被拨弄了，狐疑地看着牡丹，试图从牡丹的脸上再看出点什么来，牡丹却回过了头，不再看他。蒋云清立时断定牡丹一定知道什么，但是碍着老夫人不肯直接告诉他。蒋云清眨了眨眼睛，往旁边一歪，跌了下去，老夫人都差点被他给拉下去。老夫人吓得冷汗直冒，指着歪在草丛里捧着脚脖子的蒋云清，生气的道：“幸好是在这里，若是当着其他人的面丢了脸，看你怎么办？”第一句不是问自己的脚怎样了，而是念着脸面。蒋云清眼泪汪汪的认了错，可怜兮兮的看着牡丹：“嫂嫂，我好疼，就算是要被卖了，也要知道买家是谁吧。”牡丹自知蒋云清摔得有蹊跷，便指挥婆子去扶她，先扶进去看看。婆子才将蒋云清扶起来，他就夸张地喊起来：“疼死了！这种游戏他年轻时又不是没玩过。”老夫人含着一张老脸，指挥武妈妈：“退了他的鞋袜给我看。”蒋云清本来就是装的，能看出什么来，只能是鬼喊鬼叫。老夫人不见伤处，越发确定蒋云清在捣鬼，不顾蒋云清大喊大叫，直接就吩咐牡丹：“你这里人多事多，没人照管他，左右都要搬动的，不如趁早让人抬个监狱来，直接把他送到我的马车上去。弄点药茶上，等回府后又再请太医。”言毕噔噔噔往前去了。这不是有鬼是什么？蒋云清心中和眼里的盛宴瞬间变了样，她真的哭了出来，可怜兮兮地看着牡丹，哽咽道：“嫂嫂。”那一刻，无论蒋云清有多少做戏的成分在里面，牡丹是真的觉得她可怜。当年的何牡丹嫁进刘家是家里为了她活命，出钱买了刘畅，现在的蒋云清是为了家族的利益即将被卖掉。可见幸福和是商人的女儿还是公卿的女儿没有任何关系，关键是看家里的人疼不疼你。牡丹沉默片刻，看着蒋云清道：“好像你三哥认得个不错的太医，他所能做的只有这么一点，而且话还不能由他亲口来说，一是因为是官坟王妃，二是他说了蒋云清也不可能真的完全相信。
蒋云清眼圈越发渐红，却也知道就是这样子了，忍着泪坐上监狱，在武妈妈的唠叨声中追上了老夫人，转头看了牡丹一眼，黯然回头登车而去。牡丹回到宴席场所，众人正在看参军戏，都笑得前仰后合的。他四处扫了一眼，只见白夫人独自歪在个角落里朝他招手，正准备溜过去歇歇，却见樱桃从斜刺里过来，小声笑道：适才有人送了一筐子嘉庆礼来，是真正洛阳嘉庆方出的，不是外头那些披着个名头的，僧多粥少不够分，夫人悄悄给您留了2个。说着将2个绿里笼在袖子里塞给牡丹。牡丹心里一暖，在宴会上悄悄留2个李子给没得吃的儿媳，这种事情也只有王夫人才会做。牡丹便朝白夫人挥挥手，过去走到王夫人身后站了，轻轻喊了声娘。王夫人回头看着她慈爱的一笑，探手握住她的手，拉她在自己身边坐下，哄小孩子似的小声道：好吃吗？我等会儿吃。人有些多，有些挤，牡丹带了点微微的鼻音，试探着靠在王夫人身上。王夫人发现牡丹小心翼翼的亲热动作，满意的微笑起来，扶了扶她的肩头，低声道：走了，今天真是难为你了。牡丹慢慢放松下去，索性靠着他看戏。也不怎样。他沉默片刻，极其小声地道：我看着蒋云清很可怜。王夫人没说话，一直到一场戏终了，她方低声道：你要知道，做父母亲人的真的爱那个孩子，就会千方百计地为他谋求幸福，只要不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就谈不上绝对的应该与不应该，这个你将来做了母亲就知道了。对于蒋云清，你已经尽了责任。人虽说有种种无奈，但并不是你不愿意，别人真的就能随意控制你，这个你很清楚。以后看不惯的事情还会很多，你能一一替他们理会来吗？能帮的就帮一把，不能帮的也要想得开。牡丹默然无语，她心里也明白王夫人说的对，为了财权，多少人家都愿意把自家品貌双全的女儿嫁与宦官了，何论是一位真正的王孙。而汾王妃和陈氏想为自家的孩子选一个合适的妻子，也并没有说看上就要强求，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是各取所需，没有什么不对。而蒋云清固然不幸，但若真的坚决不肯，谁又能怎么样？但只是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他心里真的颇不是滋味。王夫人见牡丹不说话，以为自己的话重了，便又道：我不是说你好心是坏事，但是……牡丹抬眼看着他一笑：娘，您不必说了，我知道了。很多时候想法和现实就是这么不搭调，想不通也得想通。王夫人微微一笑：去陪阿欣吧，跟着我受累又不好玩。谢谢娘。牡丹途经萧雪溪母女面前时，因正好与他们的目光相接上，她习惯性地对着他们笑了笑。这是炫耀，胜利者对失败者的炫耀。萧雪溪猛然炸了毛，一下子揪紧了尉迟氏的胳膊，眼泪差点夺眶而出。尉迟氏淡淡地扫了牡丹的背影一眼，淡定地轻轻抚着萧雪溪的背，小声道：来日方长。宴会一直持续到申时3刻方才散去，牡丹留汾王妃与陈氏在方圆住一夜，第2日再回去也不迟。汾王妃累了，也有想与王夫人说说话的意思，有些心动，陈氏却是坚决要回去，拧着眉头，一副生怕人强留她的别扭样，与先前的温柔样完全是两回事。汾王妃无奈地叹了口气，低声道：好吧，回去，回去。竟是一副对陈氏多有迁就的样子，陈氏这才笑起来。带着婆媳2人的车驾远了，王夫人方回头对牡丹道：看到了汾王妃对这个儿媳有多偏爱了吗？知道为何这么多人上赶着来，就连堂堂的国公府都动心了吧？牡丹扶了他往里走。那位王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王夫人道：其实也不怎样，就是天生不会说话，性子也很孤僻，不喜欢理人，只爱独自一人骑马射箭，写字看书罢了。陈夫人自己先就觉得矮了人一截，轻易不肯让他见人，外间人不知道，都以为他是脑子不灵光。牡丹隐隐松了口气。大郎他们大概也该回来了，我去厨下看看，给他们准备好吃的。王夫人看到他的表情，机不可见地摇了摇头。樱桃低声道：夫人，少夫人太过心软了，那边府里的事怎么乱都不干咱们的事，好心可未必的好报。王夫人笑道：还好吧，只要不冲动乱来，会心软是好事。牡丹去了厨房，只见汾王府留下来的管事正在指挥人收拾杯盘碗盏，又把席上剩下的菜肴请贵子找人拿去，以汾王妃的名义散给村中穷苦之人，整个厨房一片忙乱，哪里顾得上给蒋长阳他们做吃的。牡丹只好叫雨和去寻些方便易得的食材，准备到后院小灶上去做。才到的后院门口，就听见潘景的笑声。雨和笑道：
看吧，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刚操心着要做吃的就回来了。牡丹便吩咐雨和网灶上去做饭，自己循着笑声去寻蒋长阳等人。只见蒋长阳、潘荣、潘景一溜三个坐在小溪流边，都把鞋脱了，赤着脚泡在水里玩，个个的脸都晒得红扑扑的，笑容满面的。牡丹便扔了一颗石头过去，打起水花来，几人叫了一声，回头去找罪魁祸首，看到是他站在那里笑，潘荣便匆匆忙忙地穿鞋，蒋长阳则道：人都走了吗？还有一群留下来收拾东西的，怕是要明日才能离去。牡丹摇头：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饿了吗？我让雨禾去做饭了，回来将近半个时辰了。潘荣边穿鞋边笑道：饭就别做了，我们刚吃过。牡丹大为诧异：从哪里吃的？潘景一笑：你问蒋大郎，人家的谢恩宴。说着将潘景抱起来往外走，我们去找阿新，不打扰你们了。牡丹走过去，挨着蒋长阳坐下来，笑道：你们从哪里吃的？蒋长阳亲热地拥住他的肩头，笑道：我们去了幽园，马眼亲自下的厨。马眼并不跟他们一同住在方圆，而是单独住在了幽园。牡丹看着他笑：他的手艺怎么样？他的手艺非常好，特别是冷修羊做得特别好，连潘荣都吃的差点没把舌头给吞了，潘景更是多吃了一大碗饭。牡丹看到蒋长阳回味的样子，不由笑道：潘荣这个挑三拣四的人都如此，那就更不要说你这个不讲究吃食的人喽。你差点没把牙齿都嚼碎了，一并咽下肚去吧。蒋长阳微微一笑：嚼牙齿那倒是不至于，不过他的谈吐见识是真的让我很惊讶。牡丹斜瞟了他一眼，从袖中摸出一个嘉庆里，狠狠一口咬下去。你现在才惊讶他的谈吐见识，你们不是早就熟识的很的吗？都熟悉到马眼想给他做侍妾了。蒋长阳听他这口气，有些发酸，有些想笑。怎会熟识的很？不过是因为向他打听过几回消息，一手钱一手货，哪有多少时候与他细说。现在正好有机会。牡丹不笑不气，只使劲嚼李子。别瞎说，坏了人家的清誉，人家不饶你的。蒋长阳探头去瞧牡丹手里的嘉庆里，吃什么好吃的？哟，嘉庆里也分我一口。说着抓住牡丹的手就要去咬李子。牡丹将他的脸给推开，把剩下的小半个李子扔进嘴里，吐出一粒果核来，微微一笑：你不爱吃果子的，别浪费了，还是马眼儿做的冷修羊好吃。说着又从袖里取出另一个李子来，叹了口气：这还是娘悄悄给我留的，真正的洛阳嘉庆方出的嘉庆李，我还舍不得吃呢，一直留着，现在还是趁新鲜吃了吧。分明是留给我的。蒋长阳趁他不注意，嬉皮笑脸的一把夺了，入口就眉毛眼睛都挤成一堆。怎么这么酸？牡丹白了他一眼：嫌酸就吐出来。蒋长阳忙左右张望一番，往他脸上吧唧了一口，笑道：我是说你好酸。他酸。牡丹斜睨着蒋长阳笑了一声：甜不喜欢，酸不好吃，就是羊肉好吃，对不对？哎，蒋长阳失笑：我说你怎么就揪着一点不放？不过一顿再简单不过的饭，又有潘荣陪着的，能怎样？牡丹笑：你要觉得不喜欢，以后我不揪就是了。你爱吃冷修羊是不是？我以后天天顿顿都让人给你做，腻不死你。我喜欢，能得您老人家肯揪着，是多大的福分呢？蒋长阳举起双手捂住脸笑：其实我突然发现冷修羊吃多了腻，我这时候就想吃点酸酸甜甜的果子。死样！牡丹拍了他的手一巴掌，转头退了鞋袜，也将脚放到溪水里抛着。出来，出来，谁许你泡凉水脚了？蒋长阳忙去拉他的脚，身子又弱，还泡凉水脚，想躺下让我伺候你是不是？我才没那么娇弱。牡丹不许他碰他的脚。蒋长阳一只手就将他两只手给捉住了，另一只手去抓他的脚，小声喊道：快拿出来，人家看到我媳妇的脚了，我吃亏了，吃大亏了。呸！牡丹踢他，踢起一串水花，溅得蒋长阳半边衣衫都湿透了。蒋长阳眨了眨眼睛，也反踢回去。水花高高溅起，溅得牡丹满头满脸都是。牡丹两只手被他紧紧攥着，没法去擦水，只得狼狈地眯缝着眼睛，侧头在肩头上擦了擦，吐了2口口水，骂道：脏死了！然后使劲踢水，试图报复。只听蒋长阳声音低哑的道：羞死了！牡丹听他声音不对，抬眼一瞧，只见他侧着身子，斜着眼睛盯着自己笑，垂眼一看，却是谁把自家身上的胭脂色薄罗衫子和豆绿抹胸给浸透了。原本就极轻薄的布料，此刻更是透明，紧紧贴在胸前，凹凸分明。胭脂色下是豆绿，豆绿下头2点胭脂色，比没穿还要命。牡丹一时恼羞成怒，猛地一推蒋长阳，
双臂环抱住前胸，左右张望一番，低声骂道：叫你乱踢，被你害死了。蒋长阳站在其大腿深的水里，发傻地看着牡丹又羞又气又怯的样子，鬼使神差的就挤到他面前，伸手去拉开他的双脚，挤在他面前，双手撑在他的肩膀上，俯身喊道：丹娘。水浸湿了他身上竹叶青的袍子，露出肌理分明、线条优美阳刚的身形来。牡丹突然想到前夜碧纱橱里，满天星光下，他满头细汗拥着他小声喊他的名字时的场景，他的心跳不由漏了一拍，嗓子有些发哑地道：干嘛？随即又推了他一把。人多着呢，被人看见。蒋长阳站着不动，收回放在他肩上的手，缓缓去解腰带。他要干嘛？牡丹大急，脸红的几欲滴血，轻轻踢了他几脚。你要干嘛？叫你快上来。说完又觉得有歧义，于是脸愈发红。却见蒋长阳一脸促狭的笑，将外衣褪下拧干了水，轻轻给他披在肩上，趁机开了一把油，伏在他耳边轻轻咬了一口，小声道：别急，我马上上来。他滚烫的某处有意无意地擦了擦他的膝盖，牡丹犹如被火烫了一般，猛地缩了一下，差点跳起来。恨死你了，讨厌鬼！牡丹瞪了他一眼，收起脚水也不擦，踏了鞋子就走，临走前还恶作剧地将他的靴子给扔得远远的。丹娘，给我靴子！蒋长阳看到他孩子气的举动，好气又好笑。他的丹娘总是这么可爱，可爱到让他心里又酸又软。脚下的溪水安静地向着前方流淌，傍晚的风从树梢刮过，留下一片沙沙声。方圆沐浴在傍晚的阳光下，一派的静谧美好。这样安静美好的生活，值得他为之奋斗和付出一切。牡丹蓬着湿哒哒的头发，披着件湿淋淋的男人袍子，裙角滴着水，表情严肃地从在门口聊天的林妈妈和舒儿，以及正在打瞌睡的甩甩面前走过，大摇大摆地进了屋。这种样子的牡丹谁也没见过。林妈妈和舒儿面面相觑，甩甩迟疑了片刻，嘎着声音迟疑地喊了一声：牡丹。牡丹将湿鞋子踢掉，又将蒋长阳的衣服给扔在地上，大声道：我不小心踩到溪水里去了，给我弄水沐浴。哎，马上就来。林妈妈忙推了舒儿一把，示意舒儿赶快去准备，自己则进了屋，一眼看到地上的男人衣服，唬了一跳，小心翼翼地去捡。牡丹道：不许捡，等他自己回来捡。林妈妈翻了翻，认出是蒋长阳早上出门时穿的那件，就放了心，笑着缩了手，去找帕子来给牡丹擦脸擦头发。嗔怪道：也不小心点，被人看到笑话都是次要的，要是不小心着凉了怎么办？牡丹低着头不说话。林妈妈叹了口气，给牡丹翻出换洗的衣物来。老奴伺候您。妈妈，你出去吧。指着中医的蒋长阳昂首挺胸地走进来，那神态却仿似他穿着将军的铠甲一般。林妈妈神色古怪地看了这二人一眼，老脸通红，快步出了门，替他二人将门紧紧掩上，抚了抚胸脯。舒儿捧了枣豆过来，一时看到他那样子，奇怪地道：妈妈你怎么了？林妈妈忙摇头：没怎么。随即去拉舒儿：走吧。舒儿没看见蒋长阳进去，便扬了扬手里的水晶碗：浴室里头没枣豆了，我还要给娘子送枣豆去伺候她呢。门吱呀一声响起，蒋长阳从里头伸出头和手来，接过水晶碗：给我，去吧。林妈妈和舒儿对视一眼，俱都红着脸往远处躲了开去。蒋长阳将水晶碗放在桌上，弯腰去捡自家的衣裳：何家的丹娘，你过分了，穿了我的衣服还扔在地上，又扔我的靴子，害得我赤着脚在花圃里翻，弄得一脚的泥。谁家的媳妇敢像你这样的？欠打！牡丹扔下帕子，起身走到隔壁浴室准备洗澡。你活该！是谁把我弄成这样子的？我还不是躲来闪去，好容易才回到这里的。你没看见林妈妈和舒儿的表情，甩甩都差点认不出我来了，都是你害的。蒋长阳见他要关门，忙抢前一步堵住门：我先洗。牡丹拧眉：先来后到知不知道？先下手为强。蒋长阳嘿嘿一笑，将上衣一脱，大步往澡盆边冲。干嘛呢？就会捡便宜。牡丹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冲上去，一把扯住他的腰，仗着身形灵活，踢了鞋子，将披袍一扔就进了澡盆，然后对着蒋长阳得意的做鬼脸。却见蒋长阳眉头一挑，手指一勾，长腿一伸，得意的跨进了澡盆。你干嘛？牡丹才喊了一声，身上就一凉，豆绿的肚兜长了翅膀飞了。蒋长阳拔开了头上的热水塞子，热水从二人的头上淋下来，砸在肩头上，溅开，成了一串晶莹的水花。被水汽和水花包围着的牡丹，羞涩而晶莹，美丽的如同清晨带露的牡丹花，
蒋长阳的眸色渐深，指尖在牡丹细腻的肌肤上画了一个圆圈又一个圆圈。他盯着他的眼睛，声音暗哑地道：“这回看你还往哪里跑？”牡丹站立着，看着自家的大灰狼得意地俯下去，轻轻抓住他胸前的小白兔，亲住小白兔闪着胭脂光泽的小嘴，直到它变得如同猪果一般坚硬。大灰狼的爪子放肆地在闪着白玉光芒的肌肤上到处游走，不慌不忙，耐心细致，时轻时重，不时又突然在最隐秘敏感的地带偷袭一回。听到牡丹不时倒抽一口凉气的声音，察觉到他身体的变化和渴望，蒋长阳含住他的耳垂低声道：“丹娘，喊我。”牡丹微闭着眼睛小声道：“乘风。”蒋长阳轻轻舔了他的玉颈一口，低低喘息，说：“你要什么？”你。牡丹才说了一个字，就觉得身子腾空飞起，已被他抱起打开，挎在他的腰间。在结合的那一刻，他和他都幸福地站立着，对视着彼此的眼睛，全身心的投入，想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奉献给对方，给对方最愉悦难忘的感受。氤氲的水汽中，牡丹全身无力地攀着蒋长阳，一任他将他抱起又放下，翻过来又覆过去，打开又合拢。他仿佛是力大无穷，无所不能的，仿若强有力的海浪一样，他则是大海里的一叶小舟，被他有力地推到一个高峰又一个高峰。起起伏伏中，牡丹看到满天的星光和蒋长阳幸福的脸从他的眼前掠过，他猛地抓紧了他的胳膊，低低喊道：“乘风。”他的凤眼妩媚，光亮如星子，水滴从檀黑色的发梢滴下，将粉红如芙蓉玉一般的肌肤映衬得更加晶莹，鲜红饱满的唇瓣微微张着，整个人像极了妖娆到了极致的花妖。蒋长阳越发兴奋，只更加用力，直到牡丹哽咽着告饶，方才放缓了动作，小意温柔，却舍不得放开他，恨不得从头再来一回才好。却见牡丹娇柔地伏在他胸前，卷翘浓密的睫毛上凝结着晶莹的水珠，媚眼如丝，低低地道：“我累。”魔人精。蒋长阳心中的某一根最细微的弦被一下揪紧，他绷紧了身子，拖住牡丹纤细的腰，迅猛地俯冲起来。潘荣和白夫人并没有能在方圆住上多久，七夕刚过没几天，楚州后府就派了人来，倒是楚州后夫人身体不适，也不说要潘荣和白夫人回去，而是说要接潘景回去，以慰病中寂寞。在这样的情况下，潘荣和白夫人只得收拾行囊回城。方圆一下只剩了王夫人和牡丹、蒋长阳，兴许是习惯了潘景和潘荣每日里的吵闹不休，几人都觉得冷清了好多。晚上吃饭的时候，王夫人就感叹：“你们别说，这家里多个孩子真是要热闹许多。我每次看到潘景那小粉脸蛋儿，就想咬一口，可转念一想，我不是他亲祖母，咬了要被人嫌弃的，只好忍下了。”蒋长阳就笑看了牡丹一眼，牡丹明白王夫人的意思，微微红了脸，埋头吃饭。反正这个月是没戏的，她正不方便着呢。王夫人见好就收，给牡丹夹了一腿鸡肉，又舀了半碗汤。多吃点，你太瘦了。牡丹本已吃得半饱，若是王夫人不劝，她兴许还能再吃点，可一看到面前的一大腿鸡肉和半碗汤，立刻就觉得饱了，半点都吃不下去。可是王夫人一直以来都是顺着她，几乎就没提过要求。好吧，先吃肉，再喝汤填空。她吸了一口气，准备去夹鸡腿，却见一双筷子从斜刺里杀过来，敏捷地将她面前的鸡腿给夹走了。牡丹不由窃喜，双眼放光看着蒋长阳。蒋长阳看也不看他，口里吃着鸡腿，抱怨王夫人：“娘您太偏心了，什么好吃的都给他。”王夫人瞪了他一眼，却也没有戳穿他的把戏，只淡淡地道：“我对他好不就是对你好吗？”牡丹一听这话，赶紧抬起鸡汤，几口喝光，然后讨好地看着王夫人笑。王夫人瞟了他一眼，轻轻敲敲他的头，骂蒋长阳，半点不讨喜，却没有再劝牡丹吃过东西。第二日清晨，牡丹吃过早饭就去了种苗园，与李花匠打了招呼后，就蹲在去年秋天种下的牡丹花幼苗旁查看长势，看今年秋天能不能移栽成功。大黑尽职尽忠地守在一旁，伸直双腿，把头放在腿上淌着口水，听牡丹指导语和。你看，肥水很适宜，今年中秋前后就能移栽。他在其边比划着，起苗前要在这里挖2尺深的沟，然后垂直入土，把土和苗一起送入沟中，才能剪苗。大的移栽到苗圃里去，小的还重新种在其里。雨禾认真地记下，然后扫了一眼立在不远处专心刺弄牡丹花的李花匠，小声道：“他昨晚答应教我用刀了。”真的。牡丹很是替雨禾高兴，也为李花匠开心，他总算是挑着满意的学徒了。雨禾有些黯然，他最近干活的时候，偶尔也会留阿顺和满子在一旁看着，我估摸着他还是有些嫌弃我是女子。等和您禀过以后，正式收的只会是那2人。
牡丹拍拍他的手，没关系，你有我。雨禾有些忧伤地道，是啊，多亏还有您。牡丹早就想问他这段时间和贵子处得如何，到底是怎样打算的，一直就没机会开口，现下见着机会正好，便道，上次我们来的时候，风大娘使人来说让你过些日子回宣平坊一趟。知道了，但方圆忙着呢。雨禾的动作顿时停了下来。风大娘早就和他说了几回，倒是给他相看好了亲事，早点定下，将来牡丹也好生他做管事娘子。可是他心里满满都是那人，怎么肯另嫁他人？牡丹听他这意思，就是不想回去，便道，你还记得去年秋天我和表公子吵架那一遭吗？当时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李姓。雨禾一怔，随即点头，记得。你记得就好，既然放不下，就去争取，是死是活早见真章，这样拖着有什么用？牡丹低声道，如果你想好了，和我说，我让人去问他。倘若他拒绝了，那以后再见面岂不是太尴尬了？就这样远远看着，他什么都不知道，也许更好。雨禾正在犹豫间，忽见贵子笑吟吟地从外头进来，朝牡丹跟前行了个礼，笑道，娘子，外头来客了。是卢五郎和一位黑面皮的女客，还有一位道是从杭州来的男客，说是早前就与您约好的。见吗？见，怎么不见？雨禾你也一起来。牡丹匆忙往外走。不用问，与卢五郎一同来的定然是段大娘和那日段大娘说的那位要寻名品牡丹和好花匠的杭州富商。到了正堂，却不见客人，贵子都觉得奇怪，忽见阿桃过来笑道，郎君恰好遇见，听说是来看花的，便先领着看花去了。这会儿约莫在半月亭附近。行至半月亭附近，只见蒋长阳和卢五郎等人站在一株金腰楼面前，正绘声绘色地描述金腰楼盛开时的场景。颜色是粉红色，黄色尖枝，花瓣重叠如楼，花冠可达1尺，有800多瓣，非常美丽，也极其难得，我家只得这一株。听说还有玉腰楼、红腰楼，可惜不得见。就听段大娘身边那个穿褐色圆领缺胯袍的男子操着一口纯熟的官话道，敢问郎君，这一株金腰楼要值多少钱？蒋长阳有些为难地道，这个详细的我确实不知，要问捉精。不过我记得他当时得到这株花时分外高兴就是了，倒是花了钱也未必寻得着。牡丹不由一笑，原来蒋长阳也能替他做生意打下手的。这金腰楼本是和牡丹的嫁妆，听说传自宫中，十分稀罕难得。他倒晓得他得到的时候分外高兴了，有鼻子有眼的。那杭州富商不再多问，而是蹲下去上上下下打量起那株金腰楼来，先看根部蒙镊枝，又看枝干叶片，倒像是个懂行的，看了一些方站起身来，道，玉腰楼其实花型与这个一样，就是见色为白色罢了。敢问客人见过吗？牡丹缓步行过去，与众人一一见礼，看向这杭州客，一看之下不由有些吃惊，段大娘的老朋友竟然如此年轻。这杭州客不过中等身材，年纪约有37、8的样子，衣饰虽然精致，却风霜满面，络腮胡遮了半张脸，鼻梁高挺，一双眼睛狭长明亮，饱含着生意人的精明。卢五郎许久不见牡丹，如今见到她已褪去了青涩，又比去岁之时添了许多风情，全身绽放着青春与少妇的娇艳，不由就有些挪不开眼睛。好歹记着礼仪，垂下眼就不敢再看。大抵是因为苏杭美女如云，那杭州客见惯不怪，见到牡丹也不过是微微眨了眨眼，就敢直视着牡丹坦然笑道，在下不才，家中正好有一株玉腰楼，老母一直就想再寻一株金腰楼，凑成金玉满堂。这些年在下寻遍大江南北都不曾见过，只听人说只有宫中才有，便来一碰运气，哪成想果然运气极佳，竟然就遇到了。牡丹摇头微笑，这金腰楼是我的陪嫁，不卖的。我那玉腰楼在杭州之时，一朵花要值3万钱，这金腰楼想来也不便宜。那人淡淡一笑，四处张望，先看其他花，一朵花要值3万钱，这是故意抛饵呢，这人可不好糊弄。牡丹便低声同蒋长阳道，你若是不感兴趣，就不必陪着了，去做你的事情吧。蒋长阳笑道，我陪你。言罢朝那杭州客商行了一个礼，还不曾请教过客人尊姓大名。在下姓蒋，名长阳，字成风。那人一笑，回礼道，是在下疏忽了，在下姓金，名不言，字寂寞。好古怪的名字，听上去就无限萧瑟。这谁家给孩子取名字，竟然这样起的？牡丹暗自嘀咕了一声，前头引路，客人请这边走。我这方圆目前也有上百种花，其中拿得出手的名品牡丹也有几十种。
金无言聚精会神地听着，每走到一处，总要停下来详细问上许久，不光是对牡丹花感兴趣，对石头也感兴趣，竟然对那石头的来历品种、价值句都说得头头是道，尽显精明本色。这样走走停停，一直走到中午时分，还没完全游完整个方圆，看完所有的牡丹花。牡丹都觉得脚疼了，人也饿了，金无言还在兴高采烈，一副全然不知疲累的样子。蒋长阳便道：此时已近午间，客人不如一同用些饭食，歇上一些，又再看如何？段大娘人胖，又是常年在船上的，早就累得不行，闻言大喜，连声赞同。金无言呵呵一笑，客随主便。一行人往草亭中坐了，牡丹自去安排饭食，因不知金无言、段大娘的嗜好是什么，先使贵子去问了他们随行的小厮，又去同周八娘商量。周八娘道：既是江南人，自是爱吃鱼虾蟹，不过想来吃多了也腻，不如就做些咱们的清淡家常菜，再加一个软丁雪龙，一个干块，米饭用上好的香精好生焖浆出来，保管他们喜欢。牡丹听得分外满意，又叮嘱取好酒好器皿，安置妥当，方才去陪客人。段大娘听说王夫人在，便主动提出要去拜见，考虑到秦三娘与景王的关系，牡丹探寻地看向蒋长阳，蒋长阳微微点头，牡丹这才领了段大娘过去。牡丹引着段大娘去王夫人的居所，趁机与她打听金不言的情况。大娘，从前听您说起这位客人是您的老友，我下意识的就以为是位年纪和我父亲差不多的老人家，谁知竟会如此年轻。段大娘笑道：这金不言虽则年轻，却是10多岁就开始跑江湖的人，我与他也算是认识20来年了，不是老友是什么？牡丹便笑，这位金客人身上真是没有半点江南男子的影子，官话也说得挺好。段大娘赞同，这倒是真的，我第一眼见他时，几乎都以为他是个北方人，他母亲倒是一口杭州话。他顿了顿，看着牡丹笑道：何夫人，您放心，他是真真正正的商人，在杭州也是排得上号的，您一打听就能知晓。他呢，是第一次进京，这京中除了我和几个有生意来往的商人以外，就不认得什么人。我呢，就是单纯进京来瞧妹妹和外甥的，意思是就是单纯来做生意的，没有其他目的，和景王、秦三娘什么人都没关系。牡丹有些脸热，自知是才与蒋长阳的眼神交流被段大娘给看在了眼里，记在了心里，遂与段大娘行了一礼，道：不瞒大娘，我一直希望天下人都能欣赏到方圆的花，只外子如今是戴罪之身，不得不小心从事。段大娘笑起来：你放心，我这几日也陪他看过了曹家花园与好些地方，他从没在哪里如同今日这般留着许久还恋恋不舍的。牡丹自知这生意是一定能做成的，只是数额大小却说不定。他还想用交换的办法把那玉腰楼给引进来。王夫人见了段大娘，并没有特别谨慎小心的样子，很热情地留了段大娘在她那边用午饭，又与段大娘说起扬州一带的风情来，悠然神往之，喟叹道：扬州好地方，虽无巍巍气象，但繁华并不亚于京中，若不是为了我儿子，我那时候在那里住着就不想走的。段大娘忍笑不已：那您将来还可以去那里养老。牡丹见他二人谈得欢喜，遂告退出去，继续安排家事饭食不提。午饭过后，金不言又开始了他细致的参观工作，待行到种苗园门口，他抬步就要往里行，牡丹不动声色地往前一步拦住了，笑道：对不住，这里面住着一位老人家，他不喜欢人打扰，客人请这边行。金不言站住，笑道：我听说夫人有个种苗园。牡丹默了一默，笑道：是，正是此处。故意隐瞒没有意思，但并不是想看就可以看的。金不言抬眼盯着那道紧闭的大门，轻声道：倘若我这次要同您做一笔大生意呢？比如说我订的不是街头，而是嫁接成功的花，我若是不亲眼看到种苗园，怎么知道您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实力？牡丹侧头看着他，那得看您这笔生意到底有多大了。倘若超出我的实力之外，我也是不会接的。生意要长远，没有什么比信誉更重要。金不言呵呵一笑：那可以商量，目前来看，我想在京中购买的花大概也有几百株。您稍后。牡丹暗暗吸了一口凉气，示意雨禾跑进去将大黑拴好。几百株，不是街头，而是嫁接成功的花，那得多少钱？好大的手笔！乖乖，难怪人人都说江南富庶，这一个段大娘是女传王，随便冒出一个金不言，又是个富得流油的进了种苗园。金不言东张西望一回，问明牡丹那些是神样锦，在神样锦的前头站了许久，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牡丹播种繁殖的幼苗，道：若是用这个法子来种丹皮，省事不少，成本也低，
不知何娘子可有这个意愿？若是您愿意，在下有个生药型可以合作。种丹皮其实不是什么难事，牡丹正要开口，蒋长阳突然道：光是这个园子就已经耗尽了捉精的心血，若是再种丹皮，我怕他更忙得连吃饭都没空了。言下之意是不赞同牡丹在弄什么丹皮。牡丹没想到他会突然替他拒绝金不换，很是有些诧异，却也没说什么，赞同地道：正是如此，能把花种好就已经很满足了，若是能培育出几个新品种来，更是平生所愿。金不言笑了一笑，转而道：听闻府上有块御笔亲赐的国色天香匾额，不知在下可有这个眼福得以瞻仰。他要看匾额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要求，牡丹自不会拒绝他。但是金不言一动不动的在那匾额之下一站一看就是半个时辰，他就有些受不住了。看得这么入神，难不成还想把这匾额搬回家去？您看这天都要黑了，不如还留在舍下用晚饭。牡丹讪笑着看向卢五郎，卢五郎会意，忙上前去扯金不言的袖子，低声说了几句话。金不言这才仿佛突然惊醒一般，回头看着蒋长阳和牡丹行了一礼，有些羞涩的笑道：在下太过失礼了，乡下人没见识，平生第一次见到御笔，竟然看得入迷了。蒋长阳和牡丹虽觉古怪，却也很理解的一笑，将话题掩过，再提留下用晚饭的事情。金不言笑道：天色已晚，饭就不留了，看了这一整日的花也差不多了。何夫人，咱们言归正传，您能卖给我多少株花？价钱好商量。牡丹嫣然一笑：难道我有多少您就要多少？金不言目光炯炯地看着他道：阿猫阿狗我自是不要，要的就是好的。牡丹示意与何去准备，那我让管事把方圆能卖的品种写个单子给您，您瞧了以后定下来，咱们又再谈价格。雨禾速度极快，很快就将单子写了送上来。金不言取了一支笔，边看边写，写到后头停住笔问牡丹：为何不见金腰楼？牡丹微微一笑：要金腰楼就要拿玉腰楼来换，不要钱。金不言微微叹息，继续往下写，最后将一张单子递给牡丹。以下单子中每种都要6株，每株最少要接6个接头以上，株高最少要有2尺，明年春天要求有2/3以上的接头能开花。价钱按市价，我不压您价，高一些无所谓，但一定要好。牡丹初步估算了一下，他要的一共有35个品种，都是名品，每种6株，就是210株。按着他这样严格的要求，就算是其中最不好的价格，也不会少于10万。初步一估算，已然是3000多万钱，近4000万钱的生意。但是这样的生意，其实也就是看起来好看，实际上没那么好做的。如果不出他所料，往往背后的要求都很严苛。他试探着道：那运费和途中损耗呢？金不言一挥手：算我的，我会让人专程来接。但是他看着牡丹，慢慢地道：我会先付1/3的定金，等到拿到花之时再付1/3，剩下的1/3要到明年春天花开之后再付。假若您的花不能做到2/3以上的接头开花，那剩下的1/3的钱自然就没了，而且若是开的花不多，您还要倒赔我钱。他不是神仙，他能保证所用的接头和针木都用最好的，却不能保证后期牡丹花的管理不会出问题。这个要求固然是为了防止他滥竽充数，其实也是很严苛了。牡丹皱眉道：那若是因为您管理不善呢？金不言无限自信地笑：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可能您也听说了，我此番要寻好花匠，但这好花匠却不是指日常管理花木都会出错的花匠，而是指像您这样的能接神样紧，能培育新品牡丹花的人。您若是不放心，可以派遣一名您信得过的花匠跟着，食宿路费都由我来付。当然，意外的天灾人祸与您无关。牡丹慎重地道：我可以问问您买这些牡丹花的用途吗？金不言傲然道：您放心，我虽然做生意，却不做牡丹花生意，纯属个人爱好。明年4月初8是我老母60大寿，我要建一个杭州最好的园子，百种牡丹竞相开放，送给她做寿，所以这牡丹花我不怕贵，只怕不好。有钱了，所以想搞个不一样的生日宴会，孝敬母亲，禁不住落面子。牡丹点点头，表示理解。既然早有此心，为何不早日买花，偏要等到今年呢？多数品种的接头第1年开花都不会太多。金不言哈哈一笑，反问道：您怎知我是今年才开始准备的？去年您的方圆还没开张呢。洛阳吕家的花我也买了不少，曹万荣那里我也订了一些，难道您不敢和我做这笔生意？牡丹笑道：不是不敢，我这是慎重，为您好也为我好。这样我将价格核算出来，再与您谈价。金不言爽快地道：可以，过2日我再登门拜访，您尽可以核算清楚。
也可以打探清楚，几千万钱的生意不是随便做的。蒋长阳和牡丹送了金不言等人出门，却见几骑人马踏着斜阳而来，当头一人正是方伯辉。金不言立在马前，看着方伯辉道：“敢问这位可是安西节度使方伯辉？”金不言此言一出，不要说牡丹和蒋长阳吃惊，就是陪他一同前来的段大娘和卢五郎也吃惊得很。段大娘甚至有些不高兴，金不言根本不管其他人的表情如何，只目不转睛地看着方伯辉。方伯辉勒住马，微微皱了眉头，目光锐利地看向他。敢问郎君是？金不言微微一笑，端严地行了一个礼。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商人，您不认得在下，在下却是早就久仰大名，也曾经在秋瓷远远见过您一回。贸然出言相询，不过是觉得能与名震安西的方节度使说话的机缘，不是每日都会遇到的，好似是一个仰慕者。方伯辉跳下马来，潇洒地将手里的缰绳往后一抛，在金不言面前站定，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了一番，道：“那么，请问郎君，这位小小的商人到秋瓷去做什么呢？到这里来又是做什么呢？”金不言道：“去秋瓷贩卖绢布，来这里买牡丹花，都是做生意。那就祝郎君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方伯辉一笑，大踏步往里头去了。金不言抬起头来，目送着方伯辉的背影，然后回头看着蒋长阳笑道：“蒋将军堂堂正四品下皆名威将军，却在这里卖牡丹花，实在是浪费了。”蒋长阳一滞，随即淡淡一笑，并不回答他的话，只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金不言在众人惊异的眼神中，潇洒利落地翻身上马，对着蒋长阳和牡丹一抱拳，转身策马而去。蒋长阳面无表情地看着金不换的背影，唤了一声：“顺猴。”顺猴乖滑地溜出来，行了个礼，也不问要做什么，转身就去了。这人好生古怪，也真是无礼。牡丹小心翼翼地看着蒋长阳，只怕他被金不言那句话给刺激了，是有点古怪。蒋长阳回头看着他，微微一笑，与他并肩入内。一来就开口要做两桩大生意，要不是胆子很肥，就是早就把咱们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现在我最想知道的是他到底是什么人，想做什么。看他和方伯辉打招呼和跟自己说的那句话，似乎不是胆子肥，而是早就把他们的底细给摸透了，并且是半点不隐瞒。固然生意人做生意前把对方的情况给摸清楚是再正常不过的场景，然而他们这样的家庭，金不言这样的态度，实是有些过了。牡丹故作气愤地道：“咱们不和他做生意了。”蒋长阳被他孩子气势的举动逗得一笑，道：“有钱不赚是傻子呀。等顺侯回来以后，我再告诉你可以做或是不可以做。你去厨下安排晚饭，我去陪陪义父。”言毕竟自去寻方伯辉。牡丹在原地站着想了许久，方才抬步往厨房去。是夜，他和蒋长阳为方伯辉第一次到方圆来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家宴，酒至酣处，蒋长阳吹夜笛，王夫人唱歌，方伯辉舞剑，牡丹击节，谁也没提那些让人操心的事情，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直到月上中天方才散去。天气太过炎热，林妈妈早就指挥着人在院子里设了碧纱橱和床榻屏风。牡丹洗浴完毕，回到碧纱橱中，蒋长阳早就敞着胸怀，仰面躺在床上睡着了。牡丹拉起被子给他盖上，在他身边轻轻躺下，看着天上闪烁的星光，思绪还停留在白日的事情上。一只手轻轻探过来握住他的手，蒋长阳翻了个身，将头顶着他的头，低声道：“睡不着吗？”牡丹蜷入他的怀中，低声道：“还好。”蒋长阳将他散落在枕上的头发给理顺，低声道：“你今日有些不快活吧？”“没有。”牡丹断然否认。蒋长阳欲言又止，终还是道：“我知道你不喜欢国公府的事情，也不喜欢前几日那种宴会，你想做的和我娘想做的差不多。你还喜欢赚钱，但是来了赚钱的机会，却因为我的缘故，不得不缩手缩脚。这是代价，就像他为了娶她所付出的代价一样。”牡丹抬眼看着他：“我知道你也不快活。”“没有。”蒋长阳也是断然否认。“你不喜欢这样窝在家里，你喜欢的是从前那种虽然苦累惊险，但是能体现你价值的生活。我帮不了你什么忙，我能做的就是不拖你的后腿。”这就是皇帝给蒋长阳的惩罚。蒋家人觉得轻巧，但对一个事业正处在上升期的年轻人来说，绝对是足够的警醒。一个月很可能就是一辈子，要么就听我的，要么就过这样颓废无用的日子，二选一。你没有拖我的后腿，这件事和你没有任何关系。蒋长阳拥紧了牡丹，更何况有所得必有所失，我如今得到的远比我失去的多，我不觉得你拖了我的后腿，可是我希望你能够快活呀。牡丹微笑着低声道：“我不喜欢听到再有人像金不言那样说你，
以后再有人来买花，你不用跟着我了。小生意我交给雨禾和桂子去处理，我不用出面，大生意我也不会贸然做决定，会和你商量以后再做。就像你为的是我们这个家一样，我也要为了我们的家考虑，我们是一体的。蒋长阳很喜欢他说他们是一体的，更喜欢牡丹没有为此而郁闷生气。他绕着牡丹的头发，把她的头发和自己的接在一起，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牡丹将最后一句念出来，看着蒋长阳的眼睛，轻轻道：我们是夫妻。今天我没有不快活，种卖单皮不是什么难事，只需要一个好的管事和掌柜，自己开个专卖单皮的铺子，就可以把单皮卖到大江南北去。卖花到江南，就算是因为景王的原因不能和段大娘合作，也可以寻找其他人，都不是不可行的事情。要实在两样都做不成，每年这京中租花买花的也够我忙活的，钱多多用点，钱少就少用点，反正饿不死人。但刚到方圆的那天晚上，我真的不快活。刚到方圆的那天晚上，蒋长阳想了一回，笑道：想不起来是怎么了？你说给我听听。牡丹正色道：那天晚上我问你，你和义父元十九白日都说了些什么？是不是上次的事情又有了新动向，对你不利？你说我胡思乱想，然后装睡不理我，什么都不肯和我说。我心里非常不舒服，觉得我很无用，是个被排挤在外的局外人。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蒋长阳凑过去亲他，不管我做什么，我都是希望你高兴，过得舒服。不过是一件无意间的小事，却被他记了这么多天，还想得那么严重，那么远。牡丹侧开脸，还是我先前和你说的那句话，我是你的妻子，我希望你能快活，可是你什么都不肯和我说，我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也帮不上你其他忙，我只能尽力不拖你的后腿。我和你说这个不是要和你算账，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内心的真实想法。你要我在你面前做最真实的那个我，那么首先你就要让我生活在真实里，而不是虚幻里。他看着蒋长阳，我要做的不是那个躲在你怀里和身后的妻子，我要做的是能与你并肩，也能替你分担的妻子。就像是娘，你觉得方伯伯有什么事情会瞒着他？蒋长阳沉默许久，沉声道：丹娘，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我是觉得我娘过得太辛苦了，什么都要操心。你从前也太辛苦，我不想你再过这样的日子，所以能够不让你烦心的事情都不想和你说，能替你打算周全的事情都想替你打算周全。帮你卖花，不要说一个金不言这样说我，就是天下人都这样说我，我也不会觉得丢脸，就不帮你卖花。不偷不抢，怕什么？他顿了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道：你要知道，倘若我回不去了，兴许咱们还得靠这个过日子呢。就算是你想大江南北的去，也得有钱才过得舒服点呢。倘若他回不去了，他总算是肯和他说真话了。牡丹探手轻抚他的脸，轻声道：我要知道一切。蒋长阳看着牡丹的眼睛，认真地道：圣意难测。他老了，越发谨慎，所以什么人都不相信，越来越爱玩弄权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也不能做，只能静等。你要知道，兴许我们某个时候不注意说的一句话，就有可能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什么？牡丹唬得一咕噜坐起来，紧张的四处张望。蒋长阳呵呵笑起来，拉他躺下。和你开玩笑的，我还达不到那个层次。但你要明白一件事，义父此番回京为何滞留了这么长的时间，因为没有人安排他回去。今早圣上召见他，给他看了一封密奏，是弹劾他在归资时与诸藩过从甚密，结交吐蕃权贵的。啊！牡丹大为震惊，然后呢？今晚方伯辉还那么高兴放松，少安勿躁。蒋长阳低声道：不过又是一个把戏而已，你看不出义父有任何心事，对不对？蒋长阳说起方伯辉来就两眼放光。义父和我说过，人生不是一帆风顺，得意时莫忘形，失意时莫失志，最难得的是宠辱不惊，拥有一颗平常心。我一直尽力去做，但我的性子和他不太一样，许多时候只能做到形似而非神似。你能做到的，你已经很好了。牡丹朦朦胧胧地睡了过去，要睡着之前，她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让方伯辉和王夫人开开心心地度过在方圆的每一天。不单是要他们这样，他和蒋长阳也要这样，尽力快快活活地度过每一天。第二日清早起来，牡丹就提议4人可以乘着小船，带着酒食，在方圆迂回的河道和溪流中飘荡游玩。方伯辉钓鱼，蒋长阳现场做快鱼，他负责煎煮茶汤，王夫人打杂。总之一切自己动手，不要下人跟着。他的提议得到众人的赞同，王夫人兴致勃勃地和他一起去厨房准备吃食用具，
方伯辉和蒋长阳则去准备钓竿鱼龙刀具，四人悠哉乐哉地玩了一整天，一直到暮色降临方才上岸回家。第3日，蒋长阳邀请方伯辉去附近山里行猎，王夫人和牡丹陪同。牡丹学着放了一回鹰，在蒋长阳手把手的指导下射了一只兔子，又跟着王夫人学安网。众人在野外美美吃了一顿烤兔子和野鸡，归去的途中，乌三喝醉了，骑在马上五音不全的大声唱歌，众人把肚子都笑疼。只有方伯辉听得认真，还给乌三叫好。乌三一停下，他就鼓励乌三再唱一首来听，于是乌三一直不停地唱，众人一直笑。于是等到了方圆，可怜的乌三已经声音沙哑，说话都困难，再被乌大嫂一瓢冷水从头淋到脚，酒醒之后羞愧难当，恨了方伯辉整整2日，一见到方伯辉就黑脸。方伯辉倒是没什么不高兴的，看到乌三还如同从前一样的和乌三打招呼，完全无视乌三的黑脸，多来上几次，乌三自己都觉得自己太小气了。欢声笑语中，顺猴带着消息回来，金不言38岁，祖籍杭州，自小随父母在洛阳生活，15岁时父亲亡过，便随寡母回归杭州，身家清白，至今未曾成家，只守着寡母皇室度日。真真切切是杭州数一数二的富商，很有钱，以吃苦耐劳、胆大心细、多谋智而出名。早年名不见经传，只是行走江湖勉强糊口的一个小型脚商，后来存钱买了一艘小船，20岁那年送一群客商下扬州，途中遇到风浪，众人要将那里一个商户扔下船去以西江泊之怒，他答应了，却偷偷将那商壶藏了起来，事后那商壶给了他一颗价值1000万的宝珠答谢他，又引他去见同乡，做生意多有照料，从此发家致富。来京中这些日子里，并不见与什么特殊人有来往，去的最多的就是各处寺庙道观，在旧式花农家中。去年高价和洛阳吕家买了100株牡丹，还曾开出5000万钱，10位美女，一座大宅子，一艘大船的价格，盛情邀请吕氏公子随他去江南，替他照管2年的花。但吕老爷子认为丢人，不许吕氏公子去。今年吕家的100株牡丹已经交割清楚了所有余款，也和曹万荣订了60株牡丹，10个品种，条件和咱们家的差不多。曹万荣这2日捧他捧得紧，高调出入9寺和平康坊各处。小的也曾在旁作陪，说的都是咱家的牡丹花不好又贵，哗众取宠，他能拿出更便宜更好花来的话。牡丹听见曹万荣的名字就来气，因问道：那金不言怎么说的？顺口笑道：金不言酒照喝，菜照吃，女人也照样抱。蒋长阳一眼瞪过去，粗俗，什么时候就突然变得如此高雅了？他还只是说抱，没说睡呢。顺口偷偷撇撇嘴，继续往下说，任曹万荣怎么说，金不言其他什么也没表示。既然吕家的花都能在金不言的园子里成功活了下来，这桩生意看似是没有什么问题了。牡丹看向蒋长阳，蒋长阳道：如果他还来方圆，就和他谈吧。牡丹便开始考虑，到底应该让谁跟着金不言一起去管理这批花到花开。其他人他信不过，能相信的只有李花匠和雨禾，雨禾才跟着他和李花匠学了1年，并不成熟，只有李花匠，可是李花匠又老了，性格还古怪，不知道他肯不肯。牡丹便去寻李花匠，比划着把这件事告诉他，表示不会强迫他，一切都看他自己的意思。李花匠沉默许久，虽然答应，却表示要带着阿顺和满子一起去，然后趁机提出要收阿顺和满子做徒弟，却没有提雨禾。果然如同雨禾所料，牡丹微微叹了口气，悄悄捏了捏身后雨禾的手，答应了李花匠，叫人去把阿顺和满子叫过来，把李花匠的意思告诉他们，准备择日为他们举行拜师礼。从种苗园出来，牡丹平退其他人，邀请雨禾与他一起散步。我也想收个徒弟，你愿意做吗？雨禾早想到牡丹恐怕是为了安慰自己才让自己和他一起散步的，可没想到是这样。当下傻傻地站在一旁，良久方道：可奴婢只是个奴婢。牡丹一笑：你什么时候想不是就不是。我上次和你说的事情，你想好了吗？雨禾轻轻咬着嘴唇道：想好了，请您替奴婢问一问。他微微蹙起眉头：是死是活早早知道吧。牡丹在桃李林里寻到了正在看王夫人和方伯辉下棋的蒋长阳，悄声把这件事说给他听了。你去问问他，他要是真不肯，我好早点叫雨禾死了这条心。傍晚，蒋长阳回来，望着牡丹轻轻摇头。我没和他说是雨禾，只是提了提这个意思，他立刻就跪下辞谢，说他这辈子大概是不会成家的，省得拖累别人。如果我一定要叫他娶雨禾，他肯定也不会拒绝。不过我想这种事情是你情我愿的，从长远来看，对雨禾不见得真的就好。牡丹沉默许久，
却也只得长叹一声而已。饭后你必出去，我让雨禾过来替我裁衣服，和他说说悄悄话。他虽然是个奴婢，却是和我很亲近的人，我不想伤他的心。蒋长阳表示理解。我知道，就像我和乌三一样，我心里从来没有把他当成下人，而是把他当作兄弟一般的。吃完晚饭，蒋长阳果然借口留在了王夫人和方伯辉房里，牡丹领着雨禾一起裁衣，他刻意想营造一种轻松自然的气氛。雨禾，你看这雨过天青的颜色裁出来的短襦一定很适合夫人穿。我还有几匹好料子，过2天你们每人拿1匹去做件秋衣穿。只要是您做的，夫人一定很喜欢。大抵是早就有预感，雨禾沉默地出奇。二人闷着头裁了一半，雨禾低声道：这会儿天昏地暗的，裁什么衣服？丹娘您有什么话就直说吧。牡丹装不下去，只得硬着心肠告诉他，她不想拖累谁，说是这辈子大概都不会成家的。雨禾的手抖了一下，停住剪刀，颤抖着声音道：丹娘您来剪吧，奴婢的手抖，怕剪坏了这锦缎。雨禾的脸色苍白，大眼睛里汪满了泪水，还拼命使劲睁着，不敢眨眼，只怕一眨眼眼泪就会掉下来，嘴唇微微颤抖着。牡丹轻轻伸手扶住他的肩头，雨禾，你会遇到更好的。雨禾紧紧抿住唇，将剪刀放好，然后迅速将案上的布料卷起放好，低声道：请恕奴婢失礼告退了。然后挣开牡丹的手，屈膝行礼，快步走了出去。死荷花，甩甩看到他出来，快活地和他打招呼。雨禾顿时站住，盯着快活的甩甩，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啊！甩甩敏感地看着他，动也不敢动，只是不停眨眼睛。对着牡丹哭太丢脸，对着墙壁哭很没意思。雨禾对着甩甩低声抽泣起来。甩甩懂得人哭是为了什么，他惊慌不安地来回踱步，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他的情感，只是反复地高声喊死荷花。雨禾的泪越发流得凶。牡丹站在窗口看着雨禾。雨禾从来是个自律的人，难得见他流泪，这样失态是真的伤心了。看着雨禾颤抖的肩头，牡丹不由想起来，纵是因为自己有那个意向，特意安排他们一起共事，但一只巴掌拍不响。雨禾不是轻浮女子，贵子那样聪明，发现雨禾对她有意，应该早有打算，故意避着才对，为何还放任成这样？可恶的男人，有胆子招惹，却没胆子负责。牡丹大步走出去，递了块帕子给雨禾，别哭了，回去睡觉，什么都别管，一觉起来就好了。雨禾拭了拭泪，沉默着行礼告退。牡丹便大声喊数：去把贵子给我叫来。蒋长阳快步从外头进来。你叫他来做什么？难不成他不愿意，你还能强迫他？牡丹淡淡地道：我有那么无聊？我只是想问他，他是不是真的半点都瞧不起雨禾，从来没有招惹过雨禾。有胆子招惹，却没胆子负责，他可以去死了。蒋长阳一愣，看到牡丹冒着怒火的眼睛，随即笑起来。罢了，是我让你买的人，让我去。如果是真的，我替你出气。蒋长阳出了院门，叫人弄了一坛子酒，几个小菜放在食盒里提着，径自去寻了柜子。二人坐下说了半晌，待到酒菜俱都吃干净了，方才分手。牡丹坐在灯下看书，看到蒋长阳进来，起身拉他坐下，拧了帕子给他擦脸，俯身在他唇边嗅了一嗅，似笑非笑地道：好大的酒味儿，这就是你给我出的气。我适才也寻人来问过了，一只巴掌拍不响，他贵子固然是挺能干的，也帮了我许多大忙，但这方面他就不是个东西。蒋长阳拉他坐下，叹道：你待要如何？打他一顿出气？人家2个人的事情，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胡乱插什么手？让其他人知道雨禾怎么办？当心好心办坏事。我让他自己去和雨禾说清楚，然后再来给你一个交代。睡吧，睡吧。我怎会让其他人知道？牡丹愤愤不平。你说他既然不想娶人家，干嘛去招惹我家雨禾？最讨厌这种人了。须记得一碗水端平，蒋长阳替他拔下头钗，他如今也是你家的管事。你不知道那句话吗？情之所至，身不由己。见牡丹张口要说话，忙又添上一句：当然，这不是他可以招惹雨禾又不负责任的理由。等过了明日，他若是还没有和雨禾了断清楚，我便另外给你换个得用的管事，让他往别处去，以后时间一长，自然就淡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好聚好散。丹娘。牡丹一时无言，对着镜子将头发梳通了，闷闷地将梳子重重一放。我是女人，你是男人，咱们想法和感受都不同的，别这样要求我。这倒是真的，只是不敢说出来，说出来必然被打。蒋长阳闷笑一回，拍着枕头道：睡吧，睡吧。你说你吧，人家雨禾可都不生气，你比他还生气。牡丹低声道：
你不懂的，当初刘畅那样对我，他也是比我还生气。蒋长阳拥住他，笑道：好啦，我知道你是个讲义气的好女人，但他们可不是潘荣和阿欣，不是骂一句打一拳就能解决得了的。你安安心心睡你的觉，人家自己有数。牡丹在枕头上趴了半晌，翻身看着蒋长阳低声道：嫁了人的感觉真好，什么事都有你帮我操心，也不看看你嫁的人是谁。蒋长阳闭着眼睛轻笑：只要你别嫌我婆婆妈妈管内宅的事情就好。我瞅着林妈妈都似有些嫌弃我了。牡丹叹了口气，林妈妈的嘴是有些多了，点到为止，对她不起作用。我想说的难听点，怕她又说我过上好日子就开始嫌弃她老了没用，然后一个人躲着哭。想不说她有时幼时是管得宽了点，虽说尊卑有别，但要她什么都不管的去那样对待一个真心实意待她好的老人，实是有难度的。就像是要她对着那群高贵的人下跪一样，她的心没法那么快就适应过来。蒋长阳低声道：她这是太闲了，我有个办法，保证以后她一定改过来。牡丹笑道：我知道是什么主意，我也想到了的。蒋长阳摇头：你想的一定和我想的不一样。牡丹来了兴致：拿笔写下来。蒋长阳坚决拒绝：深更半夜的写什么写？不用写了，一定不一样。我来说给你听，你想的是什么？你一定是想让我娘委婉的劝劝他，甚至吓唬吓唬他。我的呢，就是让他忙起来，让他去管小的，就没空管大的了。说着就起身去吹蜡烛。你一到晚上就总想这事儿。牡丹打了个滚，撒赖道：不行，我还没好。蒋长阳一下按住他的手：这都好几天了，让我检查检查。这种事情食髓知味，岂是说不想就能不想的。第二日，牡丹在种苗园里看李花匠领着几个花匠挑选要用的210株真木时，雨禾缩手缩脚的悄悄走进来，一句话也不说，就往他身边站了，然后不停地绞裙带。八卦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牡丹是真的关心雨禾，他心里犹如有10几只小手在抓啊挠的，恨不得立刻就抓着雨禾问到底怎样了。可看到雨禾那为难样，他到底是忍住了，没有主动问。倒是李花匠对着脸红红的雨禾瞪眼睛，意思是他怎么不过去帮忙。雨禾一愣，竟有些不知所措。自知道李花匠不愿意收他做徒弟之后，他就下意识地想离李花匠远一点，不想讨人嫌。见雨禾站着不动，李花匠啊了一声，狠狠地瞪着雨禾。牡丹忙推了他一把，低声道：他肯教你就是好事，做不做徒弟无所谓，虚名什么的没用，关键要实在啊。雨禾笑起来，对他行了一个礼，低声道：丹娘，替奴婢谢谢郎君。我们说好了，我等他。是谢蒋长阳，不是谢自己。看着甜蜜样，牡丹没精打采地挥了挥手：去吧，去吧。他撑着下巴发了一会儿呆，起身去寻王夫人说话。话说这日子过得真是太悠闲了。桂子在第二日晚上离开了方圆，他去给牡丹磕头，牡丹没问他去哪里，只给了他50民钱1匹马。郎君已经替你削了奴籍，以后你就不是我家的人了，自己小心。桂子磕了头，哼哧了好一些，方低声道：若是1年后小的没回来，请娘子另外给雨禾找个好人家，让他忘了小的，好好过日子吧。也不等牡丹回答，垂着头径自退了出去。过的几日，王夫人和方伯辉刚走，金不言就带着个小童，披着件油衣，踏着绵绵的细雨，再次出现在方圆门口。牡丹没有和他多废话，迎进去后就将写好的单子拿给他看。零头不算，一共是3800万钱，如果您没什么问题，咱们就写契书吧。金不言从袖中摸出早就写好的契书给牡丹看。您看看，若是没意见，在下就将钱的数目添上。牡丹仔细看了一回，只见除了原来说过的条件，并写明来年上元节前交货外，并没有写假如他不能按期交货所需要的赔偿，便道：还差一条没写呢，要是出了意外不能按期交货怎么办？金不言微微一笑：曹万荣最怕写这个，千方百计就要我别写了，何夫人为何偏要我添上？牡丹认真道：一切写得明明白白最好，万一出事就严格按照契书来，省得伤和气。不然您说您有理，我说我有理，怎么扯都扯不完。就写上吧，除了天灾人祸之外，若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不能按期交货，我赔付您。不必了。金不言施然笑道：若是因为您个人原因不能按期交货，以后您再也不要想把牡丹花卖到江南去。就是这样。好大的口气。牡丹心中很不快。那是您的事情，我有我的原则和处事方式，我不习惯模模糊糊的。我不会刻意去违约，您也不必用这种口气与我说话。此番不卖给您，以后也还有的是机会，就算是卖不到江南，其他地方也可以。
您若是不写，这生意不做也罢。金不言沉默片刻，道：行，随您。然后把纸笔推到牡丹面前，您按您的意愿来写。牡丹认真写下，除了天灾人祸之外，若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不能按期交货，每耽个1日，他就赔付金不言1/1000的违约金，也就是说3800个钱。若是彻底不能交货，退回全部货款以外，还赔金不言500万钱。金不言看得笑起来，扣着气书道：1日3800个钱。何夫人可知道，若是耽搁了好日子，我拿着许多牡丹花去，又有什么意思？全是废物。既然要说到这个问题，就是错过那1日，就把货款全部退给我，然后赔我500万钱就好。他伸出3根手指，我做事情会留余地，多给您留3日，超出上元节3日，您就赔我钱。随即提笔添上，契书写好，又请了萧礼正做了证人，双方摁了手印，约定第2日金不言让人把定钱暂时送到东市何家的铺子里去，合约正式生效。饭后雨停，金不言竟然又提出去看那块国色天香的匾额，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同蒋长阳道：若是有朝一日，我那园子也得一块这样的匾额，我便满足了。许多商人都希望家中能有御赐之物，以借机提高身份地位，金不言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蒋长阳微微一笑，听说客人很富有，敬献军资，未尝不能得到御赐匾额。金不言迅速回头看着蒋长阳，狭长的眼睛眯成一条缝，淡淡地道：这是个好主意。蒋长阳看着金不言眯眼睛的样子，微微皱了皱眉头，这表情太过熟悉了。等他再想仔细看时，金不言已然恢复了先前的表情，与他行礼别过。因着要用的210株砧木，因为要求太苛刻，整个方圆只能凑出150株，还得抓紧时间买进一些。把方圆安置妥当，牡丹便收拾东西与蒋长阳一起回了城，刚进了门，才将东西放好。朱国公府就使人来说让他们回去吃晚饭，紧接着何家也使人来到，是大郎和四郎回来了，让他们回去吃晚饭。你看怎么办吧？牡丹摊摊手，交给蒋长阳去处理，发疯才会想去吃朱国公府的这顿麻烦饭呢。蒋长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朱国公府的要求。我们今日有事，明日回去。可是国公爷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请大公子和少夫人一起去的，还请大公子莫要为难小的。来传信的人很为难，不停地陪笑。国公爷一言九鼎，岂容人随意违逆。蒋长阳烦了，索性把他晾在一旁，吩咐人准备车驾，准备去宣平坊。车已经走出老远，牡丹回过头去，还能看见国公府的人可怜兮兮地站在自家门口目送他们，那表情如丧考妣。到的宣平坊何家，牡丹才下了车，就听守在门口的孩子叫了一声：姑姑回来了。接着大郎和四郎快步走出来，脸上满满都是笑容，先上下打量了牡丹一回，见他比之从前好似略微丰满了一些，很是欢喜，这才与蒋长阳打招呼，表示没有能赶回来参加他们婚礼的歉意，又说给蒋长阳带了见面礼。大郎拍着蒋长阳的肩头，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道：对单娘好有理，对他不好也有理。蒋长阳坦然受之，一手握住大郎的拳头，笑道：我要待他不好，大哥你打我，我绝对不还手。四郎在一旁笑道：饭菜已经好了的，就等着你们。因见牡丹要往次厅去，忙喊住他去正堂。牡丹有些奇怪，今日怎么把饭摆到正堂去了？以前和家人吃饭都在次厅的，又轻松又自在，在正堂吃饭只有重大节日才这样，多年以来从无例外。四郎对着他比了个6的手势。饭后要论正礼，自然要在正堂。哦，牡丹心知是要了断六郎的事情，但没有想到何志忠会让他也在场，也没想到这么急，还以为怎么也会等到过2日才会动手。何家用的是长方形的大桌子，按手坐着何志忠和岑夫人，两旁按着排序，男左女右一溜地坐下去。六郎下手空着蒋长阳的位子，张氏身边空着牡丹的座位。吴姨娘和杨姨娘则默然站在何志忠和岑夫人的身后，吴姨娘脸上没什么表情，杨姨娘却是双眼又红又肿，如同桃子一般，脸色更是青白相加，原本乌亮的头发也失去了光彩，看着仿佛老了10岁都不止。何志忠倒是沉得住气，温和地同蒋长阳和牡丹道：来啦，坐吧，就等你们俩了。等到众人坐定，他率先拿起筷子，象征性地夹了第1柱菜。众人默然无语，各自拿起筷子去夹菜。吴姨娘殷勤地给岑夫人布菜，杨姨娘握着筷子，手抖得不行，索性放了筷子，站在何志忠身边暗自垂泪。何志忠也不理他，只望着牡丹道：你让人送到我们铺子里去的钱已经送到了，稍后便使人抬回去。
这桩生意好是好，但一定要小心，第一次非得把招牌打响才好。知道了。牡丹抬眼看着对面的六郎，六郎仿佛什么事儿都没有，埋头大吃特吃面前的鹿肉，还同蒋长阳笑道：妹夫你有口福，今日的饭菜真是丰盛无比，水陆珍馐都齐全了，快多吃点鹿肉。蒋长阳觉着气氛太过沉闷，便道：圣上常使摄生官摄活鹿，用其鲜血煮其肠，换作热络河，用以赏赐诸节度使。我尝过一次，觉得并不好吃，不知那些节度使怎会如此喜爱。大郎有些感兴趣，便道：乃日也想法子弄点来尝尝。六郎急急地抢过去道：说到鹿肉，我也说个笑话给大家听。也不看众人的眼神，自顾自地道：我听人说某人家法严峻，朱子伦、刘维之准备引传，稍不如意就会遭到吃杖。蒋长阳几乎已经能猜到六郎接下来要说什么了，也猜得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忙咳嗽了一下，笑道：这位父亲一定是个爱美食的。六郎只做没听见，继续不管不顾地道：儿子们都千方百计地搜求珍异食物，但很少能使父亲满意。一次，一个儿子为父亲准备了熊白羽鹿修，以熊白果鹿修，熊肥白儿鹿修瘦，味道非常奇特。父亲吃了很满意，儿子以为这下一定可以得到奖赏了，奈何父亲吃了还是乏如常数，理由是有此美味，为何没有早点弄来？你们说这个儿子冤枉不冤枉？全场鸦雀无声。杨姨娘吓得泪都缩回去了，紧紧攥着帕子，害怕地看着何志忠，什么声音都不敢出。何志忠慢条斯理地道：六郎，把你面前的鹿肉端过来给我尝尝。六郎淡淡一笑，双手奉上。父亲大人请用。何志忠夹了一柱，放到口里细细嚼了，半晌方道：可惜没有熊白。你不是辛辛苦苦弄来熊白鹿修的那个儿子，我也不是那个不分功过、严厉苛责的父亲。父亲大人说笑了，儿子不过就是说个笑话而已。六郎面色不变，垂着两只手，恭恭敬敬地站起身来。牡丹注意到，他已经不再称呼何志忠为爹爹，而是称为父亲大人。说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已经是怨气十足，再配上这样的表情、语气、动作，说他不恨何志忠都没人相信。我可不是说笑，这个故事说反了，我是给儿子弄来熊白鹿修，反而被儿子苛责的父亲。何志忠不气不恼，直指座位：坐，家宴吗？当着你妹妹和妹夫的面，不要这样客气。何志忠让他不要客气。六郎的脸色终于有些变了，他站直了身子，不甘心地看着何志忠道：父亲大人，儿子说这个笑话说错了，儿子给您赔不是。您知道，儿子从来都不会说话，不会讨您欢心。啪！何志忠终于摔了筷子。六郎和杨姨娘还有下面坐着的孩子们齐齐打了个寒战，所有人都停下来看着何志忠。何志忠的胸脯起伏了几下，又伸手拿起筷子，不看六郎，淡淡地道：先吃饭。六郎仿佛豁出去一般：父亲大人。何志忠猛地抬眼看着他，目光如刀：你不用急，我说先吃饭。杨姨娘壮着胆子奔上前去，将像跟木头桩子似的站在桌旁的六郎给扯坐下，低声道：先吃饭，先吃饭。六郎赌的一下坐下去，拿起筷子来，风卷残云一般拼命往口里塞吃时，除了何志忠，所有人都停下筷子来看着他吃。到了后面，何志忠都放下了筷子，淡淡地道：也罢，你出了这个门以后，兴许就再也吃不到这些了，更不要说什么熊白鹿修，一次吃个饱吧。六郎闻言一顿，愣怔片刻，猛地将筷子和碗一推，趴在桌上嚎啕大哭起来：爹爹，我错了，您饶了我爸。何志忠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你吃饱了？可我们还没吃。天大地大，吃饭最大，你要不吃就下去等着。六郎的哭声渐渐小了，终于消失不见。他抬起头来，冷淡地看着其他人，又看着何志忠：都别吃了，把我料理了再吃吧。行，是我高估你了，还想和你吃最后一顿饭。何志忠看了堂外立着的家丁一眼，喝道：进来把六公子请下去，等我们吃完饭再请他上来。六郎看到一言上来请自己的两个身强力壮的家丁和家里其他人面无表情的面孔，惨然一笑：什么六公子，别说出来让人笑话了。何志忠道：现在你还是，稍后你才不是。下去。杨姨娘再也忍不住，啪的一下跪在何志忠面前，哭道：老爷，老爷，求您饶了他，他年少不更事，就是把他打残了也好呀，千万别赶他出去。何志忠冷冷扫了他一眼：你也要让我这场家宴办不下去。杨姨娘往后缩了一缩，绝望地看了看一直垂着眼不语的岑夫人，默默起身立在了角落里。何志忠再次拿起筷子招呼众人：
吃呀，难得丹娘和程峰都回来，咱们一家子这么齐。他的唇边甚至露出一丝笑容来，可牡丹却看到他的手和胡子是抖的，眼睛分明发红，这是全家人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餐饭。其他人都配合地拿起筷子，却没人夹菜，都在自己的碗里拨了。蒋长阳觉得有点尴尬，索性闷着头大吃。何志忠含笑看着他，骂大郎等人：你们一个个都不如程峰，你们母亲辛辛苦苦备了这么一桌好饭菜，难道不吃就要扔了吗？大郎垂着眼领头夹菜，众人齐齐跟上，沉默而沉闷，就连甄氏也不敢发言，只敢睁着一双眼睛叽里咕噜的到处乱看。三郎悄悄瞪着他，示意他低调，低调再低调。好容易看到何志忠放下了筷子，众人都暗自吐了一口气，纷纷跟着放下筷子。这样的饭吃下去也不消化。何志忠在吴姨娘奉过的盆里洗了手，抬眼看着众人道：我不想让大家把这顿饭吃成这个样子，但到底还是被破坏了。就像我希望这个家不要像这个样子，但到底还是被破坏了一样。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破坏了规矩的人必须受惩罚。饭桌被撤去，何志忠看向立在门口的管事，管事垂手行礼：都安排好了。于是包括还在吃奶的何泽在内的一群人浩浩荡荡的从正堂开到了供奉着何家祖先的小祠堂。蒋长阳偷偷拉了牡丹，小声道：我们跟着去不好吧？虽然牡丹是女儿，可她是外人，没有谁家出了这样的事情会觉得光彩，岳父在女婿面前尤其要留面子的。何志忠听见了，回头轻声道：没什么不好，你们且当作前车之鉴。言毕入内坐定，淡淡地道：把六公子带上来。六郎被两个家丁搀到门口，猛地推了那两个家丁一把，低吼道：我自己有脚，我自己会走。然后昂首挺胸地走进祠堂，站在何志忠面前，抿紧了唇，倔强地看着何志忠。跪下。何志忠的声音不大，但是语气很硬。六郎硬撑着站了片刻，终究是敌不过何志忠的低气压，有些困难地跪了下去。杨姨娘远远地站在祠堂外头，看到他还不算太利索的腿，猛地捂住嘴，一声抽泣起来。何志忠头也不抬地道：把杨姨娘给我带下去。老爷，婢妾不敢了。杨姨娘拼命将哭声给吞了回去，将帕子塞进嘴里死死咬着，全身忍得发抖。这种时候叫他回到房里去等结局，那不是要他的命吗？岑夫人轻轻道：让他留着吧。何志忠这才罢了，转而问六郎：六郎，你可知错？六郎一听这话似有转机，立即西行上前去抱住何志忠的膝盖，哽声道：爹爹，孩儿知错了，孩儿再也不敢了，求您给孩儿一条生路。何志忠垂眸看着他，缓缓道：你知错了。六郎拼命点头：知错了，知错了。儿子不该不听您的话，贪图歪财赌钱，贪功自私，害了家里人。他觉得他的错认的是不错的。何志忠却抬起脚来，使劲将他踢开，指着他吼道：你不知错，到现在你还根本不知错。如果你知错，你就不敢在家宴上冷嘲热讽，为了你自己的事情破坏所有人的心情。如果你知错，你就不会认为是我亏待了你，所有人都亏待了你。如果你知错，这个时候你就根本不好意思来求我。你还以为和从前一样吗？我在和你说笑斗气。六郎慌了，忙道：没有，没有，儿子是真的知道错了的。何志忠猛地吸了一口气，抬起头来看着天花板。是的，六郎会有这样的反应，一会儿认错哭闹哀求，一会儿却又刻薄倨傲，是因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次是真的，还以为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和他玩闹。何志忠的目光缓缓扫过一旁显得很紧张不安，颇有些不知所措的孙子辈，还有默然无语的儿子儿媳们，沉重而缓慢地道：六郎，我问你，你违反家规扔下生意，跑出去赌钱，还借着家里的名义举贷，你母亲和哥哥想法子替你还了钱，把你从狱里弄出来，你不但不感恩，还不敬嫡母，不想还钱，闹得家宅不安，有这回事没有？六郎点头：有。儿子是鬼迷心窍了。我再问你，那香料铺子是我和你哥哥们出生入死拼搏得来的，全家人都靠着他活命，你却罔顾家里人的安危，贪图蝇头小利，与心怀叵测之人勾结，引狼入室，给全家人惹下滔天大祸，险些断送了全家人，事后仍不思己过，有没有这回事？说起这个罪名，可比刚才那个大得多。六郎犹豫了一下，不想正面回答。儿子笨，没想到人家事先挖好的坑。何志忠猛地提高声音：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难道我和你哥哥们每天出海做生意遇到的就都是老实人和好人？你只管回答我有没有？六郎不情不愿的点头：有。那就好了，其实还是你自身品行不端。何志忠叹息了一声，沉声道：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六郎，你记得吗？我在出海之前曾经说过，咱们家要是有谁不听打招呼去斗鸡赌钱，我就要把他的腿给敲断。可怕的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六郎嗷了一声，猛地跳起来，护住自己那条伤腿就要往外跑。谁也不能敲断我的腿，谁敲我的腿，我和他拼命。何志忠看了外头的家丁一眼，家丁立刻上前拦住了六郎，将他死死架住。六郎发狂地喊叫着，既然这么恨我，为啥要生我？不如当初就把我溺死才干净。老爷，他已经断了一回腿，受过惩罚了呀。您若是要真的再敲断他的腿，还不如杀了他更干净些。杨姨娘发疯似的哭嚎起来，要往祠堂里冲。吴姨娘面无表情地将杨姨娘给死死勒住，随她怎么挣扎，怎么抓，怎么挠都不放手。那任进就连真是看了都不由龇牙，暗想自己这亲生婆婆真是真人不露相，以后得悠着点。岑夫人微微皱起眉头来，把脸侧开。大郎忍不住上前低声道：爹爹，难道真的要敲断六郎的腿？六郎固然可恶，但何志忠真的敲断了他的腿，只怕自己也会病倒吧。何志忠一张脸涨成猪肝色，使劲喘息了几口，摆手示意大郎退下，很困难地道：说到底是骨肉至亲，叫我亲自敲断你的腿，我做不来，但这个家无论如何都是留不得你了。上梁不正下梁歪，还有这么多孩子在学着做人，学如何安身立命，上一辈行止都不端正，还怎么要求他们？听说不用敲断腿，六郎和杨姨娘的哭闹声渐渐平息下来。何志忠沉重地喘了口气：子不教父之过，你走到今日，是非不分，急功好利，我也有责任。所以我给你1000民钱，这是最后的机会，你是要去贩货养活自己，还是要去赌个精光，都由得你。从此以后贫富生死都与我何家再无关系，你我不再是父子。你记清楚了，我今日赶你出去，和这家里的其他任何人没有关系，而是你本身就错了，而且不思悔过，这是你该得的惩罚。六郎算是彻底明白今日这结局是不可逆转了，他站定了，头一点一点地抬起来，怨恨地看着何志忠：1000民钱，你我就不再是父子。好，这是你说的，1000民钱就断了父子关系，是打发要饭的吗？是我说的，你若是负了显达了，我就是要饭也不从你门前过。你走吧。何志忠心如刀绞，1000民钱算是给六郎最后的机会，但明显六郎不买账，还觉得亏待了他。这是怎么了？六郎原本还在心高气傲，不耐烦要这1000民钱，可走到门口，听到杨姨娘哽咽着喊了一声：六郎，你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可怎么活？他又突然改变了主意，一样都是何家的儿子，为何要便宜其他人？他转过身来看着何志忠：我不要绢布。何志忠看到他那表情，心里最后一分希望都彻底断送了，便同大郎道：给他，明日就和咱们有来往的人家说明，他不再是我们家的人，再有借贷便是他自己的事情，休要来找我家。大郎默然取了钱递给六郎：1000民钱可不轻。六郎看向何志忠：我腿脚不便，好歹的让人给我送到底店去吧。何志忠疲累地挥了挥手。六郎看着杨姨娘：姨娘，你在这家里也没什么好日子过，不如跟着儿子一起走吧。咱们去扬州，自己当家享福，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不用起早贪黑伺候谁。虽然被赶出去了，但这个结果也算是早就有了准备的，所以也不是特别难过。更何况他觉得他的聪明才智根本不亚于大郎等人，一定能做发达，到时候再风光回来，气死何志忠和家里其他人。刚才还在眼泪纷飞的杨姨娘闻言犹如被烫了一下。这1000民钱不少，但也不多，如果六郎争气，可以做个小生意，养活一个小家完全没问题，可要过上何家这样的生活，那是做梦。这还是在六郎争气的情况下，倘若六郎不争气，跑出去赌，他不敢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偷眼看向何志忠，何志忠面无波澜地看着他：如果你想跟了他去也可以，你跟了我一场，我不亏待你，你房里的衣饰，你用惯的丫头，你尽都可以带走，但只有一条，出去了就永远别想回来，死在门口我也不会替你收尸。杨姨娘的嘴唇颤抖了几下，艰难地做着选择。最后她告诉自己，还是留下来最好，万一六郎不争气，没饭吃了，有他在他还可以周济一把，若是跟了六郎去，那就等于是把所有退路都断绝了。他垂着眼，谁也不敢看，低声道：我已经老了，扬州也没亲戚了，我身子不好，经常都要吃药的。他虽然没有明说，那意思却已经很明白了。他不愿意跟着六郎一起去，这是六郎绝对没有想到的。他沉默着，脸上的表情一点点地冷下来，
良久，他方走到杨姨娘面前跪下，低声道：“姨娘，此去后会无期，你自家保重吧。”六郎道走也没和何志忠磕头，他甚至没有多看何志忠一眼。此刻在他的心目中，何志忠这个父亲就和仇人是一样的，因为他觉得何志忠对他和那几个嫡子嫡女不一样，不公正。何志忠的眉毛紧紧地拧在了一起，他的目光似是跟着六郎一起出了门，也似是虚无缥缈地看向某一个地方，并不停留在某一处。他以为杨姨娘会跟着六郎去，有杨姨娘在一旁看顾着总是要好点的，可杨姨娘竟然不肯去。他这些日子一直在反思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六郎会成了这个样子，上面大郎他们他也就不说了，那是打小严格要求出来的。可是最小的两个六郎和牡丹，他都是一样的爱，一样的对待，为什么牡丹成了这样，六郎却会成这个样子？这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岑夫人垂眸认真地扶了扶自家那件黄色巴服金尼罗裙子上并不存在的灰尘。人心都是肉长的，完全不愿怎么可能？但他做人做事从来但求问心无愧，如今他的手和心干干净净，他的儿女个个身正心正，就没有什么不好的，可见老天爷有时候还是长着眼睛的。杨姨娘看着六郎头也不回地走出何家大门，终是忍不住追了出去，嘶声道：“六郎！”六郎回过头来看着他，脸上的表情很古怪：“姨娘，您还是留下来享福吧。你怎么说这样戳心窝子的话？”杨姨娘扯住他的袖子，流泪道：“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难道会不疼你？我这是为了你好，为了咱们好，好歹生养你一场，也没亏待你，你去给你爹磕个头吧。父子情分岂是说断就断的？”六郎皱着眉头，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我们已经不是父子了，还提什么父子情分？你不是一直怀念在扬州的生活吗？我最后问你一句，你跟不跟我走？我养得起你？”杨姨娘后退了一步，眼泪稀里哗啦地流下来：“为什么都逼我？”六郎先唇对着他一笑，缓缓道：“我不逼你，你好好过日子，记得以后要好生孝敬家里的主子们，再没人听你的委屈了。”这话说的怨气十足，一不如意就是别人的错，不会体谅人。杨姨娘不得不承认，六郎实在是很自私的。她眼睁睁地看着六郎越走越远，终于消失在平康坊的巷道口，再也看不见。六郎，他抱着门柱，哭得全身都没有力气。吴姨娘过来扶起他，示意门子把门关严实，边往里走边叹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孩子是被你生生给教坏了的，只教会他怎么讨好老爷，却没教他怎么做人。”呸！杨姨娘吐了他一脸的唾沫，破天荒地对着他冷笑：“我是没教好他，我目光没你远，只教会他怎么讨好老爷，却没教会他怎么讨好其他人，所以没嫡母和哥哥妹妹们护着他，他也没三郎有福气，有个姐姐可以拿命去替他积福。”吴姨娘一愣，眼里闪过一道寒光，不假思索地挥手打了杨姨娘一个响亮的耳光，低声冷笑道：“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来说我？你就是个卖笑的，前世修了8辈子的福，遇到了夫人好心，这才容得你不知天高地厚，不然你连给夫人提鞋都不配。你知不知道那些被主母打死了埋在雪地里的小妾们？你晓不晓得为何丹娘现在这么好？这是福报，不知恩不惜福，福气是会被糟蹋光的，你还想着把老爷哄回去呢？你等着瞧，看看老爷还会不会进你的房。”言罢拿块帕子擦了脸，不屑地将帕子往地上一扔，转身就往里走。杨姨娘悲从中来，蹲在地上低声哭起来。何志忠和岑夫人都是忠厚人，刚开始的时候他的确是感激的，觉得自己的目光很准，运气很好，抓住了何志忠。可人心总是不知足的，得了一样还想要一样。他自知永远也比不上岑夫人，这个家里什么都是岑夫人和岑夫人的儿子们的，他和六郎不好好把何志忠给哄住了，将来怎么办？他也不想走到这一步的。且不说这2位和平相处了几十年的姨娘终于撕破了脸，互相露出彼此的牙，这里头何志忠心里再难过，还不得不强打起精神，继续处理完家里的一摊子事情。孩子们这么多双眼睛看着的，他必须得把这件事捋清楚，也要让儿子们好好看着，省得以后再出不知悔改的败家忤逆子。他先叫一群孩子挨个跪下，然后叫大郎取了戒尺过去，每人的手上狠狠打了一下，孩子们疼得直打哆嗦，却也不敢叫疼，不敢缩手，只眼泪汪汪地看着他。他越发生气，为什么就没一个敢问他为何要打他们的呢？却见何红挺起胸膛大声道：“祖父，孙儿不服。”何志忠终于精神起来：“你为何不服？”何红道：“您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赏罚的分明，六叔做错事，所以他该受罚，
孙儿们并没有做错事，而且在家里发生意外的时候，一直尽力跟着祖母和母亲们做事。祖父为何要打孙儿？您要不说出理由，孙儿就是不服。不但口里不服，心里也不服。除了表明自己的意见以外，没有说其他任何怨言，而且说得有理有据。何志忠心里因六郎而引起的痛苦好歹轻了一些，犹自板着脸道：我打你们自然是有我的道理在里面，我要你们一个个都牢记今日的教训，记住你们六叔为何犯错，犯的是什么错。他顿了一顿，举起戒尺也往自己的手上狠狠打了几下。也要记得祖父犯了什么错，以后都不可以再犯。他是真的用力在打他自己。何纯捂着自己的疼手，悄悄问身边的何烈：六哥，祖父犯了什么错？犯错的不是六叔吗？何烈咬着唇，不耐烦的小声道：笨死，他没管好他儿子，差点害了全家人。你记不得了，当时你扯着你娘的裙子哭着喊要爹，还被你娘叫你闭嘴来着，所以你以后要记得管好你儿子。何纯似懂非懂地道：哦，真是离他二人最近，把何烈的话听得一清二楚，恨不得抽何烈这个缺心眼的孩子一巴掌。不用三郎提醒他，他如今也晓得是多事之秋，不敢招惹何志忠。偏何志忠听见了，和颜悦色地道：阿纯，你六哥说的对，祖父有错。一直没说话的何如老气横秋地道：祖父，遇事则己，这一条您教导过我们的话，您自己也能做到，可是您却没把它交给六叔。刚才您兴许是太过生气了，却也忘记了把这句话告诉六叔。薛氏吓了一大跳，今日真是见鬼了，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吃了雄心豹子胆，一个敢对着何志忠大声说不服，一个敢说何志忠什么地方没做好。我不是忘了把这句话告诉他，而是告诉得太晚了，他已经听不进去了。却见何志忠微红了眼圈，亲手将何如扶起来，道：好，我们家后继有人了。又夸大郎和薛氏，你们把孩子们教导得很好。薛氏忙看了岑夫人一眼，其实都是娘教导得好。何志忠表情复杂地看着岑夫人，你娘的确是做得很好很好。等过些日子，四处要买的房屋买好，就该把该分出去的都分出去了，这样一大家子人窝着，始终不是法子。人皆有私心，想要大一统那是不可能的。他想了想，对着孩子们道：还有一件事要和你们说的，这个顶重要，犯了错就要认，别觉得丢脸，越怕丢脸就越丢脸。牡丹和蒋长阳对视了一眼，彼此都觉得该走了。二人出了何家大门，蒋长阳命顺侯将牡丹先送回家去，他自己骑马去寻六郎。我是外人，又是官绅，他有脾气也不敢对着我发，该做的要做到，有些话也还是要说清楚的，若是被人利用，转过来成仇又有什么意思？虽然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何志忠虽说早下定了决心要处置六郎，但毕竟还是盼望着六郎能好转，所以没少在六郎身上下功夫，若是要起作用，早就起作用了。六郎根本不会因为蒋长阳的一席话就突然改变观点，突然知错改了，但难得他想得这么周到，这也是对他好的一种表示。早去早回。牡丹目送着蒋长阳走远，放下车帘，命车夫赶车。马车还未到曲江池家门口，他就不由扶额叹息了。国公府派来的人还在门口蹲着，那人一看见他的马车过来，就忙忙的起身束手站好，也不敢太往他跟前凑，就是讨好的笑：少夫人，您可怜可怜小的吧，那日您也瞧见的，办不好差事的人是什么下场。牡丹讨厌国公府用这样的方式来逼他和蒋长阳，为难一个下人，他和蒋长阳的确是做不出，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任由他们拿捏。他淡淡一笑：大公子有事还没回来，你守了一天也累了，要是愿意呢，就跟我进去把饭吃了，一切都等大公子回来又再说。他们用逼，他就用拖。国公府那换作财路的小管事听牡丹说让他进去吃饭，却犹豫了，守了一天自然是饿着的，肯定希望能填饱肚子。可是差事没办妥，再在这里吃得多饱饱的回去，更是罪上加罪，当下就拒绝牡丹谢少夫人好意，小的不饿。牡丹晓得他担忧什么，便道：不是不去，而是有事耽搁着，就算是要等，也要吃饱了才有精神等不是。你看你在这里空着肚子守着，别人不知道缘由看见了也不好看是不是？要不你先回去报信，说我们有空就来。两手空空，财路自然不敢回去，犹豫片刻，还是决定吃饱了等着。牡丹便给顺侯使了个眼色，顺侯自来熟的上前拥着他的肩头往一旁去，不多时就称兄道弟起来。牡丹看了看天色，天空的云层很厚，又极其闷热，看似是要下雨一般。
待到蒋长阳回家，便已到了关闭房门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再去国公府。牡丹索性将簪拆去了，换了家常衣服，命人将从方圆带回来的新鲜稻米和蔬果按着份额一一分好，准备第二日自家送去给李满娘、张五郎、雪娘等人。又特意叫人将其中一份添上了如满小和尚爱吃的几样糕点，将食盒装了，准备让蒋长阳亲自送去法寿寺福源和尚处。他虽然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每日陪他种种花，跑跑娘家，做些琐事，但他总也希望有个朋友能替他消解一下的。礼刚备好，淑儿进来道：国公府又使了一拨人来催，也被乌总管推进去吃酒了。牡丹眉毛都没抬一下，莫管，且就这般。然后吩咐林妈妈把这米粮瓜果送一份到袁先生那里去，就说是给他家里尝鲜的。林妈妈将瓜果亲自送至袁十九处，回来后笑道：袁先生爽快收下了，看着还挺高兴的，说谢过娘子，他家里一定很喜欢。要说这袁先生也真奇怪，上次老奴去送衣物与他也不见得有多欢喜，今日几个瓜果他倒高兴了。牡丹微微一笑，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金银财帛人家未必多喜欢，反倒是一些不值钱的新鲜蔬果之类的东西让人更高兴，因为含了情意，还礼也不费力。林妈妈见天色渐晚，取了火莲火石将四处的灯烛点起，笑道：丹娘，是才老奴听服侍袁先生的小童说，是前2日有人来寻袁先生，替他家里送了一封信，袁先生看了以后非常高兴，也不知是什么好事。如今袁十九住在他家，无论是以朋友论还是以客人幕僚论，袁十九家里有事他们都必须出面的。牡丹便道：妈妈再去打听打听，务必问详细确切了，该备礼的就要备下。说到这里，他眼睛一亮，没听说袁十九家里有孩子，袁十九的妻子也还年轻，袁十九非常喜爱今日送去的瓜果，莫非是有喜了？林妈妈笑道：这个您放心，老奴先前就想到了的，已然交代了小童，袁先生必然会送东西归家，让他上心看着，回来禀告。牡丹赞许的点头，有林妈妈在，许多琐事都不必他操心，每疑问起来都是打理的妥妥帖帖的。只是也该和林妈妈好好谈一谈了，不沟通，以后只怕问题更多。于是牡丹将林妈妈按着坐下，亲手给她斟了一杯茶汤，和颜悦色地和她说起以前的事情来。说起从前，林妈妈仍是眼泪汪汪，愤愤不平。牡丹等她伤心够了，方才又说起现在，不停地夸奖长阳好，林妈妈也赞同。郎君是个好人，修养也好，就是老奴倚老卖老多几句嘴，他也从未给老奴脸色看过。可不似那刘子书，一不如意就要骂人踢人的。忽见牡丹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突然间回过味来，老脸一红，起身道：老奴知错了。忽听得外头靴声囔囔，丫头们小声问好，甩甩的声音则无限谄媚。蒋叔好。接着蒋长阳从银交关6区鹿草木家协屏风后绕了出来，林妈妈赶紧行礼问好，净手奉了茶汤，恭恭敬敬地退了出去。蒋长阳敏锐得很，立刻就看出有些不同，便笑问牡丹：林妈妈这是怎么了？往日见着他礼数也是很周到的，但神色却不似如此恭谨。牡丹笑道：没什么，他就是夸你是个难得一见的好人。他有时倚老卖老，你也从不和他计较，担心你这宽厚的性子到了外面被人家欺。我要狠也不到家里来狠。她是你的乳娘，尽心尽力服侍你这许多年，且不看这情分，给她面子也就是给你面子。蒋长阳虽只是微微一笑，眼神却露着欢喜，显然很高兴听到这话。我就是和他这样说的。牡丹便问他六郎那里如何了。蒋长阳道：倒也没给我脸色看，只是一直躺在床上不说话。我自顾自地在一旁说了许久，也不知道他听进去多少。我听着鼓声响了，正准备回家，才听得他说了一句，他要去扬州贩货，赚了大钱以后再回来给有些人看。听着还是孩子气一样的话，我想他愿意赌这个气也比赌钱好，便只交代店家照看着他，有事来报，这才回的家，也只能如此了。牡丹见他鬓角有细汗，便取了帕子给他擦了汗，又将白绢扇给他轻轻打着。我备了新鲜瓜果菜蔬，明日你送去法寿寺。蒋长阳一笑，也好，很久不曾与和尚吵架了。你去吗？牡丹摇头，我也有几个亲朋好友要去送的，便把自己的打算说给他听。蒋长阳挑了挑眉，为何不送你表叔家里一份？这是你婚后第一次送礼，虽说不值钱，但到底意义不一样。你这般倒似还把人家当仇人看，多有几次也就慢慢走动起来了，总比别扭着好。他不是没想到，也不是把人家当仇人看，而是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就像他成亲当日也只见着吴十九娘，而不曾见过李姓和崔夫人一般。
牡丹低头想了片刻，抬眼一笑。那好，我就不亲自送去了，请我表姨送过去也是一样。倏儿立在屏风外低声道：娘子，顺侯让人来禀，说是国公府的2位管事都招待好了，现下安置在客房里的。牡丹便推蒋长阳：你去听听他都有什么要禀告的。这样的催逼，也不晓得又是为了什么。国公府从来都是无事不登3宝殿，所来必然又是为了求那几件东西。蒋长阳将茶汤一饮而尽，附在他耳边轻声道：记着我和你打过的赌，该兑现了。牡丹的心口一紧，脸疼的就热了，使劲推他出去，装晕道：什么赌？我记不得了。蒋长阳抿唇一笑，威胁道：你记不得不要紧，稍后我定然叫你想起来的。牡丹在房里默默坐了片刻，叫人备了热水洗浴，又亲手焚香熏被，只留了一盏宫灯，然后披了朱红薄罗披袍，坐在灯下静候蒋长阳归来。蒋长阳坐在椅子上，静听顺侯禀告。好酒好菜一下了肚子，就什么都说出来了，只是说的不甚详细。倒是那日从方圆回去，蒋娘子就病倒了，说是受了风寒，先前只是吃药，后来越来越重，已然3天3夜水米未进了的。雪姨娘伺候了2日，也跟着病倒了。除了这个以外，府里这2日做的事情就是和萧家洽谈3公子成亲的事情，此外并无任何客人上门。杜夫人也还在养病。蒋长阳不由皱紧眉头，看来又是为了蒋云清的婚事。蒋云清多半是知道了什么，坚决不肯，而汾王府那日走的也只是面子情，其实半点动静都没有，八字还没一撇，家里这个倒先闹上了。老夫人和蒋仲这是急了，叫他和牡丹去做什么？无非又是一个利用逼迫。他烦躁起来，又告诉自己不值得为了这些人这些事生气，不理就是了。便吩咐顺侯：明日你照旧带着他们吃喝，就说我不曾回来，让他们继续候着。顺侯应了，正要退下，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乌三快步进来，道：公子，公使来了，急召您入宫见驾。他压低了声音：来的是少公公，门都不进，就让您马上。10万火急。蒋长阳看了一眼窗外，外面漆黑一片，半点星光都不见，闷热无比，半点风都没有，身上的米色纱袍好似棉袍一般紧紧地固在身上，细汗一点点地进出来，很不舒服。乌三和顺侯都看着他，蒋长阳镇定地站起来：去招待着，我去换身衣服。乌三急了：让您马上呢？蒋长阳大步往外头走：去给我备马。话音未落，背影已经消失在曲廊尽头。牡丹听见脚步声响，立刻脸热地趴在桌上装睡，最好他直接把他抱上床好了。却听脚步声在自己身后停了，蒋长阳欢快地道：丹娘，宫里来人啦，我去一趟，来和你说一声。一般情况下，在非上班时间内被宣召的都不是什么轻松事。牡丹在顾不上装睡，猛地跳起来看着蒋长阳。蒋长阳的眉眼含着笑意，似乎很高兴的样子，他轻轻吁了一口气：我给你找衣服。真是可惜了。蒋长阳上下打量了他一番，探手摸摸他的脸，柔声道：不必，我这就走了，就是怕你急，特地进来和你说一声。换衣服的时间都没有，却顾着来和他说。进门要打招呼，出门要告知去向，让他永远都知道他是在哪里。牡丹心头一热，忙忙地替他正了正发簪，笑道：我等你，不管多晚。蒋长阳转身往外行至屏风处，又回头低声道：你真美。说罢大步而去。牡丹一笑，还有闲心夸她美，可见不是什么大急事。遂放了心，剔亮蜡烛，拿了今年春末时记录下的各种牡丹花的长势开花情况细细分析。蒋长阳站在门洞里往外看出去，昏暗的灯光下，少公公随身只带着一个小太监，2人都是裹在兜帽披风里的，兜帽的阴影将2人的脸都遮去了大半，并看不清楚神色。小太监勒着马，似有些不耐，少公公还好，骑在马上巍然不动。公子爷，乌三低低喊了一声。蒋长阳抬脚快步走出门，冲着少公公含笑抱了抱拳。内侍间别来无恙。少公公侧过脸来，白胖的脸在灯光下显得有些浮肿，他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的慈善中又带了点点谦恭，谦恭中又带了点点用眼角看人的倨傲。他望着蒋长阳和蒋长阳身后的小院子笑。将军这院子怪精致的，看着不大，其实往里很深。他的意思是怪蒋长阳耽搁的时间太长。蒋长阳一笑，翻身上马。烦劳内侍间多多担待。少公公挥鞭打了马臀一下，哟了一声，拖着声音道：圣命难违，咱家还要请将军多多担待呢。蒋长阳一时拿不准少公公到底是个什么态度。你说背后是坏事吧，他这态度全然不似打落水狗的态度，你说是喜事呢，
他又在这阴阳怪气的。蒋长阳默默想了想，便猜邵公公其实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心里头不爽快，故意高深莫测。忽听邵公公道：“咱家恭喜将军呀，新夫人如玉，贤淑能干，又有胡姬如花，笑语温存，尽享其人之福。”这胡姬指的自然是还在幽园里住着的马眼儿，怎会突然扯到了他？蒋长阳只敷衍道：“哪里哪里。”邵公公见他的马儿要往宫城方向去，猛地策马一挡，笑道：“您错了方向，蒋将军。”乌三脸色微变，深夜急召，不是去宫城，这是要去哪里？当下手就悄悄放在了腰间。蒋长阳扫了他一眼，镇定地道：“既然不是去宫中，那么肯定是去芙蓉园了。芙蓉园到宫城之间修有夹道，皇帝经常会在处理完公事之后，悄悄骑马到芙蓉园消遣。这个时候突然想起他来，必然是在芙蓉园。”邵公公这回是真笑了。蒋将军果然机敏沉着。机敏沉着4个字是皇帝给蒋长阳的评价。蒋长阳听邵公公突然将这话提起，越发放下心来。3转2转，到了芙蓉园门口，邵公公将腰牌取出一晃，守卫将火把在蒋长阳的脸上照了一照，退了开去。二人默不作声，穿过一片柳林，又踏着蛙声从一个满是荷叶的池子里穿过，行至一座灯火通明的小楼前停下。蒋长阳将腰间的佩刀取下，递给门口的小内侍，静静等候召见。他等了约有2盏茶的功夫，里头才来人宣他入内。小楼里原本灯火通明，然而帷幕挂了一层又一层，待行至最深处，灯火看上去已然有些幽暗了。皇帝坐在龙案之后，灯影里鼻子两旁的法令纹显得更加深刻，眼皮耷拉着，看似很没精神。他默然看着蒋长阳稳步入内，3拜9叩，起身站定，方淡淡地道：“你这个月过得如何？”蒋长阳沉默片刻，道：“臣惶恐。”吃，皇帝发出一声带着嘲讽的笑：“你惶恐？娇妻美妾，呼朋唤友，闲来做生意，又替岳家管些妇人所操心的琐事，你悠闲自在得很。方伯辉如此细心调教你，就是让你做这些事的。”蒋长阳垂了眼道：“回圣上的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臣正是学着如何管好家。这一点你比蒋仲强。”良久，皇帝方道：“丰乐坊里那个孩子，你瞧着怎么样？”蒋长阳不明白他为何突然提起景王的私生子来，仍然谨慎地道：“臣不曾见着，听臣妻说很可爱，胃口也好。”胃口好。皇帝低声嘀咕了一句什么，又是沉默。许久后，皇帝站起身来，邵公公忙上前扶了他，慢吞吞地从龙案后走出来。蒋长阳这才发现，这近1个月里，皇帝瘦了。皇帝在窗前站定，摆手示意邵公公下去。邵公公毫不犹豫地飞快走了出去。屋里只剩下皇帝和蒋长阳2人。蒋长阳虽然垂着眼，却知道皇帝一直在看他。他觉得很热，这件袍子的领口稍微紧了一点，回去后要和牡丹说，让他改一改才好。外头一阵风响，沙沙声由小变大，接着闷雷的声音由远及近，一股下雨时特有的泥腥味夹杂着清新味从窗缝里钻了进来。终于下雨了。冷不丁的，皇帝突然道：“你知道昙花楼的事情？”蒋长阳犹豫片刻，决定说实话：“知道一点，不确切。”“你知道些什么？说来听听。”皇帝好似非常感兴趣。蒋长阳摸了摸头，很为难，只知道圣上每年上元必然去昙花楼挂荷花灯，纪念一位故人，其余都不知晓。故人，皇帝叹息了一声：“你怎么看你父亲蒋仲这个人的？”蒋长阳道：“子不言父过。”子不言父过。皇帝笑起来：“你这话说的真奸猾，什么都说了，却又什么都没说。你和他真的就走到这个地步了？”蒋长阳没有吭声，不清楚状况以前，说什么都可能是错。又做起了闷嘴葫芦，遇到不想回答不好回答的话就装憨，这一点你和蒋仲很像。朕经常一看你，就不由得想起他来，特别是年轻时候的他。那时朕曾经以为他是和你一样忠诚可靠的，你忠诚可靠吗？蒋大郎。皇帝的语气听着似是调侃，态度也似很亲切，说的话却不好听。这给蒋长阳一种错觉，仿佛皇帝看到他就会心情很不好，就会怀疑他。他忠诚可靠吗？蒋长阳沉默片刻，沉声道：“回禀圣上，人有7情6欲，会害怕，会绝望，会贪婪，会懦弱，也会为了梦想不顾一切。若您问臣想不想要您清言有加，喜不喜欢名利，臣是喜欢的，建功立业，名扬天下，大丈夫都爱。但您若是问臣会不会因为这些就抛了做人的原则，出卖良心和亲朋挚友，臣不会，也不屑。”皇帝冷森森地冒了一句出来：“你娶商女为妻，是真的爱她，还是以退为进？想办忠义，守信憨实？”蒋长阳坦然一笑，目光清明。
他与母亲正是臣的软肋。您说臣娇妻美妾，其实臣只会有一个娇妻，美妾是不会有的。那胡姬只是一个承诺。皇帝侧头看向他，略显浑浊的眼睛里情绪莫名。当初我把我的软肋交给蒋大将军守着，他却眼睁睁地看着他惨死在他面前，因为他和你说的一样，他害怕了，他把朕给卖了。过后不管他做了什么，朕都记着那件事，留了几十年，每次见着蒋仲都能提醒他，什么人都不可信。皇帝的情绪有点激动，冷汗从蒋长阳的背心里进出来，他往后退了一步，抬眼看着皇帝，如今臣的一切都握在圣上手里，他的也是。皇帝摆摆手，你们都猜朕虽然容了他，其实心里一直恨他，罚他也是为了记恨那件事吧？朕不是那样的人，否则有10个蒋仲都死10回了。你老人家说不是，自然就不是。钝刀子割肉，割了几十年，其实还是你老人家狠。蒋长阳腹诽了一句，表情惊讶惭愧，是个人都能看得出他心思被皇帝看穿之后的羞愧和惶恐。皇帝很满意他这反应，口气却越发轻描淡写。看，你果然是这样以为的。他铿锵有力地道，你们都错了，有什么能比得上这江山社稷，万里河山？这个蒋长阳相信，皇帝只要一个态度。其实你还是和蒋仲不同，最少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你敢让朕知道。他抬起下巴，不就是不想做内卫吗？好，朕成全你。过些日子你就去兵部吧。蒋长阳深呼吸，直直跪下，谢主隆恩。皇帝回头看着他，在这之前，你先做一件事。他从袖中划出一块玉佩来，这是今日闵王与朕的，倒是从一个扬州商人手里重金购买得来，你去查查是怎么回事。蒋长阳从小楼里出来时，雨已经变成了瓢泼大雨。少公公提了件油衣，撑着把伞，无声无息地从阴影里走出来，将油衣递与蒋长阳，笑道：咱家送将军出去。蒋长阳假意推辞了几句，却也没有太坚持。风雨很大，纵是有雨伞油衣，二人也很快就感受到湿意正从靴子尖头顶往身上一寸一寸地进去。少公公便道：蒋将军，这个时候赶回去也是全身湿透了，不如去咱家那间小屋子里坐着烤衣物，喝杯热茶汤。咱家那里有御赐的蒙顶石花茶，那时间不用侍奉圣上。蒋长阳停住脚步，看向少公公。少公公间的四鬼自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突然要送他，不过是要替皇帝说一些皇帝不方便亲自说出口的话而已。圣上今晚放老奴的假。雨夜里，少公公的白胖脸蛋映着灯笼的光，惨白中带点青，一双眼睛却亮得犹如2簇鬼火。蒋长阳便不再言语，跟着少公公一起穿过那荷塘。雨有些大，池塘里的水已经漫上水里的石墩子，少公公一个不注意，一脚踏空，险些跌落。蒋长阳眼疾手快，一把提住他的胳膊，将他轻轻放在石墩子上，然后接过他手里的灯笼，一手夹了他的胳膊，低声道：我来吧。少公公顺从地将手里的灯笼递与蒋长阳，笑道：将军这履历少说也有100-200斤吧。蒋长阳淡淡一笑，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只提着他快步往前走去。少公公边走边道：圣上最近很念旧，难得听他和人说这些。前几日圣上就和老奴说了，你真是老实的过了头，却又让人恨得牙痒痒，让你闭门思过呢。你倒好，真的去做这些女人干的事情去了，实在不争气。不过呢，总比上蹿下跳的好。上蹿下跳，蒋长阳想起诸国公府最近的举动来，不由暗自叹了口气。少公公偷眼窥探着他的神情，冷不丁道：再过些日子，方伯辉节度使就要回安西都护府去了吧？蒋长阳面色不变，在等旨意呢。少公公嘿嘿了2声，把胳膊从蒋长阳手里抽出来，灵巧地跳到了岸上，指指对面一间屋子，就是那里了。蒋长阳从芙蓉园出来时，天刚蒙蒙亮，大雨已经变成了绵绵细雨，被水浸透的鹿河靴一脚踩下去，发出咯叽咯叽的声音，让人听着牙齿和骨头都是酸的。看着乌三血红着一双眼睛从侍卫直宿的房里欢天喜地地朝他奔过来，他不由得想，不知牡丹这会儿在做什么，是不是也等他等得眼睛发红？公子爷。乌三牵过马，探寻地看向他。蒋长阳轻轻摇了摇头，回去后再说。袖子里的那块玉佩滚烫滚烫的，他遇到过很多事情，处理过很多事，却都没有这一桩这么难。难怪的皇帝会亲自和他提起往事，还如此大方地放过了他。下了一夜的雨，街道上泥泞不堪，马儿稍稍放开一跑，就溅起泥浆无数。乌三故意和他开玩笑，要是能做了宰相，就可以用沙子直接铺到家门口了。
蒋长阳微微一笑，不用沙子，直接扑到家门口的殊荣，家里有牡丹等着他，就比什么都好。一路行进去，院子里静悄悄的，牡丹的房里却还亮着灯光，他还在等他。蒋长阳将靴子在门口踢了，赤着脚走进去，立在屏风外往里看。昨夜的熏香已经淡了，龙潭木绿衣竹奴手里捧着的5色香蜡烛已快要熄灭，紫霄帐半卷着，牡丹和衣躺在上头，只腹部搭了一个被子角，闭着眼一动也不动。蒋长阳轻轻出了一口气，从芙蓉园带来的不快与压力顷刻间少了许多，这是他的妻子，他的家，为了这一刻的温暖与宁静，是值得的。郎君，热水和干净衣物都已经备下了。舒儿过来小声道，刚闭上眼呢，让奴婢等您一回家就喊他。说着就要上去叫牡丹，蒋长阳忙制止他，出去吧。蒋长阳洗漱完毕，蹑手蹑脚地进了屋，小心翼翼地在牡丹身边躺下，虽然很累，却半点睡意都没有。盯着牡丹看了一会儿，先轻轻抚摸她的脸颊，然后又无聊地用手指比自己的嘴有多大，又去比牡丹的有多大。比着比着，忽见牡丹唇角控制不住地翘起来，啊，你是醒着的，你装睡。蒋长阳伸手去扒牡丹的眼睛，牡丹翻了个身，八爪鱼一样的缠上他，把头贴在他怀里，小声地笑起来。看你有多无聊，原来平时的沉稳都是装出来的怎样？你的嘴大还是我的嘴大？这样比不真切，要这样才真切。蒋长阳把牡丹从他怀里拔出来，撅着嘴要盖上去。牡丹侧过脸，伸手去盖他的嘴。别闹了，一夜没睡，你不累我身上也软着的，趁着天色还早，睡一觉吧。说是拒绝，那声音却软绵绵的，仿佛是邀请一般。蒋长阳心里一动，看着牡丹睡得微红的脸颊和迷蒙的星眸，就有些心猿意马，蠢蠢欲动。他翻了个身，将牡丹放在他身上。我都听你的，仿佛是说你想把我怎么样都行，都听你安排，你来吧，真可爱。牡丹扑哧一声笑出来，搂紧他的脖子，使劲亲了他一口，将头埋在他胸前，小声道，睡吧睡吧，一夜没睡呢。我不。他眼巴巴地看着他，仿佛在撒娇。牡丹坏笑着解开他的衣带，指尖来回转了2圈，看到他的猫一样舒服地眯起来时，突然在他的肩头使劲咬了一口，听见他猛地吸了一口气，大笑着滚到床内侧去。疼死你，还想不想？好大的胆子，竟敢戏弄我！老虎不发威，你把我当病猫？蒋长阳爬起来，色厉内荏地抓住牡丹的胳膊要往外扯，牡丹死死揪着床柱不放手。将军饶命，小的知错。咦，他倒抽了一口凉气，却是蒋长阳的牙齿轻轻咬在了他的腰间，并且慢慢往下移动。与此同时，一只温热的大手从披袍下贼一样的溜了进去，试探着一点点往下。蒋长阳睁着一双黑亮的眼睛，边动边狡黠地打量着牡丹的神色，看到他越是不安，他越是兴奋得意，越发放肆。不知道是谁先动的手，朱红薄罗披袍和白色的里衣飞起，彼此纠缠着浮在蜀锦地衣上，像一抹最轻柔的流云，以你而缠绵。清晨的风夹杂着沙沙的雨声，从门缝窗缝里钻进来，穿过水晶帘子，绕过4角的鎏金香狮子，吹落一世馨香。顺猴叼着一根草，抱着胳膊，吊儿郎当地看着国公府宿醉的2个管事。哥哥们一定饿了，这是厨下刚做好的虎饼肉汤，新鲜得很。2个管事按着一跳一跳的疼的头，互相交换着眼色，提心吊胆，唉声叹气。大公子还没归家吗？我们要见少夫人。顺吼笑道，大公子是归家了，但又连夜出门了，这会儿还没回呢。少夫人候了一夜，才刚躺下，你们确定真的非要见他不可？见那2人都不言语了，顺吼一撩袍子，挨着他们坐下，亲切地道，哥哥们，咱们都不容易，何必一个为难一个？能交差就行了。财路叹气，我们是想交差呢，但也得有个说法吧。顺吼笑道，你们回去后就说公子爷连夜出的门，其他都不必说，府里自然知晓。好容易哄走了那2人，顺吼往长凳子上拉平了一躺，睁着眼睛看着屋檐上滴下的雨滴发呆。忽见舒儿走进来，道，国公府的管事呢？顺吼不动，斜着眼睛看着舒儿，被我收拾走了，怎样？看他全身没骨头似的，男生女相。舒儿皱皱鼻子，把一叠信送给他，能怎样？好事呀！起来，郎君吩咐你和乌总管马上出门，把这个送出去。好嘞。顺吼一个鲤鱼打挺，利落的跃起，一阵风似的从舒儿身边掠过，等舒儿反应过来，手里的信已经不见了影子。舒儿低声骂了一句，自去厨下安排饭食不提。4时，牡丹伸了个懒腰，睁开眼睛，蒋长阳已经不在身边。夸儿听见声响，忙进来伺候他穿戴。
郎君去了书房和袁先生商量事情，说是法寿寺去不成了，晚上家里会有很多客人，请娘子让厨下把饭食准备的好一些，肉一定要够，酒一定要好，其他都不是问题。定然是昨夜在宫中又领了什么差事。牡丹想了想，便道：那你和林妈妈替我跑一趟，把昨日备下的几份礼都送出去，就说我改日再亲自登门拜访。这里刚收拾妥当，又来了访客，这回来的却是老夫人身边的红儿。进门行了礼，问了好，笑道：老夫人说大公子有事不能去不要紧，不能耽搁了正事，请少夫人过去一趟就好了。看来是非去不可，左一趟右一趟的也不是办法。蒋长阳有正事要忙，这些事情就由他来处理好了。牡丹索性应了，正儿八经装扮起来，让人去和蒋长阳说了，登车往国公府而去。一群仆妇管事挨个儿上前禀报事情，说的基本都和蒋长义与萧家这门亲事有关。杜夫人坐在榻上，微垂着眼睛，不时吩咐一两句，百香坐在一旁，将紧要的大笔的开销记下来，准备稍后送到老夫人那里去报备。自国公府出事以来，老夫人已经很久没有犯病了，表面上还和从前一样，家里的事还是杜夫人管着，但一涉及到稍微大笔点的开支和人事变动，就必须要通过老夫人。百香私底下以为杜夫人如今就是做事受累的丫头，苦活累活，坏人坏事都是她担着，而好人好事可以耍威风的都是老夫人。这情形真和从前倒过来了，从前杜夫人扮演的可都是好人呀，但杜夫人却似半点感觉都没有，除了不再如同从前那样勤奋地围着老夫人和国公爷打转，偶尔也会请病假偷偷懒以外，还是一样的淡然。对萧家这门亲事的安置简直让人挑不出半点错来。但有一点还是不一样的，他现在从不提任何建议，而是遵照执行，只做不说，自然耽过比较少。待到最后一个管事说完事情，已是中午时分。忙了一早上，百香自己都觉得饿了，便收起纸笔，问杜夫人：夫人今天中午的饭在哪里吃？杜夫人掀了掀眼皮子，看着自己精心保养的手不说话，这意思就是不过去赐奉老夫人了。百香便笑道：今日真忙，接着还有一拨人要来，这一来一去的，便得耽搁不少时候。松香，你去老夫人那里禀告一声，就说夫人忙不过来，就在这里随便吃点，不过去了。跑腿不讨好的事儿都是自家干。松香撅着嘴不说话，百香根本不看他，只命人支起桌子，殷勤笑道：夫人有蒸乳鸽，您多用点，看您最近都瘦了，瘦了又如何，反正也没人心疼。杜夫人抚了抚脸颊，有些一揽心灰，那边还病着的。百香点点头，是的，今早送进去的米汤纹丝不动地端了出来。听牛妈妈说，每天躺在床上就是流泪，老夫人给的那些香啊粉的也不用了，人都瘦了一大圈。太医说了，要是这样下去，再得2天就不行了。真是奇怪了，这桩亲事不见得就能成，蒋云清闹腾什么？没想到一向绵软的蒋云清硬起来也怪硬的。杜夫人抬起银鎏金荷叶小碗来，将犀角注拨了几下晶莹如玉屑的米饭，半点胃口也没有。百香见状，忙取了银鱼尾匙舀了几匙蒸乳鸽汤递过去，殷勤相劝，就算为了二公子，也要好歹多用些。杜夫人秉承的是食不言睡不语的规矩，她沉默着像吃药一样的熬着吃完了半碗饭半碗汤，几柱菜，将犀角柱轻轻放下，取了丝帕小心翼翼地擦了2下嘴角，方低声道：又派了一拨人去请大公子和何事？是的，这次去的是红儿。百香利落地收拾着碗筷，不时偷瞟杜夫人。杜夫人现在仿佛是在精心谋划酝酿着什么，问题是杜夫人现在很多事情都不和她说，最多就是让她传信，跑腿，有事都直接和当事人说，大约是心中有鬼，她觉着实在有些不安。杜夫人带了几分嘲讽地道：那母女2人还守着老夫人呢，应该是这2日都是天不亮就去候着，形影不离的。杜夫人略略一沉吟，指着前面那碗才动了几筷子的蒸乳鸽，这个清淡养人，端去给雪姨娘，让她好生将养着，闲来开导亲娘，别给家里添乱。现在家里这情况，禁不住闹腾了。百香应了，拿了食盒装好，正要叫小丫鬟来送去，杜夫人看着她道：你亲自送过去。百香不明其意，却也只得应了，提着食盒才走到门口，就见刚提起来的2等丫头金珠步履匆匆的进来，遇到她也只是含笑行了个礼，就要往里走，好似有什么急事要同杜夫人禀告一般。百香本能的感到不安，故意拦住了，诈道：你这丫头从哪里来？适才夫人到处找你，也不见你影踪，正生气呢，我替你遮掩，说你去了厨下，快和我对对，省得漏了口风。金珠眼里露出焦急来，
抢笑着谢了他，半点口风都不漏，是半途遇到老夫人房里的绿椒，说是少夫人过来了，请夫人务必过去一趟。这样三请四依，肯定要来的，值得这么急着去报信。百香心中猜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金珠越过他进了房。待要上前去听听杜夫人和金珠说什么，金珠却又聪明，不曾关门，自己什么举动都会被看得清清楚楚。百香只好轻轻叹了口气，转身离去。雪姨娘见着那碗鸽子汤，眼泪滑得淌出来，咬着帕子呜咽了2声，低声道：“还是夫人记挂着婢妾。”百香手脚利索地给她不好碗筷，劝道：“夫人很是担忧姨娘和娘子的身体，她是没空，不然就亲自过来了。让姨娘好生将养着，闲来开导开导娘子，别给家里添乱。现在家里这情况，禁不住闹腾了。”雪姨娘低声道：“婢妾知晓了。”百香满脸的同情：“姨娘，恕奴婢多嘴，有什么事是不能解决的，娘子怎地救？”雪姨娘的眼睛眨了眨，停止流泪，借着喝汤，将眼睛垂下去，低声道：“她年幼不懂事，一时半会儿想不开也是有的。”又咬着牙齿道：“这个不争气的，让她好生饿上2顿就知道厉害了。看来是什么都问不出来了。”杜夫人和金珠有事情瞒着自己，雪姨娘这里也有事瞒着自己。百香敏锐地感觉到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仿佛杜夫人不再如同从前那样相信她了似的。因为最近她竟然没听到关于蒋长中的半点消息，几次有意同杜夫人提起蒋长中来，杜夫人竟然都没接她的话，这实在不正常。百香默默坐了片刻，只好起身告辞。雪姨娘忙放下手里的汤匙，送她到门口。目送着百香的背影，雪姨娘轻轻蹙起眉头来，原来这件事百香也不知道夫人是什么态度。自从知道老夫人有意将蒋云清嫁给汾王府的傻王孙之后，蒋云清就日日以泪洗面，却也不见老夫人有半点心软，还派人来严加申斥。蒋仲则不露面，更谈不上表态，他是从杜夫人身边出来的，杜夫人就是他的依靠，他心疼女儿，自然只有去求杜夫人。杜夫人先前不肯帮他，叹息着说做不得主，让他都听老夫人和蒋仲的安排，看他哭得实在凄惨，杜夫人方淡淡地道：“如果只是小打小闹，劝他别闹了，反正下次也还会这样，因为人家都知道他只是做做样子。国公爷知道什么？还不是人家和他说谁不错，堪为良配，他就信了的。虎毒不饲子，谁会想得到？我要早知道，早早就把他的亲事定了。你晓得的，从前我和你提过的那家人，算了，这话不提了。以后我这里你还是少来吧。”这话直指老夫人，全都是老夫人做的主。要不是老夫人，蒋云清的亲事怎么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蒋仲真的不知道才怪，就没见过这样不要脸的祖母和父亲。一语惊醒梦中人，这次不被卖，下次还是会被卖。不如一次性让老夫人看个够，吓怕了，下次再要卖之前就会好生掂量掂量，是不是真的要逼死这个孙女。所以蒋云清的病才会越来越重。现在家里这情况，禁不住闹腾了。这是杜夫人的话。既然如此，他就拿命豁出去，谁敢逼他，他就死给谁看。雪姨娘喝着鸽子汤，狠狠扯着鸽子腿，要毁了蒋云清换他一家老小的前程是不是？要挖他的心肝是不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一个贱妾要什么脸面？国公府却是丢不起这个脸，且看谁怕谁。雪姨娘刚刚下定决心，一个小丫鬟咋呼呼的跑过来：“不好了，娘子晕过去了。”雪姨娘把碗一扔，就要往外头去，想了想，又蛇身从柜子里摸了一壶酒出来，闭着眼睛喝光了，借着酒意大步朝老夫人的房里奔去。红儿小心地引着牡丹往前：“少夫人小心些，这里有青苔，当心滑跤。”她什么时候这样娇贵了？牡丹含笑与淑儿对视了一眼，坦然享受红儿的殷勤。穿过花园，刚进的老夫人的院子，就听见老夫人在开怀大笑。牡丹笑道：“有客人吗？”红儿抿着嘴笑起来：“是呢，老夫人一位很多年不见的远房亲戚来了，莫不是来认亲的？什么远房亲戚这么重要，非得让他们来？”牡丹顿了顿，抬起脚往里头走去。只听一条温柔柔的女声低声道：“姑祖母，您下棋真厉害。”小丫鬟打起帘子来，牡丹抬眼瞧过去，只见窗边榻上摆着棋盘，老夫人穿着件棕绿金呢披袍，背对着自己笑得花枝招展的，一个肌肤雪白，体态微丰，穿着鹅黄短襦配宝石蓝裙子，梳着双环望仙髻的美貌少女面对自己坐着，纤纤玉手正优雅地把玩着一粒棋子。发现门口有人，那少女脸上露出一个和气的微笑来，忙忙地起身下了榻，规规矩矩地站好，笑看着牡丹，显得很是有教养，很讨人喜欢。
牡丹的目光轻轻一扫，在另一侧的墙边看到了一个脸上堆满笑容，穿橘红色襦裙，头上插着赤金结条钗，犹如一只大橘子的白胖女人，眉目间与那少女有几分相似，看着似是母女俩。牡丹含笑进了门，先给老夫人行礼请安。老夫人一贯挑剔地看着她，牡丹今日穿的是件娇嫩清雅的海棠红菠萝披袍，内着银白色抹胸长裙，乌亮丰盈的发髻上插了2对水晶鹦鹉钗，喜庆悦目，实是不能从她的打扮或是言谈举止上挑出任何一丝错来，于是兴致缺缺地叫她起来，介绍人给她认识。过来见见你表婶和端叔表妹。白胖女人站起身来，笑眯眯地道：这就是少夫人呀，真是神仙一样的人物。美人端叔表妹则有些害羞地抢先给牡丹行了礼，牡丹笑眯眯地扶了端叔起来，不顾白胖女人的推辞，认真行了礼，叫了表婶，然后往老夫人身边站定。老夫人今日很给她面子，探手拉她在自己身边坐下，娓娓道来：端叔的祖父是我的族弟，从小就聪颖过人，有才名，年纪轻轻就去了柳州做官。老夫人挤了几滴泪，谁知道就埋骨在了柳州。白胖女人忙起身，笑道：老夫人，咱们不提那些伤心的往事了，您要是哭坏了身子，岂不是侄儿媳妇的错？于是老夫人又欢喜起来，这些亲戚是多年不见了，见着了欢喜之余难免伤感。然后看向牡丹：你表叔如今升任了礼部祠部司员外郎，以后要常驻京中了。他们刚到，房子还没收拾妥当，所以我留他们在这里住段日子，也是陪我的意思。老夫人的口气有些责怪：我昨日设宴替他们接风洗尘，让人去请你们回来，一家子团聚团聚，可惜你们有事，生生错过了好日子，好不扫兴。牡丹微笑着：家里有事，实在没法，还望表婶和表妹恕罪了。只是族弟，又隔了几代人，而且多年不见，什么感情深浅一概说不上，却如此隆重地相待对方，不知老夫人是不是对她娘家所有的亲戚都这么热情的？白胖女人和端叔都笑：大表嫂好生客气。老夫人道：我本该尽地主之意，领着他们各处去玩耍玩耍，奈何我年老多病。仿佛为了证明他果然年老多病，他软兮兮地叹着气，揉了揉太阳穴，若是云清没病，也好叫他陪他表姐，可他偏偏又病了。所以啊，丹娘，这事儿只好落到你头上了。这样起心动意的，竟然是要叫自己陪着母女二人逛街。牡丹猜不透老夫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却也不好推辞，边走边看，便笑着应了下来。这个事不难，只要表婶和端叔表妹不要嫌弃我性子闷就好。端叔连连摇手，大表嫂看着就是个温和可亲的性子。又寒暄了几句，牡丹觉着没其他事了，索性起身告辞。今日家中有事，晚上有大郎的同僚要来，孙媳妇还得归家去安排饭食。老夫人眼睛一横：养那么多管事做什么的？主母不在家，就连客人也招待不好了吗？你坐下，我还有事要问你。牡丹只好又坐下。忽听门口有人长声夭夭地哭着一路过来：老夫人救命，老夫人救命！声音在门口骤然变大，雪姨娘一头冲进来，跪下，西行着往老夫人跟前爬，牢牢抱住老夫人的腿，哀哀哭道：求您老看在骨肉至亲的份上去看看亲娘吧，她不行了。这话说的就像是一家子都冷冰冰的看着蒋云清送死一般，当着自家娘家人的面，实在是太过丢脸。老夫人脸色微变，迅速扫了端叔母女一眼，低声斥责雪姨娘没规矩。再大的事情就不能好好说吗？当着客人的面像什么样子？起来好好说。牡丹便上前去搀扶雪姨娘，姨娘有话好好说。隔得近了，她才闻到雪姨娘身上一股酒味儿，正在奇怪雪姨娘一个妾室怎会在大白天地喝酒，对上雪姨娘那忐忑中又带了几分决绝的眼神，算是明白过来，这是壮胆呢，真是难为做母亲的一片心。雪姨娘扫了一旁的端叔母女一眼，有心想当着这客人的面嚷嚷出来，但转念一想，她已经叫老夫人知道她敢做这种事了，若是半点面子不给老夫人留，少不得又是恼羞成怒。当下便忍住了，只立在一旁低声抽泣。红儿早机灵地笑道：后头有几株枣菊开得好，朵朵都有碗那么大，就像狮子头一样，早起婆子还说要送几朵过来插瓶。话还未说完，端叔就已经知情识趣地道：真的呀，得看看去。然后起身与他母亲一道，很讲礼貌地同老夫人牡丹告辞，由红儿陪着一道往外头去了。整个过程中，端叔目不斜视，对雪姨娘半点不感兴趣，倒是他母亲偷偷看了雪姨娘好几眼，满脸遮也遮不住的好奇和惊异。见着母女二人去了，老夫人方沉下脸：亲娘怎么了？谁叫你到我这里来闹的？雪姨娘哭着再次跪倒，拼命磕头。
他晕死过去了，怕是不行了，求老夫人开恩。老夫人冷笑，胖而红润的老脸闪着冰冷的光。还要我怎样？没给他请太医，没给他用药，他自己要求死，怨得着谁？我还没和他算这大不孝的罪名呢。我此番姑息了他，以后就个个都如同他一般，一不如意就寻死觅活的，这府里还怎么过日子？国公府传到外头去，就成了大笑话。说起这件事，老夫人也生气得很。她原本是想着，蒋云清经过她精心收拾装扮后，就是那日出席宴会中最适合的人选，而且当日焚王妃与陈氏都表现得对蒋云清很感兴趣的，这事儿到底也就有几分把握了。谁知道过去这么长时间，却不曾听到半点消息。前几日反而听说焚王妃又要举办一次小型的宴会，请的是一群年轻姑娘们，其中就有上次与蒋云清争到陈氏面前献媚的那个姑娘，国公府却没有得到任何邀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蒋云清被对方放弃了，没有入得对方的眼，原因不明。总不能不要脸不要命的贴上去吧？他还在恼火着呢，这雪姨娘和蒋云清反倒闹腾上了，也不知道闹腾什么，还寻死觅活上了。好呀，一个个都学会杜夫人这招了，果然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他此番要是心软手软了，他就不是人。他倒要看看这母女二人是不是真的就这么想死，真的就这么有骨气。雪姨娘听得心寒，晓得是无法撼动老夫人的铁石心肠了。她可以死，但目前要紧的却是蒋云清不能真死，可是已经闹了这样一场，就这样草草收场，就是白白闹腾了。正在苦思对策间，忽听老夫人又发脾气，这种事情都要闹到老人家我这里来，他的嫡母呢？大的带头，小的有样学样，这家风简直不敢提了。他做的孽，让他自己去管好。轻轻一句话就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杜夫人的头上。杜夫人现在那样子，又怎会管这事？又怎么管？明明就是这老妖婆干的好事。雪姨娘揪着帕子哀哀地哭起来，她什么都不能做，就只有守着老夫人哭。老夫人的心情本来就很糟糕，被她哭得更是心烦，骂道：哭丧吗？全然没有半点规矩礼仪，把她给我带下去，从头开始学规矩。雪姨娘立刻被两个婆子给拽着胳膊往下拖，她索性高声哭喊起来：我可怜的亲娘，生生被逼成这样，你若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姨娘一定到地下来陪你，简直不成体统。老夫人大怒，捶着床榻骂道：拿马粪把她这张嘴给我堵住，去叫杜氏来，看看她这个主母是怎么当的，就这样生生来气死我吗？雪姨娘挣扎了两下，被人堵着嘴拖了下去。牡丹低声劝道：祖母，雪姨娘到底也是担忧，如今府里这情形，遇到这种事情只有劝慰的，这样硬来不太好，我自有分寸。老夫人横了他一眼，嘴唇蠕动了两下，想说什么到底没说出来，只淡淡地道：我听说宫里连夜把大郎召去了，大郎可是又开始办差了。牡丹便不再劝，是有这回事，圣上到底对大郎是不一样。老夫人想到这些日子的奔走都没有半点成效，许多人见着他和蒋仲反而越来越疏远，心里一阵发酸，竟然有些嫉妒起蒋长阳来了，便酸溜溜地道：让他好好办差，也莫忘了你们父亲是为了谁获的罪。你们父亲若是能重蒙圣眷，对你们也只有好处的。不管他说什么，牡丹都懒得和他辩，句都应好。老夫人也晓得牡丹虽然说了好，其实根本不会把这事放在心上，大家都不过是面子情而已，便也沉默下来。歇了片刻，他猛地一声喊起来：我让你们去请夫人，怎么还不来？绿娇战兢兢地从门外探头进来，小声道：适才夫人身边的金珠过来了，倒是夫人中午时候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上吐下泻，病倒了。这可真够巧的，这里有客人要招待，蒋云清晕死过去，雪姨娘来闹腾，正是需要杜夫人出面善后的时候，她不早不晚的，偏偏就这时候病了，分明是故意的。想必也不单为了这事儿，还为着即将去萧家下聘不满意，要故意躲开吧，以为这样就能难倒自己了。做梦！以前怎么就不知道杜氏这般可恶可恨呢？老夫人气得嘴唇直哆嗦，耷拉着眼皮子想了片刻，道：吃了不干净的东西，那是谁做的？去查，查不清楚就把相关的都打板子卖了，告诉他们以后谁要是伺候夫人不尽心不尽力，就是这个下场。就闹腾吧，下人们不是个个都说他杜氏好吗？这回就专拿他的事情来说道，倒要看看过上个年把两年的，这府里谁还说他好？恐怕都要当做扫把星一样的对待，谁沾上谁倒霉。这样太过严苛了吧？府里从来就没有这样行过事，这可不是赌气的时候。
绿娇有些焦急地看着牡丹，意思是希望牡丹能帮着劝劝老夫人。牡丹抬眼看着窗外，轻声道：祖母，我想去看看云清妹妹。她提出要去看蒋云清本是在情理中的事情，不闻不问那才奇怪了。老夫人心不在焉地道：想去就去，我听五婆子说，她在你那里时就喜欢单独找你说话，你劝劝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她没权利这么做。谁家的女儿敢这样胡闹？名声坏了可是一辈子的事情。国公府真是最讲规矩最讲道理的地方，个个出来都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名声比什么都重要，又比什么都不重要。牡丹皱了皱眉头，起身往外走。老夫人絮絮叨叨地道：你什么时候来接你端叔表妹出去游玩？你这个大表嫂可要做得周到些，不要丢了咱们家的脸面。牡丹嫣然一笑：祖母不曾出门，不知昨夜的雨有多大，满街的泥泞，车马难行得很，还是等过几日再说吧。老夫人没再吭声，默然注视着牡丹的背影，微微眯了眼。经过上次那件事后，府里的情况很艰难，蒋仲和杜氏10天半月都不说一句话。杜氏表面上还顺从，实际上和从前根本不一样了，能够躲懒就躲懒，能滑头的就滑头。这媳妇到底不是自己亲生的，外人就是外人，就没一个安着好心的，都是些自私自利的。蒋云清这件事，杜氏未必没有在背后推波助澜，毕竟若是把汾王府这条路断了，就只有更多的依靠杜家了。国公府更多的需要杜家，又得了蒋仲给蒋长忠3年时间的承诺，杜氏自然不用再那么低头服小。蒋长义只是个挂名的数字，而且排行在那里，萧氏再能干，出身再高，也怎么都轮不到他。这国公府将来还是杜氏的天下，现在就敢这样对他，那将来呢？老夫人紧紧抿着唇，脸色越发难看。要不要让蒋长阳和牡丹搬回来住？如今这夫妻2人不管府里的死活，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和他们没什么关系，不成绝不单过，又没感情，心里还恨着他和蒋仲，当然是多动一根手指头都嫌浪费力气。可若是叫他们搬回来住就不一样了，都不用他动手，自然有人去逼他们。大郎在家时固然没人敢惹，但他一个大男人总要常常外出的，何事在这家中没根基，出身门第远不如人，等他被欺负够了，只要自己肯替他撑腰，不愁他不听自己的话，何事都听自家的话了。大郎他还不听吗？就算是不听，有他在国公府撑着门面，也不至于这么难看。到时候看杜氏还敢不敢和他叫板。老夫人越想越觉得此计可行，果然一箭双雕，遂决定稍后就和蒋仲说，身为蒋家的子孙，怎能不为国公府尽力呢？当初蒋长阳在外惹了那些宗室，人家不也是看在国公府的面子上不和他计较的，现在就该还回来了。何况这事儿还和他非得娶牡丹有着脱不开的干系，于是老夫人心安理得。大概要不了多久，他又可以重新过上从前的好日子了。老夫人正想得入迷，绿娇从外头进来，低声道：厨房里做饭的厨娘和送饭都绝对没问题，伺候夫人用饭的是百香。后来他亲自给雪姨娘送了一道乳鸽汤，他走了没多久，雪姨娘就往这边来了。武妈妈适才也来禀告过了，娘子那纯粹就是饿的，要实在不行，拉起来灌米汤就好，就听您一句话。都是百香，每次出事最关键的地方总有她的身影。老夫人皱了皱眉头，这丫头果然是杜氏身边第一忠勇的人。不知若是自己寻个错处把百香给打发了，杜氏会有什么感受？老夫人微微一笑，青丫头那里不急，让她再清清肠胃，喂点清水就好，等明日再灌米汤也不迟，省得以后她好了伤疤忘了疼，以为这寻死针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总这么不懂事，我这么大把年纪了，哪有精力陪她胡闹？绿娇低声应了，准备出门去传话，老夫人招手叫她过去，让个妥当点的婆子去就好啦，你来给我揉揉腰，年纪大了，坐久了腰就疼。少夫人那里五婆子看着的。绿娇手脚麻利地扶她躺下，一边给她揉腰，一边柔声道：是，等少夫人一走，五婆子就会过来回话的。奴婢手上劲儿大，奴婢来吧。忽见红儿含着笑走进来，接过绿娇手里的活。要说这高小娘子真是位妙人儿，就是这京中的贵女们有她这般知情识趣的也没见有多少。到底是您家的人，随便出来一个就少有人比得上。红儿按摩拿捏最是在行，老夫人舒服地发出哼哼声。他吗？家里那种光景，调教的也还算不错了。他又给了你什么？这般替他说好话。他娘家就姓高，这端叔的祖父那辈离他就远着，他是长房嫡出，那是偏房远支，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到了端叔父亲这一辈，就更是没往来了。若非他们主动找上门来，他还不知道有这样一门亲。
红儿一笑，停下手，从袖子里取出一个用红丝线系着的小金蝉，放在一旁的小桌上。是这个，奴婢不敢要的，可是高小娘子说奴婢不要就是瞧不起她。既是给你的，你就收起来吧。老夫人淡淡扫了一眼，金蝉是赤金打造的，不过一个指甲盖那么大，小得可怜，做工也不甚精致。但对于端叔家这样刚从外地来的从六品小官家庭来说，赏赐一个红儿这样身份的人也算是大手笔了。须知他家穷得很，除了租房和吃饭的钱以外，大概都打扮到端叔一个人身上去了。端叔这丫头不错，抬举一下也是可以的。老夫人到底年纪大了，想着想着，精神就有些不济，昏昏然睡了过去。蒋云清单独住在后院的一个种满桂花的精致小院子里，牡丹才一入院门，就能感觉到里头沉闷的气氛。五婆子跑出来将她迎进去。少夫人您有心了。牡丹不喜欢她，就只是点点头就进了房。绕过屏风，只见蒋云清指着里衣，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两条没有画的眉毛淡的几乎看不见，越发显得原本就太过方正的下巴更是线条分明，端方有力，整个人已经瘦得脱了形。五婆子眨眨眼，担忧地道：少夫人是才可见着雪姨娘了，使了人去请她的，怎么总也不见来？老夫人和夫人那里也派了人去的，也不见回音。他只想着蒋云清若是识趣，就该知道这法子根本没用，不如早点配合着吃东西活过来，省得折磨人。哪里又会去管蒋云清听了一家子都不管他的死活，会不会心如死灰？牡丹记得蒋云清和自己提过，五婆子是老夫人房里出来的，她不可能不知道雪姨娘的事情，这会儿当着蒋云清提起这几件事，必然别有用意。当下淡淡地道：老夫人要待客，我先过来看看。牛婆子轻声喊蒋云清：娘子，少夫人看您来了。蒋云清眼皮子都没动一下，呼吸轻的几乎感觉不到。牡丹在床边坐下，也不管蒋云清此刻是不是真的晕着的，只低声道：身体是自个儿的，日子还长着呢。绝食只怕是蒋云清能想得出的最激烈的反抗手段了吧。在家里听着人说蒋云清如何如何时，没亲眼看见，就仿若别人的故事，纵会唏嘘感叹，却也不会觉得有多难过，可是亲眼看到了，才觉得真是太可怜。蒋云清没任何反应，只有眼皮下不时轻轻转动的眼珠子，表明他此时其实是有意识的。牡丹抬眼看看天色尚早，便在一旁默默坐着陪着他，有心想安慰几句，却什么都不好说。蒋云清房里这两个妈妈，一个是老夫人的，一个是杜夫人的，都是耳报神。牡丹想了片刻，低声道：柳州刚来了位客人，是老夫人的侄女，叫端淑，长得很美丽。老夫人原本要让你陪她去游街，因着你病了，便让我陪她去。你若是好起来，说不定咱们可以一起去。忽见一个婆子在门口探了探头，接着五婆子就起身赔罪：少夫人您坐着，老奴去替您端点果子上来。杜夫人虚弱地躺在榻上，百香领着几个丫头忙里忙外的，一会儿伺候她喝药，一会儿又问肚子还疼不疼。杜夫人嫌烦，难受的摆手叫他们出去，百香便将松香和金珠一块给打发出去了，自己拿了给杜夫人做的里衣，在窗边坐下，边做针线边守着杜夫人。杜夫人透过青碧色的纱帐往外看着表情宁静专心做事的百香。说实话，百香是她用过的大大小小几十个丫头中最聪明、最漂亮、最能体贴人意的，但实在是太过聪明了，倒叫人不放心。特别是百香知道了那么多的事情，实在是令人难安。她漫不经心地道：百香，马管事告老，我打算让你哥哥去接替他的位子，替我管好那个庄子。百香愣住了，杜夫人说的是她自己的陪嫁庄子中最大、出产最多的一个。自家的哥哥若是能够得到这个位子，一家子的生计自然是半点都不用愁，人前人后也风光。问题是，杜夫人怎会突然对他这么好呢？难道是又有诸如从前那样的事情需要他去做了？他的手指紧紧攥着手里的布料，有些艰难地笑道：谢夫人，但是我哥哥人笨，怕是会辜负夫人的期望。杜夫人淡淡地道：谁是天生就会的？可以学吗？百香紧张地咽着口水，奋力想出一个拒绝的理由。抬眼看到杜夫人看不清情绪的眼睛，她一颗心猛地揪紧了，不能拒绝，身为奴婢就是这样，无论主子的好意还是歹意，你都不能拒绝，否则就是不忠。百香恨透了这个奴婢的身份，她听见自己呆板的声音：谢夫人。杜夫人满意的一笑：这就对了吗？你们都要用心，别让我失望，来日方长。百香难过的垂下了头，她的梦想很美好，希望能得到三公子的庇护和怜惜，但是她忘记了一件事，她的家人都还捏在杜夫人手里，这事儿半点都不能急，急不来的。
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直奔这屋子而来，在一片呼吸声也听不见的静寂中，显得格外扰人耳朵。百香觉得每一步都似踏在他的心上，他有些烦闷的起身，打算狠狠训斥这不懂规矩的丫头或是婆子一顿，可是探进头来的却是金珠。金珠才有14岁，有一双漂亮灵动的眼睛和一对红润灵巧的薄唇，此时那双眼睛里闪着隐藏不掉的兴奋，薄唇带着一个欢快的弧度，她的声音清脆悦耳。夫人，雪姨娘不堪受辱，处住了。杜夫人猛地坐起身来，双眼发亮，急声道：人怎样了？金珠道：出了血，昏迷着呢。看守的婆子吓坏了，不停地说是她自己想不开，又说都是按着老夫人的吩咐做的，并没有真的塞马粪，只是吓唬她，她就想不开了。很好，一切都如预料中那么顺利，真是太不懂事了。杜夫人抿紧了唇，看着百香：你替我去看看，如果她醒了，当众狠狠骂她一顿。当众落井下石，这种事情不是杜夫人会做的事，她要做也是背地里。百香迟疑地看着杜夫人，骂她什么？杜夫人秀眉一挑，似笑非笑：要我教你？无非是站在正式的立场，骂雪姨娘不懂事，不孝顺云云，反正务必树立杜夫人是反对她闹腾的就是了。百香立即行礼退了出去，她嫉妒地看着留在杜夫人房里的金珠，金珠越来越受倚重了。杜夫人抬眼看着金珠：国公爷呢？还没回来。金珠忙道：不曾。杜夫人沉思片刻，道：去让牛妈妈把这事儿设法告诉娘子知晓，让她好好劝劝娘子，让娘子别再赌气了。这事儿约莫会有转机的。从此以后，老夫人和蒋仲又多了2个仇人。他可不是王阿优，他们负了他，他要一点点地讨回来。是。金珠闻声快步退了出去，他小心地躲过周围人的耳目，到了蒋云清的院子外头，探头看过去，只见牛婆子手下的小丫头梅儿正立在门口东张西望的，遂大喜，低咳了一声。梅儿快步过来，小声道：金珠姐姐，少夫人在里面呢，适才有人寻武妈妈说话，武妈妈就不见了，我正看她到底往哪里去了。金珠摆摆手，小声道：不管她，你去把牛妈妈叫出来，休要让人知晓。牡丹眼睁睁地看着蒋云清身边的2个婆子，一个说去给她拿果子，另一个说去给她端糕点，然后全都消失不见，只剩下2个小丫头眼睛也不眨地生生盯着她，不由得暗自好笑。今日大家都挺忙的，反正老夫人和蒋仲也不可能真的把蒋云清给饿死，她也该告辞了，遂站起身来，同2个丫头中年级稍微大点，穿着打扮也要好一些的那个道：我先回去了，好生伺候你们娘子。那个丫头忙上前行礼：奴婢叫做香橙，少夫人且再坐一会儿吧，兴许稍后我们娘子就醒过来了也不一定。不啦。牡丹摇摇头，才走出门，就见牛婆子快步过来，匆匆行了礼，甚至来不及与她客套，就直接冲进了蒋云清的房里。牡丹从珠帘里看过去，只见牛婆子使劲掐着蒋云清的人中，沉声道：娘子，娘子，速速醒来，雪姨娘出事了。蒋云清的眼珠子动了动，缓缓睁开眼睛，目光呆滞地看着牛婆子，犹自有些怀疑。牛婆子贴着他的耳朵快速说了几句，蒋云清的表情非常惊慌悲伤，却眼泪都流不出来，只是费力地伸着手指着桌上的水杯。牛婆子忙把他扶起来，端起水喂他。蒋云清哭丧着脸，贪婪的大口饮水，甚至于把自己给呛的气都喘不过来，可还是没有累。牛婆子温柔地给他抚着胸口，小声劝慰：别急，别急，不会有大事的，养好自己的身子就是最要紧的。牡丹迅速转身，快步朝外头走去。这个国公府让他气都喘不过来，然而是必须去同老夫人辞别的。他站了一会儿，漫步朝老夫人的房里走去，倏儿小声道：不去杜夫人那里看看吗？牡丹摇头。上次的事情，他和蒋长阳、杜夫人心中彼此都很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蒋仲和老夫人都没有管他2人怎样对待杜夫人，问候或是不问候都没有任何关系，只要别吵嚷，当众难堪就好。既然如此，他又何必去给自己找不自在，也给别人找不自在呢？老夫人的房里静悄悄的，老夫人斜躺在榻上呼哧的喘粗气。他没有想到雪姨娘一个丫头出身的贱妾，竟然敢真的寻死。他是说要用马粪塞雪姨娘的口不假，但真的塞了吗？没有。他哪那么蠢，蒋云清还要嫁人呢。想想也知道，亲娘被家里下人塞过马粪的庶女，什么好人家还会要？不就是吓唬雪姨娘罢了。这个蠢货比猪还没脑子，闹出去固然是国公府丢脸，但对蒋云清又有什么好处？忽听牡丹在一旁道：
祖母，天色不早，孙媳妇要回去了，改日有空了又和大郎过来看您老人家。老夫人猛地抬起眼皮来看着牡丹，眼里满是厉色。牡丹莫名其妙，毫不退让地与老夫人对视着。蒋长阳说的对，无欲则刚，他不求什么，也没做过亏心事，为什么要受莫名其妙的气？二人只对视了2个呼吸的时间，老夫人就收回了目光，指指身边的月牙凳。丹娘你坐下，我有东西要给你。说着示意红儿入内去拿东西。他不是针对牡丹，他是想着自己那时候睡着了，杜氏又称病不管，幸亏的红儿知机，假传自己的口信，让人立刻把那小院子给看起来，不许人随意进出，不然这会儿只怕何府上下都嚷嚷的知道了，收拾起来都难。正想着，红儿已经从里头捧出个缠枝花绘图的银瓶托漆盒出来。老夫人的脸上堆满了慈祥的笑容，从裙带上取了一把小巧的钥匙，将锁给打开了，递给牡丹。打开看看。牡丹迟疑地接过去，轻轻将漆盒打开，里面却是些金矿宝垫、娇盛金素的金雀钗、钿花、步摇、臂环等饰物，每种各一对，正是一套。夕阳的光透过重重帐幔，落在漆盒里，细小的金珠浮动出细腻、变幻不定的闪光，如同水波反射着阳光，红蓝绿宝石更是折射出七彩的光芒，耀人眼得很。牡丹自若的漆盒盖上，推到老夫人面前。祖母这些东西真好，用材好，做工也极好。老夫人含笑又给他推了过去。都是你的。见牡丹惊讶的抬眼看着自己，她微微带了些惭愧。这本是大郎出生时就开始准备的，原以为没有送出去的那一天了。你们成亲时本来要给你做见面礼，可是他叹了口气，其实你很不错，当得起，收下吧，别嫌不好。牡丹垂了眼，笑道：不怕祖母生气，大郎说过不许我要您东西的，说是您老人家存点东西不容易。咦，还不要？老夫人生气起来，有心要发牡丹的脾气，却又不是时机，只能忍着。却见绿娇在门口探了一下头，当下一口气都出在绿娇身上，气哼哼地道：什么事？绿娇犹豫地看了牡丹一眼，不知道该不该当着牡丹的面把事情说出来。老夫人自然能看得出她的犹豫，闭了闭眼，道：少夫人不是外人。绿娇便道：适才百香去替夫人传话给雪姨娘了，狠狠数落了雪姨娘一顿。雪姨娘本来精神就不好，这会儿看着越发差了呢，要不要请个太医来瞧？这个杜氏实在太过可恶，这百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非得寻个机会把杜氏这颗牙给拔了不可。老夫人心里窝着一口恶气，什么太医肯替一个贱妾看病，何况是这种丑事，随便找个游医看看，不死人也就是了。但这些话她是不好当着牡丹的面交代绿娇，便给红儿使眼色，红儿明白，起身领着绿娇走了出去。老夫人便收拾了心情，耷拉着眼皮子同牡丹道：你不收我给你的见面礼，可是看不上，或者是心里怨恨我没有在当日就给你？牡丹起身道：都不是，孙媳妇，既是你祖母给你的，你接着就是了。推三阻四的反而生分。蒋仲的声音从外面响起来，接着人就大步走了进来。他比之从前显得略胖了一些，人却是没以前那么精神了，鬓边也有了几丝白发，纵然锦衣华服，却显得有些落拓。见牡丹给他行礼问好，他随意地挥了挥手，与老夫人见了礼，就在老夫人的身边坐下来，和颜悦色地招呼牡丹：大郎媳妇，这里没有外人，你也坐下。他垂着眼犹豫地看了一会儿地砖，方道：听说昨夜大郎被召进宫了，可知道又要办什么差事？牡丹笑道：这个大郎没有和儿媳说。蒋仲有些失望，那许多话要他问牡丹，可他又实在拉不下这个脸，他胡乱地摆摆手：既然家里有事，就别总在这里待着了，早些回去吧。牡丹巴不得他这句话，忙起身告辞。蒋重忍了忍，又道：和大郎说，让他赶紧把那个胡姬送走，像什么样子？见牡丹疑惑地看着他，明显什么都不知道，蒋仲只好道：你们自己去问问就知道了。为了这样一个女子惹得风言风语的，值得吗？他到底是男人，好多话可以和蒋长阳明说，却不好和牡丹说。这个时候杜夫人的作用就显得很重要了，倘若他和他一条心，他就可以省去多少事啊，比如和牡丹沟通，比如和蒋云清沟通。至于老夫人，他为难地看了一旁明显非常不高兴的老夫人一眼，终究只是叹了口气，告诉大郎好好办差，不要辜负了圣上的期望。目送牡丹走出门去，蒋仲低声同老夫人道：他待母亲还算恭顺吗？恭顺，气死人不偿命。老夫人掀掀眼皮子，转动手里的念珠，反正就是那个样子，有什么好说的？蒋仲叹了口气，云清这样闹下去不是法子，给他点教训也就是了，
我去看看她。等她好起来，母亲待她宽松点，终究只是个女子，不比那儿。老夫人拔高声音道：不许去！你可知道雪姨娘今日做了什么好事？好好的姑娘就是给这些贱婢给教坏的。这贱婢又是跟着谁学的？我是她亲祖母，我能害得了她？你的好夫人都是她挑唆的。我要借这件事好好正正家风。她现在虽然希望杜家能帮上国公府的忙，最恨的人却是杜夫人。她这人也真是奇怪，原本千般好万般好，突然一件要紧事不好了，也就跟着把这人的千好万好统统忘记了，全都记着不好的去了。到底该怎么办才好？蒋仲心里难受之极，走到这一步，实在也是丢人之极。家里像这般乱糟糟的，更是让人生不如死。与汾王府攀亲固然好，但蒋云清实在不肯嫁就算了，心里有怨气，就算是真的想法子嫁过去了，对家里也不会有多大的好处。但不和汾王府攀亲，只靠着迟迟不见动作的杜家和萧家，还有那些什么都说好，实际上看他笑话的，或者是真的同情他，却根本没法子的同僚弟兄，他又实在想不出其他什么好办法来。就这样天天守着家里的一堆破事，看女人们吵架掐架，实是让人要发疯了。他有些暴躁地站起身来往外走。老夫人喊道：你要去哪里？我和你说，内宅的事情不是你一个大老爷们管的，我自会替你管好。现下先商量一件要紧的事情，我想让大郎媳妇回来伺候我，帮我管管家里的事情。虽说是叫牡丹回来伺候他，其实就是变相的想要蒋长阳一起搬回来。蒋仲停住脚步，皱起眉头来。我答应过让他们自己住在外头的。虽然是孝道，但出尔反尔，叫人怎么看我？这个家也不是他能管好的，没有的事情都会生出来。您要真是想要他伺候您，隔三差五让他回来陪陪您也就是了。老夫人见他不能体会自己的苦心，只记着要维持他的形象，急道：这是什么时候？现在是要协同一心，共同设法的时候。树倒猢狲散，谁能得到好处去？他们不懂事，你就纵着他们，让他们回来住，好处多得很。你是怕又生事端是不是？你放心，有我护着丹娘，没人能翻得起浪花。遂把好处一一说给蒋仲听，比如说他和蒋长阳父子二人经常在一起，可以增进感情，改变现在这种僵硬的关系啦，叫蒋长阳带蒋长义啦，让牡丹跟着他学习为人处事之道，怎样管理一个大府邸啦等等。他最后总结，这府里乱是因为没个得力的人镇着。我年纪大了，你媳妇不但不管，还背后使手段，所以才会这样。何事是你名正言顺的嫡长媳，她来管，来替你我分忧，是再合适不过的。就算是将来大郎不成爵，对他夫妻二人也只有好处，是不是？蒋仲听得心动，皱着眉头道：让我想一想，大郎生性倔强，此事还得从长计议，先放一放。老夫人见他有了心，也就不再催他，冷笑着道：你的夫人今日又突然吃坏了肚子，上吐下泻的，还记着派人去训斥雪姨娘。我老了，动不了，没力气走去看她，你去看看吧。要是身子真不好，不如搬出去调养一段时间，好了再回来。蒋仲心事重重的出了老夫人的院子，先往蒋云清的院子里去。到了外头，就听见婆子们劝蒋云清：娘子少喝一点，这人饿的时辰久了，是不能立时就进这么多食的，哪怕只是米汤也不行。蒋仲原本就有些犹豫要不要进去，已经提步了，又听说开始进食了，便又没往里走。婚姻大事，媒妁之言，从来就没儿女自作主张的。蒋云清这种行为是让人深恶痛绝的，不可原谅的。既然进食了，就说明已经想通了，转过弯来了。他再进去，指不定他反而以为他做对了呢。这脾气，将来到了婆家，岂不是害死他？于是蒋仲转身又往关押雪姨娘的房里去。雪姨娘的房间外头守着几个老夫人派去的婆子，正低声说笑，突然看见蒋仲了，都唬得站直了身子，行礼问好，迅速给他开了门，请他进去。蒋仲皱着眉头看着面前的雪姨娘。雪姨娘的额头上缠着几圈白布，头发上还残留着包裹伤口时洒下的香灰。她紧紧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她撞得并不重，毕竟那么多人看着的，七手八脚就拉住了，但她心里非常怨恨。最恨的人就属老夫人，其次就是蒋仲，也还恨杜夫人，但更恨她自己拖累了蒋云清。见雪姨娘不理自己，蒋仲有些不耐烦地轻轻咳嗽了一声。雪姨娘听到他的咳嗽声，又怕又难过，一声就哭了起来。一哭就扯着头上的伤口疼，越疼他越哭。蒋仲觉得头都要炸了，板着脸道：胡闹！你就算是不为府里的脸面着想，也要为云清着想。这种事情再有一次，你自己考虑后果。以后你好好养伤，没事就别出来了。
一来就毫不留情地宣布了对自己的惩罚，这原本也是蒋仲的惯有风格。雪姨娘也没对他抱多大的指望，但也还指望着能得他几分恻隐之心，帮帮蒋云清。于是不顾一切地从床上爬起来，流着泪往蒋仲跟前扑，一边磕头一边哀哀告道：国公爷，婢妾就是云清这点骨肉，他不懂事，您别生他的气，婢妾给您做牛做马，他将来好了也是能孝敬您的，求您。看着他额头上的血又进出来，摇摇欲坠的样子，蒋仲皱着眉是一婆子上来管着他，淡淡地道：这个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我自有主张，你只管守好你的本分就是了。说完也不管雪姨娘，气呼呼的大步朝杜夫人的院子走去。她这个主母是做什么的？什么都不管，把管理妾室这些琐碎的事情全都丢给婆母和夫君，像什么样子？她是该好好和他说说了。她要叫他知道国公府不好，她也休想好。松香看到蒋仲，忙行礼问好，要去告知杜夫人。蒋仲拦住他，抢先一步进了房。只见杜夫人背对着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他重重咳嗽了一声，杜夫人根本没理睬。他没法子，只好样样的坐在一旁。松香送茶进来，见状便结结巴巴地道：夫人上吐下泻的，什么都吃不下，没精神，好容易才吃了药睡着了。她虽不如百香会说话，会看眼色，但也觉着这样子有些尴尬，就想缓和气氛，给两位主人彼此一个台阶下。但他这马屁明显是拍在了马屁股上，蒋仲狠狠瞪了他一眼，松香吓得一缩脖子，赶紧溜了出去，随他二人怎么闹都不干他的事。他才不想像百香那样又被骂又被打，什么好都没讨到。杜夫人从来就没睡着，一直就等着蒋仲呢。多年的夫妻，他对他再熟悉不过，乃至于他的脚步才在门口响起，他就已经知道他来了。但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他曲意讨好也不起作用，他又何必作践自己？他装着睡，暗自酝酿着接下来要说的话，就等蒋仲忍受不住了再开枪，他才好开口。蒋仲想喊他，又觉得丢脸，想发脾气，又知道他在发多大的脾气，杜夫人此刻都不会理睬他。那日杜迁与他定下3年之约后，杜夫人也曾曲意讨好，对他多有关心，更胜从前。可他觉着他的曲意讨好都是应该的，毕竟因为他的一己私心，狠毒自私，害得全家人落到这个地步，如果再不低头服小的赎罪，那简直就是无药可救了。所以无论他怎么做，他都觉得是应该的，心安理得。而且裂痕在那里，岂是一时半会儿就能修不好的？一闲下来他就会想起那些事，出门一趟回来心情就会很糟糕，再加上老夫人在一旁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便不想理睬他。他几次讨好都得了他的冷脸，自然不会再往上贴。久而久之，两个人便不再说话，于是终于冷战到了今日。可是夫妻就是夫妻，他们还有共同的利益，他是男人，不和他一个没见识的妇人计较。蒋仲僵硬了片刻，猛地将手里的茶盏一扔，冷声道：你好点了吗？杜夫人听到他这问候的语调和生气，心里就犹如压了老大一块石头，又冷又疼。他本想不理睬他，可又想到已然忍了那么久，也不在此时，当下也不回头，淡淡地道：死不了，还能撑着做完老夫人和国公爷吩咐下来的事情。蒋仲的长篇大论顿时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咽不下去。沉默许久，方悻悻地道：你为何放纵雪姨娘闹成这个样子？云清那里你也不管，家里还住着客人呢，丢死人了。传出去你这个主母也没面子，这会儿知道丢脸了。从前他辛辛苦苦把这个家打理得那么好，也不见他和那老不死的说声好，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蒋云清的事情也百般防备着他，现在到来和他说面子问题了，这人真是就不服好。杜夫人冷笑了一声：我是一直劝着的，该骂的也骂了，他非得如此，我能怎样？打杀了他。多管一分是苛刻，多说2句就是居心叵测，出了事情就是我捣鬼不安好心，怎么都是错，请国公爷您教教妾身，妾身该怎么办才好呢？您吩咐下来，妾身按着您说的照办，绝对一个字都不会有错。说到面子，我如今能有什么面子？尚不如丫头差事办得好，还能得个笑脸，我辛苦一场，累病累痛，好话都不得一句的。蒋仲被他呛得没话说，心里又恨又气，半晌方道：你怎么变成这样？如今府里艰难，正该放下芥蒂，同心同德共度难关才是，你倒好，治这些闲气。你好生养病，等身子好起来，好些事情还要你出面，过几日就要那征的，还有新房布置，务必不能叫萧家挑出错来。说到这里，他有些说不下去。享受惯了人前人后风光的日子，一朝落锁，实是说不出心中的滋味。想那时他虽然低调，但还风光，
萧家虽然狂，却也不敢在他面前怎么跳，到如今他却要格外注意这些，生怕萧家找话说，这真是让人郁闷。他聒噪个不休，杜夫人却平生第一次觉得他怎么这么烦。从前他的话不多，也不大管内宅的事情，他说什么就是什么。他虽然觉得累，也暗里抱怨他不管家里的事情，却还觉着心里高兴，也觉得她丈夫气浓。可如今他开始管内宅的事情了，他怎么就觉得他这么烦呢？杜夫人不耐烦地皱起眉头来。说到这件事，妾身也有事要同国公爷商量的。他是做惯主的人，萧雪溪要进门，要分他原本就已经不多的权利，他自然心里不平，肯定会找事。虽然蒋仲认为他做了这么大的错事，正该伏低做小，但考虑到小不忍则乱大谋，把他惹火了甩手不管，许多事是太难便做好心理准备，道：你说。杜夫人微微一笑，让大郎媳妇回来帮我的忙吧，我身子不好，忙不过来。蒋仲吃惊之极，没有想到1日之内，这本不和睦的婆媳二人都提出要牡丹回来。他狐疑地看着杜夫人，该不是上次没害着蒋长阳，这次又打什么鬼主意？杜夫人沈笑一声，明说了吧，如今这情形，我实是怕担责，再来一次，我在这府里就待不下去了。有丹娘在，若是有什么事，也好有个作证的，同老夫人那里也要好说话的多，总不至于我说什么都要反驳。这个家委实难当。他说的这个倒是实情，凡是他赞成的，老夫人都要反对，反对到最后，事情还是要按着原来定下的去做，无非就是故意给他添堵而已。杜夫人这样毫不掩饰地把实话说出来，毫不掩饰自己的怨气和不平，蒋仲道找不到什么话可说，只得道：你就这么相信他？杜夫人抬眼看着他，眼里带着一丝轻讽，他可比许多人公正得多。一是一，二是二，不会因为一件事不好就突然恨透了某个人，全然不顾几十年的情分，无情无义，也不会在背后搞小动作，落井下石的害我，我相信他。蒋仲一噎，脸就有些热，随即又想，爱背后搞小动作，落井下石害人的恰恰就是杜夫人，他还好意思和他说这些？哪次他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不是说的义正辞严，装的比谁都公正站立？表面上他是说相信牡丹，其实他最防备的恰恰就是牡丹了吧？遂冷笑了一声，侧过头道：再说吧。杜夫人见他不应，淡淡一笑：随你吧。你要不放心他跟我在一块儿，觉得我会害他，那你就专指一件事给他办，让他和老夫人交差，我不插手，不参与可好？这可不是为了我一个人，是为了一儿好，为了府里好，更是为了他好。他合族里的这些人都还不熟吧？到底也是嫡长子呢。嫡长子，现在他就认他们是嫡长又如何？看谁笑到最后。蒋仲不语，这样也有些道理。老夫人到底年纪大了，有时候又偏听偏信，脾气也糟糕，难免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一不小心就要出笑话，如今府里可再也不能出笑话了。有牡丹在一旁看着，的确比全交给杜夫人去做稳妥的多。杜夫人便疲惫地揉了揉额头，我有些困，请恕妾身有病在身，不能伺候国公爷了。随即往床上一躺，不动了。蒋仲默然坐了片刻，悄无声息地走了出去。暮色渐浓，花花草草都犹如被染了一层淡淡的墨汁，就如同他的心，悲伤而孤凉。他看着自己满是老茧的手，这双手也曾握将持剑，杀敌保国，如今却要来操持这些琐事。他环顾整个庭院，难道他的后半生就要这样一辈子暗淡度过？真的是蒋长阳说的那种情况吗？圣上真的是为了那件事不原谅他？可当时圣上明明说过，不怪他的，过后也从来不曾在他面前提过有关那件事的一个字。而且确实也不能怪他，那是整个皇朝最有权势的女人，他能怎么办？何况过后他也尽力想补救了，但是老天都不给那人生机，怪得他吗？蒋仲长长叹了一口气，想到今日在街上见着鲜衣怒马的阿优在宫城外头去接方伯辉归家，二人郎情妾意的情形，不由心中一阵刺痛。他的运气真不好，怎么就会遇到这些事呢？儿子见过父亲。蒋长义一身宝蓝圆领窄袖衫，站在路旁给他行礼，玉树临风，纤纤如玉。蒋崇发见他又长高了，身子也不似从前那么单薄，看着还有几分自己从前的风采，想到这个儿子最近的表现很是让人惊喜，心里一喜，口气也就格外和蔼。回来了，给你祖母请过安了吗？蒋长义谨慎地道。儿子刚从那边过来，听说母亲身子欠安，你也在这边，便过来看看。蒋仲点点头，你去吧。他犹豫片刻，道：对你母亲体贴尊敬些。蒋长义憨憨地道：儿子会做得更好的。蒋仲目送他的背影，轻轻叹了口气。
让蒋长阳和牡丹回来住，帮帮家里的忙，好似这个主意还不错。牡丹回到曲江池时，天色已渐晚，林妈妈已经回了家，正在厨下统筹安排茶汤。见牡丹步履匆匆地赶过来，忙笑着将送礼的情况说了一遍。各家都有回礼，李家表姨说会亲自将东西送过去，黄娘子说想来看您，范丽儿也想跟老奴一道来这里玩玩，被张五爷给骂了。牡丹一笑，等我收拾妥当了，再邀请他们过来做客。晚上的菜单你出来没有？林妈妈忙从袖中取出菜单给牡丹过目。都安排好了，就等您来定夺。一共10个菜，虽然不是什么珍馐美味，但蒋长阳的2个要求，肉要多，酒要好，都做到了。牡丹又加了2个菜，调整了一下荤素搭配，将菜单递回给林妈妈。按着这个办。一共来了多少人？林妈妈小声道。大约有10多个吧。这会儿都和郎君在书房里说话呢。他不喜欢那些人，虽说都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脸上也挂着笑容，看着好似都很和蔼，挑不出任何地方不妥，但都带着一股子说不出来的感觉，让人下意识的就不想和他们近距离接触。牡丹道，这是我第一次接待客人，吩咐下去，一定要把事情做好，不许出差错。从前蒋长阳是单身汉，招待不周也不会有人计较，如今是成了亲的，自然就不一样，稍微不周到点就会落下口实。他不允许林妈妈自是知晓心腹第一次正式亮相的重要性，把力气下足了12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打点，精确到毫厘。幸而家里的人都是得力的，无论是何家陪嫁过来的，还是蒋长阳原来就带在身边的，个个都是实心实意做事的主。等饭点一到，掌灯的、布桌的、上菜的、斟酒的，有条不紊的上前，四处不闻喧哗之声，一切井井有条。饭菜美味丰盛，酒是陈年好酒，下人伺候周到，众人都纷纷称赞主妇能干。蒋长阳含着笑，谦虚着，心里却万分高兴。以后不管做什么，他都不再是一个人，他的身后还有牡丹。一群人说说笑笑，间杂着商谈正事，到饭桌撤去时已是亥时。又有下人上前换了茶汤，奉上果品。等到2更末，事情商定，众人散去，有那留下不走的，自有那在一旁候着的下人打了灯笼上前，引去早就收拾妥当的客房安置入睡。一切都很顺利。蒋长阳心满意足地朝正寝走去，房里还亮着灯，牡丹还等着他，他扬起唇角，盥洗干净方才进屋。牡丹果然还歪靠在床上再看一叠手稿，他身边的灯下放着个缠枝花绘图的银瓶托漆盒，漆盒半开着，里头的金银珠玉折射着莹莹宝光。蒋长阳认得这个盒子，他很小的时候就看见老夫人经常打开，从里头拿出漂亮精致的首饰来，他眼馋得紧，总想摸摸，老夫人就和他说这是将来给他媳妇的。没有想到今日还是给了牡丹。蒋长阳走到牡丹身边坐下，伸手拿过他手里的那叠手稿，也不多点2盏灯，当心眼睛看坏了。随手翻了翻，见上头写的全都是今年春天什么品种的牡丹花，开了几朵花，花有多大，花色如何等诸如此类的事物，不由失笑。你种这花确实也下心。随即小心收好，指指那漆盒。怎么说？累吗？牡丹伸手抱住他的胳膊，将头靠在他肩上。我还想问你怎么说呢？说是见面礼，突然就给了我，推都推不掉。我看过了，都是好东西。他总有种不踏实感，老夫人对他不好是正常的，突然好起来就不正常。蒋长阳吹灭了灯，他非得给你，你就拿着，先锁起来看看，以后他若是说什么，再拿去还他。他找你有什么事？牡丹将今日的所见所闻说了一遍，为蒋云清叹了一回，道：好似主要是为了你那个大美人表妹，还有似乎外头在传马眼什么话。蒋长阳皱眉道：我昨日去面圣也被问了2回，我觉着也奇怪，马眼是潘荣接出来的，那日也是跟着阿新的车一道去的庄子里，知道这事儿的人不多，怎会传得这样沸沸扬扬的。你不用理会，约莫过些日子义父和娘还是要回秋瓷的，到时他去了，流言自然也就没了那什么表妹的。你如果觉得无聊，就陪他走走，不喜欢就找个借口别去了，带他转转也不怎样，总不能把那边的人都给断绝了吧。牡丹笑道：我早想好了，我反正要买真木，天气好的时候带着他晃晃，一举两得。蒋长阳摸摸他的手，随你。这段日子我可能经常不在家，我把顺口留在家里，你出门就叫他跟着。牡丹抱紧他的腰，你小心为要。一夜无话。第2日清早，牡丹睁眼，蒋长阳果然早已不在身边，身边的枕头和被子都是冷的。他很有些不习惯，睁着眼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帐顶，方才懒洋洋地叫人进来伺候他穿衣梳洗。
街上的泥泞还未干透，这一圈出去少不得要泥泞满身，他也顾不得，换了一身不怕沾染的带紫色胡服，叫人备了马，带了顺猴，就往相熟的花农家中去寻那株高2尺以上，还得营养充足、长势良好的真木。这东西还只有花农家里有，各处道观寺庙是没有的。牡丹走了一早上，将相熟的人家走了近一半，也没买成一株花。金不言高价订购牡丹花的消息已经在整个京中播散开去，各家的真木并街头都水涨船高，价格高得很，他若是买了，必然亏本。涨价在他的意料之中，但这样的高却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随意问了问街头的价格，更贵的离谱。他一讲价，人家就满脸的为难，多问2句，更是为难，顾左右而言他。有人更是直接和他建议，不如让人去山上挖。这个法子牡丹不是没想过，奈何野生的牡丹营养不足，大小年情况严重得很。街头重要，但真木的营养状况和长势也很重要。金不言要求的是所接的街头2/3都要开花，而且要开好花，营养不良的真木怎能做到？无异于自砸招牌。这情形和去年他要订街头之时何其相似，仿佛一个个都不想做生意了似的。牡丹见再多耽搁下去也没意思，索性道：都回去吧，先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再说，总有法子可想的。他是越挫越勇的性子，就算是这几十株花不挣钱，他也要把这笔生意给做成。说而气的把嘴撅起老高，咬牙切齿地道：一准儿又是曹万荣搞的鬼。说曹操道：牡丹主仆几人刚绕到兰陵坊附近，就见曹万荣和2个陌生男人站在不远处的槐树下说笑，几个人的眼睛都是盯着他的。见他看过去，曹万荣脸上露出一个和气中略略带点讨好的笑容来，紧接着就大步朝他走过来，行礼问好：何夫人别来无恙？牡丹颔首一笑：许久不见曹园主，这些日子哪里发财去了？上次牡丹花会之后，2人就没见过面。当时听说他醉得在床上睡了3天，又感了风寒，病了好些日子，发什么财？养了许久的病，这才好了没多久呢。是比不得您的。曹万荣摇摇头，羡慕的道：金不言在我那里订的花不多，我园子里的真木仅够了。相反的，我是去年订的街头太多，几乎用不完，本钱难得回笼。牡丹淡笑着：听说您要扩建牡丹园，不是正好用上吗？听说今年春天你也卖出不少牡丹的。他活该，去年他为了不让他的牡丹园得到好街头，上蹿下跳的，抢在他前头将各处的好牡丹街头给高价定了，自以为害着他了，结果不过是害着他自己而已。曹万荣叹了口气，苦笑道：您就别笑话我了。谁不知道自牡丹花会以后，京中人就只知道方圆。他的表情是愁苦中又带着一丝卑微。不瞒您说，我是听说您出来看真木，特意在这里等您的。他消息挺快的。牡丹扬了扬眉：可是有什么事？曹万荣用商量的口吻道：就是街头的事情，您若是看得起，我愿意按低于市价的价格让些与您，真木我那里也有多的。见牡丹不说话，他立时道：价格好商量，就是想和和气气的为我从前的行为道歉。他要和他道歉，过了这么久才想到和他道歉。牡丹没有一口回绝他：您说笑了，我们之间有过不和气吗？至于街头和真木的事情，我先算算差多少又再说。是没有不和气，都随您。曹万荣笑得如同24孝，您知道吗？吕氏公子也来了，金不言有心重金邀请他去帮着管理1年的牡丹园，他也有这个意愿。牡丹心里一动，自牡丹花会之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吕方，这次他来了，应该好好请他吃顿饭的。2人客客气气的别过，目送着牡丹主仆的背影渐渐走远，曹万荣的脸阴沉下来，他一个伙伴走上前来，抬着下巴直指牡丹：就是他吗？我看他娇滴滴的，如何能将你一个大男子汉扔进水里去？曹万荣淡淡地道：他自然是没那个本事，但他男人有。拜蒋长阳所赐，他差点没死在那臭水塘子里。天气半阴半阳了几日，街上的泥泞终是干了，一大早就有人来禀，道士六郎果然跟着商队下了扬州。牡丹也就没再操心这事儿，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购买真木的事情上。他随后又走访了几户有实力的人家，情况也差不多，大家都把价格统一在了一个水平线上，没有人敢低于这个价给他。表面上看，众人抬价几乎是件很正常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方圆得了一桩大生意，发了，不宰他宰谁呢？说到底还是他的根基太浅，区区一个御赐匾额镇不住。这种事情其实也正常，她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女子，短短1年的时间里要在业内站住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年她曾经购买花王的那家花农，
偷偷告诉他，自从金不言与方圆签订了契约之后，就有人传了话，谁要是敢低于这个价格买街头和砧木给他，以后就不要在京城和洛阳的花市上混了。所以就算是非常想和他做这笔生意，也不敢做这个出头羊。那花农叹着气道：何娘子，您是得罪了什么人吧？您太年轻了，不知道有些事情呢，无论哪一行哪一业，都讲究一个前辈后辈的关系，年轻人不懂得尊重前辈，等于自掘坟墓。牡丹这还是站着是官家的身份，人家不敢太出格，所以只好在这些事情上想方设法为难他。一句话，他小打小闹可以，但若是想做大，想做响亮，那是不太容易的。除非他低头认错，那还得看人家给不给他这个面子。牡丹很无奈，他不知道背后发话的人是谁，但隐隐约约又觉得大约和吕纯、曹万荣等脱不了干系。他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以这些人定的高价买下他所需要的砧木，但若是此番依了，这明显就针对他，欺负他的价格，以后再想和这些人公平做生意就会更难。另一条路就是顺着曹万荣的意，从曹万荣手里购买砧木，两条路他都不想走。倘若金不言不要非得要求植株高2尺以上，他是有其他办法的，那就是以芍药代替牡丹来嫁接。芍药做砧木其实有一定的好处，芍药根软，操作容易，绝大多数品种成活率较高，秸苗初期生长会比较快，嫁接苗也会有矮化倾向，适于盆栽。最关键的一点是耐湿性增强，特别有利于牡丹南移。但缺点也有，结穗基部发根少，萌孽不多，植株寿命较短。当然，不管优点也好，缺点也好，金不言都不会接受，所以这条路也等于封死了。林妈妈原本建议牡丹和蒋长阳说一声，看看背后出头捣鬼的人是谁，商量个法子，请人居中调停一下。可牡丹一看到蒋长阳回到家里累的话都不想说的样子，就不忍心说。他在做的事情是要紧事，他怎能把这种事情拿去分他的心？办法是人想的，他就不信真的就有放着钱不赚，这么愿意听人摆布，眼睁睁看着曹万荣赚钱的人。因着顺口打听到百济寺附近有家小花农，穷困潦倒到几乎揭不开锅的地步，那家男人又嗜酒，日日喝得晨昏颠倒的，顺口便建议牡丹去试试看。虽然园子比较小，但他生意一直都不好，说不定家里存的大些的牡丹会不少呢。百济寺的牡丹向来还不错，牡丹当下收拾东西骑马赶过去，却见是一个从寺庙的菜地圈出来的小园子，里头只有几间歪歪倒倒的草棚。园子里果然花木繁盛，一个中年妇人领着个10来岁的小女孩正在修剪花枝，一个男人坐在草棚前头，拎着个酒葫芦，一边喝酒一边骂娘，骂那妇人是个扫把星，一来就害得他没生意，今年整个春天就没卖出几株花去，又骂小女孩是赔钱货，只赔不赚。妇人和小女孩只是不理他，母女二人做事之余还会含笑说几句笑。牡丹看了一会儿，却认出那人是当初在放生池畔凭着一株胡红先卖给他，见曹万荣想要，又抬价，最后高价卖给流畅的邹老七。若是在从前，这种品行的人他是绝技不和他做生意的，可此时情形却不同。牡丹沉吟片刻，将马鞭轻轻敲了敲院子门，那一家子全都抬起头来，疑惑地看着他。顺口看着酒鬼就讨厌，便把眼睛看着那妇人，故意道：你家谁管事？那妇人见牡丹一行人衣着不俗，门口拴着的马儿膘肥体壮的，立即停下手头的活计，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快步走过来，望着牡丹笑：这位娘子可是要买花？我家的花好多都是出自百济寺，无论是整株的也好，街头也好，绝对不比方圆的差，您买了一定不会后悔的。小女孩则忙忙地去草棚下头端了个小凳子过来，用袖子擦了又擦，讨好的递给牡丹，请她坐。牡丹有些想笑，一方面是她不知道原来方圆已经成了好牡丹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却是想到，如果他们知道他就是方圆的主人，这会儿是来同他们买花的，他们会有什么感觉？我认得你。邹老七眯着酒意朦胧的眼睛，喷着酒味儿踉踉跄跄地靠了过来，我认得你。他说，这样美丽的女子，只需见过一次就再不会忘记，更何况当时他那个财大气粗的贵公子夫君还差点和他的哥哥们打架。你又发酒疯？他的妻子忙忙地去拉他，不安地看着牡丹陪笑，请您别同他一般见识，他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的。说着低声呵斥邹老七，你找死呀！邹老七却挣开他的手往前头凑，牡丹花会那天我看见了的，你是方圆的主人。怎样？那国色天香的御赐匾额不好拿吧？你再往前头凑一下试试。顺侯冷眼看着他，将横刀往他前头一挡，邹老七后退了一步，结结巴巴地道：别呀！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来。
我知道你是来做什么的。方圆的主人。他妻子的脸上露出一丝惊恐来，拼命去拉他，往他耳边低声说什么。牡丹叹了口气，看来又是做的无用功，便朝顺侯和淑儿摆摆手。走吧。邹老七却高声骂起来。呸！老子都要饿死了，还顾得他什么行会？东也管，西也管，怎不见他给我2袋米？给我几民钱？随即将那妇人一推，去赶牡丹小娘子，你别走。你来看我这园里的花，只要你给的价格公道，休要说砧木和街头，就是这园子都把与你了。那妇人吓得只是跳，拼命去捂他的嘴。你作死，你少喝点酒，不就有饭吃了？你卖与他，这会儿倒是痛快了，全家老小被赶出去，无以为生，休要说吃酒，你吃尿也没的。臭婆娘，老子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小娘子，你别走，我与你打个商量，你买了这园子，再雇我一家子去你园子里干活如何？邹老七在后头又喊又跳的，牡丹只是埋着头往前走，苦笑着同顺侯儿道：看来我取了那块匾额是犯了众怒，想做点事情怎么就那么难呢？行会是什么？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会组织，行会里头有行头、行首，专门负责规范和监督本行行人的交易行为，在本行内就相当于土皇帝一样，他们说的话基本行内人没人敢拒绝，不然就是别想做这门生意了。她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又是个女人，没有人引领她入行拜行头，就算是有，人家也轻易不会收她，正如李花匠即便教了雨荷技艺，却始终没有收雨荷为徒一样。而她一来就直冲上天，更是让许多人不服。顺侯儿摸摸头，清秀姣好的脸上露出一丝坏笑来。看在他这么想做这笔生意的份上，您就答应了他又如何？先解了这个燃眉之急，过些日子寻着酒鬼一个错处，轻轻就赶出去了。他媳妇和女儿干活是把好手，留下来只赚不赔的。看看他家这样子，您要不管，过不了多久也是倒霉样，您还只当是救了他媳妇和女儿呢。算了。牡丹摇摇头，有这园子，他一家子好歹还能多混些日子。我若是这样做了，也就和那些赚昧心财的人差不离了。看来他先前那种想法是错误的，是不能走这条正常的路了。四邹老七这等人是被逼到绝处了，才会想着和行会作对，打的主意却也是要在方圆去养老。他媳妇和女儿倒也不说了，这人品不争如邹老七的沾上就是牛皮膏药，除非他狠得下心才又是另一说。顺侯微微有些脸热，一回头看见淑儿对着他撇嘴，当下就对着淑儿吐出舌头，做了个鬼脸，眼角却又瞟到百济寺的门口站着个人，穿着件苍黄色的圆领窄袖纱衫，正伸长脖子往这边看，那眉眼看着眼熟得很。他当下往后退了几步，认出那人正是吕方。顺侯这几日也跑得心烦了，一看着吕方，当下就大吼一声：呀，原来是吕行头家的石公子呀，您老来监工的。牡丹听见这声喊，忙抬眼看过去，果见吕方苦笑着朝他们走过来，脸上忙堆起一个笑，低声问顺侯：你怎么知道吕纯是行头？顺侯儿微微得意的笑：一猜就猜着。您看吧，吕石那样子是不是有点心虚？吕方的样子何止是心虚，简直就是羞愧，他甚至不敢和牡丹对视。他干笑着，偏着身子，拖着脚步，慢吞吞地朝他们挪过来，眼神都是飘忽的。别来无恙，吕石公子。牡丹抿着嘴笑起来，他能理解吕方的心情，虽然真的和吕方半点关系都没有，但吕方一定还是觉得不好意思见到他的，换了是他也是这样。吕方冲牡丹行了个礼，羞涩地道：别来无恙，丹娘。他沉默片刻，事情我都知道了。这个事情是我父亲对不起你。这话直接证实了背后那人就是吕纯，二人一时相对无言。牡丹就算是对吕纯有多大的怨气，都不能对着吕方说出来，倒是顺侯和淑儿意见极大，却不敢当着牡丹的面发作，只能是把脸沉下去，不给吕方主仆好脸色看。吕方定了定神，笑道：你们大喜之时，我回了洛阳，还不曾送你们贺礼，现下补上，明日就让人送过去。按曹万荣的话来说，他是早就到了京中的，他如果要来见他，早就来了，偏生过了这几日才来见他，一定是去准备这什么礼物了。牡丹心头一动，几乎想得到吕方会送他什么礼物，定然是送他砧木和街头之属，换了是他，约莫也会如此做。但他是不会要这份礼的，他要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次难题，而不是依靠吕方或者是其他什么人。他不要以后吕纯等人提起他来，把他的名字和成功与别人的怜悯联系在一起。想到此，牡丹微微一笑：谢你了，既然是送我的新婚贺礼，我能挑吗？他想过牡丹会推辞，却没想到他竟然会提出主动挑礼物。吕方极其意外，随即一笑：你随便挑。
牡丹正色道：听说你打算跟着金不言去杭州，有没有这回事？吕方点点头，表情有些落寞。有此打算，我正好去看看枯枝牡丹，见识见识江南的繁华。兴许他露出一个自嘲中又带点憧憬的笑容来。兴许我能在江南开辟一片新天地，拥有自己的牡丹园。到时候我们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多好玩呀！从牡丹花会之后，他和吕纯之间相处越来越难。其实二人观点意见不合已久，从前是照顾彼此的心情，强压下去，结果是越累积越多，牡丹花会就成为一个临界点。待到他酒醒之后，父子俩就大吵了一架，彼此的不满统统爆发出来。如今父子俩见面，竟然就说不上几句好话。出于家族利益，他不能在洛阳开自己的牡丹园，也不能在京中开办，那就只剩下一条路，远走他乡。我也想去江南的，先预祝你能心想事成了。牡丹笑道：既是这样，我便拜托你一件事，等到我把货交给金不言之后，烦劳你替我好生照料，我就不另派其他人跟着了，你看如何？吕方笑道：举手之劳而已，何须多言。我知道你的工钱很昂贵，但我一文钱都不给你的哦，这便算作是你送我的贺礼了，你看如何？吕方叹了口气，正眼看着牡丹，牡丹的笑容狡黠而充满活力，双眼清亮，认真的等待他回答。这世上总有那么一个人，你无需多问，就能明白他在想什么，想做什么。不过一瞬间的功夫，他就已经明白牡丹不会接受他准备下的那些礼物了。他无奈的叹了口气，扬着眉笑起来。刚才说了随你挑的，好，就是这样吧。牡丹便请他跟他去取江池。你还没去过我的新家，今日乘风约莫是会回家的，我让厨下好好收拾一桌，替你接风洗尘，去吗？白吃白喝，求之不得。吕方叫上一旁的康儿，翻身上马，与牡丹并辔而行，往曲江池而去。一路上二人说说笑笑，就培育牡丹花的一些心得体会互相交流，谈得甚是欢畅。到了曲江池，牡丹见门口拴着几匹高头大马，像是来了客人，便问门房：是谁来了？门房忙道：是国公爷来了，已经来了小半个时辰了的。蒋仲来了，家里没人，他也能等这么长时间，又是什么事？牡丹不露声色地道：既然国公爷来了，怎么也不使人去寻我归家？门房之姬笑道：是与公子爷一道来的，现在不过才申时，蒋长阳却已经回家了，这些日子以来委实难得。牡丹心中欢喜，蒋仲来访带来的疑虑都给打消了，立时将手里的缰绳一扔，请吕方入内，引他往厅堂去喝茶，叫顺侯去禀蒋长阳，到家里有客，又说他要过去给蒋重行礼问好。不多时，顺侯回来道：公子爷倒是不必了，国公爷马上就走，请客人先喝茶，他也马上就过来。纵然如此，牡丹还是整了整衣饰，出去送蒋仲。才到中门处，就见蒋仲黑着一张脸，大步流星地走出来，蒋长阳则慢吞吞地跟在后头，看着像是在送蒋仲，其实却是半天没走多远。父亲，牡丹给蒋重行了一个礼，马上就是饭点，要不留下来和我们一起用饭吧？就没见过这种女子，男人不在家，她也不在家，满大街的跑。蒋仲停住脚步，黑着脸看向牡丹，嘴唇动了几动，愤怒地道：简直太不像话。随即颇有些气急败坏的一甩袖子就去了，瞬间便出了大门，翻身上马，飞也似的跑出去老远。牡丹莫名其妙，回身对着蒋长阳摊摊手：又怎么了？蒋长阳看着他慢慢地道：他刚才来和我说，老夫人身体不好，杜氏的病情越来越重，太医也看不好，请了周进博士去看，今日一大早就搬去太清观住了，倒是恐怕要住上1-2个月。等到搬回来住时，只怕也到了三弟成亲的日子。如今家里没人管事，让我们搬回去住，要你帮着扶李家呢，还说三弟的婚事也要你来操持。什么？牡丹差点没喊起来，他怎么就突然这么吃香了呢？当时他要进门时，一大家子人都仿佛是他们娶媳妇似的，丢了他们的脸，这会儿却要他去替国公府管家，这是怎么说？是他听错了，还是蒋仲糊涂了？杜夫人竟然在这个关键时刻翘脚闪了，也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奈退却。蒋长阳早猜到他的反应会是这样，责怪地指了指他，示意他看看周围来往的下人们。牡丹忙碎步跑到他身边，急急地低声道：那你怎么说的？你没有答应吧？你看他刚才莫名其妙就对着我发脾气的样子，好凶的。那天老夫人也莫名其妙瞪我来着。蒋长阳看到他急吼吼，半是撒娇，半是火上浇油的样子，十分想笑，故意叹了口气。他非得你去，你又接了人家一大盒子首饰，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我有什么办法？
我这就拿去还。牡丹抿起唇，斜睨着蒋长阳。哼哼，好大的胆子，竟然敢骗我。他要答应了，蒋仲会黑着脸莫名发他一顿脾气，就气冲冲地跑了吗？分明就是又吃瘪了。蒋长阳笑了笑，拉他往厅堂去。我和他说，你忙得很，要是金不言这桩生意没做好，得赔几千万钱。而且你也不适合去操持三弟的婚事，一来你没经验，二来当初萧家兄妹对你就有看法，不如让云清和老夫人一起学着管家，不然将来云清嫁了人，什么都不会，岂不是要被人笑掉大牙？他想想也是这样，虽然心里不高兴，但还是决定按着我的建议去做。牡丹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他可以想象得到蒋仲肯定非常不满意，但只要蒋长阳有本事回绝了，就不关他的事。谁愿意成日对着一个阴阳怪气的老太太和一个满脸幽怨的失业中年男人呢？还有杜夫人、老夫人手下那帮子牛鬼蛇神，相处的时间长了会折寿的。蒋长阳咳嗽了一声，但有几个日子你还是必须在的，萧家去铺房的时候你得去。老夫人年纪大了，云清是没出阁的小姑娘，不合适。牡丹笑道，到时候在族里请几位德高望重的婶娘来主事罢，我在一旁支招就好，你只需要露个面就好。左右我到时候也要去的。蒋长阳点点头，似是丝毫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听说你这些日子不太顺利。牡丹道，还好啦，吕方世才跟我一起回来了，今晚你不会出去了吧？我打算请他吃饭，替他接风洗尘。不出去了。蒋长阳停下脚步看着他，你打算请吕方帮忙？他有些不高兴，他不和他说，反而去寻一个外人帮忙，这是怎么说的？牡丹笑道，他说要送我们贺礼，我就请他到时候去江南替我照料我那堆花，这样我就不必派礼花匠去了。蒋长阳挑挑眉，我问的是你现在的燃眉之急打算怎么解？他就没说要替他老爹弥补，原来他都知道。牡丹甜甜一笑，他是他，吕纯是吕纯，干嘛要他替他老爹弥补？山人自有妙计，我已然有其他法子了。蒋长阳好奇之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能怎么样？难道他想好的法子也用不上了？牡丹自是不知他在想什么，只是带着一丝自得的笑，微微得意地和他炫耀。其实我还是不算笨的，这个法子估计也只有我才能想得到。牡丹也只会在自己面前才会露出这种德性来。蒋长阳不由失笑，哪有如你这般自家夸自家的？但他又忍不住好奇心，快说给我听，让我替你评判评判，你究竟有多聪明。其实这个法子是牡丹在见到吕方之后才突然想起来的。吕纯的办法的确狠毒很有效，在他的计算之中，4方园这样刚开办起来的园子是不可能一次性拿得出210株高达2尺以上针木的。一般人都会认为，在方圆已经预定出那么多花的情况下，他最多能再拿得出几十株，需求量会非常大。那么他就只有出钱购买一图，京城和洛阳两地的高价针木他买了注定要亏本，就算是绞尽脑汁从外地买，等买到的时候，最佳嫁接季节已经过去，他始终都得赔个精光，最后还会落下个贪得无厌、不自量力的名声，从而成为业内人嘲笑的对象。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牡丹去年廉价买进的针木就很多，现在所欠的也不过是少部分。而且他还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现代营销中最常用的以旧换新的法子。京中之人酷爱赏牡丹，可是真正懂得养护牡丹的人却不多。总会有一些人家因管理不善，从而导致品种退化，或者是因为当时感兴趣，过后却不感兴趣，于是闲置一旁，看都懒得看一眼，任它自生自灭的牡丹花。就比如说刘畅家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不然郑花匠也不会因为没事做，过得不如意，轻轻巧巧就从一个官家跳槽到他名不见经传的方圆里。通常似这类人都是视钱财为粪土的公卿贵族，不太把这些花和钱放在心上，图的不过是一时的新鲜，好的不过是人前人后彼时的风光。他只要寻个合适的渠道把风声放出去，就能把这些牡丹淘换出来加以利用。大家都爱新鲜，好呀，他明年春天就培育一批利用芍药根嫁接，养在花盆里，配上太湖石、石英石、笋石，做成盆景牡丹，2株换1株，最后赚的人还是他。反正利用那些在众人眼中无用应该丢弃的脚牙，他是绝对不缺接头的。行会的权力再大，吕纯和曹万荣的居心再不良，他们能把手伸到这些王公贵族家去吗？能指挥这些人不要和他做生意吗？当然不可能。她既然嫁了蒋长阳，既然有了王夫人这样的婆婆，李满娘这样的亲戚，白夫人这样的朋友，还认识了冯王妃等人，为什么她就不可以利用这些现成的资源达成自己的心愿呢？明显此刻低头便是自寻其辱，明显这世界只认强者，
他不会去行会低头认错，也不会和吕纯、曹万荣低头认输，他要让他们来求他，主动承认他。他能做到。牡丹告诉自己，古今创业者有几个是一帆风顺的，他有着前人累积下来的经验和知识，他能做到。现在最要紧的就是寻一个合适的散布消息的渠道了。对这些人，你不可能招贴一个告示，或者是如同现代社会那样，让一群人跑到街上去喊某处2株过气了的老牡丹可以换1株新奇的盆景牡丹，要者从速，过时不候之类的话。那样的法子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当然起作用，可是对好面子、讲风雅的贵人们来说，无异于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人家讲究的是一种意境，他们是觉得你这盆景牡丹好，感兴趣了才会来的，可不是为了占这个便宜。当然，爱占便宜是人的天性，只是这些人就算是爱占便宜，也喜欢找个好听的名目来占，偷偷的占，正大光明的、风雅的占，他就应该投其所好，替他们遮着掩着才好。但这个渠道怎么找？牡丹的眉头越皱越深。你说我该怎么办才好？办个马球赛，弄个赏花会。打马球，他这个主人都不会打，别说马球，就是骑驴和不打他都不会。这样一个菜鸟却邀请人打球，是件很奇怪的事情，而且他也没场地。赏花会什么的最好了，那个他最擅长，可以和人家谈谈香，说说花。可现在不是赏花的好时节，他也不是焚王妃，一张纸下去就能把京中的名门贵员们尽数招来。前面的确是个很好的主意，但后面却是后继无力。看着牡丹突然又愁眉苦脸了，蒋长阳忍不住轻轻弹了他的额头一下。不是山人自有妙计吗？刚才还洋洋自得，转眼就没辙了。牡丹扯着他的袖子撒娇，我不管，反正你得给我想出好法子来。知道你忙，你想法子，我来做，好吗？他的声音软软的，微热的气息带着清甜的香味，一双美丽的凤眼带着讨好和娇气，水汪汪的看着他，怎么看怎么都惹人爱。蒋长阳盯着他看了一回，亲昵的捏了捏牡丹的脸颊。知不知道你这样子像极了谁？牡丹拍开他的爪子。像谁？蒋长阳低声道。甩甩。他要讨好人，哄骗好吃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眼神，你只要把脚再来回踱几圈，就是他了。牡丹捏住他腰间的软软肉，呲着牙威胁他。我还看你就和你养的那对白兔鹰像极了呢。蒋长阳哎呦了一声，低声告饶。快快放手，让人看见了不好。你捏我的时候怎么就不见你怕有人瞧见？牡丹松了手，嬉笑着戳了蒋长阳宽厚的背脊2下。蒋长阳反手握住他的手，拖着他快步往前走，一本正经地道：别耽搁了，客人等着呢，太失礼了。切，这会儿他倒是正经的很。牡丹跟着蒋长阳一边往前行，一边想，要不然他明日去寻王夫人商量商量，王夫人到底当年在这些人中混过些日子，又天性好玩，主意一定比他多，比他好。他高兴起来，就是这样定了。吕方见蒋长阳和牡丹并肩进来，二人脸上俱是甜蜜满足的笑容，不由几分羡慕，几分感叹。少卿，酒菜上来，又请了袁十九作陪，几人言笑晏晏，说的都是些天南海北的奇闻异事。袁十九谈石头，吕方谈花，蒋长阳则是个半吊子，什么都能插上几句，三人倒也说得开心。说到后头，蒋长阳把一旁伺候的下人给全部打发了，自斟自饮。牡丹在一旁张罗着，见蒋长阳的状态是这些日子以来最放松的，心里也欢喜。见他几人说到高兴处，大杯饮酒，吕方微微有些醉了，开始傻笑，晓得吕方今夜断然是走不掉的，便索性往外头去命人给吕方收拾客房。才走到门口，就听见袁十九冷不丁道：十郎，你什么时候认识金不言的？吕方大着舌头道：去年就认识的，那时候他还没留胡子呢。今年春天突然看到他，我简直都不认得他了，好似换了一个人。你今年春天见过他吗？是什么时候，在哪里？蒋长阳缓缓道：我看着他还有些眼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牡丹顿住脚，回头看过去。烛光下，他看到一个与平时完全不同的蒋长阳，蒋长阳的表情一如既往的温和，眼睛却黑得不见底，闪着冷凝的坚毅的光，认真而严肃地看着吕方。蒋长阳察觉到牡丹的注视，抬眼看着他，眼神一脸换作了抱歉和温柔。很抱歉，他不得不利用这个机会把吕方灌醉，从他的朋友口里套取一些情况了。牡丹沉默片刻，转身退了出去。他听见吕方笑道：从去年冬天起，我就一直在京中的，当然是在京中遇到的他。在牡丹花会之前，我在街上遇到他，他若是不叫我，我铁定认不出他来。眼熟啊？我想不起来。袁十九又低声问了句什么，
牡丹没听清楚，只听到吕方大声笑起来，笑声越发的憨。她不由轻轻摇了摇头，她若是吕方那样见酒就醉，醉得还无状的样子，她是怎么也不会轻易喝酒的。外面没有一个多余的下人，只有乌三稳稳地立在廊下，守着门户。暮色里，他就像一根沉默而稳重的柱子，脸上那种惯有的嬉皮笑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严肃和认真。看到牡丹过来，他脸上方露出一个真心实意的笑容。娘子。牡丹回头看看房里露出的灯光，道：乌总管你辛苦了，我让厨下给你留着热饭菜和好酒，稍后记得去用。乌三微笑起来，您总是想得很周到。安然享受了牡丹的关心和体贴。牡丹抿了抿唇，小声道：请你替我看着他。他只知道一个大概，却不知道蒋长阳具体在做的，但他知道一定很不容易，否则他怎会连吕方的主意都打上了。乌三点点头，认真地道：您放心，不过4正，气温已经很高，以至于牡丹骑马到方伯辉和王夫人在京中的居所兴庆宫附近的到正坊时，身上便已经出了一层薄汗。跟在他身后那几个家丁更是满头大汗，然而众人都顾不得自家，停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挑箩里的4盆盆景牡丹可有损伤。这4盆牡丹花今日是主角，容不得半点损伤。本来用牛车拉会更安全，可却不能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所以只好挑着走街过巷，吸引眼球。现下看来效果还不错，就等着看稍后在汾王府的宴会上能不能一展身手了。倏儿想到来时一路上许多人好奇的样子，很是得意。好几个人搭讪问这是什么新品种了，想来今日一定能成。但愿吧。牡丹心里也没底。因着方伯辉与王夫人过了8月15就要回秋瓷，便有许多人办席给他们饯行，汾王府也要办席，王夫人便借着这机会和汾王妃商量了，让她今日带这几盆盆景过去，让汾王府做这以旧换新的第一家。这牡丹盆景此刻还是新鲜事物，很能吸引人眼球，看着前途是光明的，但最后的结果如何却是不知道。牡丹轻轻叹了口气，眼瞅着王夫人的身影从门里出来，忙过去行礼。娘，你放心吧，区区60-70株算不得什么，只怕到时候你还嫌多，尽想着要怎么推脱才不得罪人呢。王夫人安抚地按了按牡丹的肩头，她今日穿的是一身茜色胡服，皮肤红润细嫩，神采飞扬，眼神和表情都透露着我很快活4个字。有爱情滋润的女人果然是更美丽。牡丹的脑子里不由浮现出这么一句话来，想着唇角就冒出了一丝坏笑。王夫人很敏感，立即就竖起眉头瞪着牡丹。小丫头，坏笑什么？我是你婆婆。牡丹抿着嘴笑，请婆婆指点，儿媳怎么啦？你这个坏东西。王夫人瞪了她一会儿，扑哧一声笑出来，翻身上马。大人不计小人过，看在很快就要见不着你的份上，这次不和你计较了。怎么样？前日你陪那高家的表妹逛街，可还快活？牡丹微笑道。还好，她性子很沉稳大方，基本都是我说往哪里走，她就跟着我去哪里。最后提了要去曲江池，我也领她去了，和她在曲江池坐了近2个时辰的船，人很好相处。是国公府故意派人过来提醒她兑现诺言的，若不是看了老夫人的黑脸，听了几句因为她和蒋长阳不肯回去帮忙，借机发作出来的大不孝、不守规矩、到处乱跑之类的废话，一切都很好。王夫人挑了挑眉，曲江池可遇到什么稀奇的事情没有？蒋云清没和你们一起去，老夫人不许他去。稀奇事倒是没有遇到。昨日天气好，去江池上游玩的船很多，热闹是十分热闹。高端书当时只是感叹了一句好生繁华，然后央求他在曲江池多玩耍一会儿以外就没什么稀奇事。说到蒋云清，他前日见着蒋云清似是变了个人，病好后的蒋云清脸上那种怯懦中带着点讨好的神情不见了，整个人带着一种冷淡沉稳的气质，反比从前刻意扮娇美时更顺眼得多。王夫人笑了笑，怕是你们没遇上。前日陈夫人陪了平阳郡公游湖来着，算算时辰，应该就是你们游湖的时候，既然没遇上，那便是诸国公府的运气果然不好了。亲王诸子承嫡者为4王，其余为郡公。陈氏早年丧夫，他那个儿子自然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做了平阳郡公。那我是运气好了。牡丹顿时犹如吃了苍蝇一样难过。老夫人又在算计他，让他陪着这貌美多姿的高端叔一起去游曲江池，其实就是希望能和陈氏、平阳郡公遇上，借着他脸熟，好与陈氏搭上话，直奔目标而去。难怪的不要蒋云清跟着去，特意提醒他在昨日兑现诺言，高端叔也在那曲江池上迟迟不走呢。这真是千防万防，总是防不胜防。
幸亏的是没遇上，要不然在那水面上，要是端庄大方的高端淑姑娘一不小心失了身，她才是被搅进去不得安生了。王夫人看到牡丹郁闷的样子，不由微微一笑，反正也没遇上，可见老天爷都不肯帮她。大郎只要有一日还性讲，有些麻烦事就是脱不掉的，你也想开些，自己小心点就是。除非是老夫人早登极乐，否则不得解脱，得让她吃回亏，她才会长记性，不然总以为别人都欠她的，一切都理所当然。说话间到了汾王府，正是客人来的最多的时候，门口停了许多车马。见着牡丹和王夫人，就有熟识的人同他二人打招呼，有那眼尖的，看到那4盆盆景牡丹，猜着大约是牡丹送给汾王妃的稀罕物，便在一旁问是什么新品种，同时赞不绝口。王府管事出来接了那盆景牡丹去，倒是汾王妃已然在球场上候着众人了，请众人进去，牡丹又微微松了口气。汾王妃此番举办的这个宴会，虽说替方伯辉和王夫人饯行，实际上正式的宴会是在申时百官下衙以后，早上却是汾王最喜欢的球赛，当然参加的都是些白拿俸禄的宗室功勋子弟们。牡丹和王夫人等人进去的时候，热身赛已经开始了，还未到球场外，就听得里头叫好声一片，这球场建的只比当初宁王的那个用香油浇筑的球场好，同样是平滑如镜，纤尘不生。周围的结构也差不多，一样的左右2排楼，男人们以汾王为首坐在左边，女人们以汾王妃为首坐在右边。王夫人是主宾，自是被安置在汾王妃的下手，牡丹的位子就在王夫人的身后。汾王妃兴奋地指着球场上一个皮肤黑黑、又壮又高、面无表情、身手灵活的年轻男子给王夫人和牡丹看。看见没，那就是我家小四，这孩子的马术和球技最精了。他祖父手把手教的，和你家大郎也差不了多少。听到汾王妃夸赞自己孙子，周围许多人都跟着称赞起来，又有若干妙龄女子双眼放光，只盯着那平阳郡宫小四打转。这人看着没什么问题吗？怎么就说是个傻子呢？牡丹吃了一惊，不是说这孩子沉默孤僻得很，陈氏也舍不得让他见人吗？怎地今日就突然放出来了？他偷偷看着陈氏，陈氏紧张的脸都红了，紧紧交握着双手，身体僵硬无比，眼巴巴地看着那年轻人，眼神不见兴奋，只见焦虑。汾王妃自然也注意到了陈氏的表情，叹了口气，低声道：我早和他说过，总把那孩子关起来不见人不好，这不劝死才答应领那孩子去游曲江池，今日却也只答应让这孩子参加这场赛，稍后正式上场怎么都不肯应。说到这里，他有些伤心，看得上这桩亲事的他们看不上，他们看得上的人家看不上。闹腾了这么久，陈氏好不容易看上一个7品小官的独女，一心想让那女子做儿媳，结果那7品小官一家老小一死活不肯答应，这件事给了陈氏不小的打击。纵然二人关系极亲密，但王夫人也不好对汾王府的这些事情做任何点评，只能是轻轻拍拍汾王妃的手，低声安慰道：都会好起来的，平安喜乐就是最大的福气，这孩子看着是个有福气的，多出来走动走动，见见就好了。汾王妃摇头：你不知道，这孩子性子孤僻得很，这会儿他也只不过是感兴趣而已，等他一不感兴趣了，马上就走的，他更喜欢一个人待着。他祖父和叔伯兄弟们费了很久的力气，陪他打了好些年的球，也才到这个样子，我也只是希望他能稍微合群一点。既然人家说他是傻的，就让他出来给人看看，到底傻到什么程度。牡丹不得不佩服汾王妃是很有勇气的，仿佛是为了验证汾王妃的话，那小四运这球在跑的时候，另一个人骑着马奔过去抢球，人还未靠近，就见小四埋着头仰起球杖来，狠狠敲了他的马脚杆一下，然后继续低头运球，丝毫不管他这一下会给对方造成什么影响，对周围的欢呼声和马尔斯鸣声、人们的喊叫声充耳不闻，独自一人跑到球门附近，把球击进去了，策着马转身就走，径直走到汾王面前，勒住马，一手提着球杖，抬着头眼巴巴地看着汾王。球场上众人似乎也是知道他的情形的，被他击中马脚杆的那个年轻人什么都没说，汾王也满脸欢喜地让人给他送下彩缎和白绫去。他将那些彩头横放在马背上，一溜小跑径自出了球场。此时众人已经又看出这小四有点问题，便都鸦雀无声。陈氏红着眼，抖着嘴唇，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有些惊慌地看着周围的人，就生恐众人会嘲笑他的这个傻儿子。汾王妃沉重地叹了口气：看吧，就是这样子，看来也不用我操心接下来他肯不肯答应让他上场了，他自己先就不感兴趣了。陈氏默然坐了片刻，走到汾王妃面前行了个礼，悄然退了出去。
牡丹看到他的脸和嘴唇都是惨白的，目光是发直的，犹如在人前被扒光了衣服。焚王妃默然片刻，打起精神笑道：我让人把那几盆牡丹放置在晚上的宴席场所了，已经交代好要怎么说了。小四的事情并没有给众人带来多大的影响，气氛不过低沉了盏茶功夫，又随着两队正式下场击球的球队重新高涨起来。球队的技术很好，参加都是些宗室勋贵的闲散子弟，牡丹身边的年轻女子们拼命叫好，焚王妃也打起精神，跟着众人一起叫好。待到分出胜负，接着又是女子不打，牡丹身边的年轻女子们呼啦啦跑了个精光，虽是打球，却个个穿戴的花枝招展的，在球场上更是挥洒香汗，格外卖力。焚王那边的宗室勋贵子弟们同样不吝叫好，欢声雷动。焚王妃的心情要好了许多，低声道：自从去年发生清华郡主摔断腿的事之后，好些女孩子们就不敢再骑马打球了，不过这不打却也有它的看头。宫中如今最爱的就是不打，圣上和皇后前不久才看了一回宫女们的不打。王夫人听到这两个人的名字，就轻轻叹了口气。焚王妃探手握住她的手，低声道：不要紧，你要相信大郎。申时刚过，焚王府陡然热闹起来，牡丹看到许多熟脸，其中就有刘成彩、萧月溪、潘荣、刘畅等人，这些人都是玩家，很快就组了队，准备下场，却见蒋长阳和方伯辉一起进来，主角现身，于是众人又纷纷见礼，重新组队。一队是方伯辉、刘成才等人组成的中年大叔，一队是蒋长阳、刘畅、潘荣等人组成的青年公子。双方人马下了场，并不因其中好几对是父子而互相谦让，都是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拼速度，拼狠劲，拼技术，分外精彩。王夫人指点给牡丹看：看到你义父身边那个不长胡子的男人没有？那就是萧尚书。牡丹果然看到一个白脸中年大叔，脸上带着类似于萧月溪兄妹二人那样自得的微笑，看着就让人讨厌。那眉眼和萧月溪长得特别像，他还要仔细看，就见刘成彩一个漂亮的海底捞月从潘荣帐下把球给偷走了，引得众人一阵欢呼。潘荣不依不饶，缠着刘成彩，挡着方伯辉等人。刘畅从鞋子里拍马冲过来，又稳又狠地从刘成彩的帐下将那球流星似的击飞出去。蒋长阳早在一旁候着的，轻轻一挥杖，球飞入了球门中。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配合的天衣无缝。接下来方伯辉等人不甘为后，又打了一个漂亮的配合，也进一球。还有什么比看到自家的儿子和丈夫出风头更让人欢喜的？王夫人快活地笑起来，今日哪一队赢我都欢喜。周围众人都笑，夫人总是赢家。牡丹心不在焉地打着扇子，注意到萧月溪虽然和蒋长阳他们是一队的，但从始至终他就像个透明人，没有人和他配合，没有人传球给他，大家都有意无意地将他挤在一旁。他开始还策马争抢了几回，但最后总是无趣而归，显得很是尴尬。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情形，就有人窃窃私语。因着萧家的女眷们一个都不在，众人的胆子也大了许多。牡丹听到离他不远处的几个年轻妇人几次提到了萧雪溪和蒋长义的名字，都是议论这桩婚事的。又有人很隐晦地提起了萧大才子为何会被人冷落到如此地步。原来前几日有西域使节送国书来，武坚皇帝赐宴兴宁宫，使节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只说西域土话，而且是那种很没人说的小地方西域土话。很多想表现的人都知难而退，只有萧大公子敢站出来与之答话。他素有才名，皇帝也相信他。原本是出风头的事情，结果却闹了个大笑话，被对方嘲笑一通。幸亏蒋长阳恰好入宫面圣，通晓那土语，解了围，才不至于丢了国体。事后皇帝很生气，狠狠训斥了萧月溪一顿，直差就没说他不自量力，沽名钓誉，连带着对萧尚书都没好脸色。这几日萧月溪正是众人嘲笑奚落的对象。牡丹和王夫人都很诧异，这件事都没听蒋长阳和方伯辉回家说的。牡丹这会儿再看萧月溪，就觉得他很可怜了。蒋长阳的脸上是看不出任何喜怒哀乐的，闷声发大财。潘荣是一贯的嬉皮笑脸，刘畅看向他的眼神却是又阴又毒的。八卦归八卦，除了萧家人以外，不会有人同情萧月溪。球赛继续进行，萧月溪的情形也越来越尴尬，却只能坚持到赛事结束。难为他竟然还能挂着笑容，只是那笑容怎么看怎么都是勉强的。不过他也有铁杆，一下场就有一个5大3粗的锦衣男子去抱着他的肩膀低声说话，眉色间很有不平之状。萧月溪却显得极其不耐烦，敷衍了几句就推开那男子走了。待到晚宴开始，焚王府的这个晚宴却又与当初刘畅搞的那个男女混杂的小型花宴不同，是男女客分开摆席，男客们在外院，女客们在内院，丝毫不乱。
入席后，牡丹果然看到显眼处放了2盆盆景牡丹，几个女眷在那里拿着扇子猜是什么品种。2株牡丹都高不过1尺，配着精致小巧的太湖石，显得很是清脆可爱，别有意境，改变了从前牡丹只赏花不赏叶的局面。猎奇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是爱赶时髦的京城贵人们。有人一打听到是从方圆来的，当即便使了婢女来和淑儿打听，问还有没有多的，愿意出钱买。淑儿口舌灵活，当下就把以旧换新，比如说必须猪羔2尺以上等要求说了个七七八八，还说得十分动听，不赚钱就是想和大家结个善缘。于是不等宴会结束，这个消息就在私底下悄悄传了开去。将近有13刻，宴会达到了高潮，王夫人心情极好，被众人围攻着灌酒，喝得有些醉了，连连告饶，借口要出去透气，牡丹便扶着她往外头去。婆媳2人由王府里的2个嬷嬷陪着，四处吹凉风躲酒，走到一处避风处，王夫人只嚷嚷走不动了，非得在那木兰树下坐着歇气。牡丹无奈，问樱桃拿了披风给她披上，让她靠着自己养一会儿神。天边还有几丝亮光，晚霞火红火红的，园子里一片静寂，只偶尔能听到音乐声和欢笑声从远处的灯火辉煌处出来。婆媳2人互相依靠着坐在木兰树下，时间仿佛静止了。丹娘，以后大郎就交给你了。王夫人突然悠悠地吐出一句，你们好好过日子，全是钱财都没有人重要。秋瓷离这里那么远，下次见面不知是何时。牡丹心里浮出一丝伤感来。娘您放心，我们一定会互相爱护的。王夫人拍了拍她的手，知道，但做母亲的总是放不下心，这种心情要你做了母亲才能体会呢。对了，我闲来无事，做了几件小衣服和小被子，还有2双小鞋，还差几针，赶出来就给你们送过去。牡丹微微红了脸，总也不见动静呢。王夫人大方地道，急什么，才成亲呢。我那时候也是成亲约有半年才有的大郎，当时老夫人催他催得急，压力很大，他也很急，倒是蒋仲什么都没说，他们也曾有过几年的好时光。想起从前，他有些感叹，其实早前我还有恨，现在一点都不恨了，因为日子过得比从前好，为什么还要紧紧纠缠着过去不放呢？所以那些总和你过不去的人，要不是利益相关，就是都不如你过得好的人。忽听阴影里有人咦了一声，却是蒋长阳走了出来，你们怎地在这里？王夫人笑道，你又怎地在这里？这里男客可以进来的吗？这里本就离宴席场所不远。蒋长阳瞥了不远处的月亮门一眼，低声道，我和人说点事情，听到你们的声音，出来看看。娘是喝多了吗？牡丹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看到月亮门那里有个身影快速从那道门穿过去，快的几乎让人以为是错觉。我还好，这种场合早就做好准备会被灌醉的。王夫人拍拍身边，示意他坐下。你义父喝得多吗？你不去替他挡挡酒？蒋长阳并不肯坐，只笑道，他不要呢，再说了，我有正事要做。言下之意就是不陪他们了。王夫人便赶他走，快走快走。蒋长阳望着牡丹一笑，正要走，就听不远处有人失声叫起来。那声音随着夜风送过来，牡丹几人听得分明是一个老年男人的生气，分明是在骂人不知羞耻的。那声音在这样歌舞升平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突兀。王府的2位嬷嬷对视了一眼，便上前去劝王夫人和牡丹，夜风凉，吹多了小心着凉，不如回去吧。王夫人知趣，便携了牡丹起身往回走。是呀，我头都有点痛了。蒋长阳也离了他2人，往月亮门那里去了。回到席中，女人们正吃喝的高兴，个个都面泛桃花，听曲儿的听曲儿，说笑的说笑。看到王夫人和牡丹进去，便又去扯王夫人来灌酒。王夫人迫不得已，只好豁出去，舍命相陪，一连喝了3大杯。众人正在喝彩间，一个嬷嬷走了进去，往冯王妃身边站了，低声说了几句。冯王妃的脸上便露出犹如吃了苍蝇般的神色来。宴会一直进行到戌时，暮鼓响起，人们方才四下散了。方伯辉与王夫人俱是喝得最迷糊了，牡丹与蒋长阳少不得将他夫妇2人送回到正房。待将他2人安置好，4处房门已闭，牡丹和蒋长阳便都留了下来。王夫人并不与方伯辉前妻留下的儿子一同居住，府里清静之极，主人一歇下，4处便陷入一片静寂之中，只偶尔才能听闻小虫在草丛中低鸣。蒋长阳由坐在灯下拿了纸笔写画画，牡丹凑过去一看，密密麻麻写的全是人名，无数个人名围着中间2个人名，一个是金不言，另一个则是吴玉贵。再看蒋长阳，眉头紧紧蹙着，似是非常困惑。牡丹不敢言，取了扇子坐在一旁替他细细扇着，思绪回到今日宴会散时的情形。
当时王夫人已经被扶到了檐子里，她正吩咐下人去寻方伯辉和蒋长阳，忽见刘畅独自走过来，往他面前停住了，定定地看着他。淑儿很是害怕，立时就往前去挡。刘畅看着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清华乱说的事情我已经处理好了，以后再不会有人乱说。他不知道清华乱说什么呀，正莫名其妙间，刘畅又轻轻说了一句：我给你交代了。说完转身就走了，倒弄得他满头雾水的，在想什么。蒋长阳做完了手里的事情，见牡丹心不在焉的给自己摇着扇子，眼神却是半迷茫状态，晓得他在想事情，便伸手往他面前晃了晃，是在担心真木的事情。你放心，放在外头的那2盆也被人看上了，当场就有人死皮赖脸的要同坟王要的，想必明日就会有人寻去要换牡丹的。牡丹收回心思，笑道：我不担心这个，我是想起先前你们孤立萧月溪，做得太明目张胆，又听人家说了件事，怎么我都没听你说过的。蒋长阳淡淡一笑：有什么好说的，我不过是因为在那里待的时间太久，不小心就学会了而已，不是什么神技，军中袍泽地兄会的人并不少，我好意思炫耀吗？咦，可真稳重低调呀。牡丹按了按他的鼻子，也不说给我听听，让我也骄傲欢喜一回。蒋长阳将他拥入怀中：我让你笑一回倒是真的，先前咱们不是听见有人骂人不知羞耻的吗？我和你说是怎么回事。原来席中一位最重礼仪的弘文馆老学士喝得半醉，到后头方便听到黑暗中有人嗯嗯啊呀的发出有碍观瞻的怪叫声，若是旁人定然早就退避三舍了，偏这位弘文馆学士是个最重礼仪的，又犟着一根筋，便让仆从举了灯笼随他过去看，结果看到2团白花花的肉，实是令人作呕，还没叫出声来，就被人一拳打在了脸上，打得晕乎乎的扑在了地上。老头可不是吃素的，纵然头晕眼花，仍然紧紧抱住凶手的脚，不管3七21的大叫了出来。说到这里，蒋长阳却又卖关子：你猜那凶手是谁？牡丹充分发挥想象力，定是哪个客人色胆包天，看上了王府的侍女，趁着这个机会胡搞来了。见蒋长阳摇头，便转了转眼珠子，也是没人敢招惹坟王的吧？难道都是客人？谁和谁平时有情，没机会相会，或者是旧情复燃，难以控制，趁着机会重修旧好。那女的跑了没有？被撞破这种事，只怕是以后活不下去了。蒋长阳淡定地道：谁告诉你一定是女的？是萧月溪，她被皇后的亲侄儿王11郎给。他呸了一声，脸上露出恶心的神色来，不说了，原本是想让你出口气，谁知道却恶心着我自己了。是不是一个5大3粗，穿赭色小团花锦袍的男子？我看到球赛结束之后，他去缠萧月溪来着，萧月溪看似极讨厌他的。牡丹若有所思，刘畅跑去和他说那种话，难不成和他有关？越想他越觉得这种报复方式的确很像刘畅的风格。就是他素来好难封，屡次被申斥，近几年以来已经有所收敛，谁知还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竟然敢对萧月溪伸手，只能说这世上之人胆子没有最大，只有更大。蒋长阳想到萧月溪清醒过来后，一直将袖子遮住脸，死活不肯见人的情形，忍不住又恶心地呸了一声。牡丹小心地将自己猜测给说出来，会不会和刘畅有关？我在安置母亲，等你们过来的时候，他突然跑过来和我说了2句话，我都不明白是怎么的。蒋长阳沉默片刻，道：他大概是直马眼儿那件事是清华郡主散布出去的流言，这个我早就知道了的，不过认为他是个疯子，没必要和他计较，反正你不在乎，你相信我，我更是不在乎。至于今晚的事情吗？他长长叹了口气，我猜和他有关，但和有个人也脱不掉干系的。事情发生在王11郎和萧月溪的身上，看似偶然，就是素来好难封的王11郎看上了当朝第1年轻才俊萧月溪，于是趁着月黑风高，酒酣耳热之际，终于忍不住下了手。可是如果把这2个人身后的势力和撞破此事之人的身份一联系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王11郎是皇后的亲侄子，荥阳王室的嫡传子弟，他身后是皇后和宁王。萧月溪是赵郡萧氏族长的嫡长孙，萧尚书的嫡长子，未来的萧氏族长，他的身后是闵王。而撞破此事的老学士，素来以刚直和重礼义廉耻著称，正是个好管闲事和铮铮铁骨之人，见着这种丑事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忍下的。丑事被揭破，就成了仇。萧月溪出了这种事，还好意思继续做萧氏的继承人吗？这是一辈子的奇耻大辱。且不论萧家会不会要这么一个继承人，就是他将来无论做到什么地步，都会被人耻笑一辈子。当然，假如他不在乎，想得开又另当别论，但萧月溪这样的天之骄子，
明是天才，会不在乎，想得开吗？这将是他心里的一个毒疮，随着岁月的流逝越长越大，越长越深。他会恨不得杀了王十一郎，把王十一郎挫骨扬灰也不会满意。那么他的愿望能实现吗？王十一郎并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也不是没人控诉过他，他受到惩罚了吗？他没有，他受到的只是不痛不痒的申斥和禁足。萧家不能忍，萧月溪不能忍，王家也不会轻易交出王十一郎，最后会怎样？本来就已经不和，暗潮汹涌了，就会更不和。就算是闵王去阻挡，萧家也不会打消报复的念头。只有景王，刘畅身后的景王悠然自得地看着这场好戏。刘畅之所以敢和牡丹说那模棱两可的话，一来是认为自己和他都是景王这边的人，二来是因为萧月溪当初算计牡丹和吕方，犯了他的大忌，萧月溪出了这样的丑，在他看来不过是刚好一报还一报。你不是会算计女子的名节吗？男人也是有名节的，刘畅这种人就是他自己可以欺负，怎么欺负都行，别人稍微碰碰都不行的。想到此，蒋长阳忍不住抱紧牡丹。刘畅还是贼心不死呢，这人心又黑又狠毒，还不要脸。我得把你看牢了，永远都比他更厉害，让他永远都没机会才好。从那件事过去到现在，已经过了半年多，他却一直等到今晚才下手，只能说他更能忍了。牡丹失笑，你不必担忧，只要我不肯，他就永远都没机会。他看着桌上那堆纸张，你最近又在查金不言，他可是有什么不妥之处？那时候顺侯不是摸清他的底细了吗？没什么，就是好奇。蒋长阳再度摊开手里的纸张，死死盯着吴玉贵那3个字。皇帝和他说，那块玉佩是闵王从一个扬州商人手里买来的，而这个吴玉贵正是那扬州商人。看着似乎是与当年昙花楼那件事情有些关系，出入也颇显得神秘兮兮的，可他却觉着越是顺利越是像，越不是那么回事。倒是来自杭州的金不言有些奇怪，金不言仿佛在故意引起他和方伯辉的注意，但不拘是谁，这中间总少不了那几个皇子晃过来晃过去，交织不清的厉害算计在里面罢了。他轻轻抚着吴玉贵这3个字，兴许他可以把吴玉贵就当作是那个人。只要一锁定了目标，许多平时看不到也查不到的事情就会渐渐露出端倪，顺藤摸瓜，认真分析，总能浮出水面。这件事该怎么做，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底。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全身而退，也相信自己能给牡丹一片天地，让他幸福自由地做他想做的事情。蒋长阳将手里的纸张合拢，睡吧，安心种你的花就是了，明日有你忙的。这一夜，牡丹做了个甜美的梦，她梦见她有宝宝了。宝宝长得很漂亮，很健康，一大家子围着宝宝笑得嘴都合不拢。即便是在睡梦中，她的唇角也翘着。不出牡丹所料，第2日午间过后，就有人上门来问盆景牡丹的事情。潘荣甚至不管好坏，先就把他家中的牡丹给刨了10来株过来，然后拿着牡丹写下的来年评书换取盆景的票据，得意洋洋的和他那些狐朋狗友四处宣扬，简直就是一个义务推销员。吕方听说此事，特意跑来看了牡丹留作宣传样本的盆景牡丹一回，笑着摇头，提出今年秋天愿意去方圆与他义务接牡丹接头，和他交流一下技术方面的心得体会。牡丹大方地应下了。随着来换的人逐渐多起来，蒋长阳便劝牡丹可以趁机多弄些。牡丹却想着，奢侈品为何会被那么多人追捧？因为价高难得，所以在很多人的眼中就成了身份和富有的象征。假如盆景牡丹那么容易就得到了，这股潮流就算兴起来也不会保持多久。他要做高端的，就要保证这些盆景牡丹限量供应。于是他吩咐下去，在有人问的时候特别说明，此次活动中盆景牡丹只限量供应36盆，他可以保证每盆盆景绝对不重样，也就是说拿回去后一定是独一份。说到此，他又起了心，想请袁十九替他在市面上淘造型独特、小巧精致、有特色的山石，也借机让袁十九挺直腰板挣钱，补贴家用。毕竟根据林妈妈打听来的消息，袁十九的妻子果然是有了身孕，却只是带着个小童住在城郊的一所租来的农家小院里，过得很艰苦。袁十九这人什么都好，就是那性子实在是太过倔强，不得不小心翼翼。他趁着晚间把自己的想法和蒋长阳说了，蒋长阳很是赞同，立刻就抱着书假意过去找袁十九探讨学问，然后向他求助。其实意思大家都明白，不过是一个梯子。家里的情形是什么，袁十九也很清楚。蒋长阳和牡丹的这番好意，他若是再不接下，就是迂腐过了头，也是不珍惜好友的心意。便什么都没说，只略略一沉吟，就答应了蒋长阳，工钱也没说要多少，说让牡丹看着办。蒋长阳特意交代牡丹，
千万别给多，按着正常范围给就好，不然又是对原始酒的不尊重。牡丹大笑，我自然知道该怎么办，你安安心心的办你自己的事情，家里都交给我，关键时刻你出来替我挡挡刀剑就好。就比如说国公府的那些凡事，真的只能是靠他去挡了。他一瞪眼，可比他吼10句都管用。从前他是还抱着不想每次回去都和老夫人剑拔弩张的心思，希望能够缓和一下，至少面子上过得去，可接连经过几桩事情之后，他是彻底死了这条心。这不是说有误会，解开误会就好了的，最关键的地方在于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永远都谈不到一起去。汾王府的宴会结束后的第3天傍晚，真木已经收得七七八八的时候，府里来了一对特殊的客人，却是许久不见的李姓和吴十九娘。牡丹很是惊异，热情地接待了2人。吴十九娘已经有了2个月的身孕，肤色白里透红的，幸福地和李姓并肩站在一起，指点着他们搬来的6株牡丹。因为很久没有出门，所以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前几日才听人说起这件事来，我们也来凑个热闹。行之说了，我要多看些赏心悦目的东西，对孩子才好。我想着，外头的景色固然好，可屋里如果有几盆这样小巧美丽的牡丹，让我每天一睁眼就能看见，确实更好。其实是他们的一片心意，他们一定听说了自己被行会刁难的事情，牡丹是感激的。他注意到吴十九娘说这些的时候，李姓的脸上始终保持着淡淡的微笑，表现得很是平和，偶尔和他双目相对的时候，他也显得很平静。他过得不错，吴十九娘是个好女子，牡丹非常高兴，极力留他们吃晚饭。那2人也没有推却，相反的吴十九娘还微微松了口气，一颗种子埋在心里，如果害怕正视，她就会永远都埋在那里，如果正视了，她反倒不会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吓人。总有一天，这颗种子会被风吹走的。待到蒋长阳归家，看到这夫妻2人，更是表现出12分的热情和欢喜。他和李姓兴许政见不同，想法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做亲戚，做朋友。他一向觉得，这世上能够真心对你和你家人好的人不多，有了就该珍惜。不管李姓曾经对牡丹怎样，李姓始终是真心对待牡丹的那一个人。他很高兴牡丹和李姓的关系能够回归正常化。因着真木的事情顺利解决，有了着落，和李姓的关系也终于回到正轨上，牡丹的心情极好，便和蒋长阳商量。很快就是8月15，义父和娘要走，前些日子为了我六哥的事情，我家里人也都不太高兴，我想借着这个机会，请他们一起到咱们家来团聚一下，你看怎样？蒋长阳笑道：好呀。随即又有些为难，怕是要先问过，兴许义父想和方家哥哥们一起过也不一定。王夫人想和他过节不假，但方伯辉也有自己的家人，2个人都是有过往的，好不容易走到一起，做小辈的就更该替他们想得更早周到一些。方伯辉的2个儿子和儿媳牡丹也见过，都不是什么不好相处的人，有自己的官职和产业，自身过得很好，很孝顺方伯辉，也很尊敬王夫人，加上王夫人是个通透的，不在一起住，不为难人，不强求，能关心的尽量关心，不能管的也不操心，所以大家都相处得还愉快。从蒋长阳这方面考虑，牡丹很希望能和王夫人一起过这个节，所以异想天开的希望能够也把方伯辉的家人也给一起邀请过来，可想想还是算了，换作是他，也不会喜欢和突然冒出来的一大堆子亲戚过节的，多不自在方便呀。左思右想，遂决定提前1日请方伯辉和王夫人过来团聚，过2个8月15，也算是圆了大家的心情。闲话按下不表，在临近8月15的这些日子里，牡丹一边收真木，一边准备过节事宜。在这个还没有月饼的年代，他很想做月饼，不然在去年那个中秋节中，只是喝了一碗丸月羹，而没有月饼，让他这个中秋吃惯月饼的人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也没什么难的，不过就是在糊饼中加上各式的馅料而已。说动就动，牡丹倒有一大半的心思放在了厨艺上，不但想法子四处购买螃蟹、鱼虾等稀罕物备中秋宴，还领着林妈妈和宽儿、树儿等几人成日古道，闲来又使人去将英娘、荣娘等几个侄女和范丽儿接过来，喝茶斗甩甩，比谁做的馅饼心思更花巧、更美味。张五郎很是欢喜，他总觉得范丽儿实在是太野了，而且有越来越野的趋势。不过1年多的时间，他俨然已经成了他斗鸡场上的2把手。他不在的时候，人家有事就去问范丽儿。刚开始的时候是玩笑戏弄，可范丽儿很认真，毫不因为自己年龄小或是小女孩子而胆怯，竟然做成了几桩漂亮的事情，不要说旁人，就是他也挑不出毛病来的。他便也放着他去做，他总想着他年纪大了，从前惹下的祸事也不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没了。
范丽儿若是有本事自保，那是再好也不过的，就算是怎样，她也放心。可时间也长，范丽儿又惹上了一个坏脾气，动不动就喊打喊杀，脾气越发的大。她自己喊打喊杀，甚至不喊就直接出手，她觉得很正常，因为那体现的她很是个男人。可是同样的事情落在范丽儿身上就不一样了。这是个女人吗？怎么半点都不懂得温婉是什么的？性子刚强，有本事好啊，可也得学会低头看势头，对不对？一遇到事情只会瞪眼睛，比嗓门大，牙尖嘴利的，将来谁敢要她？牡丹一派人去接，简直就是瞌睡来了有人递枕头。她简直恨不得去佛祖面前烧几炷香才好，能摆脱这个小魔星，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于是她特意交代了数儿，拜托牡丹一定要让范丽儿学的淑女点，有点女孩子的样子，很多恶习能够纠正的一定要纠正。她说的轻松，牡丹却很是花了不少心血。英娘和荣娘等人是从小就耳濡目染，爱厨艺会厨艺的，在家中也是待惯了的。范丽儿则是欢喜了几日后，就觉得百无聊赖，千方百计就想撺掇牡丹教她骑马，又想玩蒋长阳的鹰，还想出去打猎。牡丹也顺着他，让他在蒋长阳的练武场里跑几圈，鹰却是不敢给他玩的，只能是摸摸，让他看着小厮怎么养而已。又有意识地当着他的面和荣娘、英娘等几个侄女一起裁剪衣服，讨论怎么穿戴更漂亮，说话怎么说更好听，仪态怎样更美，为人处事怎样更妥当。范丽儿开始无所谓，想听就听，不想听就跑到院子里和甩甩风玩一气，后来却敏感地发现众人约莫是有针对性的，便生气的不来了。不知张五郎和他说了什么，第二天牡丹领着英娘和荣娘去接他，他又换了张笑脸，笑嘻嘻的出了门，却要牡丹答应，如果他学好了，就要带他去打猎。英娘和荣娘也快要出嫁，闻言纷纷纠缠牡丹，牡丹笑着应了下来。8月14这一日，王夫人和方伯辉如约来与牡丹和蒋长阳提前过节。晚饭后，牡丹把她和众人做的新式糊饼，比如豆沙馅、干肉馅之类的七七八八摆了一大盘，和胡桃、石榴、葡萄、梨等物林林总总摆了一桌，请王夫人和方伯辉一道赏月。这夜的天气极好，天空如同上好的天鹅绒，一轮明月挂在半空中，柔美而宁静，空气中漂浮着桂花的甜香味，就近的地方还有一股来自于菊花的苦味。蛐蛐在石缝和土旮旯里唱着歌，王夫人快活地抱着琵琶奏着曲子，先看了看牡丹和蒋长阳，随即笑看着方伯辉温柔地唱歌。歌词大意是说，一个人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家人，每逢月亮圆了的夜晚，他便想起了家乡，想起了亲人，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他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家乡，家乡的亲人可否安好，可还记得他。就算是碗里都是白米白面，有肉汤喝，有鱼吃，他还是忘不掉故乡的那条河和河里打鱼的姑娘。王夫人的声音很温柔，带着一股子慵懒的意味，明明是忧伤的歌，却被她唱得欢乐而温暖。曲由心生，这大概就是心情不同的缘故，欢乐的人唱欢乐的歌，忧郁的人唱忧郁的歌。牡丹坐在一旁看着王夫人的侧面，只能看到带着温暖满足笑意的翘翘的唇角。她想，王夫人此刻的心情一定是非常幸福满足的。方伯辉先前一本正经地听着，还替王夫人打着拍子，可听到后面却终于忍不住伏在桌上低声笑了起来。孩子们都看着呢，多大年纪的人了，还这么疯。王夫人以一个漂亮的手势收了曲子，将怀里的琵琶递给樱桃，无辜地道：我怎么了？你说我怎么了？我唱得很难听吗？还是我唱错了？大郎，你听我是不是唱错了？方伯辉只是笑，先递了一杯茶汤过去，接着又扔了几瓣包进细皮的胡桃瓤给王夫人，拉长了声音道：喝水，吃你的吧。王夫人嘿嘿笑了2声，也有点害羞。二人交换了一个彼此心知肚明的眼神，却也不说话，只一个给一个包胡桃，一个替一个包石榴，不时对视着甜蜜蜜的笑一回。牡丹也觉得王夫人唱的歌非常正常，不过就是眼神有点不正常罢了，便探寻地看向蒋长阳。蒋长阳微微一笑，贴着他的耳朵低声道：娘从前很爱唱这首歌，义父很喜欢听，那时候他们不熟，他就经常躲在外头听，有天夜里特别冷，还被娘故意装作不知道，指使家里雇来的粗使婆子将一盆凉水把他从头淋到脚，他就死皮赖脸地扒着我家的门框，黑着脸说他被冻病了会怎样怎样，他又凶又恶，吓得那婆子差点没哭出来，终是开了门。我娘便让我去接待他，说既然他的衣服湿了，就让他去灶台边烤衣服。他却从怀里掏出鸡蛋来，教我烧鸡蛋吃，又教我喝酒。我和他在厨房里说了大半夜的话，他说的有些话我至今都没有忘记。第二天他就和我娘说，他要收我做义子，
我娘问我愿不愿意，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又特别见多识广，气度也很好，还很好玩，我心里特别崇拜他，喜欢他，自然是12分的愿意。说到这里，蒋长阳略微顿了顿，神秘兮兮地道，其实我一直怀疑，他当时就是故意让那盆凉水淋湿他的。当时王夫人的脸色虽然淡淡的，但其实他也能感觉到他大约是高兴的，说不定那盆水也是故意浇上去的。但到底是自己的老娘，他会和牡丹说方伯辉如何，却绝对不会说自家老娘的，老娘永远都有理。原来中间还有这样的故事。斯文儒雅、沉稳大气的方伯辉也会死皮赖脸地扒着人家的门框，千方百计就是想混进人家里去坐，结果还被打发在灶台边和个半大孩子坐了一夜。他可是节度使呢，也不怕丢脸。牡丹笑的一双眼睛眯成月牙儿，此时再在月光下看这对夫妻，竟然就觉得他们某些表情和动作特别像了。所谓的夫妻相是做了夫妻，彼此心意相通，才会越来越相像，而不是因为相像才做的夫妻。牡丹忍不住盯着蒋长阳看，恨不得手里马上就有一面镜子，看自己和他是不是也有些地方特别像，比如说笑容，比如说眼神。他那时候还不是节度使呢。蒋长阳没注意牡丹打量自己的眼神，微微有些感叹，其实那时候虽然艰苦，但却是在京中锦衣玉食的生活中永远也得不到的体验和快活。我若总是关在这里，心眼指不定也比园子里的这方天地大不了多少。你知道吗？站在海边，你会觉得自己就是一滴水；站在沙漠里，你会觉得自己就是一粒沙。牡丹悠然神往之，以后等你老了，我们在一起去看海看沙。蒋长阳正要说好，可方伯辉使劲咳了一下，看着身边这对说说笑笑，全然把自己和王夫人忘了的小夫妻，无奈的微微摇头，示意蒋长阳看院子门边。蒋长阳抬眼看过去，只见顺侯垂着2只手站在门洞处，一副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听见，眼观鼻，鼻观心的老实样。这时候跑到这里来，定然是有要事。蒋长阳遂起身往外去了。少时进来低声同方伯辉道：圣上让宁王处理王11郎的事情。萧尚书父子自那日之后就一直称病不出门，不上朝，不理事，同时朝中风言风语一片。那弘文馆学士甚至上书要求严惩王11郎，以正风纪。从前王11郎干的那些不上台面的好事，因为苦主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可现在他竟然敢对当朝有名的名门望族的继承人、天才美青年动手，一拳打晕以诬之，若是不重惩，岂不是寒了天下士人的心？所以是一定要惩罚王11郎的。但皇帝让宁王这个最该避嫌的人来处理这件事，就有些耐人寻味了。方伯辉似是全在意料之中，淡淡地道：那是给他的机会。他轻轻叹了口气，江山社稷最重，这些年以来，荥阳王室的日子太好过了些。皇帝有心结不假，但对于皇帝来说，最合适的继承人比什么都更重要。宁王的呼声很高不假，他得到的圣眷似乎也是最后的那一个。他的母族、妻族就占了5姓中的2姓，秦家姑且不论，单说他身后的荥阳王氏，既是他的助力，同时也是他的拖累。皇帝把这个难题交给他，大概是想看他对自己的母族是怎样一种态度，他真正的本性是什么。皇家的人天生就会演戏，不到关键时刻，谁也看不出其人的真面目。你靠着自己的眼睛看到的和耳朵听见的，兴许都是假的。同样的事情若是落到闵王身上，对这样的害群之马和拖累，只会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杀。即便是王11郎罪不致死，也必须找出罪状，然后杀掉。蒋长阳很好奇，一向以宽厚仁慈闻名的宁王会怎样处理这件事。方伯辉修长有力的手指在桌上轻轻叩击了几下。那个吴玉贵如今查得怎样了？蒋长阳并不隐瞒他早几年私底下和闵王很有些瓜葛。我觉得闵王对当年那件事是知道一些端倪的。这件事之所以会被重新提起来，正是他的功劳。金不言呢？金不言前几天就突然失踪了，没了任何消息。这也是现阶段让蒋长阳最为头痛的事情。金不言就像一尾滑溜溜的鱼，水面轻轻一动就躲得无影无踪。他很奇怪，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商人，在京中这样的地方，怎会连内卫都找不出来？想出现就出现，想消失就消失，也太神奇了些。除非金不言的身后有个很厉害的人帮他。方伯辉叹了口气，看向牡丹。丹娘许久没去看秦三娘了吧？兴许你应该去探探段大娘，她给你介绍了这样一大笔生意，礼尚往来，也该请她吃顿饭。丹娘是这样想的。蒋长阳道：可段大娘从方圆回来没2日就回扬州了，我已经派人去了扬州和杭州，过些日子就该有回信了。是人是鬼，
很快就会水落石出。8月15，在众人对牡丹等人鼓捣出的新式糊饼的好奇中飞快度过。8月16，王夫人和方伯辉带着马眼儿、樱桃等人启程回秋瓷，节令部等人当天牡丹就去了芳园，全面开动当年的牡丹嫁接工作。蒋长阳则留在曲江池别院继续干他的事情，稍微轻松一点的时候，他会赶在城门关闭前策马飞奔至芳园，在天未明踏着露珠奔回城去。吕方果然信守诺言，在周八娘家里住了下来，每日就是去和牡丹等人一道捣鼓那些花。他大放之极，果然如言，把他掌握的一些技术交给牡丹，做事认真细致，仿佛是打理他自己的花一般。牡丹也不好意思藏私，选择性的将一些技术交给他，日子就这样在忙碌中安静的度过。曹万荣和韩慧静悄悄的，再没有其他任何针对性的举动，就连吕纯也不管吕方，仿佛忘记了这个不听话的儿子。吕方和牡丹开玩笑，约莫是服输了，不服输不行。眼瞅着一切平安顺利，牡丹口里不说，其实心里是微微有些得意的。他雄心万丈，计划着要建个小小的暖房，试着催一下早牡丹。可是这一年的秋天，雨水出奇的多，天才微亮，方圆所有的人就都已经起身。就着烛光，牡丹将一点翠垫在舌尖舔热，溶开胶水，端正地贴在了眉间，然后轻轻推开窗子。一股湿气随着一股凉风迎面扑来，蜡烛晃了几下，险些没给吹灭了。沙沙的雨声犹如蚕吃桑叶的声音，寂寥的连绵的响个不休。树儿忙取了个纱罩罩上，低声抱怨：这天气隔三差五，不分早晚地下，一下就下个不停，真是难受。牡丹有些发愁，从他这里看过去，窗外的细雨犹如最好的水晶帘子，把整个方圆都笼进了一层半透明半朦胧的帘幕之中，美则美矣。问题是中秋已经过了，理应一场秋雨一场寒的季节，气温却没有降低多少。高温多雨的年份，从来牡丹花最易发病，不得不小心谨慎地看顾着。偏偏这个骨节眼，李花匠又犯了老毛病，躺在床上成日喊骨头疼，喝药不起作用，唯有针灸还能减轻一点痛苦，与和忙里忙外，脚底都跳翻。失了这两大助力，牡丹几乎是半步都不敢走开，就生怕园子里的牡丹花会被积水给淹了。但昨夜蒋长阳又替潘荣带了口信来，倒是要白夫人生产了，心绪不宁，和楚州后夫人之间的关系也极为不好，想请他过去陪着白夫人说说话，散散心。生孩子是鬼门关，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拒绝。牡丹抚了抚衣角，去请吕十公子的人回来了吗？雨禾踩着木屐，披着油衣步履匆匆地从庭院里跑过来，往廊下立了，把藏在油衣下的一个食盒递给宽儿，笑道：吕十公子说请您放心，他会好生看顾着的，一准儿完美无缺的交还给您，但要您付他工钱。他无非又是想讹诈那窖藏的好酒和周八娘的手艺罢了，吩咐下去，不管他想吃什么，凡是咱家里有的都紧着给他做。牡丹的心放了一半，接过宽儿递上来的面汤。河里的水怎样？还好，没怎么涨，就是流得有些急，但路上可就泥泞难行了，听说牛车往城里去要花很多时候。雨禾蹲在廊下，灵巧地接过林妈妈取出的靴子、木屐、油衣、雨伞等物，做最后一遍清洁。你总是这样操心，这些事情让小栗子他们学着做就是了，你去照顾李师傅的起居饮食吧。牡丹把最后一口面汤咽下去，漱口净手准备出发。雨禾微笑道：老毛病了，总是不放心。他犹豫了一下：丹娘，您还是别骑马了吧，就坐车，虽然慢一点，但天黑之前总能到的。牡丹小心地穿上油衣，把靴子套上。罢了，我听顺口说朝里都因为泥泞难行而取消百官朝餐了，坐车去不是自找苦吃。谁能说得清什么时候白夫人就发动了呢？林妈妈本想也劝牡丹坐车，话到口边又咽了回去，只默默替她把油帽戴上，叮嘱道：骑慢一点，不要急。又吩咐宽儿和顺儿一定要小心谨慎，别让牡丹淋湿了。牡丹主仆几人打马走出方圆大门，就见吕方穿着蓑衣戴着斗笠，踩着一双木屐，笨拙而可笑，一步一滑地朝这个方向走过来，还不忘朝他们挥手致意。一路顺风啊。话音未落，脚下一滑，摔得四仰八叉。公子都叫您走路看路上了。康儿边埋怨边去扶他，吕方羞窘地垂着头，话也不敢说。众人狂笑一气，却也得了警示，不敢让马跑快，只敢让他小踏步前行。途中遇到的行人并不多，偶然遇到几个骑马的或是赶着牛车的，无一不是泥泞半身。往日只需1个时辰的路，此番就行了近2个时辰，待进了城，无一不是人困马乏。再看城中，果然泥泞不堪，也难怪德惠取消百官朝餐。
幸亏启下门离曲江池近，又饿又累的主仆几人一踏进家门，就幸福的差点笑出声来。但就是这样恶劣的天气，蒋长阳照例不在家，牡丹换了衣物，吃喝完毕，略微歇了些，就命人备车前往楚州后府。楚州后府的门房是早就得了吩咐的，一看见牡丹的马车，就命人开了侧门，拆了门槛，让马车扯直进到二门处，接着撵玉并一个管事婆子出来，将一个沿子把牡丹迎了进去。约莫是因为天气不好的缘故，楚州后府出奇的安静，偶尔才能看见三两个打着伞，匆匆忙忙从被雨淋湿了显得绿油油沉甸甸的花木间穿梭而过，气氛很沉闷。牡丹轻轻咳嗽了一声，看向撵玉。撵玉今日特别沉默，年轻的脸上满满都是倦色，两个眼眶乌青青的，好似是许久没休息好了一般，雨丝飘落在他的鬓发间，凝结起来，一串串的，看着整个人都湿淋淋的。听到牡丹咳嗽，他抱歉地看向牡丹，抢笑道：害得您这么老远的冒着雨跑来，稍后奴婢让人奉姜汤上来。他明明知道牡丹是什么意思，却故意这么说。牡丹看了那管事婆子一眼，将帘子放下，不再说话。他很想知道，在白夫人快要临盆，潘荣也开始上进的情况下，楚州后夫人和白夫人之间还有什么不能稍后再解决的大矛盾。越往楚州后府内部深入，来往穿行的仆妇婢女渐渐多了起来，最终沿子在一处便直梧桐浩清平轩的院子外头停下来，早有小丫鬟打了伞，提了木屐上前来接牡丹等人。牡丹走到廊下，脱去木屐，径自往正房而去。正房鸦雀无声，不见有人出入，只门口站着个穿柳黄短襦系葱绿六幅长裙，叶边贴着2点黑色假叶，容貌柔美，年纪很轻的女子，一看见她就行礼问好，随即殷勤地替她打起帘子，低声和撵玉说：夫人适才过来看少夫人了。这位夫人自然指的是楚州后夫人。撵玉恶狠狠地瞪了适才拿伞去接牡丹的那个小丫鬟一眼，意思是怪那小丫鬟也不知道给个提示。随即看也不看这打帘子的年轻女子一眼，往里头去了，低声道：何夫人来了。白夫人的声音很快响起：快请进来。牡丹踩着厚厚的地衣，绕过银交关六曲山水屏风，就见白夫人抱着个大肚子，虽然很费力，仍然端端正正地坐在靠窗的牙床上，在她的左手边坐着个穿紫色银呢披袍，花白头发，戴着金步摇，妆容精致，唇角下垂，没什么笑容的妇人，正是潘荣的母亲楚州后夫人。牡丹跟着蒋长阳来的那次，曾经正式拜见过这位出楚州后夫人，只觉得她淡淡的，似乎对什么都很不上心，又有些忧郁的样子。这番见着了，却又觉得在那之外，另外更添了一种古怪的感觉，仿佛谁都欠她的一般。丹娘你来了，难为你冒着雨来瞧我，这天气真糟糕。白夫人费力地借着撵玉的手站起来，脸上露出一个真心实意的笑容。我算着你大概就是这几日临盆，放心不下，刚好闲了下来，就特意过来瞧瞧你。没有打扰，你们说话吧。牡丹笑眯眯地上前给楚州后夫人见礼，只当是自己自作主张来瞧白夫人的。果然楚州后夫人听说她是自己来的，脸上紧绷的表情终于缓和了些，亲切地道：难为你想得这么周到。8月15时你送来的那个糊饼味道很好，很精致，你有心了。牡丹谦虚了几句，见这婆媳二人都有些心不在焉的，便笑道：怎么不见阿景？我给他带了好吃的。白夫人的嘴唇紧紧地抿起来，沉默不语。楚州后夫人淡淡地道：我给他请了个先生，这会儿正跟着先生念书呢。牡丹吃了一惊，潘景才有多大？3岁吧。这个年纪就跟着先生知乎者也的念书，他能懂得什么？请注意，这不是幼儿园，而是真正的先生。他有些同情地看着白夫人，基本上能猜到这婆媳二人之间的矛盾来源于何处了。楚州后夫人默默坐了片刻，起身道：阿欣你安安心心的养身子，我什么都准备好了的，不怕。天气不好，你娘家那边路远难行，就让他们不要过来了，等天气好再来也不迟，也省得挂心。不等白夫人回答，又朝着牡丹微微一点头：何夫人，你有空多过来坐。她别有意味地看着白夫人：我们家阿欣的性子太冷了些，有什么事总是闷在心里不肯说，独自躲着生气，劝了很多次，总也劝不好，这样可不好。你多和她说说话，开导开导，我也感谢你的。夫人放心，阿欣是我的好友，我自会尽力让她开心。牡丹微微皱起眉头来。楚州后夫人的每一句听上去都似是好话，但细细听来却又带着几分冷情的意味在里头，似是对白夫人抱着极大的不满。白夫人面无表情地起身行礼：儿媳恭送母亲。外面雨湿路滑，您慢行。你身子重，就别讲究这些了。
楚州后夫人淡淡的扫了白夫人一眼，望着门外那个年轻女子道：“春竹，好生伺候着你们夫人和客人，有事速速来禀。”那春竹忙应了，快步来扶楚州后夫人出去，行动举止间非常恭敬柔顺。白夫人费力地坐下去，拍拍适才楚州后夫人坐过的地方：“丹娘，往这里来坐。是潘荣派人去和你说的吧？”牡丹点点头，她很担心你，就生怕你闷坏了。白夫人一笑：“我又不是第一次生孩子，什么都好好的，怕什么？”说到此，她的脸上露出些温柔的神色来。那时候我生阿景，她2天2夜没合眼，却骗我说她是赌钱赌的，我信以为真，觉得真是冷透心了。她摇了摇头，不提以前这些事情。你是才从方圆赶回来的？是呢。牡丹夸张地和他描述一路上众人深受泥泞之苦的倒霉样，谁家的牛车陷入泥淖里出不来，谁的驴又一步三滑，谁又抱怨是怪宰相不能调阴阳。白夫人含着笑，静静地看着牡丹飞扬的眉眼，也能从中分享到快乐。那春竹小心翼翼地端了茶汤进来，却不敢直接就送到牡丹面前，只低眉垂眼地递给撵玉，然后拿了漆盘垂着头倒退着退了出去。白夫人叫住他：“春竹，你去厨下，让他们熬碗姜汤送上来。”春竹脸上露出受宠若惊，却又很是担忧的样子来。“少夫人可是您？”白夫人的态度很和蔼：“不是我，是何夫人，这雨淋淋的，她赶了半天的路，熬给她喝了，以防万一的。”春竹松了一大口气，欢快地道：“是，少夫人。”随即快步退了出去。撵玉见他去了，便领着淑儿抬了月牙凳往外头去看雨，只留牡丹和白夫人说悄悄话。白夫人苦笑着道：“你一定觉得春竹不同了吧？她是老夫人房里出来的，从我进门之前就伺候了潘荣，此后就没离开过。”牡丹怪道：“不是说都遣送的七七八八了吗？那时他骂了潘荣，潘荣先送走了一批爱挑事的，逐渐又送走了许多。后来白夫人出席宴会的时候，身边早已经没了这类型的人纠缠，没想到还留着一个说起来，当初潘荣那些莺莺燕燕牡丹看过不少，但唯独就没看到过这春竹，原来终究是不同。”白夫人摇摇头，但和这春竹无关，她算是最守本分的人了。早几年因为爱劝潘荣，被潘荣冷落不待见，现在潘荣上进了，还是不待见他。你没看他私下里讨好吗？就是撵玉也不把他放在眼里的，他不过就是个可怜人。我现在所难的并不是这个。从前他和潘荣夫妻感情不好，潘荣花天酒地，楚州后夫人觉着是白夫人无能，这个儿媳妇有了不如没有。现在潘荣一心只守着她，想上进，想替长兄报仇了，恰恰的又觉得一定是白夫人撺掇潘荣什么了。父母的心就是这么奇怪，儿子不争气时希望儿子争气，可儿子争气了，一旦涉及到生命安全，就宁愿他不争气了。又或者说应是这样，楚州后夫人早年丧失爱子，从而早早就白了头发，受尽了煎熬，早年的恨还在，可是年纪大了，就不希望家里再有什么不安生的事发生，只想家宅平安，子孙满堂。潘荣上进可以，想报仇还是算了吧。偏偏潘荣就是那样的脾气，哭也是笑着哭的人，认定了目标就轻易不肯回头。楚州后夫妻二人的劝统都听不进去，要干嘛还是干嘛，于是白夫人又成了不满的对象。她为什么不劝着潘荣呢？此是楚州后夫人对白夫人不满的第一个理由。至于第二个理由，自然还是因为潘景。从方圆归来，白夫人听了牡丹的话，无论潘景在哪里，她都跟着。婆媳二人很是僵持了一段日子。楚州后未免看不惯，就说了楚州后夫人几句，楚州后夫人退却了，转眼却又想出了让潘景开蒙上学的法子。白夫人完败，她再追得紧，脸皮再厚，也不能追孩子追到学堂里，先生面前吧。等到孩子生了，楚州后夫人更有理由和借口去抢占潘景的教育权和主导权。白夫人的眉毛紧紧地皱在了一起，表现得很是焦躁。若是第一个因由，不管怎样我都忍了，反正和从前也差不多，这日子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可阿景这件事我却不能退却，我不能看着他被毁了。牡丹可以体会得到白夫人的痛苦，就是从前她也看到同事和婆婆为了争抢小宝贝而婆媳恶劣到极点，从而闹成冤孽的，更不要说是在楚州后府这样的家庭中，婆婆占了主导位置的社会里。牡丹握紧白夫人的手，少安勿躁，你肚子里还有一个呢，万事都等过了这段日子，养好身子才好说，不就是再等1-2个月的事情吗？你向来是冷静的性子，不能乱了方寸。白夫人沮丧地叹了口气，这些道理我都知道，但一想起来，一看到阿景可怜巴巴的样子，就难免焦虑不安。兴许是因为要临盆的缘故，心里有点乱。
他有些焦虑地喝了一大口水，有些自嘲地低声道：你知道吗？我现在每天夜里睡觉都睡不着，就想着要怎么对付他了。你是母亲，很正常，你只要记着，别怨潘荣就好了，凡事多和他商量，夫妻本是相依为命的人。牡丹按下心里的同情，故意笑嘻嘻地探手去摸他滚圆的肚子。我也沾点喜气啊。宝宝，你可要乖乖的，别让你娘吃苦，不然我揍你。从他前世耳闻目睹情形看，夫妻生怨，有好些是为了这种事情。丈夫很委屈，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但是妻子不体谅，不原谅，导致许多原本可以解决的更好的事情，最后落得个凄凉混乱的下场。楚州后夫人其实不坏，也是个可怜人，无非就是自己受了伤害，却不肯以一颗宽容包容的心去体谅别人。白夫人微笑起来，若是能让你沾喜气，我求之不得，你多摸摸。随即看到牡丹一双眼睛睁得老大，指着她肚子上突然鼓出来的一团兴奋地道：啊啊，她听到我的话了。她小心翼翼又有些害怕地伸手去触，那不知是宝宝的手还是脚的一团，却像鱿鱼一样的迅速往另一个方向滑过去，突然消失不见。牡丹兴奋的脸都红了，摩拳擦掌：宝宝，再动动，让我摸摸，不然我揍你。揍？你说的太顺口了吧。忽听潘荣在帘外跺着脚道：吓着我儿，我要你好看。你回来啦。白夫人有些欢喜，又有些埋怨，不声不响的就摸了进来。这要是别人家的女眷，你……潘荣嘿嘿一笑，提着一个包裹走了进来。我知道是他才进来的，蒋大郎也一并来了，我让他们在前头摆了席，留他二人吃饭。我专来接你们。天气虽不好，你还是要动动才好，总这样坐着不好。白夫人见他手里的包裹还往下滴水，瞬间就将第一浸湿了一块，忙道：你那是什么？把第一都浸湿了。撵玉慌忙接过去，打开来瞧，却是4-5个皮还尚青，却已经有些发干发皱的橘子。潘荣带着几分讨好和卖弄：你不是想吃橘子吗？这时候就只有蜀橘，却也难弄呢。翻山越岭的弄来，虽然样子不好看，但好歹也是橘子，我包给你吃。白夫人有些羞窘，瞪了他一眼，却又笑了。嘴就是馋，忍都忍不住，丹娘也常点。牡丹看到那橘子就觉得嘴里酸水直冒，慌忙摇了摇头。休要说是酸橘子，就是甜橘子我也不忍心和你儿争抢。那是，可见这一胎是个馋嘴的。潘荣脸皮自来就厚，也不管牡丹在一旁，自顾自地剥了橘皮，递给白夫人。可看到白夫人明显疲累的脸庞，就有些心酸难忍，趁着牡丹不注意，忧虑地悄悄抚了白夫人的手背一下。倘若他似蒋长阳一般能干，或者似长兄那般能干，兴许白夫人就不会吃这种苦头了吧。牡丹见春竹端了姜汤上来，索性接了姜汤往外头去，立在帘下看雨。看到里头那2只郎情惬意的样子，他也想蒋长阳了，好几天不见了呢。姜汤有些烫，一冷一热间，他忍不住背开身，捂着口鼻打了个小小的喷嚏。淑儿忙劝他趁热将姜汤给喝了，定然是这些日子太过劳累，早起赶路又受凉了。牡丹忙喝了姜汤，打算接下来都离白夫人远一点。若是没有赶了风寒，那自是再好不过，可若是赶了，就得小心别传染给白夫人母子。里头白夫人吃了橘子，心满意足的由潘荣扶着走将出来，叫撵玉备伞备油衣油帽，要往前头去招待蒋长阳和牡丹。撵玉和房里的其他嬷嬷虽然觉得有些不妥，却也没说什么，就是小心去准备一应物事罢了。潘荣见他们要给白夫人套木屐，忙道：拿我的靴子给她套在外面，那个又笨又重，哪里适合她穿？春竹立在一旁，咬着嘴唇怯怯地道：世子爷、少夫人、老夫人交代过的，这般天气还是应当小心些。住口！潘荣的脸上闪过一丝厉色，冷冷地瞥了春竹一眼，口气转瞬又成了嬉笑状。你去和老夫人说，有我在，不会如何，让她放心好了。春竹的脸瞬间雪白了，什么也不敢说，低头退了下去。潘荣牢牢扶了白夫人，命撵玉撑起伞来，招呼牡丹：我们走。这顿饭吃得有些周折，因为里头竟然传出潘景因为背不下书，写不好字，挨了先生打的事情。白夫人闻言，猛地站了起来，动作快得不像是个即将临产的人。失礼了。她的手指不停颤抖着，脸色发白，眼睛里喷着怒火，把手递给撵玉，转身就准备往后头去。3岁的孩子要他背什么书？往日教教学学的也就算了，竟然就动上了手，揠苗助长，会有什么好下场？这是要把孩子给逼得以后看到先生看到书本就害怕吗？他坚决不能容许。这不是爱，这是害。潘荣见状，迅速起身，按着他的肩头让他坐下，沉声道：
你坐着，我去。他有些羞窘。教育孩子成才是父亲的责任，让妻子安心舒适是丈夫的责任，让父母安心养老是儿子的责任，让死去的兄长瞑目是做弟弟的责任。我什么都没做好，让你一直很委屈，这次请你相信我。白夫人愣了愣，颇有些动容。牡丹和蒋长阳也赞成由潘荣出面比较好。首先，楚州后夫人再怎么不喜欢潘荣，到底也是亲骨肉，不会闹得不可收拾。其次，白夫人的身体状况太特殊，经不得刺激。牡丹握住白夫人的手，温柔地道：对，这就是她的事情，让她去做。潘荣看了白夫人一眼，对着蒋长阳和牡丹露出一个有些羞怯的笑，抓起尤衣大步朝外走去。白夫人告了罪，搬了个凳子坐到窗边，安静地看着外面。蒋长阳和牡丹不好告辞，也知道此刻无论说什么都不过是给对方添乱，毕竟遇到这样的事情，无论是谁耳边有人不停的聒噪都会嫌烦，便就是陪着白夫人一道坐着。不多一会儿，撵玉步履匆匆地抱了潘景进来。世子爷留在里头和老夫人说话，怕夫人急，命奴婢先把小公子送过来。娘。潘景抱着左手，犹自在抽泣，眼圈哭得红彤彤的，一看到白夫人就扑过去，可看到她圆鼓鼓的肚子就又停了下来，小心地趴在她的膝盖上，委屈地瘪着嘴举起手来。阿景的手好疼，娘给吹吹。白夫人的脸上漾起一个格外温柔的笑容，握住潘景的手看了看，原本白嫩的手心红成一片，看得出先生的确用了力，而是娘的心头肉，她不由心疼之极。撵玉在一旁轻声道：打了3戒尺。先生是用力了的，他说不打就不打，打了就要让小公子记住教训，不然不如不打。这话说的看似极有道理，可为何不看看对象？这样的先生根本不会因材施教，不要也罢。白夫人不置可否，小心地替潘景吹着手。还疼吗？阿景最是勇敢，是个小小男子汉，对不对？这点痛算不得什么，是不是？潘景犹豫许久，含着泪点了点头。阿景是个男子汉，但是阿景很笨，所以总挨先生骂。祖母说玉不琢不成器，先生打骂都是因为阿景做得不好，先生是个好先生。3岁的孩子就知道玉不琢不成器，还能要求他怎样？白夫人痛苦地扶了一下额头，强笑着道：我的阿景不笨，现在只是因为阿景还小而已，等阿景大了，自然就能做好了。祖母没有说错，先生也是好先生，就是阿景太小了。潘景似懂非懂地道：真的？白夫人笑道：娘什么时候骗过阿景？不信你问问你蒋伯伯，还有丹姨。他指了指牡丹和蒋长阳：你近来忘了一件事，还记得是什么？潘景沉默片刻，乖巧地走到蒋长阳和牡丹面前，先给2人行礼问好，然后认真地问他们：阿景笨吗？牡丹蹲下去，平视着他的眼睛，认真地告诉他：阿景不笨，阿景只是太小了。丹姨有阿景这么大的时候，还赖在丹姨的娘怀里撒娇呢，可没有阿景懂事。潘景抿着唇露出一个羞怯的笑容，又看向蒋长阳。蒋长阳摸了摸他的头，笑道：阿景是个聪明懂事的好孩子，我想阿景大了以后读书一定会读得很好的。得到在场所有人的肯定，潘景的小脸上露出真心实意的笑容来，笑嘻嘻地跑到白夫人身边蹭了一回，小心地摸着她的肚子。妹妹什么时候出来？阿景想她了。白夫人被他给逗笑了。你怎么知道是妹妹？潘景害羞地把头埋入她怀里，低声喊道：我就是知道，就是知道。随即却又担心娘，阿景暂时不想去念书了，等阿景大了再去好吗？无论如何，他一定不会再让他去受这种罪。白夫人的眼里闪着坚定的光，认真地道：娘答应阿景，等阿景6岁再去。但阿景也要答应娘，到时候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怕苦怕累，可以吗？潘景欢喜地答应：好，好。但他又很忧虑，要是阿景尽力了，还是做不好怎么办？岂不是言而无信？娘只要你尽力，并没有要你一定要做到什么地步。人的天赋有限，比如有些人跑得快，有些人跑得慢，只要你尽力，就不是言而无信。白夫人将手举起来，要和他击掌。说到做到，咱们击掌盟誓，到时候若是你做不到你今日所说的，娘亲自揍你。潘景犹豫片刻，小小的脸上浮现出庄严认真的神色来，举起他的右手，认真的和白夫人击掌，还自发地道：请蒋伯伯和丹姨作证。虽然声音还很幼稚，但神态却不幼稚。看着这母子2人万分严肃认真的击掌盟誓，牡丹的心里充满了感动。白夫人把潘景教得很好，潘景很信任白夫人。这种信任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起来的。他记得白夫人曾经告诉过他，纵然潘景是个小孩子，但白夫人从来不骗潘景，
都是把他当大人看待，做不到的事情从来不空许诺，一旦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到。现在看来效果很好，他也要学着做这样的母亲。牡丹侧头去看蒋长阳，意思是让他也看看，学习学习。却见蒋长阳站了起来，很恭敬地对着门外行礼。是叔。门口立着个穿石青色圆领窄袖衫，头发花白，神色严肃，眼神有些忧郁，身形虽然消瘦，但是站姿却很挺拔的男人。他的目光一直放在白夫人和潘景的身上。听到蒋长阳叫他，方才缓缓回过头来，指住白夫人、潘景，回了蒋长阳一礼。听说你最近很忙。蒋长阳道：是很忙，二郎帮了我很大的忙。很好。楚州后沉默片刻，道：有你带着他，我很放心。他看向牡丹，脸上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以后没事多来家里坐。牡丹忙上前行礼问好。楚州后点了点头，看向眨巴着眼睛讨好的看着他的潘景和脸上露出倔强神色的白夫人，淡淡地道：这样很好，就让他6岁时再去上学吧。屋里的人都露出如释重负的神色来。楚州后发了话，这事儿就再不会反复了。楚州后看了看桌上的饭菜，让厨下重新做热的来，阿欣你和二郎好好招待他们，我还有事就不陪着了。他顿了顿，温和地同白夫人道：阿欣你把心放开，好好将养最紧要。是，父亲。白夫人轻轻推了推潘景，潘景兴高采烈地跑过去抱住楚州后的腿，仰着头看着他，黑白分明的眸子里闪着快乐的光。祖父，祖父，你说的是真的？阿景真的可以6岁再去念书？楚州后蹲下去，无比怜爱地摸摸他的头，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自然是真的，祖父也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潘景举起手来，我们也击掌。楚州后无奈而尴尬地笑了笑，有些犹豫，终究是举起手和潘景击了掌。他转身离去的时候，蒋长阳突然喊住了他，快步奔出去。二人就在庭院里低声说了几句话。楚州后神色复杂地看着蒋长阳，用力点了点头，拍了拍他的肩头。没有多少时候，潘荣兴奋地回来了。先生被送走了，以后阿景晚上和早上在我们这边，下午在母亲这边，父亲亲自教导他。他兴奋地看着白夫人，今日他原本是想着，就算是要被骂不孝，要被先生鄙视不学无术，无论如何也要达成目的的念头去的，可却得到了楚州后的夸奖。在记忆中，他已经记不得上一次楚州后夸他是什么时候了，真的很难得。但他不好意思当着牡丹和蒋长阳说出来。可是潘景却给了他英雄的待遇，猛地扑到他怀里，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欢笑着道：爹爹救了阿景。谢谢爹爹。他当时很伤心，在哭鼻子，先生很凶，祖母不理他，是潘荣姐救了他，把他送到母亲的身边，小孩子的喜怒哀乐就是这么直接。潘荣满心欢喜，傻笑着摇头，你这小子说的这些话也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一句一句就和个大人似的。从楚州后府出来，牡丹很高兴，小声地哼着歌，蒋长阳含笑看着他，很高兴。虽然以后肯定还会有小纷争不断，但看潘荣和楚州后的样子，可以想见不会有更大的矛盾发生。牡丹使劲点头，你不高兴？我想这回阿欣一定能够安安心心地等着孩子出世了。本来我一直担忧他心思太重，不利生产，现在可放心了。才说完就又打了个喷嚏，咦，我好像感了风寒。蒋长阳见他眨着眼睛看着自己，晓得他在撒娇，便探手去摸他的额头，煞有介事地道：是有点烫，回去请个大夫抓几副药来吃。才不吃药。牡丹一声笑起来，有人伺候着捶捶腿，按按头就好了。蒋长阳便叫宽儿，还不赶紧给你们娘子捶腿按头。宽儿和顺儿都抿嘴笑起来。牡丹轻轻踢了蒋长阳一下，多懒。却听车壁被轻轻扣了几下，乌三在外头轻轻喊了声公子爷。蒋长阳立即敏捷地掀开了车帘，顺着乌三边梢所指的方向一看，只看到一个苦寻多日的身影快速消失在平康坊附近的街道转角处，当即扔了一句：丹娘你先回去。随即迅速出了马车，尤一也没穿便纵上马背，带着几个人冒着雨飞快往前头去了。牡丹探出头去，只能看到他几个的背影，不由无奈地叹了口气，把帘子放下来。乌三看到他的表情，在一旁笑道：娘子您莫担心，公子爷只是去追个人，小的护送您回去。乌总管你跟着去罢，我独自回去就好。牡丹并不关心谁送他回去，他更关心蒋长阳的身边有没有得力的人跟着。乌三只是笑：您平安到家也挺重要，既如此，听从安排就是了。牡丹便没有再坚持。回到家中，牡丹觉得又冷又倦，下腹也有些坠胀，很不舒服。
按日子算来，他的小日子也就是这几日，若是生理期感冒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回想当年刚来时日日吃药的情形，他就害怕，由不得他不小心谨慎地爱惜着身子。忙泡了个热水澡，又饮了一大碗姜汤，爬到床上捂汗。谁知竟就一觉睡了过去，半夜时觉得嗓子干痒不舒服，可醒了，迷瞪着眼睛一瞧，屋角给蒋长阳留着的灯还在亮着，身边是空的，窗外的雨声仍然沙沙响，不由有些失落地叹了口气。宽儿听见声响，披着夹衣进来，一看这情形，就晓得牡丹要水喝，忙去外头把炉子上温着的热水倒了一杯来。您可是担忧郎君？郎君回来了的，这会儿在书房议事。他是才进来看过您，见您睡着了，才又去的。又去摸牡丹额头。先前郎君摸着您的额头有些发烫，让奴婢小心看顾着，这会儿摸着倒是正常了。我没事，大不了再喝2天姜汤就好。牡丹一听说蒋长阳已经平安归家，心情立刻好起来，喝了水就又缩进被窝里去捂着，不忘交代宽儿，快去睡，小心着凉。宽儿见他迷瞪瞪的，也怕他爬起来乱一气，引得风寒又加重，就没敢把实话告诉他。蒋长阳回来的时候，身上好大一股子血腥味，那件牡丹给他做的雨过天青锦袍算是彻底毁了，袍角、袖口四处都是溅上的血。他和淑儿看着就头晕，蒋长阳倒是沉着得很，和他们解释，不是我的血，是马血。他仔细看了，蒋长阳的行动果然很自若，也就放了心。但蒋长阳收拾干净出去后，他去收拾房间，却莫名觉得那袍子上的血腥味特别浓，颜色也特别刺目。他心里怪怪的，总觉得那不是普通的血，更不是什么马血，不得不连夜焚香去除那股怪味儿。接着家里又来了好几个人，乌三一接着就引往书房去见蒋长阳。那时候已经很晚了，竟然个个都在这房里间畅行无阻，这定是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自己一定要把牡丹照顾好，不叫牡丹生病。宽儿不敢睡，拥着被子坐在外间的榻上，隔段时间就进去悄悄摸摸牡丹的额头，幸好体温很正常。天将要亮的时候，外头的雨声终于住了，他终于熬不住开始打盹。睡梦里只听见一阵轻不可闻的脚步声从身边经过，睁眼一看，却是蒋长阳走了进来，忙跳下榻，小声禀告，娘子先前有些咳嗽，喝了半杯水，额头倒是不热，下去吧。蒋长阳轻手轻脚地走将进去，果见牡丹缩在被子里，将被子拉高，把2只耳朵都给捂住了，只露出一张脸在外头，看着就像是一只缩在母鸟羽毛下的雏鸟。蒋长阳往床边坐了，探手去摸他的额头，果然是正常了，正要缩手，就见牡丹靠了过来，往他掌心蹭了蹭，软兮兮地睁开眼睛，小声道，什么时辰了？你快抓紧睡一会儿。5更。蒋长阳窸窸窣窣地脱了衣服，掀开被子正要躺下，牡丹迅速往里挪了挪，讨好地道，睡我刚睡的这里，暖和。蒋长阳忍不住笑起来，长臂一伸，将他往怀里一带，紧紧搂住了。我还怕冷吗？只要你好好的，别生病，就比什么都强。牡丹眯缝着眼睛，舒适地躺在他怀里。我肚子有点不太舒服，你替我捂捂。蒋长阳忙将手搓热了，放在他的小腹上。好些了吗？好。牡丹紧紧贴着他，含糊不清地道，你去追的谁？最近还顺利吗？蒋长阳沉默片刻，决定和他说真话。我去追金不言，可进了平康坊，追了许久，偏还追丢了他，见着了被人给杀死的吴玉贵。吴玉贵和他的随从整整5个人，一个活口都没留下。牡丹的瞌睡都给吓得没了，紧紧揪住他的手。那……蒋长阳微微一笑，没事儿，他们不敢动我，也动不着我。这事只是看着复杂。我和你说这个是想提醒你，这几日你别出门了，就在家里养养身子。要是有人来请你，一概拒绝，就说病了。牡丹吁了口气，你一定要小心。昨日他听潘荣和蒋长阳闲聊，倒是宁王刚开始处理王十一郎的事情，王十一郎就死在了牢里，据说是畏罪自杀。王家很悲愤，因为王十一郎除了这点不雅的嗜好外，就没做过其他什么不得了的事，罪不至死，流放打罚都好说，何至于畏罪自杀？明显就是死得不明不白。很多人都认为一定是萧家下的手，而另一种说法却悄然升起，倒是宁王碍着他自己的名声，不好亲自动手，劝死了王十一郎。众说纷纭，关键人物却都保持缄默，包括那位弘文馆老学士也罕见的不再发表任何议论，皇帝则没有对此事做任何评价，只让人发还王十一郎的尸体。元凶已死，当事人也没再说什么，众人议论了2天，也就没了动静。关于萧月溪被强的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萧尚书继续上朝。
牡丹虽不是很清楚这些事情，却也知道此时正是一团乱麻。他得尽量小心地按着蒋长阳的吩咐去做，果然不出蒋长阳所料，从第二日中午开始，就不断有人上门来要买牡丹花，或是有那只是点头之交的人却要请牡丹去游宴等，牡丹都统统按着蒋长阳的吩咐拒绝了，且真的就安安心心地躲在屋里养身体，闲来无事就鼓捣几样好吃的，端去书房里犒劳众人，坚决不出门半步。这样的日子过了5、6天，随着细雨停下，终于清静下来，再没人上门来打扰，同时也传来白夫人顺利生产的消息，倒是生了个女儿，母女平安。潘荣这回是儿女双全了，全家都特别高兴，准备喜三这日要隆重庆贺一回，请蒋长阳和牡丹喜三这日务必要去。牡丹便笑潘景这没换牙的小孩子说话果然准，他轻轻抚着自己的小腹，正常的经期已经过去4天，小腹虽然偶有坠长之感，却不见来红。他充满了期望，只希望再过些日子就好请大夫来确诊。于是在饮食上格外注意，什么胭脂粉和香都统统弃之不用，每天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观察内衣可干净，心绪倒不平静起来，还略微有些烦躁。蒋长阳不知牡丹怎么了，先还以为是他这段日子太过忙碌，没有关照好他，特意抽了一天空，早早就上了床，想讨好他与他亲近交公粮。牡丹此时哪里敢和他亲近，只笑着把他给推开。我不舒服，累。不是他不想和他说事由，奈何他自己也清楚这段时期他太过操心劳累，会推迟紊乱也是有的，只是心里虽然明白，却仍然是很期待就是了。他越不想理他，蒋长阳越上进，非要缠着他说个子丑寅卯。你哪里不舒服？我请大夫给你看。牡丹被他缠得不耐烦，便睁着眼睛道：我越是不调。女子越是不调，那可是大事。蒋长阳唬了一跳，再不敢歪缠他。那还不赶紧去请人来瞧？我这就让人去打听，看哪位太医妥当，明日就请过来看。牡丹想着，请过来看看也好，省得自己天天神经兮兮的。蒋长阳小心地把手掌给搓热了，轻轻放在牡丹的小腹上，憨憨地笑：今夜没有太医，我给你捂着。请的太医是治疗妇科最好的太医之一，姓孙，孙老太医已经老得有些迈不动脚，走路都要人扶着，所幸眼神还好，耳力也还不错。先好了牡丹的左右脉象，又看了她的舌苔，然后就坐看着面前的纸笔一动不动，仿佛老僧入定。小药童是早就习惯了他这表情，笑嘻嘻在一旁立了，只管研墨。蒋长阳和牡丹却是急得不行，到底人是怎么一回事？有没有生病？要不要吃药？要不要开药方？您老倒是吱一声呀，就这么呆呆地看着面前的纸笔一动不动算什么？这老人家不好请动，蒋长阳和牡丹也不好催他老人家，就在一旁坐了，含着笑耐心地等。宽儿和树儿、小栗子几个倒是互相递眼神，小栗子更是大胆地猜测这老太医一定是睡着了，树儿便逗他：眼睛睁着呢，你怎么能说睡着了？小栗子煞有介事地道：这叫做看家眼，原来我哥哥就是这样的，睡觉都睁着眼睛。我娘说这叫看家眼。牡丹听到他几人犹如老鼠偷东西吃一般稀稀疏疏的，便回头淡淡地看了他们一眼，几个丫头自知无状，羞愧地退到了帘子外头。蒋长阳正要起身向孙老太医行礼致歉，却见老太医不急不缓地握起笔，运笔如飞，龙飞凤舞地写了药方。感情人家是才是在想药方呢。待到药方写好，老太医将药方一递，笑道：尊夫人没什么大碍，吃2服药调养调养，再过半个月又再看。牡丹好生失望，便去看老太医开的什么药，可一瞧那药方，顿时傻了眼，一个字他都不认识，狂草中的狂草啊。他只得把药方递给蒋长阳看，蒋长阳也皱眉头，只勉强认得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钱字。再看孙老太医，已然在示意小药童收拾家私，准备开拔了，丝毫解释的意思都没有。药童早见惯了这场面，阴笑道：这药方只管送到韩记药铺去就行，他们掌柜的认得这字。牡丹和蒋长阳不由对视一眼，这算什么？药方保密，既然不是病，就是补药喽，补药也要保密，难道抓了药就不能寻个认得药材的把药方给另外写出来？可他二人恰恰还猜错了，那要抓回来，偏偏还另外包了几包不知道是什么成分的药粉，要求含水送服。至于其余几味药，都是些温补的，不是活血的，没什么稀罕处，属于吃了不见有多好，不吃也不见得就会怎样的那种。蒋长阳认为，既然开了方子就吃呗，吃了也没什么坏处。牡丹却抱着是药3分毒的想法，决心不吃。不是说刚有了的时候毫不准吗？那么他就再等半个月又会怎样？反正除了小腹偶有坠长感之外，就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路刚干透，林妈妈就带着甩甩坐了马车回来，笑嘻嘻地同牡丹禀告。园子里一切都好，李师傅的病也有起色了。就是有件事，吕氏公子前2日被他家里的人来给叫回去了，倒是吕老爷子病了，让他回去4级。老奴想听听您的意思，需不需要送些礼品，上门去探望一下？牡丹道：自然要去，还要派个得力的管事去，礼物不可过轻，却也不能太重。我看就让唐六去好了，他脾气好，老成持重。纵然他与吕纯是水火不容，可吕方到底也帮了他不少的忙。他不领情无所谓，这是为吕方，而不是为了他吕纯。林妈妈也是这样的想法，当即出去安排妥当，回来唇角满满都是笑意。恭喜您啦，想必家里知晓会非常高兴的。牡丹听他没头没脑地说这一句，随即晓得他是知道自己的小日子没来的事情了，便正色道：是哪个多嘴的和你说的？这还什么都不知道，传出去是要让人笑死我吗？他自己小心是他自己的事情，可宽儿和顺儿他们乱说就又是另一说了，那就真是该好好敲打敲打了。林妈妈见牡丹生气了，忙道：他们没有乱说，就说你有些不大妥当，其余是老奴自己猜的。他的理由是日子短了，老太医自然不能完全确定，但这样的老太医经验不是一般的丰富，既然先说不是病，又叫牡丹过几天再看，那说明他心里一定有所怀疑，只是碍于还拿不准，所以不敢口吐妄言罢了。林妈妈越分析越确信自己判断无误，一定是这样的。那老太医老奴从前也听说过他的盛名，从来很谨慎，可不是沽名钓誉之辈，要不是活血的，那就是8、9不离10了。牡丹懒洋洋地撑着下巴靠在几案上，见他越说越兴奋，忍不住打击他。可人家老太医不也是拿不准，很谨慎吗？要是再过半个月就开了活血的方子给我用，那……哎，可别这么说，给吓跑了怎么办？林妈妈飞快地截了他的下半句话，仿佛牡丹这样一说就把那孩子给吓跑了似的。那也简单，就近请他老人家开些药给您补补，下个月一准怀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能吓跑。牡丹大笑，其实他自己也觉得8、9不离10了，不仅仅是期盼，他真的是感觉有点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他又说不出来。不单是他自己有这种感觉，蒋长阳似乎也充满了期盼，总小心翼翼地摸他的小腹，然后兴致勃勃地谈潘景如何聪明可爱。一个男人总爱提别人家的小孩子怎样怎样的时候，那就说明他父爱萌发，想要自己的孩子了。牡丹是如此认为的，要是有早孕试纸，那该有多好呀。傍晚时分，奉命去探望吕纯的管事唐七回来，一五一十地同牡丹禀告经过，没有为难。一听说就让小人进去了，先是吕氏公子接待的，后来小童来说吕老爷子也想和小的说说话，便让小的去了后头，说了2句话，语气态度很好，说谢谢娘子挂心。吕氏公子很高兴，赏了小的200个钱，似乎是有点软和的迹象，想缓和一下了，又或者是因为礼节关系强撑着的，过后还是翻脸不认人。牡丹不确定，想了一回，索性不再去想，把替白夫人的小女儿准备的礼物拿出来看。礼物是一对金矿宝殿，娇盛金素的金雀钗，用漂亮的锦盒装了，再加2瓶牡丹亲手校制的名香，正是富贵别致。转眼到了白夫人的女儿喜3这日，天才微亮，蒋长阳就习惯性的起了身，正要下床，却见牡丹翻了个身，将他往旁边一推，惊惊慌慌的下床穿鞋。火烧眉毛了蒋长阳看到他眼睛都睁不开的样子，就想笑，恶意地道：都让你少吃点少喝点了，你偏不听。牡丹心急火燎的：去，打你的拳去。糟了，一定是大姨妈来了，哟，还嫌弃我。蒋长阳偏还不放他走了，一把搂住他的腰，亲我，不然不许去。牡丹的脸都憋红了，放开啦，我亲戚来了。蒋长阳愣了愣，不明白地道：你怎么知道你家亲戚来了？他和自己一直睡着的，就没听见有人来禀告，怎么他就知道了？奇了怪了。哎呀，牡丹忘了他们不说大姨妈和亲戚的，只得涨红了脸，指了指肚子，快松手，污了衣服我和你没完。哪有你这么说的？蒋长阳这才明白他的亲戚是什么，不由又好笑又好气，还隐隐有些失望，忙松了手放他走。牡丹踏着鞋迅速跑到屏风后头，不多时发出一声轻微的喟叹，然后迟迟不见出来。蒋长阳忙道：怎样了？要不要我寻衣服给你？我让宽他们进来帮你忙。牡丹在屏风后头笑：没什么，不必叫他们，你给我寻件干净的亵衣来就好。不是大姨妈，今天是第8天。蒋长阳听出了些味道，欢欢喜喜的给他寻了衣服递进去，也不去打拳了，就在外头等他换好衣服出来。牡丹清洗完毕，
换了衣服出来，见他还坐在那里，脸上控制不住地扬起一个微笑来。你干嘛还没走？蒋长阳向他伸出手，来，过来我抱抱。牡丹不客气地坐进他怀里，使劲晃了几晃。要不要赌一回？别晃。蒋长阳按住他，含笑道。赌什么？牡丹眼珠子一转，赌再过2天会怎样？想必若是彼时亲戚来了，他一定会很失望吧。蒋长阳看透他的小心思，不由叹了口气。是怎样就怎样，这种事情是急不来的。但无论如何，你是不许再骑马了。今日楚州后府的客人多，你不许乱走，给我乖乖地坐在房里，知道吗？你不肯吃药也就算了，要是叫我知道你不听话，你给我等着瞧。我又不是小孩子，我自家知道。牡丹欢乐地亲了他一下，夫妻2人嘻嘻哈哈地收拾完毕，吃了早饭，赶早前往楚州后府。到了才知，他们并不是到得最早的。刘畅和清华郡主早就到了。刘畅一改往日的奢华作风，穿了身低调的秋色圆领缺胯袍，一点纹饰都没有，只腰间挂了个荷包并玉佩，才显得不那么朴素，好歹能应景。清华郡主确实不同，和从前一样，她还是不化妆，衣物穿戴却是精致到了极点。她穿着华丽的黄色8幅银呢罗裙，披紫色金呢绫披袍，胸前的悬金裙带上缀满了珍珠色色等物，脚上着的珍珠宝履，发髻梳了个金骨髻，内宫出来的精致绝伦的结条钗子在发间无风自动，整个人带着一种嚣张的华美。在牡丹看来，却是一种绽放到极致，即将凋谢的悲凉。这对夫妇并肩坐着，彼此却不说话，中间犹如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和牡丹、蒋长阳打过招呼后，刘畅就专注地看着面前的行舟瓷茶杯，仿佛那上面有花似的，或者说比花还吸引人。清华郡主则是斜眼看着牡丹和蒋长阳，怎么看怎么戳眼睛，特别是看到牡丹也不曾化妆，便丢了个鄙视的眼神过去，难道还想和他比呀？刘畅淡淡地道，你的眼睛怎么了？可是不舒服，我让人送你回去。出门交际，这是正妻应有的权利。这会回去，以后他的脸还往哪里搁？清华恨恨地瞪着刘畅，奈何刘畅的皮早就练成了盔甲，刀剑也穿不透，更何况是他的眼神。多亏这种尴尬的情形并没有维持多久，潘荣很快迎出来，请牡丹和清华郡主往里头去陪白夫人，他自己则把蒋长阳和刘畅一手拉了一个，往前头去迎接其他客人。小径悠长，牡丹谨记着蒋长阳的吩咐，始终离清华郡主10步远。清华郡主却停住了，皮笑肉不笑地道，丹娘为何离我那么远？莫非你怕我？牡丹微微一笑，半点不隐瞒，的确是怕。清华郡主的脸上顿时有些挂不住，眉毛很凶地竖起来，仿佛是又想发作。牡丹就在那里浅浅淡淡地看着他，眼里没有其他情绪，只有防备和警觉。狠毒的疯子，谁不怕？阿杰见清华郡主那暴戾的眼神，忙轻轻扯了扯她的袖子，清华郡主猛然惊醒，长长出了口气，脸上堆起一个不明意味的笑容来。你怕我什么？牡丹笑而不语，有些话原本不用说得太细致。清华郡主却也没再继续逼问他，默默地转身走了。2人一前一后，以蜗牛爬的速度走进白夫人的房里。白夫人房里早坐了几个本家的亲戚好友，又有白家来贺喜探望的女眷们，大约是母亲和嫂嫂姐妹们都在，一切顺利的缘故，白夫人的心情非常好，精神也好，乃笑道，正说呢，你们怎么总不来，正要使人去催，难不成是迷了路？清华郡主和牡丹都只是笑，彼此没有看对方一眼。楚州后夫人抱着新生儿，笑得嘴都合不拢。都说小囡囡长得像我，献宝似的抱到牡丹和清华郡主面前给他2人看，不像3朝的孩儿吧？白白净净的，是个小美人儿。那孩子果然长得白净，安安静静的睡着，说不出的可爱粉嫩。牡丹无限怜爱的伸手去，让我抱抱。斜刺里却伸出一双手来，牢牢搭在襁褓上。清华看也不看其他人，用先前刘畅研究行舟词的眼神牢牢盯着新生儿，命令式地道，给我抱。楚州后夫人的笑容一时之间就有些发僵，白老夫人甚至皱起眉头，不悦地看着清华郡主，这是什么不懂规矩，半点礼貌都没有的人。也许清华郡主发现了众人的反应，但她懒得理睬，也许她太过专注，没有注意众人的反应。总之，她牢牢抱着襁褓不放，见楚州后夫人不放手，便抬眼看着楚州后夫人道，夫人让我抱抱。不过此刻她的语气却是软了些，未曾生育的妇人若是得以抱抱人家的孩子，沾点喜气，说不定也会很快就有身孕。清华嫁过去也有些时候了，一直不见动静，早前她那个死了的丈夫也是没给她留下一男半女的。
大喜的日子，来者都是客。楚州后夫人犹豫了一下，终究是松了手，不放心的叮嘱道：“请郡主拖着这里，孩子娇嫩。”众人见清华郡主从善如流的认真按楚州后夫人教的方法抱紧了孩子，不知为何，无论是认识清华郡主的，还是不认识清华郡主的，都隐隐松了口气。春竹见机递了个月牙凳过去，请清华郡主坐。清华郡主也就坐了，盯着怀里的孩子看了一些，眼里闪过一丝惆怅，心不在焉地道：“起名了吗？”白夫人始终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闻言忙道：“还不曾，现下只是孩子的祖母起了个小名，叫楠楠。”哦，他怎么一直睡啊？清华郡主皱眉戳了戳新生儿的脸，抱着孩子晃起来：“醒来，醒来！郡主，刚出生的小孩子都是这样的。”楚州后夫人觉得他简直太粗鲁了，生怕他把孩子给弄坏了哪里，焦虑不安地靠过去，想把孩子接过来。一群没见识的人，难不成他还能把这孩子怎样？他愿意多抱抱这孩子，还是这孩子的福气。清华郡主冷冷一笑，松开了手，抱稳了。没有人关心他是否不高兴，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新生儿和白夫人的身上。清华郡主坐了一会儿，觉得真是太无聊了，一群俗气的妇人坐在一起，家长里短的，和牡丹这样身份的女人竟然还比她受欢迎，实在是太过好笑，太过无聊。她正想起身往外头去，却见一个丫鬟满脸是笑的进来道：“回夫人的话，吴十七娘和岑家十郎一起来了。”白夫人脸上露出又惊又喜的神色来：“快请，快请。”就听门口有人笑道：“阿欣，没想到我会赶来看你吧？”紧接着一身绯红衣装，容光焕发的吴希莲笑嘻嘻地走了进来：“我收到你的信，晓得你就是在这几日，正好十郎也要进京访友，我们便算着日子赶来了。”他和屋里的人多是熟识的，当即互相行礼问好，笑成一片。看到牡丹和清华郡主竟然坐得不算远，神色不由万分怪异，偷偷打量了二人好几回。清华郡主敏感地瞪了吴希莲一眼，吴希莲无所谓地撇过头，不再看他。眼瞅着宾客越来越多，白夫人的脸上也露出皮色来，楚州后夫人便招呼众人往外头去坐。吴希莲不肯走，央求道：“我许久不见阿欣，让我陪陪她，我不说话，让她睡。”楚州后夫人无奈，只得由得她去。牡丹正要跟着大刘一起撤退，忽被撵玉捏了捏袖子，示意他也留下来。清华郡主和其他人不熟，也不耐烦和他们应酬，又见他三人搞小团伙，不屑地哼了一声，拂袖就往外头去，自去游园散心。白夫人调整了个舒服的姿势，笑问吴希莲：“十七娘，你个懒丫头，写10封信给你，才得你1封信，每次也只是寥寥几句话。”吴希莲一改先前的兴奋样，笑容淡淡的。奇怪得很，明明心里有很多话的，可惜就是一提笔就找不到话可说了。白夫人皱了皱眉头：“你们还好吗？”“就是那样吧，无所谓不好，也无所谓好，反正……”吴希莲低头玩弄着裙带，比我从前想的好，互相尊重总是能做得到的，这日子还过得下去。她自嘲地望着牡丹一笑：“不用和离了。”白夫人和牡丹对视了一眼，轻声道：“那她家里的人呢？对你可好？”“这个你们放心。”吴希莲的笑容再次灿烂起来，她家的人待我很好，婆母至今没有说过我一句，是个很好很好的老人，我是真心实意喊她娘的。那就好。白夫人疲惫的一笑：“我累了，你们要是不嫌闷，就在窗边下棋去吧。今日暂且饶了你，你睡吧。”吴希莲便拉牡丹一起往外头去：“丹娘，许久不见，你陪我走走好吗？”二人说些别后的事情，倒也相处得愉快。忽听前面假山后有年轻女子的调笑声传过来，二人便折身要躲开，却又听一个男子笑道：“娘子好样貌，好风姿，在下想要为您赋诗一首，不知您可给在下这个机会。”这男子的声音非常好听，醇厚低沉，叫人听过就不会忘记。可一听到这声音，吴希莲主仆的脸色就都突然变了。吴希莲僵硬的转身，咬着牙沉着脸就要往声音来源地而去。他的侍女大惊失色，立即牢牢拉住他，使劲摇头。牡丹隐隐猜到了几分，也拉住吴希莲的袖子，本意是劝她不要冲动，小心从事。不就是听到人家要为美女赋诗吗？闹起来吴希莲绝对占不到便宜，不过图添谈资。吴希莲叹了口气，转手反拉住牡丹，示意牡丹跟他过去一探究竟。牡丹觉着不妥，吴希莲却紧紧拉住他，央求地看着他。二人遂将势必打发了，小心往假山后头站定，一听究竟。只听那女子笑道：“本郡主赏你这个脸了。”竟是清华郡主，她的声音里带着极其欢快的味道。从假山石的缝隙中看过去，只见一池碧水，垂柳依依，
菊花灿烂。一个穿干青色团花圆领锦袍的年轻男子长身玉立，他微侧的脸部线条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这是个帅哥，牡丹只看了一眼就无比肯定。帅哥对面的柳树下，菊花丛中站着的正是素面朝天的美人清华郡主。清华郡主眼角眉梢都是春意，身姿妩媚之极。她微微仰着脸看着那男子，恰好的把他的脸部和颈部、胸部最美的地方给显露出来。早晨的阳光从树梢斜落下来，落在他的身上，更是给他添了一层柔光，仿若全身的肌肤都上了一层珠光，美艳动人。奇怪的是，他的侍女竟然一个都不见，这帅哥的身边也没人跟着。这两个不要脸的狗男女，难道想要上演当初花宴时那种好事？他可不是牡丹，可以让这贱人蹬鼻子上脸。吴锡莲脸色铁青，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四下里逡巡，看到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立即捡起来紧紧握着，预备随时冲上去给这二人一下。帅哥有些惊慌地向清华郡主行礼，原来是郡主，在下真是冒昧之至。清华郡主咯咯一笑，风情万种地抚了抚鬓角，不知者无罪。你叫什么？帅哥轻轻叹了口气，在下无名小卒，不提也罢。清华郡主侧着头想了想，笑道，好，咱们不提。你不是要吟诗给我听吗？且吟来，我看看你的文采好不好，也好为你推荐推荐，指不定你改日就拜相了。您玩笑了。帅哥缓缓道，郡主虽然大方，可在下不敢有瞒您，在下平时耽于酒色欢乐，其实诗才并不好，只记得旁人的几句诗，今日借用一下，还请您听了别嫌弃。看你这样就是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罢了，且先吟来听听。清华郡主的腔调中带着昔日那种不把人看在眼里的霸气，又带了几分调戏的意味，眼神肆无忌惮地上下打量着帅哥的脸和身材，12分的感兴趣。牡丹一时有种错觉，那请愿吟诗的人仿佛就是那受宠的胡旋儿。清华下一句就该说，伺候好了本郡主，重赏。帅哥却毫不在意清华的态度，站直了，清了清嗓子，以朗诵比赛的口吻抑扬顿挫地吟诵道，双露映连水满池，风飘不动顶丝垂。力当青草人先见，夯榜白莲于未知。一足独泉寒雨里，数声相较早秋时。临堂得尔须增驾，况与诗家物色宜。他停住，微笑，郡主，在下吟的好不好？您就是白鹿一样的女子呀。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嘲笑他的脚不利索。清华郡主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了，随之而来的是一层浓重的戾气。他愤怒地瞪着面前这个望着自己笑得风轻云淡的男人，往前走了2步，举起手就要朝那男人的脸上扇下去。吴锡莲见状，一扫脸上的阴霾，把石头给扔了，快步从假山石后绕出去，拍手笑道，一足独泉寒雨里，数声相较早秋时。十郎，你这诗不应景，现下已是深秋了。说着，眼神刻薄地朝清华郡主不利索的那只脚扫了一眼。岑十郎淡笑着看着吴锡莲，摊了摊手，姿态表情说不出的闲适迷人。17娘，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是个酒肉饭囊，能记得这首已经是我的最大限度了。清华郡主气得浑身发抖，指着这一唱一和的夫妻二人冷笑。好，好，太原府的岑十郎，好得很，我记得了。能得郡主牢记不忘，是在下的荣幸。岑十郎风度翩翩，看着清华郡主狰狞的表情，笑道，郡主您当心脚下不平，摔了跤可就是在下的罪过了。清华郡主被彻底激怒了，但她今非昔比，不是可以利落地坐在马上踏死人的那个时候，面前这二人也不是可以任意凌辱的人。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冷笑了一声，转身就走。吴锡莲含情脉脉地看着岑十郎，你怎么招惹上他的？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吗？岑十郎笑道，我在这里坐，他自己跑来和我搭腔，言辞轻佻，先就让他的侍女把我的小童给引开去替他寻什么差子，然后夸我俊美，把我当什么人了。牡丹不打算去和这夫妻二人打招呼，转身要走，却见离他不远处的一丛菖蒲后突然冒出个青衣婢女来，埋着头绕过小路，急匆匆地追清华郡主去了。他看得分明，这正是清华郡主身边的侍女阿杰。阿杰在这里潜伏的目的不言而喻，自然是通风报信，可他们过来的时候，阿杰却没有出声示警，让他们看到了一场好戏，这说明什么？眼看着阿杰迅速奔到清华郡主身边，接着从另外几个方向又有2-3个侍女向清华郡主奔过去。清华郡主不假思索，对着失职的阿杰就是2个响亮耳光，阿杰一声不吭地跪了下去。清华郡主也不管他，怒气冲冲地往前头去了。阿杰自顾自地站起来，默然跟在他身后，主仆几人渐渐远去。
牡丹轻轻摇头，清华郡主看来就算是如愿以偿嫁了刘畅，也不安分，今日终于踢到铁板了，勾引不成反被羞辱，还能威胁人。这对夫妇真正配绝了。待到客人来齐，喜三宴正式开始，牡丹又见着了气色心情都极佳的吴希莲，以及已经恢复了正常的清华郡主。吴希莲并不看清华郡主，谈笑自若，清华郡主也不是吃素的，见着几个往昔的熟面孔，也拉着人家谈笑生风，只是笑容格外夸张而已。可等到了散席时，众人都立在中门处等待各自车驾时，眼瞅着清华郡主的言子过来，刘畅也陪同在一旁了。吴希莲突然喊道：郡主，请您等等。清华郡主倨傲地仰起头来，冷冷地看着吴希莲。吴希莲走过去，眨着眼睛低声笑道：郡主，我家夫君让我和您说，您让他找的差子不曾找到。他是个粗心的人，不会体谅人，要是有得罪的地方，还请您多多见谅。随即又看向刘畅：刘子书，要请你帮忙劝劝郡主了，请他还是忘了我家夫君的比较好，他这个人无趣又刻薄，可比不过你知情识趣，风雅又能干。他还记着当初刘畅讥讽他的话，把岑十郎说的那么不堪，现在比较起来，其实有他刘畅这么烂的人还是真不多。清华郡主用眼角扫了刘畅一眼，淡淡的哼了一声。不过一根不值钱的差子，不用总记着。刘畅的脸上平静无波，淡淡的朝吴希莲行了个礼。实在对不住，给你们添麻烦了。他苦笑着：17娘，请你忘了我从前的狂妄无礼。咦，吴希莲本就是抱着揭穿清华郡主真面目，好叫刘畅收拾他这不守妇道的妻子的心思来的。他想过刘畅会暴跳如雷，当众黑脸，想过他会装没听见，转身就走，就没想过他会如此作态，真是见鬼了。他们本没有深仇大恨，刘畅既然当众给他赔礼道歉，还有什么不能原谅的？再看清华郡主那不知悔改，一副他有理，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的讨人厌样。吴希莲竟然对刘畅生出几分同情来，虽然他这是活该，但清华郡主这样堂而皇之的，也太过分了些。吴希莲都这样想，更不论其他人。眼瞅着刘畅神色萧索，看也不看清华郡主独自上马离去的背影，好些人感叹了：看吧，这就是不自重，招惹了皇家人的下场。儿子没了，妻妾散了，还要戴绿帽子，且这个身份高贵的妻子还不生孩子，要他绝后，最要命的是还不能反抗休妻。刘畅成了京中娶了宗室贵女后的悲剧代表人物。清华郡主看着刘畅独自离去的背影，说不出心中的滋味。出了这样的事情，她连吃醋嫉妒愤怒都没有，只是漠视，只是不停地和人道歉。想当年她嫁了旁人的时候，她恨不得把他也一并给杀了。可是现下呢，她竟然连遮盖一下都不肯。还有什么比这样更伤人的？她不碰他，不肯让他生孩子，在外面做什么事也从来不让他知道。他寄出杀手锏，说要搬回郡主府住，他只是淡淡地道：随你。多余的话都没一句。原来他从前看着他对付别人那套冷酷无情，用到他身上半点都不好玩。就是这样一个冷酷的人，却让他家里的人都同情上了他，竟然不停劝他收敛点，别再胡闹了，安安心心给刘家生个儿子继承香火。他倒想，可他能吗？他怎么能这样对他？好，你不仁，我不义，不就是生个儿子吗？难道他生不出来？到时候他倒要看看他怎么办。清华郡主微微笑了。俊秀的人物可不止岑十郎一个人呢，原本他还想着能够进到楚州侯府的人，多少也是个有身份的，不至于太委屈了刘家。既然他刘子书这样待他，他就无需费这力气了。他刘畅的妻子永远都是他，继承刘家香火的人也只能是他的儿子。且不说别人怎么看待清华郡主和刘畅这对夫妻，牡丹并不喜欢人家总把他和蒋长阳与这对夫妻联系起来。趁着众人不注意，他借着宽儿和淑儿的掩护，从人少处走了出去，上了早就等在一旁的车。蒋长阳见他平安出来了，立即招呼车夫回家。吴希莲却在四处寻找着牡丹，他想和牡丹更进一步交往。经过刚才那件事，他奇异的有了一种感觉，牡丹分享了他的秘密，见证了他所嫁的这个丈夫不是个混蛋，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当婢女告诉他牡丹和蒋长阳已经悄悄走了，他还有些怅然若失。闲话少说，转眼到了与孙老太医约定的日子，蒋长阳一大清早就派顺猴去接人。他原本是想陪着牡丹一道听到结果才好，偏偏人总也不来，时间不等人，他只得和牡丹商量：我晚上早点回来。牡丹有些忐忑，使劲揉了他的胳膊两把。去吧，去吧，小心一点。蒋长阳含笑道：别太用力。牡丹忍着心头那丝烦躁和不安，丢了个白眼过去。不许逗我，我烦着呢。别让人久等了，快去。
日上三竿，孙老太医方才一步三摇地晃着来了又要水先洗手。林妈妈悄悄骂顺猴：“怎么才来？公子爷总也等不到，只好去了。”顺猴愁眉苦脸的低声同林妈妈抱怨：“规矩老大，去的时候才起床，慢吞吞的漱口洗脸洗热水脚，吃东西，马车也不敢赶得太快。我性子都给磨没了。大抵名医都是如此，只要他能诊出喜脉来，再比这样慢几倍也行。”林妈妈小心的肆立在牡丹身边，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就死死盯着孙老太医。孙老太医还是那副急死人不偿命的表情，耷拉着眼皮，枕了左手换右手。牡丹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宽儿和顺儿等人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他方才收了手，微微一笑：“恭喜夫人了，喜脉啊！”林妈妈一下子捂着胸口，差点没欢喜的晕死过去。情绪稳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孙老太医行礼：“谢谢您啦，谢谢您啦。”天知道他有多担心牡丹，病了那么多年，又担着那样的名声，纵然知道真情，但也怕不幸成真，那可怎么活？现下他才算是把心下去装好了，看那些乱嚼舌头的人怎么说。孙老太医对他这样的热情有些不适应，年纪轻轻的小夫妻有孕很正常的吧，何至于高兴成这样子？但他是有了年纪的人，并不会把这样的诧异表露出来，只道：“是否需要些安胎的药？依我看，身体好就不必了，不如吃点好的。”她要做母亲了，一想到自己的怀里也将有一个软软暖暖的小生命全身心的信赖着自己，牡丹的心里顿时一片酸软，她控制不住的翘着唇角，不自觉地摸着小腹，笑道：“那我就听老太医的。”林妈妈听她这意思是不打算开不要了，忙低声劝牡丹：“开2副吧，丹娘。吃不上那是没办法的事情，这不缺钱，又是名医，得好好补补，母子都补得壮壮的才好。”牡丹坚定地摇头：“不必了，要补不如食补，不如把饭菜做得好吃点呢。”她从那个社会去，早已经怕透了大病小病，有病没病都要吃药的习惯。好容易到了这个无污染，不必担忧吃着什么添加了化学物品食物的社会，人又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吃药呢？林妈妈见劝不动她，只得叹了口气作罢。看来这事儿得向蒋长阳和岑夫人求助了。送走孙老太医，牡丹开始了无助绝望的一天。她要往院子里去走走，林妈妈如临大敌的让宽儿和树儿在两边扶着她，她要在廊下坐着逗逗甩甩，小栗子就飞快地取了个厚厚的锦垫，非要她垫上，还不能坐在当风处，她要看书写字，林妈妈就在一旁唠叨，尽说些胎位坐稳，不得劳神之类的话。总之就是要她乖乖地坐着，不要吹冷风，要忌口，别乱动，假如想睡觉，那就是更好不过了。牡丹便支持她。天色还早，妈妈不如去一趟宣平坊，家里倘若知晓，一定会很高兴。家里自然会很高兴。林妈妈不上当，可这事儿得等郎君回家以后，再由他备了礼，派人去报喜，不该咱们这些陪嫁的人自己跑回去说。牡丹无奈，只得在廊下看着艳艳的秋阳，逗着甩甩，静候蒋长阳归家。但这一日的白天仿佛特别长，他总也等不到蒋长阳回家，人倒是困了，被林妈妈提溜着一哄一劝，便上了床。可大约是他太过兴奋的缘故，上了床后反而连那一点倦意都不见了，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烙烧饼。他控制不住地总要去想，肚子里的这个小生命是个男孩子还是个女孩子呢？长得像谁？在极度的兴奋之下，一直到蒋长阳回来他也没睡着。他听见林妈妈在外面轻声和蒋长阳道喜，又听见蒋长阳让人去取钱和布帛，家里上下全部有赏，晚上加肉菜，每个人有1杯酒。接着又听他和林妈妈2人嘀嘀咕咕的商量，要备些什么礼去何家报喜，让谁去等等。这时候他们商量琐事的声音在牡丹厅来不亚于天籁之音，她拥着被子，幸福而甜蜜。可接着又听见林妈妈小声道：“还是让孙老太医开2副药给丹娘补补吧，她前段日子太辛苦了，也请郎君劝劝她，方圆那边不要再多操心了，若是还像前些日子那般辛苦是不行的。”蒋长阳似有些犹豫，牡丹赶紧使劲咳嗽了一声，果然外头静默了片刻。蒋长阳很快在屏风旁出现，他用一种说不出意味的眼神快乐地看着他，声音特别柔：“你醒了？一直就没睡着？”牡丹绽放出一个大大的笑脸，对着他伸出双臂，过来抱一下以示庆祝。“丹娘，你要辛苦了。”蒋长阳快步向牡丹走过去，将她拥入怀中，想使劲抱她，却又不敢，只将头埋在她的颈窝里，呵呵地笑。他要当爹了，他要当爹了。牡丹能感觉到他传递过来的浓浓的快乐和幸福，他和他将骨血相连，他和他将看到遗传了他们基因的小生命诞生，幸福的成长，
成才，给他们带来欢乐和幸福。可是到了老，头发白了，脸上长皱纹，牙齿都掉光的时候，只有他们俩相互依偎，共同分担各自的快乐和忧愁。而原本他以为他不会遇到这样好的男人，以为他不会得到这样幸福完美的生活。牡丹紧紧抱住了蒋长阳的腰，低声道：大郎，谢谢你。蒋长阳莞尔一笑：谢我？明明是你要辛苦了。可随即他又坏笑起来：你猜是哪一次？让我想想。牡丹刚才还满满的感动，一下子泄了气，忍不住捶了他几下：你这个不正经的坏东西，别当着我的宝宝说这些话，把他给教坏了。蒋长阳有些害臊，他还小，听不见，听见了也不懂。他压低了声音：丹娘，以后我也会很可怜的。潘荣说他这些日子经常早上起来就要换衣服。牡丹先不明白，转瞬明白过来，潘荣是憋坏了，不由哈哈大笑起来，促狭地道：要不以后我也给你随时准备着换洗的衣服。其实还有比换洗衣服更好的办法说。蒋长阳强压着把想说的话压了下去，转而从袖里摸出一对羊脂白玉钗，在牡丹眼前晃了晃，然后飞快地藏到身后。猜猜看，这是什么？女人对首饰这些东西天生就是敏感的，只一眼，牡丹就看清楚是什么了，猜他一定是要送她礼物，他越猜不着他越高兴，当即只管胡乱猜测。金的。蒋长阳摇头。再猜。银的。再猜。珍珠。摇头。水晶。瑟。玉的什么？我怎么知道？那么多东西，我这么快就猜到是玉，已经很厉害了。牡丹往床上一躺，开始耍赖，你故意刁难我。蒋长阳彻底被他给打败了，他脸上做着无奈的表情，心情却很美好的从身后拿出那对羊脂白玉钗，递到牡丹手里，不忘自吹自擂两句。这样品质上佳的羊脂玉是可遇不可求的，而且我是央了内府工匠琢的，你看看这玉质，这花纹，这雕工，没得说吧。他的眼睛亮亮的，期盼地看着牡丹，只盼他喜欢。犹如凝脂一般细腻上等羊脂白玉，被琢成双股钗的款式，钗头是流云牡丹纹，内侧刻有小字爱妻丹娘安康，不是他刻的，但笔迹却是他的。牡丹含着泪望着蒋长阳笑：让我抱抱你，你实在太过可爱了。这样的男人，他愿意为他生孩子。哎呦，不过一对玉钗就把你给收买的眼泪汪汪的，你眼皮子真够浅的。蒋长阳边笑边给牡丹擦泪：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这差事很快就要办妥了。牡丹喜不自禁：真的？蒋长阳这段日子早出晚归和劳累都不说，最紧要的是这差事真是太难办。倘若他能早点把差事办妥，正大光明的去兵部任职，从此以后他们就可以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他也不用再这样替他提心吊胆的。是。蒋长阳很肯定的点头，把手放在牡丹的小腹上。所以你安安心心的将养着，不用再为我担忧，等我再忙些日子就好了。他略微顿了顿，但是这段日子会特别忙，晚上也可能会常常不在家，你看英娘荣娘谁合适，明日去家里报喜的时候让她过来陪你，这样你也不至于太寂寞。那就让她姐妹二人一道过来吧。牡丹全身都放松下来，暖洋洋的，就没有一处不舒坦。她把头靠在蒋长阳的肩上。晚饭我让他们做了赤豆鲫鱼汤，滋阴润燥，你待会儿多喝点汤。蒋长阳笑道：你不用管我，只管让做你爱吃的想吃的。你想不想吃快鱼？改天我做给你吃。牡丹摇头：天凉了，不想吃。生的东西再美味都还是少吃点好。吃着晚饭，蒋长阳突然笑道：你说要不要让人过去国公府说一声？不好。牡丹摇头：等过了头3个月再说也是一样。他可不想再多几个不相干的人来指手画脚的。说起这个来，牡丹突然意识到，自8月15前他送那新式胡饼过去，蒋云清替蒋仲传话，让他们去过节，被他拒绝后，国公府竟然一直就没有任何消息。不是蒋长阳提起，他都快忘了还有国公府这回事了。你说了算。蒋长阳并不在意。我不是想着他们之前还想送人过来怄你吗？不想说就算了，反正也是不相干的。他顿了顿，三弟的好日子定的10月22，到时候正好通知他们，就说你身子不妥，不去帮忙了。那趟浑水咱们少踩。彼时他甚至不打算让牡丹去，那是什么地方？没事都会生出事端来，何况是牡丹有了身孕。更何况从胎教方面来考虑，他也不想要牡丹肚子里的孩子见到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牡丹深以为然。这里怎么备？蒋长阳不在意的道：全部送成钱，其他的都不必管。萧雪溪那样，无论送什么东西去都有的说。
他倒不怕人家说他，就怕人家念叨牡丹，不如全部送成钱，谁也没话可说，一夜无话。第二日是由乌三的媳妇熊嫂子带着礼去的何家，接着岑夫人就领着薛氏等几个儿媳一道带了许多吃的用的东西过来，大大小小一共几十个盒子，弄得牡丹满头大汗。我这里什么都有的，本意是让你们也跟着高兴，却让你们弄了这么多东西来。岑夫人的眉梢眼角都是笑，拉着她的手仔仔细细上上下下地看，反正都是贪个高兴，你管我们拿什么来？有你就安心收下，该吃就吃，该用就用，操什么心？就是呢。吴姨娘在一旁笑道，里头有好些东西是丹娘您定下婚期，夫人就开始准备了的，就盼着这一日。真是快言快语地道，娘为你许了愿的，过几日还要去还愿。又大惊小怪的，听说要让荣娘和英娘过来陪你住，那蒋大郎要往哪里去？岑夫人皱眉道，你问这么多做什么？程峰总是有事要忙。吴姨娘便淡淡的瞥了甄氏一眼，甄氏立即改了口，呵呵，我是说英娘和荣娘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稍后和爹爹还有你哥哥们一起过来。事情传到何家，正如同是天大的喜事一般，岑夫人当即就派人往各个铺子里头去通知何志忠父子，那边也极快地传来消息，道士会提前收工，一同来看牡丹。牡丹看到甄氏的改变，不由与薛氏会心地一笑。自六郎的事情发生，何志忠四处购买房屋庭院，准备让众人分出去单过之后，何家众人间的关系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首先，何志忠老了一大截，许多事情都更多的趋向于让大郎他们几弟兄自己先商量，然后再汇总了来向他汇报，多数时候还轻易不开口，任由他们兄弟几人去做。其次，杨姨娘不再出院门，得知六郎跟着商队去了扬州后，就禀过岑夫人，请了一尊佛像回去，从此不再吃荤，日日吃斋念佛，虽然吃穿无忧，但何志忠再不曾进过他的院子一回。再次是大郎几兄弟和薛氏等几妯娌间的变化，彼此对着的时候远比从前更客气更体贴，毕竟很快就要自立门户了，何必为了小事坏了大局。这其中变化最明显的人真是一样的，还爱多嘴逞强，但对着岑夫人和何志忠时，再不敢乱说一句话，多说一个字，而且还戏剧性的开始敬重起吴姨娘来，不再像从前那样人前人后总和吴姨娘作对斗嘴。据说岑夫人有意放吴姨娘去和甄氏三郎一起生活，不必再留下来伺候她。吴姨娘先前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可何志忠发了话，她也就顺从地答应了。可以说这已经是作为一个丫鬟出身的妾所能得到的最高礼遇。但不管怎样变化，牡丹都无比坚信，总归都是向着好的方面发展，只要不遇到乱事，这日子总会平稳地过下去，越过越好。申时未到，何志忠等人果然就陆陆续续地赶了来，牡丹竭尽所能招待他们吃了一顿愉快丰盛的晚饭。但让人最为遗憾的是，蒋长阳这一夜都没有回家，第二天也只是让人送了个平安的消息回来。多亏有体贴仁义的英娘和荣娘，还有可爱逗趣的甩甩，而且牡丹也知道，虽然蒋长阳不在家，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需要，他和顺侯或者是乌三说一声，他就会赶回来。有时候这种来自心灵上的信任，远比两个灵魂不相依靠的人形影不离的守在一起更有安全感。牡丹快乐地享受着她早孕初期的国宝大熊猫生活，面前摆着林妈妈精心熬制的粥，还有清淡爽口的小菜若干，吃完一碗再吃一碗吧，吃不下了，这碗是替肚子里的宝宝吃的呢，犹豫，好吧，再吃小半碗。接着是各色水果、干果以及点心，又有故意说笑话让他开怀的顺儿，还有念书给他听，让宝宝陶冶情操的英娘和荣娘。或早或晚，蒋长阳会冷不丁让人送点稀罕的吃食和问候来，想吃就吃，想睡就睡，伸伸手就有人扶，抬抬脚就有人问你想去哪里，这次第怎是米虫两个字可以形容的。雨荷来的时候，牡丹正在屏风围着的软榻上沐浴着秋阳小憩，一旁是认真做小衣服、小鞋子等物，就鞋子和衣服上应当绣什么花，哪里该怎么做，低声交换意见的英娘、荣娘，一旁是蜷着腿打瞌睡的甩甩，树荫下还坐着明明困得不行，却坚持不肯去睡觉，一定要守着牡丹的林妈妈。雨荷的眼眶有些湿润，鼻头酸得不行，她实在是不想打破这样的宁静和舒适，特别是在牡丹刚刚传出喜讯的时候。可是她犯了大错，事情火烧眉毛，一刻都等不得，必须和牡丹说，绝对不能有任何隐瞒，不然只怕是无法挽回了。雨荷姐姐，你怎么了？舒儿眼尖，一眼就看出雨荷的情绪不一样。雨荷吸了口气，去把娘子唤醒吧，我有事要禀告。舒儿敏感地发现事情不简单，便拉了她往一旁去。你和我说老实话，方圆是不是出事了？
娘子现在可不比从前，你得斟酌着些。要不我先把林妈妈换过来，咱们先商量商量。雨禾摇头，这事儿不是你我能解决的，还是要找娘子。我知道该怎么做，你只管去唤醒她就是了。是不是什么大事儿呀？舒儿的心跳得咚咚作响，雨禾的脸上带着后悔致死的神色，脸色白得吓人。有许多花病了，如果不能治好，再蔓延开去，明年的方圆不但不能创收，还会赔个精光，后年都不要想恢复元气。这事情的确隐瞒耽搁不得，不然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舒儿犹豫片刻，叮嘱道：那你说话可得注意着点儿，悠着点说，可别一惊一乍的。边说边走到屏风外头，轻轻扣了2下屏风，低声道：娘子，娘子。牡丹伸了个懒腰，怎么了？我好像听到雨禾的声音，是不是他来看我了？舒儿干笑着给他挪开屏风，是他来了。雨禾抢步上前，拾起牡丹放在一旁的披袍，替他披上，扶他下榻。恭喜娘子。牡丹看到他的动作，笑道：你也和他们学？吃饭了吗？雨禾的眼眶一红，拼命忍住了，缓缓道：娘子，奴婢犯了大错，有负您的重托。牡丹的心一跳，皱起眉头来。怎么了？雨禾的眼泪一串串往下淌。好多花都生病了。林妈妈听到声音惊醒过来，见状忙道：有话好好说，哭什么？再怎样也不能当着主人的面哭啊，这不合规矩。就算是牡丹是个好性子的，但这是什么时候，话都没说清就哭，吓着了怎么办？雨禾自然知晓不合规矩，更知此刻牡丹不能受惊，奈何那眼泪止不住。天知道，他一路行来，死的心都有了。牡丹这样信任他，把方圆交到他的手里，却出了这么大的岔子。妈妈倒杯水给他。舒儿端个凳子过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牡丹叹了口气，止住林妈妈，将手帕递给雨禾。别急，哭和急解决不了作用。首先，我相信你一定不是有意的，同时你也尽了力。先喝点水，坐下咱们慢慢说。他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他经历过生死，两世为人，这一世也算是见过些风浪，吃过些苦头的，岂是一点点小事就能难得住、下得住的？方圆出了事，耗费了心血，他自然心疼。可是最要紧的是，他人还在这里，蒋长阳还有和家人以及周围的人都好好的，最坏的结果就是赔钱，重新再创一次业。可是再难也难不过当初。想到这里，他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雨禾见牡丹从先前的焦急担忧中很快冷静下来，还安慰自己，更是羞愧欲死。但此时明显不是认错追究责任的时候，最要紧的是赶紧处理事情。他清了清嗓子道：李师傅的病时好时坏，奴婢为了方便照顾他，同时也觉着种苗园里头那几间屋子有些潮湿，太过冷清，没有人气，不利养病，便将他挪出去住了贵子原来住的那间屋子。牡丹点头，这事儿我知道。那几日雨大，吕方来回不便，还跑到李花匠住的地方去住了几日。他也曾让人冒雨给李花匠从城里寻了大夫去，后来听说病情终于有起色了，还很是高兴。自吕氏公子走了以后，天气好转，奴婢想着四处都潮湿，李师傅刚见好转，也不宜挪动，就没有让他搬回去，而是自己带了阿桃和阿顺住了进去，每日早晚也都按着往日的方式来回巡查，看到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就赶紧处理。说到此处，雨禾的声音颤抖起来。刚开始是发现靠近墙边的几株芍药和牡丹的茎有浅红褐色，长圆形，有些下陷的小斑，斑上还有些粉红色略带粘性的东西。往日你也曾经说过这是病，一旦发现就得赶紧处理。奴婢就带着他们将染了斑点的花茎给剪了，统一抱到厨房去烧了。然后呢？牡丹颔首，这样处理并没有错，关键的是后来又怎样了？他一听说就知道这是炭疽病，这病通常在高温多雨的年份8、9月份降雨时发病最严重，且在这没有化学药品的年代十分不好治疗，关键还在防治。他去年购买这些花的时候是严格检查过的，5、6月份时也不见发病，初秋时节是发现了点苗头，但当时也是及时处理干净了的。纵然是在今年这样的天气情况下，按着雨禾的小心，根本不可能发生太大的谬误，何以会落到这个不可收拾的地步？必有内因。当天夜里奴婢起夜，晕倒在地上，躺了一夜，第二日醒来全身都疼，发了几日的热，就没太顾上种苗园这里。雨禾又开始擦泪，等他病好了才知道好多花都染上了这种斑点。李花匠撑着病体带着众人收拾了好几天，也不见丝毫好转，刚把这里的处理好，那边又冒了出来，让人措手不及。叶片染病可以摘了不要，但经染病总不能一直剪，
剪下去后明年不但别想交货，也没花可开了。这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要命的是许多嫩芽开始枯萎，若是任由其发展下去，就意味着明年乃至于后年，方圆都将无街头可用。牡丹的眼皮一跳，你晕倒了？既然病了，为何不让人来说一声？人莫名病倒，花的病情也是刚把这里处理好，那里又冒出来，怎么听上去就那么不对劲？这正是雨禾最羞愧的地方，他想他大概是太过劳累的缘故，也想着不是什么大病，病2日方圆也不会有大碍，就没放在心上。若是他知道因为他病了没人管事会惹出这么大的乱子，他怎么也不会逞强。现在为植染了多少花？除了种苗园里的以外，外头种的那些名贵品种可曾沾染了？牡丹苦恼地揉了揉头，芽鳞受了病害，明年就算是开花，开出的也是畸形花，那无异于自砸招牌。雨禾哽咽着，就是种苗园里头的染得多，外面的没事。李师傅见势头不对，就指挥人把好的带盆的都挪到另一个院子里去了。大大小小，包括给金布沿街的花在内，一共染了100多株，无非是情况轻重之分罢了。多亏有李花匠，换了他也只能是如此处理而已。种植业果然风险大，牡丹叹了口气。那我们几个嫁接的那些盆景牡丹呢？相比较金布沿的那批货，他更关心这批货是用空口许诺的方式置换来的，而且涉及到许多户人家。这些人家都不是好惹的还在其次，最紧要的是一旦失信，方圆以后在京中就难以立足了，信任不是那么容易建立起来的。说起这个，雨禾终于打起了点精神。这个倒是没事，只染了几株，都被李师傅连根挖起，弄到一旁去了。盆景牡丹嫁接的并不多，也就是40-50株，当时为了把它们和其他的品种区别开，特意在靠近屋子的地方另外开辟了一小块地，离其他的种苗的就有些远，没想到恰巧的就起了隔离作用。牡丹轻轻松了口气，让人备车，我去看看到底成什么样了。让人去把顺猴叫过来。他还真是闲不下来的苦命，看到天气放晴，他还以为会像去年那样平安度过了呢。雨禾犹豫片刻，小声道：还有些事。以郑花匠为首的3-4个花匠辞工不干了，说是方圆里有邪气，这是早前就证实了的。当初转卖的那户人家不就是丢官流放倒霉了吗？再看看现在，为何李师傅先病，接着雨禾又莫名病了？还有种苗园里那蔓延开的花病也是好不了的。他们这些花匠最怕什么？最怕就是沾染上这种邪气，他们认为这会导致将来他们经手的花发生不测的可能性会无限增大。用其中一个花匠的话来说，到那时候一家老小都要喝西北风了。你放他们走了？郑花匠要走，喜郎呢？牡丹冷笑，邪气？他这个从一时空来的灵魂才真是邪气。这些人无非是想着方圆以后要倒霉了，想赶紧和他撇清关系，不至于得罪行会，另寻一个好的下家罢了。还有自然也就是怕追究责任，这么多钱的东西出了问题，主家只要一追究，暗想方圆里的人都脱不掉干系。雨禾忙道：不曾，奴婢说做不得主，要禀告过您才行。工钱也是扣着的，这几日让顺子他们盯着人，一个也不许离开方圆。喜郎倒是不曾提过要走的话，日日都在李师傅面前转悠，勤快得很。他顿了顿，很为难地道：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他们说是吕氏公子干的。毕竟吕老爷子曹万荣与您不对付，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知人知面不知心，用满子等几个半大孩子的话来说，人家那是父子呢。方圆倒了，对吕家和吕方只有好处没坏处，牡丹太过轻信人了。最要紧的是，在发病前一直是吕方在照顾这些花，他的嫌疑无限大。牡丹沉默不语，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现在下定论为时尚早。娘子，您有事吩咐小的？顺猴来得很快，牡丹有条不紊地吩咐他：你去办几件事，打听一下最近都有谁家的牡丹花生病了，生的是什么样的病，吕纯、曹万荣、吕方最近在做什么，都和什么人来往。他想了想，暂时详细的事情就不要和公子爷说了，他若是问起，就说我想去方圆住2天。顺口应下，自去办事不提。天色近黑，暮色下的方圆安静如昔。阿桃和他爹胡大郎坐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路口，只怕能早些看到从城里来的马车或是人。爹，你说会怎样？方圆真的会被卖了吗？难道这里的风水真的有问题？阿桃担忧无比，他倒是已经卖身给牡丹的，就怕胡大郎和阿顺会没有事做而被迫离开。谁家会养闲人呢？胡大郎沉默地抠着墙缝里的青苔，青苔又冷又湿，腻腻的，把他的指甲缝染成怪异的绿色。阿桃一把抓住他的手，皱眉道：你抠它做什么？
花花草草也是有命的呢。胡大郎不回答他，只站起来指着前面。他们来了。曾经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种苗园里，此时一片沉寂，四周弥漫着一股死沉沉的气息。牡丹沉默地沿着小路，每走2步就停下来观察一下那些被染了病、被修剪得光秃秃的牡丹花。此刻他的心中一片悲凉，还有一股子说不出的愤懑和怒气。顺侯查到的消息，不见吕纯或是吕方和曹万荣有单独的接触，吕方一直留在家里没有出门，吕纯仍然病着，但他家扔了的垃圾中并没有药渣。今年气候特殊，不单只是方圆的牡丹感染了这病，各处道观寺院以及花农家中都有疫情发生，包括曹家花园前段日子也曾经烧过一批牡丹之叶，不过谁都没有方圆的严重而已。周八娘打听来的情况则是，最近并没有陌生人在方圆附近转悠，来往的都是熟面孔或是知根知底的人，要不然村民们早就来说了。这一点牡丹相信，看当初吕方主仆倒霉就知道群众的力量有多大了。牡丹自然是不会相信什么风水邪气之说，也不相信再有他把关、吕方看顾、李花匠管理的情况下还会出现这样大的疫情。出现这样的事情必有外因。他的眉头越发皱得紧。走到一处，他突然停住脚，睁大眼睛四处打量，沉思良久，眉头却越皱越紧了。他此刻是站在种苗园的正中，从这个方向往四面看过去，恰好能看到受害最严重的牡丹花连成了一个以它为中心的放射性图形，仿若2个架斜的十字交叉在一起。在这8条线轴上的牡丹和芍药患病是最严重的，它们就像是一个放射源，把炭疽病菌传染给周边的花木。牡丹回想起雨禾的话来，当时李花匠打理染病的牡丹花时，情况是刚把这边收拾妥当，那边就又发作了，此起彼伏，没个消停，蹊跷得很。现在他看到这8条线轴的存在，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关键，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病菌从8个方向蔓延开去，然后一点一点地将种苗园里的牡丹蚕食掉，用心恶毒，手段狠辣，不留一点余地。是谁通过何种方式把病源带进种苗园去的？是外贼还是内贼？想要弄清楚事情是怎样发生的，那就要慢慢的、细细的推论。倘若是他有心要陷害谁，让那人的牡丹园从此一蹶不振，又明知那人有照顾牡丹花的高手，防守很严的情况下，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呢？牡丹蹲在地上，捡了枚石子，开始写画。首先，他要弄清楚方圆的具体情况，知道方圆的布局是怎样的，要做到能够自由出入，或者是靠近方圆而不会引起任何警觉，还要想法子进入种苗园。然后他要解决掉长期住在种苗园里的李花匠和大黑。李花匠和大黑到底有多警觉？参看吕方被咬事件，所以这2个是必须解决掉的。所以李花匠病了，跟他从来形影不离的大黑自然会牢牢守在他的床前。好，这一人一狗解决了，然后吕方进驻，接着吕纯病了，把他喊回家去，接着雨禾搬到种苗园去住，他也病了。从李花匠生病到雨禾生病的这个期间内，是种苗染病和发病的阶段。现在再从这个阶段中来推算都发生了些什么。在雨禾生病之前，疫情就已经发生，那么让雨禾生病，只是为了在李花匠病未好的情况下，再斩断了方圆的管理层，目的是为了让疫病蔓延开去，染到更多的花木。李花匠生病的时候，他还在方圆，一切完好无虞，所以真正染病的时间段就发生在吕方还在方圆的时候。散布炭疽病菌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把病部表面出现的那层粉红色略带粘性的分生孢子堆涂抹到牡丹的茎叶上，在高温多雨潮湿的气候下，很快就会形成灾害。牡丹有些滑不下去了，他抬眼看着种苗园高高的围墙，轻轻问雨禾：吕方在这里的那几天里，他是不是每天都喝酒？都和谁喝？康儿又怎样？雨禾道：也不是每天都喝，有时会和顺子他们一起喝一点，指点一下他们，有时又会和花匠们聚在一起说说闲话。倒是没见到他喝醉过，不过每天早上他都起得很晚就是了。康儿只是和顺子他们玩得比较好，也还有些小孩子天性罢了，倒是看不出什么不妥的地方来。他忐忑地看着牡丹：您怀疑是他们？牡丹摇摇头：你突然晕倒又怎么说呢？难不成是他回了家又连夜赶来害你的？李花匠旧疾复发还情有可原，雨禾的身体向来很健康，怎会莫名就晕倒了？且不论吕方主仆有没有问题，这方圆里约莫还有内贼，但没有确凿的证据前，什么都不能说。牡丹站在树荫下苦恼地来回走动，到底是内贼还是外贼？他要怎么办？
明明知道有人害了他，却不能把那个人揪出来，让他受到该受的惩罚。还有什么比这样更令人郁闷的？林妈妈在一旁絮絮叨叨地道。这墙还要再修高一点才安全，总觉得它矮了点。牡丹忙道：顺猴，顺猴你过来。顺猴赶紧跑过来。娘子有何吩咐？牡丹道：我记得你有一门本领，来去无踪，又快又轻，是不是这样？顺猴儿道：也不敢这么说，不过就是手脚略比旁人轻快灵活一点就是了。牡丹便问他：假如是你，想不经主人允许就直接进方圆来参观，你能做得到吗？小菜一碟。顺猴微微有些自得，国公府我也进得去，更不要说这个。像你这样的人多吗？顺猴被问住了，摸着脑袋想了一回，含含糊糊地道：大概不算太多吧。就算不多吧。牡丹便指着种苗园的墙。那么假如是一个身手不如你的人，偏偏就想进这种苗园呢？种苗园的墙在方圆里是最高的，而且上面便插瓷茶等物，没有点技术不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出入好几次。像吕方那样的人，就要带了梯子和棉垫等物才可能做到。多来上几次，总会留下蛛丝马迹。不到迫不得已，他真是不愿意相信这事儿和吕方主仆还有方圆的人有关系。顺猴立时明白了牡丹的意思，当即道：且待小的去探查清楚，又来回禀。言罢走到墙边，借着一棵柳树，灵活的腾跃抓握几下，竟然轻轻巧巧就上了墙头。他快速从怀里摸出两样东西来，套在脚上，竟就灵巧地沿着墙头边查看边远去了，引得林妈妈等人惊叹声一片。牡丹收回目光，吩咐雨禾：再去请周八娘帮个忙，请她问一下，这段日子里村中有没有谁家的亲戚或是朋友来过的，都是些什么人。除了这些，他实是无法再想到别的了。万一实在不行，还是只有告诉蒋长阳，让蒋长阳查一查。至于金不言那里吗？他苦笑了一下，大概只有赔钱了。不过想必曹万荣、吕纯等人早有准备，就等着他出事落败好接了这笔生意。只要提前通知金不言，把钱退还他，他还是可以拿着这笔钱在曹万荣和吕纯那里买到他想要的花的，不至于耽搁了他母亲的生辰盛会。当天边最后一缕晚霞落下去的时候，方圆灯火通明。牡丹高坐在正堂前的台阶之上，沉默地打量着面前的众人。众人的表情各不相同，以满子为首的一群半大孩子，沮丧中又隐含了愤懑和期待。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期待地看着他，眼里有信任和依赖。而以郑花匠为首的雇佣来的花匠们，更多的是焦躁和恐惧，还有就是不耐烦。他们互相交换着眼色，悄悄在隐蔽的地方比划着手势，被行会敌视，风水不好，有邪气，明年一定会大赔特赔，怎么看，牡丹和方圆都要倒霉了。良禽择木而栖，方圆靠不住，他们要养家糊口，自然要考虑自己的出路。牡丹再看向坐在他左手边的李花匠，李花匠病了这一场后，又黑瘦了许多，他呆呆地坐在那里，眼睛没有看向任何人，只是盯着脚下的方砖，表情沉默而愁苦。唯一不变的是大黑，他牢牢占据着李花匠和牡丹之间的位置，蹭蹭这个，又擦擦那个，左右逢源。偶尔抬起头来看看牡丹，褐色的眼睛里充满了温柔和信赖。人真的不如动物更能信赖。牡丹揉了揉大黑厚实温暖的头，清了清嗓子。想来大家都清楚咱们园子里发生什么事了，把大家伙召集在一起，就是想和大家说说这事儿。我听有人说方圆的风水不好，有邪气，所以郑师傅你们要辞工，有没有这回事？郑花匠沉默片刻，道：娘子，小的知道这个时候辞工有些不厚道，但小的就是个凭着2只手和手艺养家糊口的手艺人。如果染了这霉气，以后就再也没人会雇小的做活了。小的家里还有老娘和几个孩子要养呢，还请您大人大量，放了小的吧。有他开头，好几个花匠都纷纷应是，上前同牡丹讨情。娘子准了小的们吧，小的们这个月的工钱不要了。都不要工钱了，只求脱身是不是？如果他还死死拽着人家不放，是不是就刻薄无情了？牡丹淡淡一笑，大家都说这话，难道我是会赖大家工钱的人吗？可是这1年里来，我曾经亏待过大家。众人一静，谁也不敢说是。说起来，在方圆做工有个很好的地方，那就是每个月给工钱特别爽快，而且也比其他地方要高出1-2成，伙食和住宿也好，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或多或少都会学到点技术。若不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实是舍不得走的。牡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他们的神色，淡淡地道：请大家放心，工钱1文也不会少，真正付出辛劳和汗水的，我还会有馈赠。但是他重重地道，如果有人不自觉做了对不起方圆、对不起我的事，
我也会让他付出相应的代价。什么风水不好，什么有邪气，都是假的。方圆如今遭遇到的灾难是人祸。听到他如此明白的话说出来，院子里顿时响起一片嗡嗡声。牡丹也不管他们，任由他们去议论商量。众人低声讨论许久，郑花匠当先道：娘子，明说了吧，我们都承认您是个好东家，但不管这事儿是天灾还是人祸，或者是风水不好，我们都不想再在这里坐下去了。啊！李花匠猛地站起来，愤怒地指着郑花匠，比了好几个手势，意思是说他忘恩负义。大黑见状，也对着郑花匠龇牙咧嘴，低声咆哮。牡丹忙示意雨禾将郑花匠扶了坐下，面无表情地对着郑花匠道：你继续说。郑花匠虽然羞窘，却仍道：大家伙为的就是养家糊口，您得罪了行会，明年这桩生意也铁定是大赔。若是您以后不再做牡丹生意也就罢了，假如还做，这不会是最后一次算计，说不定下一次就是被人放火烧园子了呢。还不闭嘴！你个鸟人，好大的胆子，和谁说话呢？顺侯闻言大怒，跨前一步就要去揍郑花匠。是娘子让我说实话的。郑花匠害怕的往后退了好几步，不敢和顺侯对上。他看到过顺侯和贵子玩笑操练，这个长得和女人一样的家伙下起手来又狠又快，不是个善茬儿。牡丹轻轻抬抬手，让他说：不是郑花匠说人家会放火烧了这园子，就真的会被烧了的，他从来不避讳这些。顺侯退到一旁，脸上有怒色，恨不得把郑花匠那张没有遮挡的嘴给撕烂了才解气。不就是看到牡丹是个女子，看她平时脾气好吗？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东西？郑花匠心有余悸地瞟着顺侯，声音小了很多。小的们知道您家底雄厚，又是官家，自是不怕，可小的们却与您不同，犹如蝼蚁一样的，别人轻轻动一下手指，就能将我们给捏死了。您说这事儿是人祸，但总归与咱们无关，咱们谁也不敢做这种昧着良心的事情。行会，我们招惹不起，求您放我们一条生路罢。说完竟就跪了下去。其余几个人见状，也跟着跪下去求牡丹。你们都起来吧，我不会为难你们。牡丹轻轻叹了口气，笑道：趋利避祸是人的本能，你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奇怪。不能强按牛头饮水，你们一心想走，我是不能强留你们的，就算是强留下来，你们心里也不爽快，不会认真做事。付钱给不认真做事的人，还得了一肚子的怨气，背后被人咒骂，算来算去都是我吃亏。这种事情我不会做。地上跪着的几人听见都流露出喜色来，一边起身一边七嘴八舌地道：就知道娘子是个心慈的，就知道娘子体谅人，心慈总是和手软联系在一起的。牡丹由不得苦笑了，郑花匠之所以这么大的胆子敢呈头出来闹，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讲道理不会把他怎么样。一个人有着善良和脾气好、修养好的名声很好，但却不能给人留下懦弱的印象。这些人要走可以，却不是这样一个走法。牡丹环顾四周，都说说还有谁要走的，趁着这个机会一并说了罢，账房也好算工钱。站在一旁一直沉默不语的喜郎等人轻轻骚动起来，郑花匠便给喜郎递眼色，喜郎不看他，垂着头不语。过了没多会儿，又站出来一个。牡丹静静地等候了片刻，见再也没人站出来了，方到剩下的都不走了。要走的或是不走的都有各自的理由。喜郎抬起头来看着他，小的走投无路的时候是您收留了小的，只要您不赶小的走，小的就不会走。其余几个人虽没有喜郎这样的经历，却也表示暂时不想走。牡丹示意雨禾把要走的人记下，然后和颜悦色地道：我都记下了，你们先回去吧。郑花匠道：小的冒昧问一句，可是明日就可以结算工钱，就可以走了？不会再有人跟着不许走吧？他对雨禾让人牢牢跟着他怨念很大。牡丹一笑：恐怕暂时还不行，得累你们多等几日。为何？郑花匠等人都皱起眉头来，您刚才明明才答应过的。不为何？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清白无辜的自然是想走就走，不但不会少一文钱，还会有馈赠。但假如做了对不起我的事的人，必须付出代价。牡丹的目光缓缓扫过众人，收起了脸上的笑容。说实话，今日在这里的人都有嫌疑，谁也脱不掉干系。要走可以，等我把事情的真相查明再说。这些日子就要委屈大家不要乱走了，不然出了什么乱子，可别怪我不近人情。顺侯往前一步，行了一礼：娘子请吩咐。牡丹道：从今夜开始，这件事就交给你了，谁要是往外递东西，想偷跑，你可以便宜处理，若是出了事，我唯你是问。顺侯笑道：是，小的必然不辱使命。郑花匠怒道：
我们不是你家的奴仆，我们是良人。你这是要仗势欺人吗？牡丹微微一笑，郑师傅您别慌，知道您是良人，您放心，只要您是清白的，不会冤枉您。说实话吧，我之所以敢这样做，就是心里有底了，站着理的，可不怕您去告我仗势欺人。要是大家都配合，能够私底下解决的，咱们就私底下解决。我不想对付谁，就想找到背后使坏的那个人。若是您非得闹，不配合，我就只好报官，说你们统统都有嫌疑。大家一一去过堂好了。言毕沉下脸，吩咐雨禾去和周八娘说，辛苦她这几日把伙食开得好一点。这个年代有几个平民百姓不怕官的，更不要说是像郑花匠等人这样的小民。那些心中无鬼的，听牡丹说饭菜伙食会很好，也不是要把他们怎样，就是留几日查清缘由就放人，不然就要过堂，便都纷纷歇了闹腾的心思。郑花匠见众人都改了主意，没人应和他，又被顺侯冷冷地逆着，当下悻悻地道：身正不怕影子斜，等就等。于是众人各自回房，静候消息不提。顺侯却又领着人，把包括蛮子在内的所有人都单独提溜出来问话，或是哄，或是吓，或是诈，务必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地方。夜里雨禾伺候牡丹洗漱，提起郑花匠来，他闹腾得怪厉害的，还是您有法子对付他。他那日对着奴婢时，半点不念旧情，比谁都厉害。牡丹道：咱们与他也不过是当初在刘家的那点交情罢了，后来他之所以来我这里，也是因为图财，并不是因为欠我的人情想来还情。而且正是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底细，所以才敢比谁都闹得凶。雨禾小声道：他这么怕，一心想走，风水不好，有邪气的话也是最先听到他说的，会不会是他？牡丹摇头，说不准啊。闹得厉害的，可以看作是心里没鬼，不怕，也可以看作是心虚，总之最后都还得看证据。反正顺侯而言看过那墙，的确是有人进出过的痕迹。一夜无话。第二日一大清早，周八娘亲自给牡丹送来早饭，牡丹见她似有话要说，便请她坐下一同吃饭。周八娘推辞不肯吃。我就是听说您有喜了，来恭喜您的，顺带也有事情要同您说。见牡丹毫不迟疑地吃了蛋羹，不由笑道：真好呀，还不害口。牡丹笑起来，大概是因为时候还没到，又或者是他知道我忙，不忍心让我难受。我说您呀，就别客气了，若是吃了呢，我不勉强您，若是没吃，就坐下一起吃，那是您的福气了。这个孩子够乖巧贴心。这周八娘虽然给方圆做工，但她本是理正之妻，并不是什么奴婢贱民，听牡丹一劝，也就笑着坐了下来。您昨日让打听的事情，连夜就打听了。我家里那一个的本家有个孩子，早几年一直在城里做活的，前2个月大概就是在那位姓金的客人来谈成生意后不久就回来了。他家原本是最穷的，一年也难得吃上一回肉，近1个月来隔3差5的就去割肉。